我说老二，你能不能别在老子眼前晃来晃去的？老子都要被你晃晕了。爹，我担心玉娘啊，这都2个时辰了，她身子本来就弱，如今还要受这个罪。哎呀，都怪我。二弟啊，你担心弟妹，也不能帮她生娃呀，还是坐下来等吧。哎呀，生了！稳婆手脚麻利的用棉布包裹好孩子，就开始报喜。恭喜老姐姐了，你家儿媳妇生了个女娃娃。女娃娃，哎呀，太好了，女娃娃好，咱们叶家终于有女娃娃了。爹，您听见了吗？我媳妇生了，是个闺女。恭喜二弟啊！我有闺女了，我有闺女了。哦，太好了！我们有妹妹了！我们有妹妹了！老婆子，快把咱孙女抱出来给我看看。哎呀，这叶家终于有女娃了，也太不容易了。谁说不是呢？这到了第6代才生出一个女娃来，估计这女娃娃呀要被宠着养大了。就是啊，别人家都是儿子值钱，丫头片子见养。钱大娘要给尤大娘10个鸡蛋了。恭喜大哥，咱老叶家终于有女娃娃了。是啊，二弟，大哥今儿特别高兴。我叶家终于有孙女了。今天不方便，大家先回去，到时办满月酒，大家一定要过来喝一杯啊。大哥，1个月后要办满月酒，这现在就要打算了，你有啥想法吗？现在还没想到，总有办法的。家里那么多臭小子，该上山的上山，该下河的下河，总能找到不老少吃的。闺女，我是你爹哦，听到弟弟说话了吗？谢谢你肯来我们家做我的闺女。他也不期待小婴儿能听懂，只是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小婴儿叶圆圆还真的听懂了呢，他也没明白为什么会带着前世的记忆投胎来到这一家里，现在刚刚出生，是个什么也不会的小婴儿。林哥，玉娘，辛苦你了，都是我不好，害你受苦了。咱们有闺女了呢。行了，看一眼就行，赶紧出去想办法打只野鸡回来炖了给你媳妇儿下奶。孩子生的时间有点长，现在比较弱，大人不能老是进来。其他人都不允许进来看，要看等3天后。老二媳妇，既然醒了，就把这碗红糖鸡蛋汤给喝了。你受罪了，这次坐月子要好好把身子给养回来。谢谢娘。3天后，叶家的大大小小终于看到了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叶老头抱上就不肯撒手了。爹，你让我抱抱吧，这是我闺女。滚一边去，你什么时候抱不行啊？是你闺女又咋的？还不是老子的孙女，老子还没抱够呢。爷爷的小乖乖哟，以后你就是我们老叶家的宝贝，谁敢欺负你啊，爷爷揍死他。这小东西出生3天了，不哭也不闹，睡醒了一双乌黑的眼睛滴溜溜地转来转去，好似要把家里的人都看遍。饿了就乖乖吃奶，乖得很，也更招人喜欢了。老头子，你这次得好好给孙女取名字，不能再随意了。叶老太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叶老头有前科，儿子还好，叫叶大山、叶大林、叶大树。到了孙子就随意得很了，从大到小按顺序排列，1判、2判、3判、4判、5判，意图很明显，怕女娃娃呗。不过还好，这只是小名，叶老头还没混账到大名也这样取，要不得被人笑话死。叶家孙子的大名叫叶正阳，
叶正言、叶正清、叶正松、叶正柏。这是咱们家6代以来第一个女娃娃，当然不能随意了。你们有想到好名字，也可以说一说。爹，要不就叫叶金宝，咱家的千金宝贝。都挺好听的。其他人有不一样的意见吗？其实叶老头也想了一个，叫叶金玉，和老二想的差不多，金枝玉叶。不过老二取的金宝好像也挺不错的样子。不就一丫头片子，随便取个贱名好养活。弟妹，别瞎说。娘，妹妹不是丫头片子，奶奶说妹妹是我们家的宝贝。这臭小子都不知道是谁生的，一点也不向着他。老三家的，你有段时间没回娘家看你娘了，明天回去住2天吧。娘，对不起，我知道错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以后不会说话就别说了。我们叶家生不出女娃，想要个女娃比登天还难。这个孩子能托生来咱们叶家，是咱们叶家的福气。以后谁也不许说我孙女不好的，否则老子打断他的狗腿。爹，爷爷，我们知道了。侄女出生那天刚好是8月15中秋节月圆之时。中秋节象征亲人团圆，取名叫叶圆圆，寓意家庭团团圆圆，幸福美满，还有花好月圆的意思。小名就叫元宝，元和元同音，叫元宝既接地气又喜气吉祥。读过书就是不一样，大家都被叶老三说得头如鸡啄米，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很适合他们叶家的小宝贝儿。当叶圆圆知道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也很满意，和她前世的名字一模一样呢。她本来就叫叶圆圆，只是不知为何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到了这里呢？只是现在她还没有弄明白是什么原因，先平安长大再说吧。取好了名字，又说到办满月酒的事情。办啥满月酒啊？咱家又没钱。闭嘴！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老大家的，老三家的，你们也不要觉得我和你爹偏心。我们老叶家这6代才得这么一个宝贝疙瘩，满月酒是肯定要办的，借钱也得办。你们谁要是能生出闺女，我们俩老也照给办。娘，你别听他那张臭嘴胡咧咧，这是我们家的大事儿，肯定是要办的，而且要大办。谢小梅真的恨不得给自己嘴巴缝上，她怎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这张臭嘴呢？小元宝今天满月了，叶老大和叶老二一大早就带着大盼上山去打猎，叶老三今天也跟铺子的掌柜请了假，在家帮忙。他带着2、3、4、5盼去河里摸鱼，叶老头和叶老太带着大儿媳和3儿媳在菜园子里摘菜，一家子欢喜地忙碌着。赵玉娘今天坐完月子，可以从屋子里出来了，她抱着小元宝在院子里晒太阳。小元宝这1个月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睡觉，醒了的时候家里人争抢着要抱他。今天家里很安静，他知道大家都去为他的满月酒忙着。话说叶老大几人到了半山腰，还没开始到处找猎物呢，就有2只兔子在他们跟前一头撞死在树上了。爹，这是不是三叔说的守株待兔啊？我们只要守在这里，就有兔子自己上赶着送死来了。哼，想什么呢？这只是偶然罢了。我们再去别处看看，能不能打到其他的业务。嘘，一头大野猪在不远处排便便，大盼既紧张又兴奋呢，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见大野猪呢。3人分头行动，叶老二拉弓瞄准，一箭射向了野猪2眼中间的上方最致命的弱点，野猪都还没猪嚎完就一命呜呼了。大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打猎特别容易？
王天能有一只野鸡就不错了。是啊，我知道，肯定是老天爷知道我妹妹今天满月，特意送给我们家来办酒用的。叶老大和叶老二都没有反驳，觉得大盼说的有那么点道理。三人怕野猪的血腥味儿引来更难对付的野兽，赶紧抬着野猪下山了。到了山脚下，还意外地打到了一只野鸡。要知道平时是连根鸡毛都找不到的，这一下今天的肉菜绝对不愁了。三人回家的路上还遇上了去河里摸鱼的叶老三等人。三弟，你们怎么抓到这么多鱼？大哥二哥，你们怎么猎到一头这么大的野猪啊？爹，我们去到河边才放下鱼篓子，这些鱼就傻傻的自己钻进来了。我说大山大林大树啊，你们三兄弟今儿个运气咋这么好啊？又是野猪，这又是鱼的，哎，这都不少呢。我闺女今天满月，我们家这不是穷没钱吗？上山转转，哎，谁知道真就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走，都上我家杀猪吃饭去。小娃娃吃了睡，睡了长，一天一个样。又是一年花好月圆时，小元宝1岁了。那肉嘟嘟粉嫩嫩的样子实在可爱的紧，看起来也像一个元宝。小元宝从会翻身到会坐会爬会说话会走路，叶家的生活越过越好。村里人都说元宝是善财童女托生，跟他在一起就会好运连连，财气不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元宝出生的第2年春天，桃花山上的桃树开了，一片桃花非常好看。小元宝慢慢走在桃花林中，闻着淡淡的花香，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传说中的世外桃源。他好喜欢这片桃林啊！村长可是跟所有的村民们说了，如果秋天结桃子的话，卖了桃子得钱后，给村里请个先生回来，让桃花村里的娃娃都有书读。真是感谢叶家的小元宝啊！我是谁？我在哪里呀？我怎么不知道这又和我有关？而且叶家实在是运气太好了，自从元宝出生后，叶家人上山打猎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最差都会抓到一只竹鼠回来。去河里摸鱼，哪怕是最小的鱼都会摸到。小元宝现在1岁，会摇摇晃晃地走路了。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大门口等待干活收工回来的家人。元宝啊，又在等你爹呢。淼叔叔好。叶圆圆越来越适应作为古代宝宝的身份了，并且演绎得很好，该卖萌撒娇一样不少，叶家上下都宠着他。爷爷的小乖乖，是不是在等爷爷呀？是，想爷爷。哎呦，真是爷爷的小乖乖呀！叶老二像个怨妇一样在后面幽怨地看着他爹和闺女儿，他也想抱闺女儿啊。想爹爹，想大伯，想哥哥。村民们看到叶家越过越好之后，都坚信元宝是善财童女托生，会好运连连，财气不断。所以只要元宝一出来，村民们就会很热情。他怎么不知道自己是善财童女托生，会好运连连，财气不断呢？小元宝在自家菜地里拿着小棍子，一会儿刨地，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又舀一瓢水淋菜，玩得不亦乐乎。赵玉娘看着闺女儿，却一脸的忧愁。娘，要不咱带元宝去县城找大夫看看吧，趁现在还小，有问题也好及早治啊。叶老太也很揪心，她的乖孙女啥都好，就是这小拳头一直张不开，让她心里很不得劲儿。这万一长大也张不开，可咋办呢？现在他还小，别人自然不会注意到，长大了一看就知道了，别人会不会说闲话来诋毁他呀？
哪个敢胡说八道，老娘就撕了他的嘴。唉，他是无所谓了，毕竟前世做了很久的锤子妹，哪曾想来到这架空的历史时代还是锤子，他也很无奈呀。但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奶奶和娘亲那仿佛天塌下来的样子。奶奶，娘亲，别担心哦。他又伸出左边的小拳头挥了挥。奶奶，娘亲厉害。元宝是说小拳头很厉害吗？对，厉害。那元宝说说，这小拳头怎么厉害呢？这人厉害。对，我们家小元宝最厉害了。天爷爷说厉害。元宝告诉奶奶，天爷爷是谁？说天上的老爷爷。元宝是怎样看见天上老爷爷的？睡觉的时候。哦，那是元宝睡觉的时候做梦了。长大能打开。元宝怎么知道长大能打开呀？天爷爷说的。元宝为了不让他们担心，只好可劲儿地忽悠了。以后元宝在外面玩，不要随便把小拳头给别人看，好不好？好。元宝真乖，奶奶去给你蒸鸡蛋羹吃。元宝拳头不能打开的事情，除了叶老太和赵玉娘之外，武盼是第3个发现的。娘，为什么妹妹要一直握着拳头呢？于是谢小梅也知道了，谢小梅那张大嘴巴自己管不住的，全家都知道了。爹娘，要不我们还是带元宝去县城看大夫吧？那就带去看吧，明天就去。元宝这个事情也不是啥大事情，长大了就好了。你们不要在外面胡说八道，别人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管，但如果是从你们嘴里传出去的，我定不饶。特别是老三媳妇儿，管好你那张臭嘴，如果你在外面胡咧咧，我就让老三休了你。娘，瞧你说的，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吗？你最好管好自己那张臭嘴巴，别见天的看见人就瞎嚷嚷，不然娘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1判2判3判4判5判，你们几个不能把你们妹妹拳头打不开的事情去外面跟别人说，别人知道后会欺负妹妹。你们是哥哥，要保护好妹妹，知道吗？奶奶放心，我会看好弟弟他们的。奶奶，我不会说的，我会保护好妹妹的。奶奶，谁敢欺负妹妹，我就揍他！揍他，揍他，揍他，揍他！小元宝挥了挥小奶拳，也跟着哥哥喊口号。元宝很喜欢家里的每一个人，虽然三婶有点小讨厌，但人不算坏。他现在对家里的人可以说是很了解了。又是一年桃花盛开时，小元宝走得更稳当了，说话也很流利了。妹妹，妹妹，村口来了好多辆大马车呀，你想去看不？你这泼皮猴，又想把妹妹拐哪儿去？娘，大槐树那边来了好多大马车，大哥和弟弟他们也在呢。我这不是怕妹妹在家里闷着，就想着回来带她去看热闹嘛。一天天的净知道瞎玩。你三叔教的功课都会背了吗？娘，现在能不能不要提这个？我要带妹妹去玩。去，就知道玩。你这臭小子，每次讲你都不耐烦听。乖元宝，你想跟二哥去玩吗？大伯娘让我去，我就去。哎呦，我的元宝怎的这么乖哟？想去就去吧，你其他几个哥哥都在外边呢。二盼，要看好妹妹啊，别只顾着玩。二哥哥，
你先去吧，你走太快了，我跟不上。那不行，二哥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走，万一你摔跤了，爷爷会打死我的。没事的，我慢慢走过去就行了。你去迟了就看不到热闹了。不行，二哥不能丢下你的，二哥背你去，好不好？好的，谢谢二哥哥。二人来到村东头，3辆大马车已经在神秘的大宅子前停下了。这座宅子是去年冬天建好的，村民们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要在乡下建一座这么宽大豪华的宅子住在这儿呢？要知道他们桃花村平时连牛车都没有几辆，何况是马车呢？村民们在小声的窃窃私语，大概是在议论那个小孩为啥是坐在轮椅上吧。小孩不耐烦地催促着推轮椅的人走快点。当轮椅来到小元宝面前时，小男孩傲娇地看了一眼小元宝，同时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元宝无语了，什么情况啊？这傲娇货为啥要哼他呀？和那匹白马一样傲娇，他什么时候得罪他了？他怎么不知道？元宝不服气，也朝小男孩哼了一声，并且声音比他大。大胆！元宝扬起小脸蛋儿，对着小男孩又哼了一声。你什么你？是你先没有礼貌的。大胆乡下丫头，还不快向我家少爷道歉！才不呢！要道歉也是没礼貌的人先道歉。乡下小土包！小元宝被小男孩这句话激得彻底生气了。他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他凭什么说他是小土包啊？小元宝也不知道为啥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朝着小男孩伸出了他的超级无敌小奶拳。元宝想打小男孩鼻子的，可是人太小个了，就捶到了小男孩的胸口。小男孩并不感觉疼，只觉得有一道异样的气流通过胸口进入身体里，轻轻流动，一直压抑胸口的那股沉闷的感觉都轻了很多，腿都没那么疼了。小元宝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看到小男孩那样子就感觉他很欠扁，生气的拳头就挥向了他。人家平时不是这样的啦，都怪这漂亮小哥哥惹他生气。挥完小拳头后，元宝感觉小拳头有一阵发热传至全心，直达心脏处，整个人站立了一下。叶家几位小哥哥以为他要摔跤了，赶紧上前扶。放肆！哼，你打人是不是应该要道歉？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不是君子，我是小孩。无知小儿，蛮横无理。妹妹，我们回家，不跟他吵架了，吵架很累的。冒犯我家少爷就想走，没那么容易。不准你欺负我妹妹！二盼上前和大哥并排站，妹妹是他带出来的，他必须要保护好妹妹。3、4、5盼把妹妹围在中间，生怕被人给欺负了去。住手！这位小公子，我们元宝他人小不懂事，不是故意冒犯你的。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你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是啊，小公子，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们小元宝计较。围观的村民都在帮小元宝说话，南宫瑞无语了。我也还是个孩子，怎么就大人大量了？我的乖元宝，大伯娘来救你啦！乖元宝，有没有受伤啊？大伯娘，我没有受伤，我打他了。宝啊，你打人还这么有理。这位公子真是对不住了，我家孩子不懂事儿，他不是故意打你的，回家我就好好教他，不能随便打人，请您不要生气。走。白面男人推着自家主子进了大房子，陈秀兰偷偷松了口气，还好人家不计较，要不就难办了。赶紧抱着元宝招呼自家一帮臭小子回家去了。吃过晚饭，叶老头等人
已经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了。叶老头、叶老太不舍得责备元宝，但几个臭小子都被自家老爹收拾了一顿，特别是二盼。你个臭小子，平时就你最皮，要看热闹自己去，为啥还要带着妹妹去啊？带去也就算了，还跑到最前面。我告诉你，要是今天元宝有啥事儿，老子抽死你！爹，话说看热闹不跑到最前面有啥意思呀？是看寂寞吗？不过这话二盼可不敢说，老爹的铁砂掌打人还是很疼的。大伯，你别打二哥，都是我不好，是我先打人家的，我错了。哎呦，元宝乖，不哭了啊，大伯不打他了。好了，你们几个是做哥哥的，有保护妹妹的责任，以后一定不可以把妹妹置于危险中，知道了吗？都洗洗睡去吧，该教训的也教训过了，各自回房去。小元宝啊，今天有没有被吓到啊？害怕了吧？走，爷带你回去睡觉觉。爷爷，我今晚要跟爹爹和娘亲睡。叶老头委屈地回屋了，叶老二却高兴了，抱着闺女儿骑在脖子上，开心地招呼自个儿媳妇儿回屋去了。叶老二拥着媳妇儿闺女一脸满足地睡去。赵玉娘身子本就弱，今天在河边洗被子也累了，不久也睡着了。元宝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了，想想今天自己的行为，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怪异，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打那个男孩子呢？好像是有什么吸引他，一定要向他挥拳一样。而且碰到那个男孩子的时候，拳头为什么会发热呢？元宝举起小拳头，试着张开，五指一用力，拳头就张开了。随着拳头的张开，元宝感觉有一股力量吸引他往一个地方而去，随后这股力量就带着元宝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哼！是谁？别装神弄鬼的，给我出来！小不孩，没想到运气还不错。你是什么蛇？为什么会说人话？无知小儿，你才是蛇！你不是蛇吗？可是你就是蛇的样子。那你不是蛇，是什么东西？你才是东西！好吧，那你不是东西。你才不是东西！你怎么这么讨厌？问你又不说，拉倒，我走了，不理你了。啊，站住！你不许走！那你说不说？哼，这里是一个空间，你机缘巧合开启了它，小东西，接下来你要平安长大，并不断的强大自己。你还没说你是谁呢，要不我叫你小黄吧。你小黄，你说是我开启了这个空间，那我怎么用这个空间？它是完全属于我了吗？会随时消失吗？天机不可泄露。哼！不要叫我小黄，我不叫小黄。哼！哼完又游走了。这哼来哼去的样子，真像那个漂亮小哥哥。元宝等了一会儿，不见小黄游回来，怎样离开这里呢？心随意动，一眨眼就躺在爹娘的身边了。还好爹娘没醒，不然发现自己不见了就麻烦了。重生一招还附带送个空间，这待遇也挺好的。虽然那条蛇不太讨喜，刚才忘记去小木屋里看看了，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呢。下次有机会再进去吧。元宝想着想着，抵挡不住困意就睡着了。第二天他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了，要不是被尿憋醒了，怕自己尿床，估计他还能继续睡到中午吃饭。元宝吭哧吭哧地爬下床，找自己娘亲去了。
娘亲，元宝爱你哦。元宝乖，娘亲也爱你。娘亲，元宝有惊喜送给你。小宝贝儿，有啥惊喜要送给娘亲呢？娘亲，你看，元宝，你的手，娘的乖元宝哦，这真是太好了。娘亲，我们等爷奶他们回来，我还要送惊喜，娘亲不要说漏嘴哦。好好，都依你，你这小调皮。一家人吃完饭的时候，元宝就开始他的惊喜表演了。下面请看我的精彩表演，准备好了吗？妹妹，你这是要开始耍宝了吗？请安静，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惊喜来啦！小元宝边说边把他的小手伸出来，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一圈。元宝转了一圈，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都安安静静的没说话。娘亲，爷奶叔伯哥哥他们不惊喜。闺女，快给爹爹看看小手，爹爹刚才被惊喜给惊呆了。元宝乖，不理你爹，都是爷爷不好，刚才的反应太慢了，没看清楚。快给爷爷看看。老天开眼了，谢谢老天爷，请老天爷保佑我家孙女儿元宝平安健康。妹妹，你是咋的打开小拳头的？不知道，睡醒觉一伸手就打开了。娘，元宝当初拳头打不开的时候，我偷偷向盘龙寺的菩萨许愿了，现在菩萨保佑元宝了。等忙完春耕，我想带元宝去盘龙寺上香还愿。行，道师娘和你一起去，让老二去村长家借牛车送我们娘仨去。娘，我也去，我去给家里人拜拜求平安。到时一起去吧，老大家的也去。谢谢娘。南宫瑞来到这里3天了，看着这姿态万千的桃花，呼吸着一阵阵沁入肺腑的花香，南宫瑞觉得这里像人间仙境一样，让人留恋不舍。他让颖儿回去取了笔墨纸砚来，他要把这美丽的仙境画下来，等祖母生辰的时候送给祖母，让他也看看南圣国除了那困住人的牢笼外，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南宫瑞在专心致志地作画，突然听到了一阵嬉闹声，花仙子在追赶蝴蝶的样子，就像在风中翩翩起舞。南宫瑞快速地把这景象画下来，元宝的小胖腿儿跑起来，随时像要摔跤一样，惹得跟着他的赵玉娘担心不已，不断提醒他跑慢点儿。娘亲，别担心，地上那么多桃花，摔跤也不疼的。随着小身影越来越近，南宫瑞看清楚了，这不就是打他的小孩吗？刚才远远的没认出来。漂亮哥哥，你在干啥呀？原来是画画呀，画得真好看。这画上的人是画我吗？漂亮哥哥，你咋的都不说话？不是。明明就是，刚才这里都没人，你肯定画的就是我。我说不是就不是，谁要画你了？不是就不是吧，我要回家了，让我奶奶做桃花酥给我吃，做好了请你吃。南宫瑞很想说谁要吃你的东西呀，但看着眼前小丫头软萌的样子，愣是忍住了没说出口。元宝像只小仓鼠一样在快乐地啃着桃花酥，粉粉的小酥饼实在是太好吃了。奶奶和面的时候，她可是悄悄地加入了空间里的灵水的，当然好吃了。她发现了自己不需要亲自进到空间里，只要她用意念就能让灵水从手指头里流出来，但不能频繁地使用意念，要不自己就会很累。那条傲娇蛇说
是他的年龄太小了，意念不足，使用多了容易伤身，意念会随着年龄增长。刘伯看着自家小主子坐在院子里往门口张望的次数都不下10次了，想必他家主子这是在盼着那个叶家小丫头说的请他吃桃花酥的事情吧。南宫瑞觉得那小丫头一定是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毕竟那么小的小屁孩就是随口说说而已，自己怎么就当真了呢？伯伯你好，我可以进去里面玩吗？小丫头，这里不能随便进去的哦，你快去别的地方玩吧。伯伯，我是来给漂亮哥哥送吃的，很好吃的，你要不要尝尝？谢谢小姑娘，伯伯不吃。那好吧，你帮我把这个桃花酥送给漂亮哥哥可以吗？伯伯没听我家公子说有人送东西给他呀，不能随意收下来的。这是元宝吧？快进来，我家公子在里面呢。漂亮哥哥，我请你吃酥饼。哼，谁要吃你的酥饼啊？公子，你这样真的太不可爱了，明明就盼着人家小姑娘来，人来了很快就被你给气走了，好不？这是用桃花山上的桃花做的，很好吃的。不吃。南宫瑞还是一副欠扁的样子，不吃拉倒，傲娇货。元宝也不说话了，嘟着小嘴巴，拿着自己的小篮子，转身就要走了。元宝，等等，谢谢你送来的桃花酥饼。我家公子今天肚子不舒服，不能吃其他东西，只能吃稀饭呢。你把酥饼留下，等我家公子好了再吃，好不？好吧。谢谢小元宝。元宝来的时候就用小篮子装了10个小饼子送给南宫瑞，走的时候刘伯给他装满了一小篮子的酥糖，他的小胳膊都拿不动了。刘伯把他抱到门口，把篮子交给了等在门口的哥哥。小元宝，有空来玩。伯伯再见。2盼3盼带着妹妹回到家里，谢小梅看着他们手上提了满满一篮子酥糖，眼睛都冒光了。你们这哪来这么多糖？快给三婶。要知道在乡下是没有啥吃糖的机会的，何况还是酥糖呢。谢小梅恨不得把这一篮子糖拿回她房里收起来慢慢吃。三婶儿，这是妹妹去大宅子送饼子，人家给妹妹的。来，给三婶拿着，三婶分糖给你们吃。元宝看着她这个有点自私的三婶儿，很是无语。娘，我把妹妹带回来了。谢小梅无语了，她怎么感觉三盼是故意的？现在的小孩都这么精的吗？哟，二盼咋的拿那么多糖回来呀？谁给的？二婶儿，这是大宅子里的人送给妹妹的糖，给你收着，让妹妹吃。二盼乖，等其他人回来了，二婶一起分糖给大家吃。谢小梅气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这臭小子绝对是故意的。南宫瑞看着小豆丁送来的酥饼，纠结了好久，最终拿起放到嘴边，小小的咬了一口。他感觉吃了这酥饼胸口舒服了一些，拿起第二个继续吃，连续一下子10个小饼子就没了，而他呢还意犹未尽。这小丫头也忒小气了一点吧，要送也不知道多送一些。主子啊，人家给你的时候你还死活说不吃呢，这会儿又嫌少了。不过看见自家主子吃了这酥饼，好像脸色好了一些。元宝想酿桃花酒，很简单，原材料只需糯米酒、冰糖、桃花就可以了。但难的是这里的酒不好买，而且死贵。不对，他可以先去小哥哥那里试验一下，看看能不能成。虽然不知道小哥哥为啥要来桃花村养病，但一看他就是那种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公子，
人是傲娇了一点，但哄哄还是可以的。以后真要酿桃花酒来卖了，说不定它是个很好的挡箭牌呢。乖宝儿，你这带着小酥饼要去哪儿啊？娘亲，我要去大宅子看大马。大宅子太远了，你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哥哥们都不在家呢，娘带你去吧。转身回灶房里，多拿了10个小酥饼，放进篮子，就带着元宝出门了。赵伯看见小元宝过来，可热情了。小主子可是交代过的，这个小姑娘来了，要好好请她进来，不许拦门。娘先回家洗衣服，你看完大马就在宅子里面等娘来接你，不能自己回去，知道了吗？知道了，娘亲。我看完大马就跟小哥哥玩，不会到处乱跑的。漂亮哥哥，我来找你玩了。难得的，南宫瑞没有甩脸色。漂亮哥哥，我想去看大马。你不喊我漂亮哥哥，我就带你去看大马。可是你很漂亮呀。漂亮是形容女孩子的，男孩子不能用漂亮来说。那我喊你什么呢？喊小哥哥可以吗？我叫南宫瑞，你可以叫我瑞哥哥。南宫瑞不想说自己本名的，毕竟南宫是国姓，有心人猜一下就知道他是谁了，倒是麻烦一堆，他就不能安心养病了。但看着元宝干净澄澈的大眼睛，不知道为甚就是不想骗他。好的，瑞哥哥。还有，如果别人问你我的名字，你就跟别人说我叫黎瑞，知道了吗？这人连真名都不敢让人知道，估计身份很不一般吧？会不会有什么仇家之类的呢？元宝有点可怜眼前的小哥哥，有机会就让他多喝点灵水，看能不能治好他的腿。看他脸色苍白又蜡黄，估计还中毒吧。如果坏人知道了我的真名，就会来把我抓走，懂了吗？南宫瑞叫黎瑞，瑞哥哥，元宝懂了。走吧，带你去看大马。看完了大马，元宝装口渴，偷偷的在刘伯端来的2杯水里加入了灵水，拿起来给了1杯南宫瑞。瑞哥哥，干杯！水入喉，甘甜清冽，喝了浑身舒畅。南宫瑞纳闷了，什么时候家里的水这么好喝了？瑞哥哥，你家有酒吗？有啊，你想喝酒吗？小孩子不能喝酒。我没想喝酒。那你家有冰糖吗？也有。你问这些做甚？当然是有用。瑞哥哥，告诉你，我想酿桃花酒。你这小东西，豆丁点大，懂啥酿酒啊？懂的，我做梦的时候就懂了。那你说说看，桃花酒怎么酿？元宝把酿酒的方法说了出来。你还跟谁说过这件事情？谁都没说，就跟瑞哥哥说了。我家也没有冰糖和酒，说了也做不成。瑞哥哥，我桃花都带来了，我们试做一点吧，万一成功了呢？南宫瑞命人取来需要的东西，按小元宝说的方法做好后密封起来。当然，小元宝趁人不注意时有悄悄加入灵水的，任谁都不会去防备。这么小一个小孩能做啥手脚啊？所以都没有被发现。瑞哥哥，这酒密封1个月后就能喝了，时间到了，你让刘伯伯去我家叫我过来，你不要悄悄打开它。你这小东西，我还能偷喝了不成？你这酿酒的方法不要告诉别人，免得招灾，知道不？我知道了。这时门房来报，娘亲来接他回家了。瑞哥哥再见，我下次再来。这位大叔，这可使不得呀！每次元宝来，你们都给他那么多东西带回去，太破费了。
鄙人姓刘，夜将娘子换在下刘管家即可。元宝每次来也都带了桃花酥来，我家主子很喜欢吃呢。日子一天天过，忙完了春耕，由叶老二赶着借来的牛车送几人前往盘龙寺去上香。其实元宝以前是不信这些的，但自从投胎重生到这里之后，他不得不信。元宝像模像样的学着叶老太跪拜了几下，还闭上小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儿。元宝自己拜完了就起来，看到他奶和娘亲还有大伯娘和三婶都在虔诚的跪拜，也不打扰他们，自己先出了大殿。他在大殿门口等奶奶他们几人，等着等着被一棵特别高大的银杏树吸引了，他向高高的银杏树方向走去。相逢即是缘，小施主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吧。老爷爷好，我想去看大大的树，吵到您了，对不起。老衲叫智远，小施主不必多礼。元宝看着老和尚的大光头，还有白眉白胡子，觉得很像电视《白蛇传》里把白蛇镇压在雷峰塔下的法海。如果头上戴个帽，手里拿个化缘钵，就更像了。自己是带着记忆重生的，老和尚不会看穿了，也想把他镇压吧。智远爷爷，我要回去找娘亲了，再见。赶紧溜之大吉吧。小施主不必害怕，老衲不会把你怎样的。完了完了，这老和尚还会读心术啊，连他心里想什么都知道。娘亲找不到我会着急的。小施主，这手串伴随老衲多年，送给小施主，就当结个善缘。智远把手上的菩提手串撸下来，戴到元宝的手上。一切诸果皆从因起，一切诸报皆从业起，万果皆有因。小施主自当从心合一，行善积德，此生必会大圆满。智远爷爷，我娘亲说不能随便收别人的礼物。元宝说完就想拔下手上的串珠还给老和尚，可是令他惊慌的是，手串拔不下来了。小施主取不下来，说明他跟你有缘，一切皆是天意，随缘顺应天意即可。回去吧，你家人找了。谢谢智远爷爷了，那我走了，再见。娘亲，乖宝，你去哪儿了呀？吓死娘了。娘亲对不起，我不应该自己到处跑的。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小院子居然不见了，还有那棵又高又大的银杏树也不见了。元宝以为自己眼花了，揉了揉眼睛再看，还是没有。什么情况啊？一座院子，一棵大树能凭空消失？这个盘龙寺充满了神秘。找到了元宝，叶老太看天色不早了，带着家里的人赶紧下山归家去。闺女，告诉爹，你这手串哪来的呀？爹爹，这是一个没有头发的爷爷送给我的。元宝啊，娘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能随便收别人送的东西。娘亲，元宝没想要，是老爷爷自己给我戴在手上的。元宝乖，下次不认识的人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记住了吗？娘亲，我记住了。求求好心人救救我孙子吧，老朽定当牛做马报答你们。老伯，这是咋的了？我孙子发热晕倒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求求你们救救他吧，好人会有好报的。
娘，这咋办呢？给他一点水和干粮吧，然后拉他们一程。看到了有村落的地方，让他们下车。娘，我们还是走吧，不要多管闲事，指不定还会惹麻烦上身呢。元宝让赵玉娘把他抱下车，他走到少年身边，假装看看眼睛，又看看嘴巴，实则是偷偷的在他嘴边喂了一些灵水。奶奶，救救这个哥哥吧，他还没死。闺女啊，你又不是大夫，咋的还等看诊的呀？爹爹，我们家菜园的虫子死掉了，都是躺得直直的。您看这个哥哥，他还没有躺直呢。还有，大哥哥他们从河里抓回来的小鱼死了会翻白眼，这个哥哥眼睛闭着，没翻白眼呀。地上喝了灵水，已经醒过来的常宁有些懵，被这小孩这么一说，他感觉自己就成了小虫子和小鱼了。我闺女就是聪明。宁儿，你醒了。老伯，你孙子既然醒了，就上车吧，我载你们一程。到了有村落的地方，你们就下车，还是要想办法带他去看一看大夫吧，别年纪小小的落下啥病根就不好了。叶老二和老人家聊了一路，得知这爷孙俩是因家道中落，从江南那边一路过来梧桐县投靠亲戚的。谁知道亲戚搬家都好几年了，也不知下落何处。这，我们能不能去你们村啊？大侄子，您看我们爷孙俩不认识人家，去了也投靠无门啊。我说你这老头，你这是想讹上我们了是吧？好心救了你们，还不知好歹。我不是。爷，我们走吧，别让人误会了。叶老太没出声。这三媳妇儿虽然自私爱计较，但万一真如她所说被这爷孙俩讹上了呢？自己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再多两口人吃饭，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老爷爷和大哥哥要去我们村子也是可以的。村长爷爷说，我们桃花村想找一个夫子，老爷爷会做夫子吗？会的，教村里的娃娃读书识字还是可以的。老头子不才，曾经是个秀才。爹爹，带老爷爷和大哥哥去村长爷爷家就可以了。叶老二看着闺女儿长长的睫毛，扇动着大眼睛，他叶大林的闺女儿咋就这么可爱，这么聪明呢？他们桃花村村塾都修好了，就缺个夫子。现在好了，被小闺女儿找着了。小闺女果然像村民们说的，是个有气运的，出门上个香都能给桃花村找到个夫子。老二，就按元宝说的，回去吧。哎，娘，这就走。一行人继续赶路，在日薄西山前回到了桃花村。叶老二把老娘媳妇儿几人送回了家，就带着爷孙俩去了村长家，带人过去跟村长说清楚，顺便还牛车。村长听说了整个事情，自是高兴，直夸小元宝是他们村的小福星。要知道找一个夫子真心不容易，他过完年那会儿就去县城找过了，人家都不愿意到乡下来当夫子。主子，听说昨天元宝去盘龙寺上香，给桃花村找了个夫子回来。您看这，安排人去查查他们的底细，别让阿猫阿狗给混到村里来。是，主子。主子，元宝在家闹着要上山。尹二来报，主子可是吩咐了他随时关注叶家动向的，特别是关于小元宝的。自家主子好像特别在意和小元宝有关的事情，派人悄悄跟着，别让他受伤了。南宫瑞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自从来到这个小村子，那个小东西小奶拳挥向他那时起，他总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声音在脑海里告诉他
一定要好好保护小东西。是，主子。元宝啊，要不咱不上山了，爷爷带你去村口玩好不好？不好，爷爷，我要上山抓小兔子。小元宝坚持，其实他是想去山里看看，万一发现了什么珍贵药材呢，不就可以拿去卖钱了吗？或者有什么树苗的，可以挖了放进空间里种。他可是在自家菜园里挖了几颗青菜，放进空间那块地里试过了，青菜放进去长得可好了。而且在外面刚长出的菜苗，放到空间里几天就能长大了，也不需要他劳作，丢进空间里用意念就能种。爹，要不我也一起去吧，万一碰到野物也能搭把手。爷爷，我也要去，我能帮忙的。爷爷，我也要去，我要去保护妹妹。爷爷，我去帮妹妹拿水，不让她渴着。四盼五盼见几个哥哥都要去，也闹着要跟去。结果就是叶家一大帮老少爷们儿带着小元宝浩浩荡荡的去山上郊游了。是去郊游没错，因为叶老太怕元宝饿着，给准备了面饼子带去。陈秀兰怕元宝渴着，给装了很多竹筒水。赵玉娘怕元宝晒着，给准备了小斗笠，还有她平时玩泥巴的小铲子。就连谢小梅都给准备了一条棉布巾，说出汗了可以擦汗。村民们好奇不已，还以为叶家这是要去祭祖呢，可清明还没到啊，咋回事啊？于是叶家的队伍里三三两两的跟了一些好奇的村民，连村长爷爷和二爷爷都跟来了，后面还有一些村里的其他人家的孩子也跟着。上山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元宝无语了，他只是想上山看看而已，整那么高调做啥呢？还能不能好好上山了？悄悄跟着的影三和影四互相看了看对方，一脸懵逼，这是要干啥去呢？一群人来到了山上，其实也就半山不到，跟着上山的村民各自散去找蘑菇野菜去了。爹爹，去那里！好家伙，在一处小山坳里有10几棵不太高的树，树上结着黄澄澄的果实。走近一看，果然和元宝想的一样，树上长着一串串黄澄澄的果实，赫然就是枇杷。元宝猜想，这里的枇杷这个时候就成熟了，气候应该和前世的亚热带地区差不多。爹爹，摘黄果吃。叶大林把闺女儿放在一块比较平坦的地上，叶大林摘了一串最熟的果子，先递给闺女儿吃，再去摘其他的。元宝啃完枇杷，趁着自家爹爹摘枇杷的时候，就拿着自己挖泥巴的小铲子到处看看有没有其他能采摘的东西。见到了一块大石头的下面有一株特别抢眼的绿色植物，旁边还有一些小苗苗。怎么这么的眼熟呢？元宝走进大石头一看，原来是一株何首乌，挺大个的。元宝自己挖不动，而且挖坏了就不值钱了，于是挖了几根何首乌苗放进空间里。等他慢慢走回到枇杷树下的时候，爷爷他们和跟随上山的村民已经在摘着枇杷了。元宝回来啦，去那边干啥呀？元宝是不是又发现啥了？大猪叔叔，我去挖泥巴玩了。跟着上山的村民们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平时他们也会上山，从来没有发现过这里有枇杷摘呢。今天托小元宝的福，居然能摘到这么多，拿到镇上能卖不少钱呢。爹爹，我肚子疼。大家都背好背篓准备下山的时候，元宝叫肚子疼了，这可把老二急得很。元宝，咋的肚子疼啊？是不是吃太多枇杷吃坏肚子了？不是，就是肚子疼，要抽抽，好急的。别急，爹带你去。
爹爹，要铲子，去大石头那边。叶老二又明白了，这是要铲子挖坑埋粑粑，去大石头那边不给别人看见。爹，你跟他们先下山吧，我带元宝去那边拉臭。我在这儿等你们，你们快去快回。最后叶老大带着叶家一帮臭小子和村民们先下山，叶老头留了下来。叶老二带着闺女儿来到大石头下，叶老二就准备挖坑了。爹爹，我肚子不疼了，要爹爹帮挖那个好看的木头。叶老二随着闺女的手指看过去，一个大男人差点尖叫出声。这哪是什么好看的木头啊，这好像是何首乌啊。他也不是很确定，干脆叫来自己老爹。爹，帮我整点大树叶过来，元宝要用，快点。元宝，爷爷给你送大树叶来了。爷，你看。叶老头也看到那株大大的何首乌了，他惊得脑子有点空白。这是元宝发现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装肚子疼要拉粑粑。自家孙女儿是不是太聪明了呀？被人知道他运气好到随便就能发现宝贝，会不会对他不好呢？可今天的发现琵琶就已经瞒不住了呀，看来以后还是要低调一点才行。乖元宝，这是你发现的，你知道这是啥吗？爷爷，这是漂亮的木头，我想要，就叫爹爹过来挖。乖宝啊，这可能是何首乌，能卖不老少钱呢。那就挖去卖吧，卖了钱给元宝买糖吃。好，好，爷爷给元宝买糖吃，买头花带。爹，那咱们赶紧挖了下山吧，在山上待太久不好。叶老二拿起铲子，两人小心翼翼地把何首乌挖了出来，一丁点儿都没有伤着，把它放到老爹的背篓里，抱着元宝就一起下山去了。哟，小元宝来了，咋拿这么多枇杷过来？刘伯伯，这是我和家里人今天上山摘的枇杷，送一些过来给瑞哥哥吃。好，谢谢小元宝了，快点进来。毫无意外的，小元宝回家的时候又收获了来自大宅子的一篮子糕点回去。回到村子中心的时候，元宝就被村民们给半路拦截了，特别是上午跟着上山摘枇杷的叔伯们。小元宝呢？这是又去大宅子玩了？是的呢，二奶奶，我给瑞哥哥送枇杷吃。元宝啊，你什么时候还去山上跟三爷爷说，三爷爷跟着去保护你。村长，你这是想跟着小元宝去蹭运气的吧？想说啥呢？难道你就没有这么想？小元宝啊，下次你要上山跟二爷爷说，二爷爷让你叶大叔、叶二叔、叶三叔、叶四叔都去保护你，保管遇到大虫都不怕他。元宝，别理他们，去胖婶儿家，胖婶儿给你做好吃的。元宝，还是去尤大娘家吧，大娘家的青草姐姐绣了个小帕子，说是要送给你呢。你们这是干啥呢？想把我元宝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啊，别吓到我家小元宝，不然老婆子我跟你们没完。你们这帮老东西在打我孙女啥歪主意啊？你这老头，瞧你说的，我们咋会有啥歪主意？元宝是我们村的福宝，要不是他，桃花山上就不会结桃子，更不会有钱修葺村子。要不是他，我们村里也不会有夫子愿意来。是啊，要不是元宝请来的夫子，我们村的娃娃都不能读书识字。我也不指望我家臭小子能有多厉害，指望他能多识得几个字，别被人骗了都不知道就好了。谁说不是呢？
我们村的娃娃读书都不用另外交银钱，去镇上和县城学堂上学，光束修就让我们穷苦的乡下人家连想都不敢想了。所以谁跟小元宝过不去，就是跟我叶大柱过不去，也是跟我王老头过不去。你们说的啥呢？这是个人的事吗？谁跟咱小元宝过不去，就是跟我们整个桃花村过不去。行了行了，我家孙女还小，大家低调点儿，别到处瞎嚷嚷。叶老头有点担忧，怕村民们话传话，传来传去，最后遭别村人嫉妒，对元宝不好。爷爷的小乖乖哟，有没有被吓到？村民们无语了，他们又不是洪水猛兽，咋的就被吓到了？爷爷，我没有被吓到，村里人都是好人。村民们在心里给元宝点赞。瞧，元宝这么小都知道他们是好人，就是糟老头没眼光。鹅蛋哥哥，待会儿叫上石头和牙、小喜还有小松、小青他们去村口，给大家分糕点吃。好嘞，元宝妹妹，我这就去叫他们。爹，这真的是何首乌？应该是的吧，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次。老三啊，你在镇上见识多，看看这是不是何首乌？是的，爹，像这么大个头的何首乌，在回春堂应该能卖到20两银子。20两，天哪，他们家从来没有过20两银子。叶老太就更加吃惊了，家里钱财都是他保管的，别说20两了，家里所有村银加起来都不到2两。明天早点起来，村长家明天也会去镇上卖枇杷的，我们坐村长家的牛车去镇上，老大和老二去卖枇杷，我和老三去回春堂问问情况。第二天，元宝起来的时候，叶老头他们已经去了镇上了。妹妹，四哥带你去山脚下摘野果吃好不好？四哥哥知道哪里有野果摘，前几天我去看的时候还没熟，现在应该熟了。好呀，谢谢四哥哥。妹妹，让五哥背你去吧。不行，你还小，万一把妹妹摔了，爷爷会打死你的。是，说的你有多大似的，你也只不过比我大2岁而已，我力气可大着呢，才不会摔到妹妹。妹妹，你说你要谁背？元宝可喜欢四哥哥和五哥哥了，谁背元宝都可以。元宝可精了，他无论选了谁，没选那个肯定不高兴，他才不会做让另外一个哥哥不高兴的选择呢。虽然他也还是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他也不做选择。四盼怕耽误时间，就让五盼先背妹妹去，回来的时候他把妹妹背回家。五盼觉得这样很公平，没有意见，他可高兴了，终于背到妹妹了。平时都是三哥抢着背妹妹。三人来到山脚下，四盼带着五盼和妹妹来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元宝乐了，这不就是草莓吗？前世他挺喜欢吃的，没想到这里也有。妹妹，你看，这就是我发现的野果，都没有告诉别人，连大哥他们都还不知道，只有我们3人知道。四哥哥好厉害，发现这么多红果果。哇，好多红果，我们快去摘吧。元宝趁2个哥哥不注意，偷偷地拔了几株苗丢进空间里种，以后他就随时能吃到草莓了。元宝还发现了在草莓地里有一株跟草莓苗不一样的小苗，元宝不认识，但空间里的小黄让他拔了放进空间里。几人摘了一些就回去了。叶老头家吃完晚饭，大人又围坐在一起了。娘，今天我和二弟去镇上卖枇杷得了800文，爹和三弟去回春堂卖何首乌得了23两银子。叶老太用手揉了揉眼睛，生怕自己看花眼了，这一下子就有了20多两的银子，这怎么有点做梦的感觉呢？他拿起来在手上掂了掂，确定这是真实的，接着拿出了600文，分成3份，每份200文，
放在桌上，各自给3个儿媳妇儿。大家都辛苦了，给点钱你们傍身。陈秀兰和赵玉娘感激的连声道谢，只有谢小梅不知足，对着叶老太说道：“娘，再给点呗。你嫌少可以不要。”哎呀，娘，这哪会不要呢？我就是说说而已。娘，您看大树他每月都有250的月钱上交给您，怎么着也该给我们3房多一点吧。如果你觉得我每月在镇上做工的月钱交给娘不应该的话，那么明天我就跟掌柜的说，不去上工了，也好在家帮一帮爹娘和大哥二哥他们。家里的活计都是他们在做，我帮不上任何忙，已经很对不起爹娘了。唉，给你们钱是想让你们要买点啥都方便一些，不用每一文都问我拿。我不给你们，也没人说我的不是。人呢，要知足才能长乐。再说了，老三家的，老三虽然在镇上做工，你在家也没做多重的活儿，你经常找借口躲懒，你自己不清楚吗？我和你2个嫂子也没说过你不是。还有，你老大个人了，连别人送给元宝的零嘴儿你也想占为己有，也没点长辈样。谢小梅低下头不敢讲话了。原来婆婆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叶老三在旁边听得脸都黑了，一甩袖子，很是生气地回了屋里，不愿再看自己媳妇儿一眼。谢小梅慌了，要说她在这个家里最怕什么，怕的不是公婆，就是怕自己男人生气。当初自己可是要死要活的要嫁给他的，也是真心喜欢他的。她赶紧追着丈夫的脚步回了屋子。元宝虽然人在一边跟几个哥哥玩，但都有留意看着大人这边的，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看着这一度沉默的场面，只好跑过来发挥他的作用了。奶奶，你不要生气，我们家会越过越好的。奶的乖宝哦，奶不生气。等元宝长大了，赚多多的银子给奶奶花。哎呦，这小心肝还懂得要赚银子给奶花呢，真是个贴心的小宝贝儿。娘，这次的银子可不就是元宝赚的吗？如果不是他，我们咋会发现有琵琶，又咋会挖到何首乌呢？是啊，娘，刚才我咋就没想到要把这事儿也说一说，让三弟妹清醒一些呢？对，我的乖孙女就是我们家的宝贝。来，乖宝，爷爷带你回屋里睡觉觉，长高高。一边去，元宝还没洗白白呢，睡啥觉？乖宝，走，奶带你去洗白白。奶奶，等一下，元宝还有话要跟爷爷说。乖宝要跟爷爷说啥呀？爷爷，我们家赚银子了，明天去买小鱼放在田里养，养大能卖钱。乖宝啊，这鱼是养在池塘里的，不能养在田里，会把庄稼霍霍死的。元宝想吃鱼，明天爷爷给你去河里抓。爷爷，稻田里可以养鱼，不会霍霍死庄稼的。叶老头看看老婆子，又看看2个儿子，有点为难。要知道庄稼对乡下农家是多么的重要啊，不答应小孙女又让小孙女不开心。爷爷，就养鱼嘛，就要养鱼。乖宝，你跟奶说说，为啥要在稻田里养鱼？奶奶，我做梦梦到的。老头子，我看就试着养2亩田的吧，万一成了呢？爹，我们试试吧，元宝说的准灵。爹，我也觉得可以试试，不成也就少收2亩粮而已，到时候我想办法去镇上找些短工补贴家用也就是了。好，我们明天去县城买鱼苗，镇上估计买不到啊。
可是爹，我们都没在田里养过鱼，这是要买啥样子的鱼苗啊？草鱼、鲤鱼、鲫鱼都要，鲢鱼、鲢鱼、鳙鱼有的话也可以买一些。叶老二看了看自己老爹，又看了看自己媳妇儿，同时看到对方眼里的担忧。元宝这么小呢，这也太不符合他的年纪了，多智而近妖，对他的成长不利呀。叶老头一大早就想去村长家借牛车到县里买鱼苗。叶老哥早啊，这是哪儿去呀？是刘管家呀。早，我去村长家借牛车去。我啊要去县城一趟，帮我们家主子置办点东西。不知叶老哥这借牛车是要去哪儿？啊，要去县城里买点鱼苗。哎呦，那可巧，老哥就别去借牛车了，坐我们家的马车吧，咱一起顺路也有个伴儿。实则是颖儿昨晚跟他家主子报告说，小元宝要在田里养鱼，叶家今早要去县城买鱼苗，主子特意吩咐他等在这儿，送叶家人一程的。哎呦，叶老哥，上来吧，我这马车可比牛车快多了。你坐着牛车去到县城都几时了？人家鱼苗早卖光了不是？等您老回来，天都要黑了，您就不怕小元宝担心到哭？你不坐，马儿也是要去县城的不是？何必浪费马力呢？如此，那就多谢刘管家了。我二儿子还在村口等我，能否一起啊？没问题，赶紧上车，咱早去早回。叶老头去县城的时候，这厢元宝起床吃过早饭，就跟赵玉娘说要和哥哥们一起去摘红果果。哥哥，我们去叫二爷爷家的几个哥哥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摘吧。妹妹，叫那么多人去摘，很快就没有了。四哥哥，要学会分享才会快乐。四弟，那红果果也不是我们家的，大家一起摘吧，否则摘不完也会烂掉的。四盼惭愧地低头，妹妹这么小就懂得分享，而她不如妹妹懂事儿。四盼把大家带到了地儿，这地方是我妹妹发现的，她发现好东西，愿意和你们分享，你们以后都要对她好，记住了吗？记住了。元宝有点小惊讶，这明明是四哥发现的地方呢，自己这个四哥真是学到了他爷爷和爹爹的精髓了，随时随地都要让人记他的好。元宝也不出声，既然哥哥对他好，他也会对哥哥好的。大家一起开心的去摘草莓，小元宝睡醒午觉就去给瑞哥哥和长哥哥送草莓，他真是个忙碌的小蜜蜂啊。南宫瑞知道小元宝也去给村叔那个小白脸一样的人送红果，很是不开心。小元宝可不知道这些，他送完就和哥哥快乐地回家了。爷爷和爹爹已经买鱼苗回来了。阿伯，你们这在干啥呢？没看见吗？这是在田里放鱼养着呢。我说叶老头，你这是有多想不开呀？这鱼放到田里，把庄稼都吃掉了，就颗粒无收了。对呀，大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在我们乡下，粮食有多重要，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山大林啊，你们也不劝劝你们父亲，他这是老糊涂了。是啊，在稻田养鱼，这是异想天开吧？可不是嘛，闻所未闻。去，都一边去！你们懂个啥劲儿啊？老子喜欢这么做，碍不着你们。大伙见劝不动叶老头，都纷纷的摇着头走了，还是去自家田里看看田水够不够吧。有他这倔老头后悔的一天。只有叶老头的堂弟叶茂富没走。大哥，你老实跟我说，这是不是小元宝的主意？不是，是我自己想的。不可能，我们这从来没有人在稻田里养过鱼，别村也没有，估计整个南胜国都没有。
别人不养，我就不能养吗？那以前怎的不见你养？肯定是小元宝说的，是不是？小元宝是怎么说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不养，不代表我现在不能养。行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我明天也去找一些放田里去，我看看你们都有啥鱼苗。叶茂富是不相信他大哥的说辞的，他大哥不可能无缘无故这么干的。他敢肯定，这一定是小元宝的主意。小元宝就是个小福星，他也要跟着一起干。第二天，叶茂富马上有模有样的也去买了一些鱼苗，放在自家稻田里。村里人都觉得他们疯了，只有村长看着这两家的操作若有所思。第三天，他也跟着悄悄放了一点鱼苗在自家田里。谢小梅这段时间眼眶黑得特别明显，自家男人已经10天不理她了，主动跟她说话也没有任何回应，就是板着一张脸。她还很担心叶老三儿会休了她，如果叶老三要休妻，婆婆肯定不会帮她说话的。元宝，这是在干啥呢？三婶，我在种菜呢。自从3天前，村里适合入学的男孩子都到村署里上学去了，连家里的几个哥哥都去了。村里其他女孩子没空陪元宝玩，大一些的都要在家帮干活，小一些的不是流口水就是整天挂着一大坨鼻涕。元宝有点小洁癖，不想跟流口水鼻涕的孩子玩，干脆就在家捣鼓他的小菜园。元宝啊，三婶想找你说点事儿。三婶找我啥事儿呢？要三婶帮你提水来浇吗？不要，我自己可以，谢谢三婶。他要悄悄兑灵水给红薯苗浇水的，才不要三婶帮忙呢。元宝是个好孩子，能不能帮三婶一点小忙啊？三婶要元宝帮啥忙？宝宝还小，没啥力气。帮这个忙不需要力气，只要小元宝动动嘴巴说说话就可以了。三婶需要元宝说啥话？元宝笨笨的，不太会说话。哎呀，我们家元宝可聪明了，是谁说元宝笨的？告诉三婶，三婶去骂死他。是爷爷说的。哎呀，元宝真会说笑。三婶要元宝帮忙说啥呀？是这样，等今晚你三叔回来了，元宝能不能跟你三叔说一声，让他不要生三婶的气了？三叔为啥生三婶的气呢？三婶做错了事情，惹你三叔生气了。啊，我娘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可是三婶不是小孩子了，还会做错事情吗？乖宝啊，每个人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大人也会哦。你三叔是不是也教过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句话？赵玉娘实在看不下去小闺女儿这吭声的小模样了。是的，娘亲。娘亲知道元宝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你就帮三婶的忙吧。好的，娘亲。谢谢二嫂，谢谢元宝哈。不用谢，没啥过不去的，等这事过去之后好好过日子便是。二嫂说的是，我知道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好，被猪油蒙了心，请二嫂原谅我。过去就算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必太计较。最后在元宝的积极游说加撒娇卖萌下，叶老三原谅了谢小梅。其实叶老三就是想狠狠地给他这个拎不清的媳妇儿一个深刻的教训，希望能把她掰正过来，千万不要像他那个丈母娘一样。谢小梅认错的态度很坚决诚恳，还特意跪在公婆面前磕头认错，跟大哥大嫂、二哥二嫂鞠躬道歉。至此，这件事就过去了。元宝依然该吃吃，该睡睡，他要做个快乐的宝宝。1个月之后，刘远提着一篮子点心登门了。
叶老哥，吃了不？吃了呢。刘管家这是……是这样，我家公子想邀请小元宝过去玩呢。其实元宝看到刘远上门，他就想起了应该是桃花酒酿好了。说起来，他都好久没有去看瑞哥哥了。唉，都怪他太忙了，忙着睡觉、玩泥巴、抓虫子、种菜、喂鸡，偶尔还故意去吓唬家里的鸡，就喜欢看那些鸡飞起来咯咯叫的样子。瑞哥哥，我来啦！慢点跑，小心摔跤。瑞哥哥，我好想你。小骗子，想我怎的那么久都不来找我玩？看吧，瑞哥哥果然生气的，得哄。元宝好多事情要做的，可忙了。你这么一丁点的小东西，能有啥事儿给你做呀？跟瑞哥哥说说看，你都做了啥？元宝每天要给自己种的菜浇水，要挖泥巴，还要喂鸡、捡鸡蛋，还要吃饭睡觉，可忙了。南宫瑞都要被他给气笑了，这就是他忙的理由？他果然好忙啊！瑞哥哥，我们尝尝这桃花酒的味道吧。你还是个小孩子，不能喝酒，会醉的。瑞哥哥，我就倒了一点点，你看，就2滴，比你那杯还少呢。那也不行。瑞哥哥，好了，你别哭了，小孩子不能喝酒，你舔一下酒杯里的味道就行了，知道吗？知道了，瑞哥哥干杯。元宝这秒变脸的功夫，南宫瑞都以为他刚才想哭那样是装的了。瑞哥哥，你觉得这桃花酒怎么样？好喝不？好喝，清而甘，绵而醇，是好酒。元宝觉得呢？瑞哥哥，我只是舔了一下酒就没了，不知道好不好喝。等你长大了再喝，好不好？好吧。瑞哥哥，让刘伯伯和牛眼叔叔也喝一点吧，问问他们好不好喝。站在旁边的影一内心崩溃呀，他只是眼睛比别人大了一点儿，只是大一点点而已，怎么小豆丁就叫他牛眼叔叔了？两人小口品尝着。刘伯伯、牛眼叔叔，怎么样？这酒好喝不？好喝。老头子，我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酒。主子，属下也觉得很好喝，一杯酒下肚，感觉疲惫全消，真是好酒啊。瑞哥哥，那这酒能不能卖钱呀？自然是能的，卖的比其他酒价格高出1倍都没问题。好可惜呢，今年的桃花都谢了，要等明年才能酿酒卖了。小东西，这么想要钱啊？你很缺钱吗？要不要我给你一些？不要，我要自己赚银子给自己花。元宝嘟了嘟小嘴巴，南宫瑞觉得他的样子好可爱呀，肉嘟嘟的脸蛋配上这嘟着小嘴的小模样，真想捏一捏他光滑白皙的小脸儿。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已经上手捏了。瑞哥哥，你不能捏我脸，我奶奶说了，捏多了会流哈喇子的。我又没用力，不会流哈喇子的。瑞哥哥，你的腿什么时候才能走路？疼不疼？不疼，以前都不见你问，怎么好奇我的腿了？以前不问是怕你生气。那现在问就不怕我生气了？哎呀，还是小元宝有办法呀。以前只要有人提到主子的腿，主子都是暴怒的要砸东西才能心情平复下来的。现在可好了，元宝又是捏又是问的，主子都不生气。以后他要对元宝好一些才行，这样主子生气了，起码还有人能劝得住。不怕的，瑞哥哥不会生我的气，对不对？你这小东西，我这腿是被坏人害的。那元宝帮瑞哥哥治好腿好不好？
等你腿好了，我们一起去山上摘枇杷。你这小东西，还这么小，哪里懂医了？等我长大了就懂了。好，哥哥等你长大，帮哥哥治好腿。待小元宝在大宅子用过饭之后，刘远老怀欣喜地把小元宝送回了家。他很期待呢。桃花村的村民都说这孩子运气好，福气大，兴许真能帮到主子呢。主子，查清楚那2个人的身份了。免礼，说。那老的叫常云红，确实是个秀才没错。那小的却不叫常宁，他的真名叫苏玉宁，江南株洲人士。苏玉宁的祖父苏晋是江南株洲首富，亦是苏家的家主，当年有恩于常云红。后来苏晋的堂兄苏维谋夺家产，史记陷害苏晋贩卖私盐，致使苏晋、苏成耀双双被捕下狱。目前证据不足，没被问斩。苏成耀的妻子叶湘云怕儿子遭了苏维的毒手，拼死带着苏玉宁逃出了苏家，找到常云红，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带着苏玉宁离开江南，离开苏家，方可保命。为了不轻易被人找到，叶湘云果断地与儿子分开2路走。可是苏维想斩草除根，派人追杀他们。现在叶湘云不知所踪，常云红带着苏玉宁一路死里逃生，辗转来到了桃花村。南宫瑞听了尹武的汇报，唏嘘不已。这个苏玉宁真是个倒霉催的，如果不是遇见元宝这个小福星，估计现在已经魂归故里了。说人家倒霉，想想自己又何尝幸运了呢？一样的倒霉。幸好他来了桃花村，也遇到了小元宝。他比苏玉宁幸运，因为他比他更早遇到小元宝。今天桃花村又热闹起来了，因为叶老头家养鱼的庄稼田稻谷成熟了，小元宝看着一桶桶的鱼往家里运，又忧愁了。当初就想着养鱼卖，但没有销路啊，这么多鱼可怎么办才好呢？小东西，怎么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瑞哥哥，这么多鱼吃不完就要变臭了，怎么办？元宝别担心，哥哥有办法。真的？瑞哥哥好棒！当然是真的，瑞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瑞哥哥真好，你有什么办法呀？你这小东西就别操心了，让你爷爷来找刘伯，他认识有酒楼的人，能买你们家的这么多鱼。谢谢瑞哥哥。其实卖不出去，元宝也有办法把鱼进行加工的，加工后能卖的钱可能更多，只是他还太小，不能表露得太过于逆天，否则被当妖怪烧死就不好了。当村里的稻谷全部收割完以后，叶老头家的2亩稻鱼田足足比不养鱼的田每亩产量高了50斤，这可乐坏了叶老头，抱着元宝不停地转圈圈，又抛高高，差点把元宝吃进肚子里的晚餐都给吐出来了。最后还是爹爹解救了他。叶家卖鱼得了20两银子，二爷爷家得了10两，村长家得了5两。村里人知道后又一阵的捶胸顿足，不敢说叶老头，也没立场说叶茂富，就直说村长不厚道，自己偷偷养也不说一声。谁让你们眼神不好使，脑子也不好使？叶老头能想得出在田里养鱼，定是小元宝闹着让叶老头这么干的。叶老头有多宠小元宝，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而小元宝又是谁？那可是一个小福星，既有福运又有气运。你们忘了桃花山上的桃花是怎么来的了？忘了枇杷是怎么摘到的了？还是忘了你们家的孩子那一背篓的红果子是怎么来的？还不是托了人家小元宝的福运？该说你们是傻呢，还是太精明呢？人家定不会大张旗鼓地昭告所有人，这稻田养鱼一定会成功。万一失败了，鱼把你们的庄稼霍霍光了，你们还不得怪死人家？谁想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吧，不试过就连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就比如我吧，也不贪心，就用半亩田试试，失败了也不抱怨别人，成功了我有鱼吃，
还多得5两银子。请问5两银子，它不香吗？小元宝又想上山了。昨晚他跟爷爷奶奶睡，故意等两老人睡着后，悄悄进了一趟空间，发现何首乌长得很大了，随手扔进去的枇杷盒也发芽后长大了，草莓再次结果。可喜的是，在草莓旁边挖的那棵苗，小黄告诉他是人参苗。红薯就更不用说了，蔓延的到处都是，空间里的作物不摘也不会坏掉烂掉，元宝完全不担心。他去了那间小木屋，但门是关着的，门推不开进不去。小黄告诉他，那是一间无限储存室，但他现在的精神力和意念太弱了，无法打开门，叫他多积累福泽，快点长大。他也想快点长大呀，可是又不是吹气球，一口气就能吹大的。今天叶家还是全家出动，走到一半路的时候，后面就陆陆续续的跟着一些自动跟随的村民了。他看着跟上山的可爱村民们，无奈得很，整得跟去逛庙诞似的。悄悄跟着的颖儿啧舌不已，这桃花村的村民也太邪门了，一个小孩的上山，一个村的人都差不多跟来了，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山村啊。到了山上，该干嘛干嘛去，别空手进山一趟啊，采点菌菇回去也能加个菜不是？发现有好东西会叫大家的。大家三三两两的分组采菌菇挖野菜去了。叶老二开启遛娃模式，跟着小闺女儿慢慢走，陡一些的地方就抱着，平坦一些的地方就给他自己慢慢走，看看有没有他想要找的东西。闺女啊，这是啥？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呀，这株肉质独苗的根部长着珍贵的天麻。叶老二也不问了，闺女不就是总喜欢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吗？爹爹，我们上去吧。好。走到一处草丛的时候，被一个浑身是刺的圆溜溜的果给刺到了小脚，吓得叶老二马上把他抱下来检查有没有受伤。爹爹，我没事，就是脚底有一点点疼。爹爹看那里，那是什么？让爹看看是什么东西敢刺到我宝贝闺女的小脚。闺女，这是栗子啊。爹爹，栗子能吃吗？能啊，这个栗子的壳是很扎手的。哎，你看这个从树上掉下来的就是熟透了的。奇怪，刚才爹爹怎么没发现这里有板栗树呢？爹爹，你看这里面有好多棵栗子树，我们回去叫人来把它们全部摘回去吧。好，来，爹爹抱着你，小心脚又被刺到。村民们满面春风地摘着板栗，再次感叹，同样是上山，他们就只能看得到一些菌菇木耳，人家元宝被刺到脚就能发现板栗，这运气除了元宝也没谁了。下山的时候，元宝捡到了一只翅膀受伤像鸽子那么大的白色的鸟，元宝以为是白鸽，让爹爹给一起带回家了。回到家里，元宝悄悄地用灵水帮鸟儿养伤。现在元宝除了忙着长大，又多了个养鸟的任务。元宝蹲在菜园子里，拿着手上挖起的红薯，很是无奈。原来元宝种的红薯苗长得挺好的，但挖起来的红薯只有拇指大小。明明种在空间里的红薯，挖起来很大个的呀。难道是环境和土壤不行，还是它浇水太多了？他摘下拇指般大小的红薯，递给身旁的小白。小白，给你吃。小白是他从山上捡回来的那只受伤的鸟。小白把头扭到了一边。小白，连你都嫌弃它太小了，对不对？小白又把鸟头扭回来，蹭了蹭元宝的胳膊，就是不吃那个拇指红薯。小白，你是什么鸟呢？明明我捡到你的时候只有鸽子那么大的，你看你
现在都有小白鹅那么大了。小白伸长脖子叫了一声，你看你，叫的声音都不像鸟叫。小白伸出翅膀，轻轻扇了扇，带起一阵风。元宝从空间里拿出一颗草莓给小白，小白一口就吞掉了。你看你还挑吃，红薯虽然小了一点，也是能吃的。小白，我们再种红薯吧，这次少淋水，多施肥，一定能成功的。小白，我们要勇于尝试，一次失败不能代表什么的，是不是？鸟声艰难啊，一人一鸟在菜园里，小人对着白鸟喋喋不休。第二年春天，桃花开的时候，桃花村在半夜时分来了5辆大马车，车上拉了好多的酒到大宅子里。沉浸在梦乡里的桃花村村民们一无所知。第二天，元宝吃过早饭之后，带着小白来大宅子玩。元宝已经是大宅子的常客了，在家里找不到元宝，来大宅子找准没错。小白养了大半年，体积越来越大，翅膀一扇动，能把一个成年人给扇飞出去。可能是喝多了元宝的灵水，小白好像能听懂元宝的话，经常喜欢跟在元宝身后。小白送元宝到了大宅子，就往盘龙山上飞走了。反正只要听到元宝的哨声，它就会飞回来的。瑞哥哥，你写的字真好看。你懂看字吗？还真好看，忽悠人呢。元宝懂的呀。瑞哥哥，你看，这一横像我奶奶的烧火棍那么直，这一竖像我爷爷的扁担那么长，还有这一撇和一捺，像我们村口大槐树的树杈。大槐树又高又大，多好看呀！南宫瑞无语了，这是说他写的字儿又粗又大呗？他这字儿可是连父亲都说好看的。南宫瑞又在纸上写了另一种字体。那元宝看看这个字好看吗？这个字也好看呀，长得像万头。南宫瑞彻底无语了，谁跟元宝计较，谁就是傻帽。元宝，瑞哥哥教你读书写字儿，好不好？好的，谢谢瑞哥哥。于是，桃花村的村民们每天都会看见一道特别的风景：一个小姑娘坐在一只巨大的鸟背上，悠哉悠哉地从叶家往大宅子而去。这道特别的风景一直伴随着桃花村的村民们和桃花村的孩子们好多年，这是后话了。大宅子的刘管家需要一些桃花，大家可以去桃花山上捡，捡好洗干净，晾干后，每斤2文钱。于是，村民们可积极了，都往桃花山上聚。这就是无本买卖呀，谁不愿意？元宝今天也来了桃花山，他看着有说有笑的捡着桃花的村民们，又看着那一群飞舞忙碌采花蜜的蜜蜂，突然就很想念蜂蜜的味道。这里这么多蜜蜂呢，怎么样才能让蜜蜂采花蜜进蜂箱酿制蜂蜜呢？娘亲，你知道我们村有谁会养蜜蜂吗？娘亲不知道呢。元宝想养蜂吗？我想喝蜂蜜。娘亲，那我们去找爷爷问问吧。好。结果找了叶老头问也不知道，叶老头干脆的大手一挥，指挥他的儿子和孙子上山给乖孙女儿找蜂蜜去。小孙女儿要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要满足的。唉，爷爷不了解，他想要长期能有蜂蜜喝，还可以做蜂王浆，对身体好着呢。长哥哥听说从江南那边过来的，可能会知道。以前在家里跟父亲到处跑的时候，在乡下见过有人养。那长哥哥你会养吗？长宁想说不会的，但看着小元宝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实在不忍心让他失望。虽然没养过，但是可以试试的，保不定能成功呢。
于是桃花山上从此就这么多了一个少年养蜂人，并且这一养就给元宝养了好多年的蜂。元宝在大宅子里练习写字儿，这几天村民们陆续的送处理好的桃花上门，元宝边练边想，怎样才能让瑞哥哥不起疑的把空间灵水加入桃花酒中呢？桃花酒不加入空间灵水的话，就没有任何特色了。瑞哥哥，我跟你说，酿桃花酒的时候，你要叫人在酒里加入我三婶跳过来的水，记住了吗？为什么？把水加入酒里，酿出来的味道更好呀。酒是不能兑水的，你不知道吗？那个水和平常喝的水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所以竟然没有道理。怎么那么多为什么呀？又不是10万个为什么。南宫瑞心想，小东西有秘密，而且不愿意跟他分享。南宫瑞心里有一丢丢的不舒服，但想想自己不也有秘密没跟他说吗？也就不问了。好，我知道了。帅哥哥棒棒。走吧，你这跑来跑去的一定饿了，我们去吃饭吧。赵婶今天有做你爱吃的红烧猪蹄儿。元宝在大宅子吃饭已经成习惯了，大宅子伙食好，元宝被养得肉嘟嘟的。等元宝回家之后，南宫瑞叫来颖儿，说一说元宝回家之后的事。是，主子。颖儿向南宫瑞详细的说了元宝回家后的点滴。南宫瑞又喝了一杯元宝带来的那2桶水，和他平时水壶里喝的水同一个味道，喝了有神清气爽的感觉。难怪元宝说要把这些水加到桃花酒里呢，南宫瑞觉得更奇怪了，但什么也没说。元宝看着村民们热火朝天的在挖沟渠引水灌溉稻田，有点担忧了。整个村养这么多鱼，倒是卖不完就得浪费了。爷爷，元宝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哦，我的小乖宝做啥梦了？是好梦还是坏梦啊？有好的，也有坏的。那快点跟爷爷说说，说出来坏的就变成好的了。元宝梦见了咱们桃花村有好多鱼，然后那些鱼卖不掉，都死了，臭的元宝都吃不下饭了。然后梦里又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他告诉元宝要种好多辣椒和姜，这样鱼就不会又烂又臭了。然后白胡子老爷爷就不见了，然后元宝就被臭醒了。爹，我看元宝做的梦有可能是真的，要不咱春耕后就种辣椒和姜吧？是啊，爹，上次元宝说要养鱼，不也是做梦了吗？我们就按元宝说的种吧。爹，咱家元宝是个有气运的孩子，他这么说一定是上天要他这么做，咱就种吧。去，老子有说不种吗？老子是在计算着除了水田之外，剩下的旱地要买多少辣椒和姜的种子。叶老头被3个儿子气着了，元宝说的他肯定会认真听认真想的。元宝真的很感动，家里人对他是打心眼里宠爱的，这种爱不含一丝杂质，只要是他说的都无条件支持。在村民们热火朝天的忙碌着插秧的时候，清河却发生了溺水事件。没气了！我的孙儿啊，你醒醒啊，别吓奶奶了，奶奶害怕，快点醒醒啊！我就这么一个孙儿啊，就这么没了，我怎么跟他死去的爹爹交代呀？帝师，你要保重身子呀，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伤心了，还要帮助狗蛋办理身后事呢。李奶奶早年丧夫，中年丧子，元宝看了一眼地上的狗蛋儿，可能是暂时性休克，
他用心脏复苏术急救法，再加上灵水，人应该还能救回。李奶奶，别着急，狗蛋哥哥还有救的。对对，狗蛋还有救的。小元宝，你是小福星，运气又好，快救救狗蛋吧！李奶奶给你磕头。元宝小脚跪在地上，双手放在狗蛋的胸前，不断的按压。不一会儿就累得没力气了。爹爹，你来帮我，像我这样不停的用力按压他的胸口。好，爹来帮你。闺女，你歇一会儿。爷奶叔伯婶婶们，你们离开一点，靠他近不好。元宝趁着他爹按压胸口，众人散开的一瞬间，掰开狗蛋的嘴巴，喂了一些灵水给他。爹爹，不用按了，狗蛋哥哥醒了。狗蛋儿，你醒了，你活过来了，吓死奶了呀！奶，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狗蛋儿啊，这次落水是元宝救了你，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以后你要听他的话，他让干啥就干啥，知道不？奶，我知道了。元宝妹妹，谢谢你救了我，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了。狗蛋哥哥，我要你的命做啥呀？你以后要好好孝顺李奶奶，她都被你吓坏了。村民们议论纷纷，都觉得是因为元宝这个小福星，狗蛋儿才能活过来。小元宝更出名了，叶老头更担心了。人怕出名，猪怕壮。村民们热火朝天的忙了10天的春耕后，以为可以松口气儿歇一歇了，却看到叶老头家的人全家出动去翻旱地，这不寻常啊！他们家这是要做啥？胜哥，你这是翻地要做啥子？这儿啊，翻地种点辣椒，再种点姜。这辣椒和姜平时也吃不了几口，你这看样子是要大量的种植啊？是啊，全部旱地都种辣椒和姜，其他的啥也不种了。胜叔，能说说这是为啥种这么多吗？没为啥，我家元宝说要种，就种了。村民们听说是元宝说要种的，不问了，一呼啦的就散去了。干啥？回家拿铲子锄头呗？开玩笑，这可是运气逆天的福宝宝说的，必须得跟紧叶家脚步。元宝听说这事儿以后，觉得欣慰又好笑。桃花村的村民也太盲目可爱了。叶老头今天要去镇上买种子，元宝撒娇要跟去。爷爷，你就带元宝去吧，元宝好可怜的，长这么大都没去过镇上。其实元宝就是想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种子或香料，好弄一点回空间里种。叶老头无计可施，也不忍心拒绝孙女儿，就带着一起去了。桃花村的这波操作，直接把镇上的姜种和辣椒种子都薅光了。薅光了镇上的还不够，村长还得派代表去县城补充回来，才能满足村民们的需求。日子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今天元宝在大宅子书房里练完字儿后，把小白带到后院的空地上，他要练习骑着小白飞行，飞行又快又方便，还可以去很多地方。元宝，你就不要想着飞了好不好？我叫影一带你去骑马。不要，我就要飞。骑马也很快的，和飞一样。瑞哥哥，那怎么能一样呢？马又没有长翅膀，骗小孩可不好。元宝，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飞到高高的地方掉下来，会摔得稀巴烂的，连尸体都没有。瑞哥哥，不是我飞，是小白飞，小白有翅膀，不会掉下来。谁说有翅膀就不会掉下来？你当初捡到小白的时候，它不就是掉下来的吗？那是小白受伤了，
小白现在好好的，没有受伤呀。而且瑞哥哥有没有想过，等我跟着小白飞得很熟练了，到时能带你一起飞高高，去好远的地方。好心动哦，怎么办？元宝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南宫瑞也还只是个孩子，他也想飞高高呢。那好吧，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儿。好，瑞哥哥看我的，到时候带你一起飞。小白，你会带我飞得稳稳的，不会让我摔跤的，对不对？小白趴下巨大的身子，让元宝爬上来。待元宝坐稳后，站了起来。元宝抱着小白的脖子，小白慢慢的飞起来了。南宫瑞看得紧张极了，在地上一会儿叫影一跟上，一会儿又叫影二骑马去追，一会儿又叫刘伯推着他去看看元宝飞到哪儿了，搞得其他人跟着人心惶惶。元宝骑着小白在桃花村上空飞了一圈，飞得高看得远，视线果然不一样，连桃花村都变得小小的了。元宝开心的咯咯笑，笑声传出去老远。在地上干活的村民们抬头看到了小白，还看到小白背上有个小小的身影，那不是小元宝还有谁？元宝绕着桃花村上空飞了一圈后，就让小白飞回了大宅子。南宫瑞看着平安降落的小东西，这紧着的一口气才松了下来，整个人看起来像去挑了一座大山一样累。瑞哥哥，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哼，元宝看着南宫瑞这样子，这是生气了。小哥哥有多久不哼了？小元宝啊，我家主子这是担心你太紧张了。小元宝从小白背上滑下来，蹭蹭的跑进屋里，端了一杯水给南宫瑞。瑞哥哥喝水。南宫瑞见小东西还有点良心，接过水昂头就喝了，真好喝呀！浑身紧张造成的疲惫随着这杯水一消而散。南宫瑞更震惊了，这是在自己家里，小元宝也没跑回家，怎么就有这种水了？他到底有什么秘密？瑞哥哥，飞高高可好玩了，我带你飞好不好？可以吗？当然可以呀，小白很厉害的。这下轮到刘伯紧张过头了，又是哄又是劝的。最后南宫瑞还是和元宝坐到小白背上飞了一圈，这是南宫瑞从来没有过的感受，人居然能飞这么高，看得这么远。殊不知他以后还会经常被小白带着飞呢。等小元宝和南宫瑞飞了一圈回来后，一老头等人也来到了大宅子。元宝，你没事吧？哎呦，吓死爷爷了！爷爷，爹爹，大伯，我没事，小白飞得可稳了。爷爷，元宝带您飞回家，很快的。不行不行，爷爷老了，你和你爹飞吧。好吧，爹爹，快上来，我们飞回家。闺女啊，这爹爹会不会太重了？小白能驮得动爹爹吗？会不会把小白给压坏了？小白，你能驮得了爹爹和我这么重吗？好重好重的。小白依然点点他的鸟头，表示可以。爹爹，小白说可以。叶老二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上了小白的背，坐在自家闺女身后，抱着闺女儿小小的身子。元宝跟南宫瑞说了一声再见，小白就飞走了。叶老头和大儿子走路回家，叶老大看着天上，一眨眼就飞到了家门口的二弟和元宝，他也想飞。于是从这天起，只要天上有一只大白雕，白雕背上有一个小女孩的，大家都知道是桃花村的小元宝。小元宝自从可以骑着小白在天上飞之后，大大的方便了他上山的时间和机会，随时想去都可以，再也不用每次上山都是整村人出动了。今天村塾休沐，1、2、3、4、5盼一大早起来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等着妹妹起床。妹妹，你能带大哥飞不？妹妹，二哥最喜欢你了，你也带二哥飞飞。
妹妹，可否优先哥哥？妹妹，四哥给你抓蚂蚱口来吃，你带四哥飞。妹妹，五哥是5个哥哥里头最小的，你先带5个飞行不？ 1、2、3、4盼无语了，小就很了不起吗？哥哥们，你们都是元宝的哥哥，元宝不能偏心。你们石头剪刀布吧，先赢的先飞。妹妹是要我们拿石头剪刀和布过来，是最快拿过来就赢，对不对？元宝汗颜啊，忘记他们不会玩石头剪刀布了。元宝把游戏规则教会了5个哥哥，于是5个哥哥兴奋地玩了起来。最后赢的顺序是3盼、5盼、大盼、4盼、2盼。元宝带着5个哥哥在桃花村的上空都飞了一遍，这让桃花村的小伙伴们都羡慕极了，于是纷纷带上家里能带的好吃的东西，呼啦啦一下子集中到元宝家来了。狗蛋儿是第一个跑过来的。元宝妹妹，你也带我飞一会儿行不？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奶说了，我的命都是你的，你就带着你的命飞一会儿吧。元宝，我们是你的堂哥哟，带了鸡蛋来给你吃，你有事情都可以叫我们帮忙做，你也带我们飞一会儿吧。其他小伙伴都赶来了，他们是跑着来的，生怕迟了轮不到自己。大家都飞了一圈后，快乐地进行了分享。桃花村的小伙伴全部都变成了小元宝的粉丝。大盼等元宝下午睡醒觉了，特意找到元宝跟他说：妹妹，大哥找你有事帮忙，你可以帮帮大哥吗？可以的，大哥哥需要元宝帮啥忙？妹妹，大哥不想去村塾上学了，想在家帮忙，你可以帮大哥跟爷爷说说吗？大哥哥为啥不想去读书了？大哥都已经16岁了，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不想再浪费时间，不如在家帮忙多干点活。那大哥哥直接跟爷爷、奶奶和大伯还有大伯娘说就可以了。今晚我就跟爷爷和爹娘说，你在旁边啊，帮大哥说说好话，爷奶爹娘他们都爱听你说。那大哥哥不去读书了，想做啥呢？大哥喜欢种田，想要在家里帮忙干活，种辣椒和姜，还想去山上和长宁学养蜂，提炼蜂蜜。好，元宝今晚帮大哥哥。谢谢妹妹，走，大哥抱你去摘红果吃。大哥哥，我们去挖荠菜回家，让奶奶包饺子吃吧，可好吃了。元宝一点儿也不想去呀，他空间里多的是草莓。好，大哥去拿工具和背篓。最后又变成了一村的小伙伴跟着一起去。村民们已经不奇怪了，全村都是元宝的忠实粉丝。春天的野菜长得很可喜，一帮半大不小的孩子快乐地撅起小屁股挖着野菜。大哥哥，那边有一只兔子，元宝想要，你去帮元宝抓好不好？好，妹妹你带大哥去，大哥帮你抓。你们走路轻轻的，不要把小兔子吓跑了。好的，元宝妹妹。元宝接过大哥哥递给他的兔子，是一只迷你小兔，和个老鼠差不多大。让人稀罕的是，它身上浅粉浅粉的兔毛，比纯白色的兔子要好看。谢谢大哥哥，大哥哥好棒。不用谢，大哥哥很高兴能帮你抓到兔子。一行人挖了不老少的野菜，看太阳快要下山了，就背着满筐的野菜一起回家去了。元宝回到家里，马上央求爹爹给他编一只漂亮的笼子，他要给小兔子做一个舒服的家。叶老二看闺女儿兴奋的样子，马上就拿起砍刀去河边砍了一根竹子回来帮他编笼子。只要是闺女儿想要的东西，他就没有不满足的。一家人吃完晚饭，叶老二继续编兔笼，一盼却在叶老头和叶老大面前支支吾吾、扭扭捏捏的。一盼啊，你是不是肚子疼啊？肚子疼就去蹲茅坑，老在我面前扭来扭去的干啥呀？是啊，一盼，你这晃来晃去的，晃得爹头都要晕了。吃多了难受，
就去绕着村子走一圈就好了。元宝看到大哥哥那样子，真是滑稽好笑。他再不帮一下大哥，都怕大哥哥要窘死了。爷爷，大伯，大哥哥他是有话要跟你们说。你这孩子，有话就说嘛，又不是姑娘家的，扭扭捏捏的像啥话呀？大伯娘，我就是个姑娘家，我何时扭扭捏捏了？爷、奶、爹、娘，我不想去村书读书了。一盼，你不想读书，是不是有啥打算？跟你爷和你爹娘说清楚。一盼把白天跟元宝说的话又跟家里人说了一遍，几位长辈听后沉默不已。元宝知道这时候需要轮到自己上场了。爷爷奶奶，大伯大伯娘，大哥哥不想读书，勉强自己去很痛苦的，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会开心哦。就像元宝一样，元宝不喜欢上咱们家的茅房，如果被人逼着去，一定会很不开心，很痛苦的。你这小捣蛋，别胡说，被你大哥哥开脱。叶老头和叶老太却是知道自己这小孙女儿是真的很害怕去蹲茅坑的。以前小一些的时候还是用她自己的专用小桶，现在大一些了，她不愿意用小桶，也不肯去自家茅房，宁可憋着跑去大宅子方便。等以后爹爹挣到大钱了，就给元宝建个和大宅子一样的茅房，好不好？好，我们家很快就能赚好多钱的。对，我们小元宝说很快就能赚到钱，就一定很快能赚到钱。要在家多干活，多种地，就能多赚钱了。大哥哥，只会生产不会加工，也是赚不到钱的。不愿意去就不去吧，只要你将来不后悔就好。谢谢爷爷，我不会后悔的。陈秀兰其实也不会反对的，她儿子都16岁了，在村塾是年龄最大的。有些人家孩子这个年纪都娶媳妇儿了，不娶的也都已经说亲定好人家了。他虽然也没有要儿子现在娶媳妇儿，但他自己不愿意去读书也好，在家还能帮一把家里。二盼却觉得大哥太鸡贼了，他本来也想找机会说不想去读书的事情的，现在被大哥捷足先登了，他反而不适合现在说了。他只喜欢耍刀弄棍儿，他想学武功，他还想去投军呢，他常梦想自己能当大将军。小白，你能飞到那座高高的山吗？自从小白驮着他飞之后，他就经常上山，有小白在，叶家人也不担心他会遇到危险。元宝说完，从空间里拿出了水和草莓，跟小白共享。小白边吃边点头。那你多吃一点，待会儿要飞好远的。一人一雕，吃饱喝足后就出发了。小白带着元宝飞呀飞，大概飞了半个小时就到了峰顶。元宝和小白停在山顶上，没想到远处看像尖刀似的山峰，来到这里，山顶却是如此的平坦。小姑娘远道而来，可还好？老爷爷，您是天上的神仙吗？小姑娘，无非神，亦非仙。小姑娘来此，所为何事？老爷爷，我和小白从那边好远的桃花山来的，只是看见这座山像仙境一样，好奇来看看，没什么事的。来者皆是客，小姑娘随老夫到寒舍来喝杯茶吧。好的，谢谢老爷爷。屋里很简单，就一床一桌一椅，桌上摆了一套杯具，没了。老人坐在椅子给元宝倒了一杯水，元宝只好站着了，看老爷爷喝了水才敢端起杯子喝，有淡淡的人参味道，很好喝。老爷爷，你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里，都没有人跟你玩，
好可怜的。自己一人，逍遥自在，自得其乐，不需要理会凡尘俗事。老人家我不可怜。那老爷爷有多少岁了？老夫今已128有余。老爷爷好厉害，比我们村的老太叔公还厉害。太叔公今年85岁。那也算高寿了。谢谢老爷爷，我喝完水了，想回家了。小姑娘，自我隐居后的这么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实属你我有缘。有没有兴趣做老人家的小徒弟？老爷爷，您要收我做徒弟，可是我都不知道您有什么本领，哪能说有没有兴趣呢？老人呵耳一笑，这小丫头可真有趣啊。你想学医学武皆可。我不想学呢，这里离我家远，不方便。老爷爷，我要回家了。小丫头就不想治好一个人的腿？老爷爷，您怎么知道我们村有一个人的腿不能走路啊？老夫不但能武会医，还精通八卦，要不要学？小元宝心动了，学了就能帮瑞哥哥治好双腿了。好，我跟老爷您学本领，但能不能每次只学半天？为甚？因为元宝好忙的，要陪瑞哥哥，要陪爷奶爹娘，还要种菜浇水，还要帮助桃花村的村民。的确是很忙。好吧，半天就半天。好，那我过2天就过来。元宝跟老爷爷说好，就想回去了。待走出小木屋，看到木屋旁边有一个架子，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藤蔓，这就是他在山上找了好久好久的葡萄啊！太好了，没想到这里有。老爷爷，您能不能送我一根那个蔓藤给元宝？当然可以，你以后过来了，还可以天天吃着果子。谢谢老爷爷。元宝跟老爷爷再见后，骑上小白回了家。元宝回到家，把爷爷奶奶和爹娘拉到屋里，跟他们说了今天的奇遇。几人听后都觉得元宝是真的运气很好，再也没有谁能有这样的奇遇了。去吧，元宝，你在桃花村已经很惹眼了。爷爷一直很担心你小小年纪会有人对你不利，去跟高人学点本事也好，这样啊，有点自保的手段。爷爷别担心，元宝不会有事的。闺女，去学本领会不会很辛苦很累啊？如果太累你就回来，咱别学了。爹爹娘亲，元宝不怕苦，不怕累。我们元宝是个有大气运的孩子，你们别担心了。元宝谢过爷奶爹娘，还说了明天去山上摘八角的事情，就去大宅子找瑞哥哥了。本想他快快乐乐的长大就好，看来这孩子以后注定会不凡啊。行了，你就别自寻烦恼了。元宝还小，何况儿孙自有儿孙福。瑞哥哥，跟你说，元宝要有师傅了。你哪来的师傅？怎么才1天不见，小东西就多了个师傅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自从元宝有了小白之后，南宫瑞就不派颖儿到他身边了。元宝把今天遇到老爷爷的事情说给了南宫瑞听。瑞哥哥，等我跟师傅学好本领，就能帮你治好腿了。南宫瑞听说元宝想学医帮他治腿，感动的眼眶都红了。
瑞哥哥，你不要哭，元宝一定会治好你的。谁哭了？是眼睛被风吹到了。小哥哥，这是室内，哪来的风？要学就好好学，别跟老神仙丢脸。瑞哥哥，我会好好学的。第二天，元宝到了山顶的时候，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为看花眼了。他的准师傅居然骑了一头麋鹿从森林里回来。小丫头来了，跟我进去，行完拜师礼，咱就是师徒了。一老一小两人进到小屋里。来，你给老头子倒一杯你自己的水，然后磕3个头，就算完成拜师礼了。元宝看了看坐在椅子上的老爷爷，倒自己的水，难道他知道自己有空间？这会儿八卦能掐算得出来？乖徒儿，别磨蹭了，快一点儿。元宝只得放了一杯空间水出来，在杯子上，跪在地上，双手端起水杯，举过头顶，递给他。师傅，请喝茶。好喝，浑身舒畅。等师傅喝完水，元宝又给他磕了3个响头，这拜师礼就算完成了。乖徒儿，快起来。谢谢师傅。徒儿，记住，为师姓白，叫白素贞。是，徒儿记住了。白素贞，白素贞，师傅，您是认真的吗？走吧，师傅带你熟悉一下这里，顺便认认外面那些花花草草啥的。元宝跟着师傅走出小木屋，师傅带他走了一圈附近，他才知道，原来这里是设有八卦阵的，平常人轻易进不来，若迷失在八卦阵中无人指路，那便会困死在迷境里，便是死路一条。师傅，还好元宝是骑着小白来的，要不元宝就没命了。所以你注定是我白素贞的徒儿，你这逆天的运气真是无人能及。师傅，您别说自己的名字了行不行？元宝会笑场的。元宝跟着师傅认识了门前的那些植物，原来那不是花花草草，都是一些珍贵的药材。徒儿，等你认完这些药材和药性，倒是喜欢哪株就移去你那个地方种吧，暂时为师给你的拜师礼物了，只要别全给我挖光就行。是，谢谢师傅。元宝今天跟着师傅认识了10种药材和药性，半天时间就过去了。元宝给师傅留了一些空间里种的草莓和枇杷，就和小白回家了。第二天元宝来的时候，带了一袋冰糖、一个坛子和一把椅子来。椅子是给自己做的，冰糖是问瑞哥哥给的，坛子他想用来酿葡萄酒给师傅喝。屋子后面那么多的葡萄，不酿葡萄酒就太可惜了。师傅说过，他可以随意摘的。桃花村的庄稼成熟了，村民们最近这段时间面色红润有光泽，走路都带风。要问为什么，只因他们有鱼吃，现在又准备有粮收。县令大人，一看你就是个好的父母官，一定很挂心自己治下的乡民温饱问题。那是本官的本职，必须的。村长想说什么呀？县令大人英明，真是啥都瞒不过您。村长直接说吧。大人，您看我们村那么多鱼，一时半会儿的都不知道如何处理，不知县令大人可否帮忙？我会去县里派人去每家酒楼说一下，让镇上和县里的酒楼派人过来，优先收购你们桃花村的鱼，你们价格降低一点。谢谢大人，大人真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吴县令对村长的话很受用，
好话谁不爱听啊？于是吴县令回去做爱民如子的事情去了。他说等收了粮食过秤的时候再来，到时他得到确定数据了，就可以上报朝廷了。马上派人快马加鞭的秘密往皇宫里送信，把这件事情的原本始末讲清楚。元宝的功劳可不能让人给平白无故得了去。是，主子。主子行踪不能让那位知道。是，属下遵命。有了县令大人的帮忙，桃花村的鱼销出去了一半，还有一半没销路。村长和几个代表来找叶老头商量，让村民们把鱼都杀了。元宝说可以做成麻辣鱼干拿去卖。那元宝有没有说麻辣鱼干咋样做？自然是说了的，但元宝也说了，让村长跟村民们说说，不要随便把制鱼干的方子泄露出去给别人，不然这鱼干就没啥钱赚了。那是啊，元宝说的有理，这要是泄露出去方子，就是自己跟钱过不去，也是跟我们桃花村过不去。谁做叛徒就把谁逐出桃花村。小元宝呢？咋不见他？他呀，最近认了个师傅，每天跟着他师傅学半天的本领。这不，麻辣鱼干的方子就是他师傅告诉他的。咱元宝就是有福气，这么小都能自己认师傅学本领去了，真好。元宝是我家的，谁和你攒元宝啊？师傅，您尝尝看元宝酿的果酒好不好喝？白素贞看着澄清透亮的琥珀色液体在瓷杯中透出凝脂般醉人的润莹，端起轻抿一口。元宝看着师傅一脸满足的细细品酒样，就知道这酒酿得很成功。他加了灵水呢，肯定比一般的葡萄酒好喝。算了，师傅已经沉醉在其中了，不打扰他老人家品酒，先回家吧。元宝不知道家里附近已经有2个坏人在到处找他了。这位小兄弟，请问元宝家怎么走？他们问到的刚好是村里最懒的刘寡妇的儿子刘根儿。刘根儿不搭理他们，继续往前走。他要回家睡觉，刚去卖麻辣鱼干回来，累死了。小兄弟啊，别这样，给我们指个路呗。瘦高个儿说完，就往刘根儿手上塞了5个铜板。你们要去元宝家有啥事儿啊？没啥事儿。矮个子看刘根儿把铜板塞进了衣兜里，想着这应该是一个贪财的，于是掏出半角银子在手上抛了抛。就是想请兄弟帮个小忙。帮啥忙？尽管说，能帮的我一定帮。矮个子看刘根儿盯着他手里的银子不放，更断定他是个贪财的，于是大胆地把他们2人要绑元宝的计划说了出来，并承诺事成之后半角银子就归刘根儿。好，看在银子的份上，我答应你们。你们带东西来了吗？不会就这样空手来吧？哪能啊，带了的，还在这儿呢。行，看到那边那个草垛子了吗？你们去那里钻进去藏起来等，现在太早了，等晚一些的时候啊，我把元宝骗出来，就以猫叫为信号，你们听到猫叫声就赶紧出来，到时候你们带着麻袋和绳子，动作快一点，千万别让他喊出声来，不然到时候不但你们要吃不了兜着走，我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可是桃花村的宝贝疙瘩，村民们很宠他的，如果事情败露了，我们都会被村民们打死的。好，兄弟，我们听你的，可别让我们失望啊！事成了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等我好消息便是。爷爷奶奶，元宝回来了。干儿哥哥，你这是来我们家做客呀？元宝认识他，全村最懒的人。不是，哥哥来你家说点事儿。元宝，快谢谢你干儿哥哥，他来我们家做好事的。谢谢干儿哥哥，你是个好人。不用谢，不用谢，应该的。我回去了啊。到了傍晚，刘根儿发出了3声猫叫声，躲藏在草垛子的高个儿和矮个子就快速的
一人拿绳子，一人拿麻袋冲了出来，准备捆人套麻袋。出来一看，傻眼了，说好的小姑娘没有，年轻壮汉倒有一帮。两人丢掉绳子和麻袋，两腿打抖。好汉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刘根上去一人给了一巴掌。呸！你们两个王八蛋，看不起谁呢？半角银子就想收买老子，老子是那等见钱眼开的人吗？不就没银子才想绑元宝吗？有银子谁还来干这事儿啊？连半角银子都是偷来才有的。叶老二特别的生气，上前去每人狠狠地踢了2脚。就你们两个坏胚子打老子闺女的主意，你们是哪个村的？说！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放过你们？说出来你们是哪个村子的，就放了你们。我们说了，你们就要放我们离开。不说现在就打死你们，然后扔到盘龙山上去，保管明早连尸体都找不着。我们说，我们是河豚村的。是谁指使你们来的？为何要绑我家元宝？他还是个孩子，都没离开过桃花村，何曾得罪过你们？没人指使我们，我们自己来的，就想把元宝绑回我们村，让我们村也沾沾他的福运，顺便要来麻辣鱼干的方子。打死你们个丧良心的东西！我闺女还这么小，你们就要绑她，良心不会痛吗？叶老二气不过，又上前拳打脚踢了一番。其他村民们听了也很气愤，居然想来抢他们村的福宝宝，不可饶恕。俩歹人被揍得鼻青脸肿，像个猪头一样，他们都要哭了。说好的说出是哪个村的就放了他们呢，怎能说话不算数啊？最后俩歹人被绑回村子里，绑在大槐树下，等明天一早就送去县城报官。俩歹人希望现在就去县衙，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意面对这些野蛮人了。谁知道半夜还被2个影子一样的黑人套了麻袋，又拳打脚踢的一顿胖揍，到最后还剩一口气儿了。村民们第二天起来看着两人的时候都被吓了一跳，这明明昨晚没被揍得这么严重啊，怎么过了一晚上就惨不忍睹了？难道昨晚半夜神仙打架，他们俩小鬼遭殃？哟，你们俩这是咋的了？赶紧绑着，还都不安分啊！歹人2人组无语了，这不是你们这帮野蛮村民干的事儿吗？还问啥子问呢？桃花村忙过了收割，忙过了卖麻辣鱼干的日子，依然还是很热闹。鱼都卖完了，这一老头家还收购这么多的辣椒，定是又要搞事儿。叶老头可不管这些人想干啥，就一句话：爱卖就卖，不卖拉倒。收购完了辣椒，元宝下午在家的时间就小嘴儿一嚷嚷，巴拉巴拉的指挥着家里几个女人为他忙这忙那的。三婶，这个辣椒要去蒂才对，还要多碎一些。奶奶，包好的这些花生要洗过才能炒，讲究卫生，吃了才不会肚子疼。娘，你火不要太旺，花生都被你炒焦了。大伯娘，要慢火炒2颗钟，你不要着急，手要不停的搅拌。哎，糊了。叶家的辣味儿飘出村里老远，村民们想，叶家这么能吃辣的吗？这得炒多少辣椒才能有这辣味儿飘那么老远呢？最后在小元宝的喋喋不休之下，试验了好几次之后，终于成功的做出了辣椒酱。真好吃，就是太费面粉了。为啥费面粉呢？比平时都吃得多呀，人人都吃了个肚子溜圆。爷爷奶奶，你们说这辣椒酱这么好吃，能卖钱不？这我们没卖过，不好说呀。爹，我看着能卖钱，还能卖不老少钱呢。有钱人家都图是一口新鲜的。三叔有眼光，这肯定必定能赚钱。可是这咋卖呀？
装多大一瓶卖呀？卖多少钱一瓶？咱毫无头绪呀。爷爷，让三叔明天去杂货铺买一些小罐子回来，装好带几瓶，去镇上最大的酒楼送给掌柜们品尝一下，让他把咱家的辣酱放在酒楼里给客人免费试吃，到时候掌柜的就会找三叔订购了。那咱该定价多少钱一瓶啊？500文一瓶。元宝想说1两银子一瓶的，但想想这不是京城，算了，降一半吧。元宝，爹是不是听错了？你说的是50文一罐？爹爹，你没听错，是500文一罐，不是50文。可是这能卖出去吗？能的，大伯。我师父说过，物以稀为贵。镇上有人卖辣椒酱吗？有人会做吗？这倒是没有。行了，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连个玩都比不上，磨磨唧唧的，不试过咋的知道能不能成呢？即使不成，也花不了几个钱。但这辣椒方子，你们都给我捂住了，谁嘴瓢，我打断谁的腿。奶奶霸气呀！谢小梅觉得婆婆这话是故意说给她听的，其实不用婆婆特意交代，她也不会到处乱说的。这可是家里赚钱的法子啊，谁会跟钱过不去呀？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元宝对大宅子和村塾一向不吝啬，这不给他们送辣椒酱去了。张哥哥，现在蜜蜂不蛰你了，看来你跟蜜蜂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桃花山上的桃花谢了，蜜蜂大多飞到别处去采蜜了，没空蛰人。他从刚开始被蜜蜂蛰得满头包，到现在能提炼出蜂蜜，真的是下了好大一番功夫去研究这养蜂提取蜂蜜的办法的。当他把第一罐蜂蜜拿去给元宝时，元宝那笑得如花般的小脸蛋儿，让他觉得被再多的蜜蜂蛰都值得了。这是他生命中温暖的阳光，他想守护好心中的那道暖阳。瑞哥哥，这辣椒酱好吃吗？元宝看南宫瑞连吃个面看起来都那么优雅，不像他吸溜2下就没了一大口。好吃。南宫瑞第一次吃没敢放太辣，但真的好吃，特别开胃。我家打算用这个卖钱的，你说能卖出去吗？能，要是在京城卖1两银子一瓶都不为过。真的？那太好了。在镇上我让爷奶他们定价500文，还担心定高了呢。一点也不高，你这辣酱目前还没人能做得出来，一定好卖的，就像桃花酒一样，有人抢破头也买不到。说到桃花酒，元宝就很开心。瑞哥哥把去年卖桃花酒的钱除掉成本人工外，分了一半的钱给他，足足有3000两呢。话说他啥也没干，就嘴巴动动，提供2桶水而已。他现在也是个小有资产的人了，但他不敢把这笔钱给家里，怕一下子暴富吓坏了淳朴的农家人。唉，慢慢来吧，一边赚钱一边长大，所有目标一下子全部实现，多没意思呀。等家里赚够了钱，要叫爷爷建个大房子，把家里那个讨厌的茅坑给换掉。要说在这古代啥最不方便，就属上厕所最不方便了。那茅坑简直是臭不可闻啊，特别是夏天，在茅坑里伴随着苍蝇的伴奏和那散发出来的味道，简直比坐牢还难受。瑞哥哥家的茅厕就好用多了，方便又好用，还不臭。他很喜欢来大宅子上茅厕，以后家里就比照大宅子的茅厕建造就可以了。如果你家里能做得出多余辣酱的话，我帮你找人卖到京城去，到时除去给别人的人工费，剩下的都归你。真的？这就太好了，这样我家很快就可以建大房子了呢。谢谢瑞哥哥，我这就回去跟爷爷奶奶和爹娘说。元宝坐不住了，
就要回家宣布这个好消息。南宫瑞看元宝蹦蹦跳跳的小身影，笑得一脸满足。只要他开心，帮他多一点又何妨？元宝回家把这个消息跟家里人说了，全家都很高兴。这真是得高贵人相助了，可以放开手脚干了。爷爷奶奶，如果你们忙不过来，可以花点钱让村里家中比较困难的婶婶们来帮忙，只要炒辣椒的配方不让他们知道就行了。哎呦，你这小脑袋瓜子哟，不用操心这些，奶会看着办的，你就专心跟你师傅学本领。叶家每天都在轰轰烈烈的炒辣酱中被呛得泪流满面中度过。村里人也终于得知，原来叶家收购这么多的辣椒是为了做辣椒酱。叶老头索性也不瞒着，听取孙女儿意见，从村里请了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家来家里帮忙干活，每天给15文的工钱。但做辣酱的关键方子掌握在叶家人的手里。李奶奶是第一个来报名要帮忙的。我不要工钱，我要帮你们干活，替狗蛋谢谢元宝的救命之恩。你这老婆子说的啥话？这乡里乡亲的，有得救能见死不救吗？不要工钱就不许来做工。李奶奶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但她干起活来比谁都慢。这天，叶家来了一个老妇人，带着一个20岁出头的男子，手里挎了一篮子蔫巴巴的青菜上门来。原来是叶家三媳妇谢小梅的娘朱氏。啊，亲家母好啊！好，请进来坐吧。娘，你怎么来了？娘来看看你，你过得还好吧？娘，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谢小梅低下了头，她娘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娘这个时候上门来，恐怕没啥好事儿啊。小梅呀，娘知道你在婆家日子好过，我看你都多久不回家看娘了，娘只好来看你了。娘，我不是不回去看你，我这不是忙得没空吗？忙也得回去不是？有本事了都不知道要帮衬一下娘家，真是个不孝的东西。娘，您先回家去，我过几天得空了回去看你。回啥子回呀？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老娘刚来，板凳还没坐热呢，你就要把我赶走了？让你小声点儿，院子里这么多人看着呢。你怕丢脸啊？没事儿，娘不让你丢脸，你就把制辣酱的方子告诉娘，娘就回去。娘，您这是要做啥呀？辣酱方子在我婆婆手里，我是没有的。你怎么会没有呢？你是叶家的媳妇儿，你婆婆还会防你吗？赶紧告诉娘，娘就走了。娘，我真不知道。那你想办法问你婆婆要到方子，就回去告诉娘。制辣酱的方子不知道，麻辣鱼干的方子总该知道了吧？听说桃花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呢。知道是知道，但不能说，那是全村人都要遵守的规则。村长说了，谁说出去就把谁逐出村子。娘，你要我被逐出去吗？你这死脑筋儿，村里这么多人家，你我不说出去，谁知道是你说的？大姐，娘让你说就说，哪来那么老多的借口啊？你这是有了婆家忘了娘家吧？你要不说也行啊，给我10两银子，我要娶媳妇了。10两银子？我哪来那么多银子？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怎么能这么说你弟弟呢？他要娶媳妇儿，你这个做大姐的就不应该帮忙的吗？娘，弟弟娶媳妇儿我是应该要帮忙，但要有银子才能帮啊，我没有。况且他娶媳妇儿，为什么要我全包完呢？你怎么会没有银子呢？你婆家又卖麻辣鱼干又卖辣酱的，应该赚的不老少吧？娘，即使赚了，钱也是我婆婆管，我也没钱啊。你不会问她要吗？你在这个家都是白做工的吗？来你们家帮忙做工的人，听说还有工钱给呢。娘，你回去吧，
我要干活了。回啥回？我就不回。今天你要么给方子，要么给银子。娘，你不回就不回吧，我去收拾东西自己回。反正你要这么闹，我也没活路了。不是被村长逐出去，就是被丈夫休掉，结果都一样。有其母必有其女的话是没错的。我不就听你的话问婆婆要银子吗？婆婆说家里不需要不死不孝的挑事儿精。这个老钱婆，老娘去撕了她！凭啥这么说你啊？你在这个家干活，本来就应该给你钱。娘，我就问你，你嫁到谢家这么些年，在谢家干活，我哪给你钱了吗？还有，我就娶媳妇儿，是你连女方嫁妆全包娶回来的吗？娘，走吧，别闹了，我跟您回家。回啥回？要回也是我自己回，谁要你跟着回呀？没钱你就别回来。你走不走？不走就等着你大姐跟着你回去，然后吃你的住你的，你养她。娘，等等我跟你回去。谢家两人走了，连片菜叶子都没留下。叶老太上前去拥抱三儿媳妇儿，手在背后拍了拍她的背，无声地安慰她。娘，对不起，以前都是儿媳不懂事，让你操心了。娘从来就没怪过你，以后好好过日子，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别想太多。从这一天起，谢小梅完全变了一个人，孝顺公婆，相夫教子，妯娌和睦，干活勤快。师傅，这座山叫什么山？师傅，它为啥没有名字？师傅，你为啥不给它取个名字呢？师傅，您住在这里这么久，都没想过给它取个名字吗？师傅。白素贞被元宝时不时的追问给问烦了，就随口答道：此山无名，就叫无名山吧。师傅你好敷衍，这座山这么漂亮，怎么能叫无名山呢？师傅，要不咱们就给它取名叫缥缈山吧，是不是比无名山好听？随你，爱叫啥叫啥，别吵我喝酒。他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小元宝给他酿的葡萄酒，每天不来上一杯就浑身不得劲儿。以前他不懂葡萄酒是这样酿成的，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葡萄呢。白素贞现在才知道小徒儿是个小话痨，以前怎么没发现呢？要是早发现他那么多话就还是要收他做徒弟的。这小徒弟有时虽然话多了一点，但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小天才。元宝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缥缈山上到处探险。这座山上因为高耸险峻，无人涉及，所以山上很多珍稀的动植物。知道它有空间，遇到危险会躲进空间里。白素贞也不管他，他想去哪儿都可以。元宝来到一处平时没来过的地方，发现了几颗灵芝，有一颗有脸盆这么大，其他的个头小一些。元宝小心翼翼地把灵芝采摘下来放进空间里。只见他对面昂首阔步地走来一只猛虎，元宝离大老虎有一定的距离，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原生态巨虎哎！大老虎，你想要吃掉我吗？我这么小都不够你塞牙缝的，我跟你做朋友，你不要吃我好不好？白虎大虎眼儿看着元宝，不出声儿，也没有攻击他。那你想要吃草莓吗？元宝从空间里掏出了几颗草莓，元宝把草莓放在地上，往后退远了一些。大老虎吃掉了地上的草莓，又直直地盯着元宝不放了。你还想吃，对不对？大老虎这次居然点了点虎头。天哪，好激动有木有？大老虎居然能听懂他说话，太惊喜，太意外了。这只深山巨虎和他的小白一样聪明呢。元宝连续又掏出了好多颗草莓放在地上给老虎吃。你吃了我的草莓，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呀。白虎边吃边抬头看了一下元宝，又低头继续吃草莓，好像那草莓是他捕捉到的美味一般。那你还会吃我吗？白虎吃掉了草莓，大嘴巴发出一声嗷的低吼，吓了元宝一大跳。你还是想吃我，那我不跟你玩了，我走了。元宝生气了，怎么能吃了他的东西还这么不知好歹呢？这是一只恶虎。元宝说完就闪身进空间躲了起来。大老虎看着原地消失的小元宝，虎眼迷茫了一下，人呢？怎么就凭空消失不见了？大老虎看不见元宝，只好原地坐下来等，等着等着就打起盹儿来，眯着眼睛睡觉了。元宝在空间里往外看见大老虎居然守在原地不走了，怎么办呢？这空间没有移动能力的，从哪里进来就要从哪里出去，难道他今天注定要被大老虎吃掉了？元宝在空间里待了很久，眼看再不出去太阳都要准备落山了。倒是森林里黑不溜秋的，又阴森恐怖，说不定还有狼群呢。元宝看大老虎睡得正香，不管了，悄悄出去，悄悄溜走。元宝闪身出了空间，才走了2步路，大老虎就醒了。大老虎一步就跃到了元宝的身边。这次真的完蛋了。可是等待的疼痛并没有传来。你不想吃我了，对不对？大白虎低下虎头，蹭了蹭元宝的小脑袋。元宝确定老虎不会吃它了，胆子又更大了。那我叫你大白好不好？老虎不屑一顾地把虎头扭到了一边。元宝确定他嫌弃大白这名字不好听。那你要叫什么嘛？你看你白色的毛像雪一样洁白，中间间隔的金毛像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样好看，要不你就叫白金。大老虎更嫌弃了，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和元宝平视。元宝使出杀手锏，从空间用碗装了一碗水出来。你同意叫大白，我就给你喝水。大虎看着那碗水，馋得口水直流，艰难地点了点虎头。喝吧，这水可好喝了。我要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哦。元宝跟大白告别后就走了，可是大白一直跟着他，他也不好召唤小白过来，万一2个不对盘厮杀起来怎么办？他要帮谁呢？你跟着我干嘛？是要送我回我师父那儿吗？大白点了点头，然后把身子趴在地上。元宝爬上了大白的背，大白背着元宝，随着元宝的指路回到山顶小木屋。白素贞看小徒弟去了山林那么久都不回来，怕他天黑找不到路，正想出门去寻找小徒弟呢。带他出门一看，好家伙，小徒弟骑在一头大白虎的身上回来了。这头大虎他以前在林中见过一次，应当是虎王，当时他想驯化他当坐骑，谁知道这头大虎不鸟他，骄傲地扭头就跑了。没想到现在居然被小徒弟驯服了，还像个大猫一样听徒儿的话。小徒弟这是什么逆天的运气呀？师父，这是大白，他自己要跟我回来的。大白放下小元宝，转身就走了，同样连一眼都没有看白素贞。白素贞无语了，她这是被一头畜生鄙视了。师父，天黑了，我要回家去了，明天见。元宝说完，吹了一声口哨，召唤来小白，骑上小白回桃花村去了。白素贞望着小徒弟远去的背影，转身进了小木屋，去煮辣酱拌面吧，人比人气死人呐。叶老头家卖辣椒酱赚了不少钱，连叶老三儿都辞掉了镇上的工，回家专门帮忙打理辣酱生意了。叶老头家要建新房了。爷爷，
我们就请上次来咱们村建大宅子的人来帮我们建新房吧。哎呦，好，好，都依你。待会儿爷爷就去找大宅子的刘管家问问去。叶老头找村长批了一块10亩的宅基地，已经去衙门办好手续了，就在村东头离大宅子不远的地方。瑞哥哥，等我家建好新房子，就不用天天跑来你家上茅厕了。你什么时候想上就什么时候来，没人敢拦你。那不一样呀，你不懂那种早上起来不能马上方便的感觉。这里又不是没你的房间，你要觉得不方便可以在这里住。爷奶和爹娘不会同意的了。瑞哥哥，我帮你把脉吧。元宝自从师傅教他学习把脉之后，天天拿南宫瑞练手，但啥也把不出来。南宫瑞也不拒绝他，随便他吧。瑞哥哥，我医术还没学到家，能把出你中毒导致双腿不良于行，但把不出中的是什么毒。别灰心，你小小年纪就能把脉出我是中毒才不能行走的，已经很厉害了。有些人学一辈子都未必能和你比呢。当初连太医都诊不出他是因为中毒才不能走路的，说来说去就只会说一句微臣无能，微臣有罪，听到就烦。我改天问问师傅，看他老人家愿不愿意帮你看看。我师傅很厉害的，他肯定能治好你。可以问你师傅，但是不准为难你师傅。瑞哥哥，我怎么会为难师傅呢？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吗？干啥啥不行，撒娇第一名。但忍了忍，还是没说。瑞哥哥，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有什么事儿直说就是了。我二哥哥想学武，他让我问问你能不能跟牛眼叔叔学武功。影一同不同意现在说不准，但你继续叫他牛眼叔叔，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元宝可受教了，马上滑下椅子冲到门外。影一叔叔对不起，都是元宝不懂事，元宝以后再也不叫你牛眼叔叔了。南宫瑞自己说元宝没事儿，但看着元宝对影一道歉，他心里又不舒服了。他的妹妹并没有不懂事儿，于是在里面瞪了一眼门外的影一。影一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并感觉到了死亡视线。元宝姑娘，不用说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影一叔叔，我二哥哥想跟你学武功，你可以教他吗？影一听主子的，主子说可以就可以。瑞哥哥，影一叔叔说要你同意才可以教我二哥哥，你同意吗？他想教便教，不过学武是很辛苦的。你二哥要去村塾上学，怎么有时间练武呢？学武可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要长期坚持的。我二哥说他可以每天早起练习半个时辰再去村塾。你回去跟他说清楚，他愿意来便来。我会跟二哥哥说清楚的，谢谢瑞哥哥。元宝高高兴兴地回家跟二哥报告好消息去了。走的时候又忘记把小粉带走，因为小粉赖在南宫瑞的怀里一动也不动。3天后，叶家动工开始挖地基。哎呀，大哥，恭喜了！叶老弟，恭喜啊！你们家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那可不，叶家自从元宝出生后，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是啊，真是羡慕。羡慕啥呀？元宝是我们村的，我们现在不也比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吗？你们努力些，过个几年也能建新房子了。确实是，靠着元宝，他们现在日子都比以前好了很多。一些以前娶不上媳妇儿的年轻人，现在都纷纷成家了。10里8村的姑娘家，听说是桃花村的，一个个都不需要考虑的就欢喜的同意了。谢谢乡亲们，那边准备了一些瓜子、糖果、茶水、发糕，
大家随意取用，沾沾喜气。叶老头家地基的第一铲土，叶老头希望由元宝来挖。叶老头的意思很明确，他希望由元宝挖第一铲土，以后家里能运道长久，发家致富，还能多子多福，多孙女儿。由蒋工头带来做工的人很是不解，哪家挖地基动土仪式不是由长子长孙来进行的？这家人好生奇怪呀，居然由个女娃娃来挥铲子进行，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叶老哥，你确定要由你家孙女来动第一铲的土？是的，我非常确定，就由我孙女动第一铲的土。桃花村的人却觉得一点儿也不奇怪，如果他们家有个福气运气都这么旺的孩子，他们也会这么做的。元宝拿着小铲子来到地基头，双手把小铲子抬得高高的，准备用力挥下去。既然爷爷期望他这么做，他就满足一下爷爷吧。叶老头要的只是个形式而已，也不奢望孙女儿能一铲子挖出多少土，只要是元宝去挖就行了。元宝一铲子下去，小铲子小小的，也挖不了多深，最多也就成人的一个拳头深而已。可是就是这么一点小坑坑，居然冒出了一股小水儿。蒋工头的人面面相觑，这啥情况啊？他们建了那么多房子，都没见过这个现象啊。照道理，这块地基不应该在这么浅的时候就冒水的呀。老大、老二、老三，你们几个拿铲子过来。你们兄弟三人往下挖，看看是什么情况，小心一些啊。割地三人组掀起铲子就往下挖，随着坑越挖越大，水越冒越多的时候，元宝突然喊了一声：爹爹，你们不要挖了。因为他发现了不对劲儿。爷爷，你看那里。只见出水口那处时隐时现的有一块红白的东西。挖坑三人组也发现了，叶老大赶紧丢掉铲子，跳下水坑，打算用手来挖。老大，不能用手直接挖，万一是蛇或者有毒之物就危险了。还是叶老三脑子转得快，去拿来今早家里挑东西过来的一个竹筐，把它放到那块红白之物处拖住。二哥，你拿元宝的小铲子轻轻挖，小心一些。慢慢的，越挖越宽的时候，头和身子也出来了，是一条鱼。鱼掉到了竹筐里，叶老三赶紧把竹筐拿起来。天啊，这是一条锦鲤呀！头儿，你认识这鱼？是啊，头儿，你见多识广，跟我们说说呗。我年轻的时候啊，跟我爹去一个富户人家里干活，曾经见过这锦鲤。这锦鲤在富户人家里是专门养来给看的，又叫富贵鱼。有些人叫贵族鱼，代表富贵、吉祥、健康和幸福的意思。没想到啊，在这宅基地里能挖出来，这真是幸运啊！桃花村的村民们却没有那么大惊小怪，只要有元宝在，啥事儿都可能发生。他们真是少见多怪呀，没见识。叶老哥，你们家这是要发了，挖个地基都能挖出一条富贵鱼来。谢谢大家，今儿高兴，咱在这工地吃饭，我请大家伙吃辣椒酱拌面，大家帮忙埋灶，准备和面。村民们又乐了，要知道这辣椒酱可是卖500文钱一罐的呀。元宝啊，你看你一铲子就挖出了一条锦鲤来，二爷爷家下次建房也请你去帮忙挖地去，好不好？好的，爷爷。元宝啊，你看这锦鲤咋处理呀？爷爷，拿去瑞哥哥家养起来吧。刚才蒋爷爷不是说这鱼很难养吗？瑞哥哥家有人专门伺候它。好嘞，咱就拿去大宅子那里养着。元宝完成他挖地基的任务了，就和大盼一起去了大宅子。瑞哥哥，你看这条鱼漂亮不？漂亮。瑞哥哥，
你以前见过这种鱼吗？元宝觉得他定是见过的。这小哥哥一举手一头足间都透着尊贵，应该身份也不凡吧。锦鲤见过，但这样的没见过。南宫瑞虽然嘴上这样应着，实则心里已经波涛汹涌了。他5岁的时候，随父皇和皇祖母去相国寺为民祈福，相国寺的住持，也就是现在的国师，曾经为他批过一命，算出他命里有一劫，遇祥瑞之物方可有转机。祥瑞之物为何物？黄金锦鲤。父皇后来在全国寻找黄金锦鲤，又大张旗鼓的重金寻找，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后来他真是遇劫难了，被人害得连路都走不了。现在在桃花村出现了黄金锦鲤，危机即是转机，转机即为机遇。这是不是预示着他的机遇就在桃花村呢？叶家的建房大业热闹闹的进行着，元宝人小，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在家也帮不上忙，依然坚持每天去师傅那里学习。今天元宝来到师傅这里，照例先蹲马步。师傅现在开始除了继续教他医术外，还增加了教武功。其实元宝不希望能有多厉害，他只希望能学好轻功就行了，这样遇到危险的时候能逃跑第1名。师傅，等一下我辨别错了，你可不能打我手心。没事，别紧张，辨别错了，吃颗最低级的毒药，自己做解药就行。师傅怎么舍得打你手心呢？白素贞自认为笑得一脸慈祥，元宝却觉得师傅笑得一脸的狼外婆。师傅，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徒儿为何此问？师傅做的最低级的毒药，可是比别人的最高级的毒药都要毒。我知道，即使我解不了毒，师傅也会给我解药的。但要我体会中毒那痛苦的过程，不就是对我有意见吗？元宝知道，他师傅可喜欢捉弄他了。非也，为师这是要增加你身体的记忆。神农成神医前可是尝尽了百草，你可要有尝尽百毒的觉悟啊！这小徒儿太聪明了，教起来不用打也不用骂，实在失去了很多的乐趣。师傅，您这样会没徒弟的。师傅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就是因为师傅不担心，徒儿才担心。好了，开始吧，说再多也是要考核的。元宝拿布巾自己蒙上眼睛，想偷偷给自己放水，谁知道白素贞又拿多了一条布巾给他绑上，这下真的两眼一抹黑，连一丝丝的光线都没有了。这次总共考核闻味辨识10种药材，师傅这糟老头坏得很，不准他用手摸药材，每样都是他自己亲自拿起来放到他鼻子间闻，而且闻一下就拿开了。每闻完一味药材就会说一句：徒儿可别浪费我的毒药哦。真正的坏老头，元宝差点死在最后3味药材上。师傅，这3味药材分别是竹茹、竹栗、天竺黄，它们药性相通，性味均为甘寒，同具有清化热痰之功效，可用于痰热、咳嗽及痰扰心神之症。元宝在师傅规定的实习时间内显显作答，他再次确定师傅是个坏老头，而且还是个糟老头，怎能如此为难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娃娃呢？白素贞却满意的点点头笑了，这次的笑是发自内心的。他白素贞的小徒弟真是好样的，和当年某个蠢蛋儿比，那简直是云泥之别呀。师傅对徒儿的表现可还满意呀？小徒儿真懂事，
我会随意浪费师傅的毒药。师傅满意就好。徒儿有一事想请教师傅，可否？看在徒儿表现不错的份上，可。我帮瑞哥哥把脉，能把出他是中毒导致双腿不良于行，可无论如何都辨不出他是中的何种毒。乖徒儿，那是你功夫未学到家，仍需努力。师傅，我已经被瑞哥哥这个毒困扰的吃不下睡不着了。师傅您看，您的乖徒弟都瘦了。有吗？师傅咋不觉得呢？他昨天还跟自己抢鸡腿吃呢。可是师傅，瑞哥哥他好可怜的，都不能自己走出大宅子，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你是怎么想的？师傅可否帮帮元宝？你想师傅咋帮你？师傅可否帮瑞哥哥看看？也不是不可，但师傅有个心愿未了，若徒儿能帮师傅的忙就好了。师傅要徒弟帮啥忙尽管说，徒儿能做到的一定不推辞。元宝见师傅答应了，很高兴。据师傅自己说的，他自从隐居在这里之后，就没有下过山，也没有帮人看过病。哎呀，乖徒儿，你看呐，你有小白都能上天了，可是师傅一把年纪了，都还没体验过在天上飞的感觉。那还不容易吗？师傅，我让小白带你去飞高高。徒儿，那怎能一样呢？小白是你的，但为师飞一圈之后，他也不属于为师啊。那师傅是想徒儿把小白送给您，那我问问小白他愿不愿意？如果小白愿意的话，那我就送给师傅。元宝虽然舍不得小白，但为了瑞哥哥的双腿，他忍痛割爱吧。白素贞看小徒弟那纠结的小脸蛋儿，其实有一点点的被感动到。这个年纪的小娃，一般定是不舍自己心爱之物送人的，何况是能在天上飞的大鹏鸟这么稀有之物。看徒儿说的，师傅哪能做夺人所好的事儿呢？那师傅您老人家有何心愿未了？元宝觉得师傅笑的又像狼外婆了，但还是忍不住好奇的问，像师傅这种活了1个多世纪的人，还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究竟还有何心愿未了呢？徒儿若能帮为师寻得那传说中的仙鹤，师傅哪怕马上驾鹤西归，此生也算是圆满了。师傅，您老咋不一步登天呢？这缥缈山看着离天上也不远的。师傅，这仙鹤一听就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您这样徒儿哪去寻？哎，那也是有的。听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骑着仙鹤在东齐国飞过。为师还听说咱南圣国有凤凰出现过呢。为师呢，不要凤凰，只要那仙鹤就足矣。那徒儿记住师傅的心愿了，一定会放在心上，努力帮师傅寻找仙鹤的。可是师傅，万一徒儿便寻不着呢？瑞哥哥的腿是不是都治不好了？他好可怜的。你可以先带他过来，给为师看看。谢谢师傅。元宝从缥缈山上回来的时候，直奔大宅子去找南宫瑞。瑞哥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师傅他老人家答应给你看腿了。谢谢元宝。不用谢的，瑞哥哥，明天一早我就和小白过来接你。南宫瑞轻轻应了一声，看着元宝身上像会发光一样，发出的光像阳光那么的让人暖和。第二天一大早，元宝就和小白来到了大宅子。刘元已经推着南宫瑞在后院里激动地等着了。瑞哥哥吃过早饭没？
吃过了，需要准备啥东西吗？准备2坛桃花酒吧。待影三装好2坛桃花酒回来时，影一已经抱着南宫瑞坐在小白的背上了。主子，这属下不能跟着去保护您，您可要小心一些啊。元宝姑娘，我家主子就麻烦您多照顾了。刘伯伯、影一叔叔，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瑞哥哥的。2个孩子就像天上的仙童一样，骑着小白飞走了。叶老头家这时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自称是叶老太的表姐的女儿找上门来投靠。表姨母啊，我是小美啊。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请你离开我家。表姨母，我娘叫何月芬，不知您可还记得？记得，那是我表姐。你是我表姐的女儿。是啊，表姨母，您不知道，我命好苦啊。进屋里说吧，别在门口哭哭啼啼的，难看。这是表嫂吧？这是我儿媳妇。说说你怎么回事吧。表姨母，我命苦啊！我5年前嫁入夫家，至今无儿无女。夫家嫌弃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把我给休弃了。那你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吗？为啥不回去找你娘？表姨母，您不知道，我娘身体不好，常年累月的躺在床上用药吊着。家里2个哥哥已经成家了，还有1个弟弟准备说亲了，家里也困难，我也不想回去拖累他们啊。那你来这里是有啥打算？表姨母，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投靠您的，求求表姨母不要赶我走，只要给我一口饭吃和一席容身之地，要我做牛做马都可以。表姨母，求求您了。方小美说着就给叶老太跪了下来。哎呦，小美快起来，表姨母家现在没有多余的房间，在柴房倒是可以搭个床板给你凑合一下，如果你不嫌弃就先住下来吧，以后再做打算。谢谢表姨母，谢谢表姨母，我不嫌弃，只要能有个地儿容身就可，我一定会多干活少吃饭的。哎呀，小美快别哭了，去擦把脸，先吃点东西。你赶了那么老远的路，一定饿了吧？表姨母，家里都有谁啊？您跟小美说说呗，让小美好快些熟悉家里的人。表姨母家里呀，有。叶老太给她介绍了一下家里的人口。叶老太打发2媳妇儿去建房工地那边，把叶老头和几个儿子叫了回来。家里大儿媳和3儿媳都去了工地那边煮饭了，只有他和2儿媳在家顾着家里的辣酱。叶老头和几个儿子、儿媳还有大孙子回到了家里，见过表姨父、大表哥、2表哥、3表哥、大表嫂、2表嫂、3表嫂，大家叫我小美就可以了，以后要麻烦大家照顾了。大家互相见面认识后，叶老头和大孙子回了工地，叶老太让老大老二帮忙收拾柴房，并找木头木板在柴房搭了张临时床给方小美住。师傅，我带瑞哥哥来了，您快出来！元宝扯开嗓子大声喊他师傅，不然他可是没办法把瑞哥哥抱进屋里去。白素贞从屋里走了出来。瑞哥哥，这就是我师傅。师傅，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南宫瑞，我的瑞哥哥。见过老前辈，小瑞腿脚不利，请老前辈见谅，麻烦老前辈了。不必多礼。白素贞上前把南宫瑞抱进了屋里。元宝拿着2坛桃花酒，吃力地跟在后面，差点摔倒，把酒坛子打碎了。乖徒儿，这拿的是啥来给师傅？拿不动的话就放地上吧，师傅待会儿出来拿。白素贞像背后长了眼睛一样，而且她非常的肯定这是给她带的东西。
师傅，这是瑞哥哥给你带的桃花酒，可好喝了，用我们村桃花树上的桃花酿的哟。哦，放着吧。既然是给为师带的，你可别打碎了。白素贞把南宫瑞放到屋里唯一的一张床上，然后给他把脉。屋里非常的安静，元宝大气也不敢出，就怕干扰到师傅的诊断。你小子是中了来自西兰国的千莲精密之毒，应该是有人帮你把毒逼到了双腿上，才导致你小子双腿无法走路。也不知是谁如此歹毒，若不是我的小徒儿，你早就一命呜呼了。师傅，那我瑞哥哥的腿还能不能好得了？啊，只要解了千莲精密之毒，就没事了。那师傅您快帮瑞哥哥解毒呀！解这个毒最快的方法就是服用解药，但据为师所知，这个千莲精密之毒是没有解药的。怎么会没有解药呢，师傅？既然有人能做出毒药，就一定能做出解药。这毒药啊，是西兰国的一位风医所制。为师给你们讲一讲关于这个风医的故事吧。白素贞开启了给小孩子讲故事的模式。据说这个风医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天才，对着学医很有天赋，也很痴迷，近乎魔怔。他特别喜欢对着动物或者是人开膛破肚，被他开膛破肚的动物和人都不会死，还因此把一些认为治不好的疑难杂症给治好了。西兰国人对他又敬又惧，因此被人称为风医。元宝听后对这个风医若有所思，难道这个时代已经有了手术的说法吗？这个风医也很喜欢研究各种毒药，但不喜欢做解药。谁倒霉中了他的毒药，要么自己想办法解毒，要么就是等着毒发身亡了。他的毒药据说都很难解。那师傅这么厉害，肯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傻徒儿，这毒说难解也很难，说不难解那也不算难，就看他有没有那个运气了。师傅您赶紧说，这毒怎样才能解？为师说的不难，是只要针灸749天就可以了。难的呢？难的是必须要找到一物配合，此毒方可解。何物？徒儿去寻来。此物叫赤灵兔，为世间罕见的解毒圣宝。无论中了何种毒，只要让赤灵兔在中毒部位咬上一口，即可解毒。那师傅不是说还要针灸749天吗？本徒儿，他的双腿中毒太久了，针灸呢是为了排出残毒，同时让他双腿恢复气血，才能行走。过于急躁反而不利。师傅，那赤灵兔长啥模样，在哪能寻到呢？徒儿越来越笨了。为师刚才不是说了吗？此物为世间罕见之物，为师也不知去哪儿能寻。南宫瑞刚才眼里升起的光又熄灭了下去。那师傅跟徒儿说说，赤灵兔长啥模样？元宝追问到底。那赤灵兔通身粉色，小小的一只，不喜与人接触。无毒的正常人倒霉被咬上一口，就会马上中毒，再咬一口就是解毒。是不是很神奇？师傅，是很神奇。您看，这是不是赤灵兔？
元宝听完师傅的话，伸手从他的小挎包里把小粉抱了出来。白素贞当场石化了，这是真的？师傅，您说话呀！是啊，这就是赤灵兔。徒儿跟师傅说说，这赤灵兔你哪里来的？师傅，这是徒儿和哥哥还有村里的小伙伴去山脚下挖野菜的时候抓到的。白素贞听完小徒弟的话，又沉默了。怎么好像什么事儿到了小徒弟这里都感觉特别容易呢？是不是他要骑仙鹤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了？行吧，你瑞哥哥的毒是能解的，乖徒儿，可要记得答应为师的事情啊。师傅，徒儿不会忘记的。那您啥时候开始为瑞哥哥解毒呢？南宫瑞听到自己的腿真能解毒了，此刻反而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他觉得发生的这一切好事情都是因为元宝而起，也许他的转机其实是元宝吧。明天开始吧，但从明天针灸开始之后，他要留在山上7期49天，针灸不能中断，针灸过后也不能适宜吹风淋雨，不然对他的腿不利。为师这里只有1张床哦，你们今天先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带些铺盖来，他睡桌子上。好的，师傅，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见。多谢老前辈。只要能把双腿治好，睡桌子算什么呀？要他睡地板也是可以的。回啥回？今天的功课做了吗？是，师傅，徒儿这就去蹲马步。你这臭小子，要不是我小徒弟，你早就嗝屁了，记得对他好点儿。白素贞说完也不管南宫瑞，径自走出小木屋去了。不用老前辈说，他也会对小丫头好的，一辈子都对她好。元宝完成今天的功课，和师傅说了一声，就和南宫瑞直接飞回了大宅子。主子，您可算回来了，还担心死老奴了。有啥好担心的？难道在天上飞着还能有人对我不利？是，都是老奴嘴笨，不会说话。主子，您的腿能治。真的？那太好了。牛伯伯，瑞哥哥从今天开始要在我师傅那住7期49天呢，你还是快点去命人收拾铺盖准备准备吧。是，老奴这就去。从此元宝在刘远的心里有了排名，南宫瑞第一，元宝第二，地位无人能撼动。元宝从大宅子回来的时候，看到家里多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正坐在他家院子里剥花生。哎呦，这是元宝吧？元宝回来了，真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啊。阿姨，你是谁？是来我家干活的吗？你奶奶是我的表姨母，我是走投无路来投靠表姨母的，以后要在这里住下来。元宝哦了一声就进屋里去了，不再跟他说话。哼，真是没礼貌的孩子，也不敢表现出来，怕被赶走。就这样，方小美在叶家住了下来。每天吃饭的时候，方小美总是争抢着要去洗碗，天天如此。娘，小美阿姨要去洗碗，你就让给她吧，以后我们家的碗都由小美阿姨来洗就好了，大伯娘和三婶也不要和小美阿姨抢哦。对，我就是喜欢洗碗，大表嫂、二表嫂、三表嫂都不要和我抢哦。你想洗就洗吧，没人和你抢，只要你自己不觉得辛苦就好。表姨母，就洗个碗而已，辛苦啥呀？你们能收留我，我就很感激了。但奇怪的是，方小美每次洗完碗回灶房的时候，都会很久不出来。刚开始没什么，大家也没在意，时间长了，后来还是谢小梅注意到了不正常。娘，小美每次洗完碗，咋的拿个碗进灶房都要那么久才出来？
娘，我也发现是这样，他不会在灶房里做啥事儿吧？娘，他是不是在打咱家辣椒酱的主意呀？明天我跟他说一下，让他不要在厨房久留。你们多个心眼儿，留意一下，千万别让他靠近放辣酱的那间房。叶老太被几个儿媳妇儿这样一说，也开始怀疑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跟老伴说了这件事儿。老婆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方小美，咱还是多个心眼留意一下吧。好，若他真存了坏心思，咱把他赶走便是。这无缘无故出现的人，明天去大宅子让颖儿叔叔帮忙查一下才行。不知道瑞哥哥不在家，颖儿叔叔会不会帮我？第二天一大早，元宝就来了大宅子。元宝姑娘，是不是我家主子有啥事儿交代？刘伯伯，瑞哥哥没啥事儿，他在我师傅那儿好着呢。我是来找颖儿叔叔的。颖儿叔叔，你可以帮元宝一个忙吗？元宝姑娘要颖儿做啥，尽管吩咐就是。颖儿叔叔，可以帮我查一下来我家的方小美吗？我觉得她很奇怪。没问题，颖儿叔叔这就帮你去查，保管查他个底不了。谢谢颖儿叔叔。不客气，有的消息我就去你家告诉你。跟颖儿说好后，元宝就召来小白去了缥缈山。师傅，这桃花酒咋样？好喝不？好喝，喝了让人有醉卧花下的感觉。那师傅觉得是桃花酒好喝，还是葡萄酒好喝？两种酒的味道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这桃花酒入口甘甜清冽，葡萄酒醇厚芳香。那师傅喜欢哪一种更多一些？两种都喜欢。和元宝预想中毫无创意的答案一样，他也就不问了。元宝做完每天必做的功课后，去看了南宫瑞。瑞哥哥今天感觉怎么样？今天双腿不痛了，而且能动，但老前辈说还不能下地走路，必须要扎够7749天方可下地行走。那瑞哥哥要坚持，还有10天你就能走路了。到时候我带你去见一个我的好朋友，你一定会喜欢他的。好。方小美自从被叶老太警告之后，不敢在厨房久留了，也就不抢着洗碗了，只偶尔洗1-2次，表姨父，我想明天开始去工地那边帮忙煮饭洗碗，看着表嫂他们太辛苦了，我也想出一份力。小美啊，家里的这些事儿你直接跟你表姨母说就可以了。表姨母，您看可以吗？明天我们家房子上梁是个大事儿，全家都会过去的，你想去就去。第二天，叶家人人早起，一大早一家子就开始各种的忙碌。元宝今儿早也不去师傅那里了，留在家里看家里房子上梁。他第一次看房子上梁呢，好奇得很。方小美正在烧火煮着饭，看到叶老二往灶头这边走过来要喝水，赶紧手脚麻利的盛了一碗水递给叶老二。二表哥喝水。啊，谢谢小美。看叶老二喝完水后伸手过去接碗，还故意碰了一下叶老二的手，吓得叶老二像被雷劈一样的快速把手缩回来。那个碗被叶老二的手劲儿太大带得掉到了地上，只听砰的一声，壮烈牺牲了。在灶边上忙着的叶家几个女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赵玉娘愤怒地瞪着方小美，但又不好大声嚷嚷：二表哥，我不是故意的。说完跑着走开了，在外人看来就好似叶老二故意欺负他一般。元宝看着地上无辜死去的碗，再看看自家无辜加无错的可怜爹爹，
又看看愤怒的娘亲，觉得方小美的段位也太低了。颖二叔叔怎么还没有回来呀？他很好奇这女人到底要做啥。爹爹，没事了，你去干活吧，我去跟娘亲说说话。娘亲，相信元宝，不是的。娘亲蹲下来，元宝跟你说。就你机灵。等忙完工地这边的中午饭，叶老太带着几个儿媳回了家。叶老太等人回到家里，居然听到柴房里传出了哭声。方小美，你给老娘出来！方小美，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了是吧？你自己不要脸，还有脸在我家哭。今天我家上梁，你哭丧啊，哭给谁看呢？是故意要触眉头的是吧？方小美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叶老太面前，不断的给叶老太磕头道歉。表姨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故意的，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他本意是哭着等叶老太回来给他做主的，谁知道弄巧成拙，被叶老太看穿了。二表嫂，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我真不是故意的。赵玉娘没理他，径自走回房里去了。陈秀兰和谢小梅也没多看她一眼的走了。表姨母，小美不敢了，求求您原谅小美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在家里剁辣椒，哪儿也不许去。如若还有下一次，你就给我滚！我家不收留狼心狗肺的东西。是，小美记住了，一定不会再犯的，谢谢表姨母。方小美出师未捷，只能暂时安分一些，待以后再徐徐图之。今天是南宫瑞在缥缈山上的第49天，做完今天的针灸，他就能回家了。元宝一大早就来了，他要看着瑞哥哥走路的样子，然后接他回家。南宫瑞很激动啊，5年了，他终于能像以前一样能走路了，他终于能做正常人了，不用整天坐在轮椅上像个废物似的。他能走了，他真的能走了。元宝，我的腿能走路了，谢谢你，谢谢你。恭喜瑞哥哥，你要谢的是我师傅。谢谢老前辈，老前辈的大恩大德，瑞小子没齿难忘。行了，赶紧滚蛋，别影响我清修。你的小命和双腿都是因为我的小徒弟才得救的，你记他的恩就行了。随着元宝和南宫瑞的离去，缥缈山顶恢复了寂静。待回到大宅子后，整个大宅子的人都沸腾起来了，还自作主张的去请了叶家一家人过来吃饭。反正他觉得元宝姑娘在这里，主子一定会同意的。方小美跟着叶老太一起来大宅子吃饭，踏进大宅子之后，她就不想回去了。想她天天在叶家住着柴房，夏天蚊子又多，她每天都被蚊子叮咬得睡不好。自从在工地上发生那件事情之后，这段时间叶家人人都在避着她，虽然没给她脸色看，但也都不跟她说话。看着这大宅子这么豪华，她要是能住在这里多好啊。她这样想着，就马上去找了元宝。元宝，你跟这大宅子的主人这么熟，能不能帮小美阿姨问问看，他们这儿缺不缺下人啊？小美阿姨想来这里做下人，不要工钱，只要包吃包住就好了。小美阿姨可知道这里做下人是要卖身为奴的，你确定要来吗？卖身为奴？不，我只是想来这里干活而已，并没有想要卖身为奴的啊。那元宝就没有办法帮你了。你是不是嫌弃住我们家柴房才想来这里的？不是，我没有嫌弃。元宝，你小声一些，这是别人家呢，别大声嚷嚷。他感觉在叶家，好像他要做什么事情都很不顺，他想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样成功的，怎么这么邪门呢？
他看上了身材高大的叶老二，想勾搭上他，不曾想半夜还真被他等到了机会。叶老二由于喝多了，睡到半夜起来上茅房。方小美知道今天叶家男人都喝了不少的酒，半夜定会有人起夜的。她看到叶老二从茅房出来的时候，正想往叶老二身上扑过去，想一把抱住叶老二。谁知道在她扑过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像老鼠一样的东西向方小美的脸孔一下子扑过去，并伸出爪子挠了一把她的脸。方小美以为是老鼠，吓得啊的尖叫了一声，人是没抱着，由于扑势太猛，还啪叽的一下脸孔朝下的摔了一大跤。这时叶老二已经都快走到自己房间门口了，听到尖叫声回头看了一下，吓得他装作啥也没看到，赶紧进了房间，溜上床，一鼓作气，动作流畅的堪比武林高手。他要找媳妇儿抱抱压压惊，可吓死他了。发生啥事儿了？不知道啊，我刚听到惊叫声。咱起来看看吧，莫不是贼人才好。好。待两人出来时，叶家其他房的人也出来了，包括叶老头和叶老太。小美，你不好好的在屋里睡觉，咋喜欢趴这里来睡了？老大媳妇，你去扶他一把，真不像话，大半夜的扰人清梦。只见方小美鼻尖2管鼻血往下流，刚才趴在地上的缘故，鼻血把脸糊的是满脸都是啊，这大半夜的看得着实瘆人。表姨母，行了，别说了，你这样子着实瘆人，赶紧的去打水洗把脸睡吧，没事别出来吓人。这大半夜的真是不省心，其他人也回去睡吧，明天还要起来干活呢。第二天大家看见方小美的时候，只见她左边脸上有2条像被抓挠的疤痕，觉得很奇怪呀，摔跤能摔出抓痕来？小美阿姨，你自己抓痒都这么用力吗？把脸都给抓破了。不是，是摔到的。你是不是在梦里摔跤了？梦里也能摔这么严重的吗？小孩子问这么多干嘛？赶紧吃完饭去上学。你看元宝都起得比你早，他一大早就去学本领了。都是昨晚那只该死的老鼠抓的，要是让他抓到那只该死的老鼠，一定把他给红烧了。而此时那只该死的老鼠小粉正在缥缈山上美滋滋地享受着元宝的投喂毒草。小粉昨晚辛苦了，你做得很棒，多吃点。出去了2个月的颖儿终于回来了。主子，元宝姑娘要在家查的那个方小美，不是叶老太的表姐的女儿。她是何人？这个方小美本名叫方玉兰，是方小美的堂姐，嫁给关氏村李员外的儿子李天富为妾。5年无所出，这个李天富平时喜欢虐打妻妾，而这个方玉兰则手脚不干净。他有一次偷了李天富正妻的一双金镯子，被当场抓住，差点被李天富当场打死。后来李天富知道了辣椒酱是叶家所出，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方玉兰的堂妹方小美和叶老太太有亲戚关系，就叫方玉兰假冒方小美来叶家偷辣酱方子，偷不到回去就要把她休妻发卖。查一个这么简单的女人，值得要你花2个月的时间？主子恕罪，查这个女人10天就查完了。属下后来顺手查了一下李天富，发现他到处找人打听京城桃花酒的事情，于是跟踪查了他一段时间，现在饮酒跟在他身边，属下就先回来跟主子汇报了。查出有用线索了吗？回主子，查到了一些眉目。京城那位陪嫁的一个庄子上有一个管事姓刘，这个刘管事和李天富有姻亲关系。那位的爪子伸得太长了，叫营酒盯紧李天富，同时安排人跟紧那个刘管事，必要时。是主子。元宝姑娘那边由您说
还是……他既然是找你帮忙的，就由你去跟他说吧，只说方玉兰的事即可。李天赋后面的事情无需跟他说。是，主子。颖儿说完后，告退出去找元宝了。他出去这么久，元宝姑娘一定对他的办事能力质疑了，他得想个办法挽回一下形象才行。颖儿出来后，直接去叶家找了元宝。颖儿叔叔，你回来啦！元宝姑娘好，颖儿回来迟了，让元宝久等了，请见谅。颖儿叔叔帮元宝的事情有结果了吗？查到了，请元宝姑娘一边说话。颖儿叔叔等一下啊，我去叫我奶奶过来听一听。叶老太听后沉默不已。奶奶，你想怎么处理这个方玉兰？唉，都怪奶奶识人不清，直接赶走就是了。奶奶，这怎能怪您呢？是这个方玉兰心术不正，坏人要坏，又没有在脸上写坏字，是不是？叶老太谢过颖儿之后，并且让大儿媳去新房子那边把叶家男人都叫了回来。方小美，不，应该叫你方玉兰。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这老婆子说？表姨母，您是不是误会啥了？误会？你觉得是我误会？敢假冒他人来我家行骗，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表姨母，您听我说。你还有啥好狡辩的？我都已经知道了，识相的就赶紧滚出我家，要不然咱们就一起去衙门。反正吴县令和咱们桃花村的人挺熟的。不要啊，表姨母，我也是被逼无奈的呀，您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我的难处呢？再说了，从亲戚关系上，我喊您一声表姨母也没错呀。呸！真不要脸！你这不要脸的贱女人，假冒别人还心术不正，整天像个黄鼠狼一样往我们家灶房里钻，谁不知道你那坏心眼呢？真是良心被狗吃了，还到处勾搭人，看见男人像狼见了肉一样，真是女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不，我不回去，表姨母，您就可怜可怜我吧，那个家不能回啊。表姨母，我在您这儿干一辈子活不要钱，行不？我婆婆收留你，给你吃给你住，原来你想着要钱呢。哎呦，你这脸皮简直比我们村口老槐树的树皮还要厚呢。赵玉娘想到她不要脸想要勾搭自家男人的事情，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去柴房拿了方玉兰的包袱扔到她面前。谁知道包袱发出了哐啷的一声响，于是众人眼里出现了一罐破碎了的辣酱。这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家里养了个老鼠呗。老大媳妇儿，老三媳妇儿，把这个不要脸的坏胚子扔出去！陈秀兰和谢小梅真的就一人抬手一人抬脚的把方玉兰给扔了出去。赵玉娘把她沾了辣椒酱的包袱一并给丢出院门外。方玉兰抱着她的包袱看了叶家一眼，恨恨地离开了。至此，方玉兰在叶家的事情算是过去式了，无人再提起她。元宝今天特别的高兴，他到处种的红薯藤终于结红薯了。请你们尝尝我种出来的红薯。元宝妹妹，你的红薯终于种成功了，这都种多久了？1年还是2年？四哥哥，甭管多久，能成功就行。就是啊，坚持就是胜利，这不就种出来了？吃都堵不住你小子的嘴。好吃，真好吃，甜甜的，绵绵的。四哥哥，这个红薯烤了更好吃。爷爷，这个红薯耐收，能当粮食吃，还管饱。元宝种了很多地方才知道，种在旱地、坡地和略带沙的地都可以。我们家要不要多种一些呢？爹，我们村不是有一块带点沙的旱地吗？
大家都嫌弃那地贫瘠，种不出东西来，不如我们家买下来吧。元宝还在师傅那里的一本杂记上看到过，这红薯还能做成好吃的粉条，到时肯定能卖好多钱呢。老头子，我看就听老大的买下来吧。元宝说种，咱就种吧。那块地也不值啥钱，种不成也就费点人工罢了。第二天，叶老头就去跟村长说了要买那块带沙的坡地。我说叶老头，你家这是又要准备干啥呢？那块地人间狗气的，种啥都没有收成，你们还要买下来？买下来给我家元宝玩呗，他喜欢在地里到处种东西。啊，行吧，那块地总共3亩，反正也没人要，你想买就买，别后悔就行。一转眼就到了叶家看好的搬进新房的日子，也是桃花村的大喜事儿。他们桃花村除了几年前建的大宅子，住在本村的人第一次有人建这么大的青砖大瓦房，全村人都往叶家来凑热闹，包括村叔今天都休沐了。叶老头也不吝啬，大方地宴请了全村人来喝喜酒。叶家每个人都有了自己又宽又大的房间，舒舒服服的在新房里香甜入梦。而元宝却兴奋的有点睡不着了，他终于可以在自己家里好好如厕了，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了，终于能自己睡了，终于能自由进入空间了。元宝兴奋的睡不着，就进了空间里，好久都没机会进来看过了。空间里的黑土地上长满了他种的各种青菜、粮食、药材和果树，有个无限存储小屋，随便他囤各种物资也不会变质。他看了一眼池里的灵水，水池里的七彩石依然那么好看，颜色鲜艳夺目。他看着看着有点眼花晕眩，赶紧出去，空间要升级了，小心被吞噬。元宝睁开眼睛，只来得及看了出现在他身旁的小黄一眼，整个人就晕了过去。在晕过去时，他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力量推了出去，随后就失去了意识。元宝，你醒醒，别睡了，日头都升老高了。元宝，醒醒啊，别睡了，该起床了。元宝，醒醒啊，你咋的了？别吓娘啊！孩子他爹，快来呀！闺女发热昏迷了。咋了？咋了？玉娘，你说啥？元宝发热昏迷了。老大去准备马车，我们马上送元宝去镇上找大夫。好端端的，怎么会发热呢？还昏迷了？这是昨晚着凉了才发热呢吧？娘，都怪我不好，昨晚应该要不时过来看看他的，他都没自己睡过，一定是半夜踢被子着凉了。二嫂，你也别太自责了，不至于着凉了还昏迷的，等去看了大夫再说。老二媳妇，先别说这些，赶紧的给元宝收拾几件衣物和小被，说不定路上能用。你说什么？元宝发热昏迷，到底怎么回事？主子，具体何因还未知，但他们已经赶去镇上找大夫了。影一，你骑快马跟着去，如果回春堂的大夫不好好给看病，你就暗中帮一把。是，主子。刘伯，出去跟门房赵伯说一声，元宝家的马车回来，马上抱进来。是，主子，你也别太着急了。元宝姑娘吉人自有天相，她一向运气好，定会逢凶化吉的。说的也是，那丫头运气总是比别人好，定会没事的。叶老二把闺女儿抱回了他和媳妇儿的房间，再也不敢放心让他自己一个人睡了。赵玉娘熬药去了，叶老二又把在医馆里大夫说的话和老爹老娘说了一遍。叶老太听后就守在床边，一步也不肯离去了。他要看到孙女儿醒过来才能安心。
下午，南宫瑞来了，随着他来的刘远手上拿了一堆的补品。他看着元宝睡在床上，安静地闭着眼睛，觉得心里很难受，比他小时候被人抢了心爱的玩具还要难受。天黑了，元宝还是小脸红彤彤的躺着，没醒过来。娘，妹妹什么时候才醒？她睡了那么久，肚子一定饿了。娘，元宝他药都喂不进去呢，这可咋办呢？我们家元宝一定会没事儿的，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做着梦呢，等梦做完了就醒过来了。对，媳妇儿，你就别难过了，你忘了吗？我们闺女时不时的会做一些奇怪的梦呢，她现在一定在做梦。爷娘，你们去休息一下吧，我在这儿守着妹妹，她醒过来的第一时间我就喊你们。傻孩子，你赶紧去睡吧，明天还要去上学呢，娘不累。一盼懂事的带着弟弟们出去了。这一个晚上，叶家无人入眠。娘亲，别哭。元宝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赵玉娘那双红肿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奶奶别难过，元宝醒了。哎呀，元宝醒了！哎呦，终于醒了！大伯娘去给你熬鸡汤米粥去。哎呦，太好了，谢天谢地，元宝终于醒了。三婶回老宅炒辣椒去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啊！大伯这就去给你的葡萄搭架子。三叔去盘账，给元宝买最漂亮的衣裳穿。妹妹终于醒了，我们去上学了。已经不烫了，元宝还有哪儿不舒服？没有哪儿不舒服，奶奶，对不起，都是元宝不好，让大家担心了。那就好，你这都昏迷1天1夜了，可把爷奶吓得够呛。你要有个好歹，我们2个老东西也不活了。好了，孩子没事就好。孙女刚醒过来，咱去菜园摘些新鲜的青菜给她吃吧。刚醒来也不适合吃太过油腻的东西。你这孩子，吓死娘了！都是娘不好，没有照顾好你。闺女别怕，以后你都和爹娘一起睡，爹守着你，就不会再着凉昏迷了。元宝一听要坏事儿了，自己好不容易盼到家里建新房子，一个人才住了1晚就被剥夺了自己1间房的权利，这可不行，要赶紧补救。爹爹，娘亲，你们听我说。爹爹，娘亲，我跟你们说啊，我是在做着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才醒不过来的。元宝啊，别怕，娘明天就带你去盘龙寺拜拜，让盘龙寺的方丈给你做法驱邪，把恶魔赶走，就不会被噩梦缠身了。咱多拜拜，求众神仙保佑你平平安安的。娘亲，元宝没有被恶魔缠身做噩梦，我做的是好梦。闺女，你做的啥子梦啊？这么久都做不完啊？跟爹说说。娘亲，爹爹，元宝梦到自己去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那里有个长得很美很美的姐姐，她说教元宝学本领。那她教你学啥子本领没？教了好多，可是元宝醒来就忘记了，以后想起来再告诉爹爹和娘亲好不好？忘记就算了，不要再去想它，既然不是噩梦，娘就放心了。娘亲最好了。爹就不好吗？爹爹也好，元宝最爱弟弟和娘亲了。傍晚，南宫瑞和长宁都来看元宝。长宁看元宝醒来后活蹦乱跳的，确实没啥事儿，也就放心了，很快就告辞离开。在离去时摸了摸元宝的头，
南宫瑞看朝宁摸元宝脑袋的手，心里莫名的不舒服，真想把他的手给砍下来给喂狗。晚上睡觉时，元宝争取了好久，赵玉娘和叶老二都不同意他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睡觉。元宝，你不跟爹娘睡，要不就跟爷奶睡，好不？等你再长大一些呀，就自己睡，好不？元宝乖啊，咱不哭，自己睡就自己睡吧，奶晚上起来看你，帮你盖被子就是了。爷爷奶奶，爹爹娘亲，你们放心吧，元宝真的没事。下次如果元宝还昏迷不醒的话，你们也不要担心，那肯定是元宝在做梦，跟着仙女姐姐学本领才不醒的。在元宝的大招轰炸下，叶老头和叶老太的护航下，叶老二和赵玉娘很快就放弃了抵抗。元宝最后还是争取到了自己一个房间睡觉。元宝醒来几天后，去了一次师傅那里，跟他说了自己昏迷的事情。师傅，我这是啥情况？您知道不？头儿只管学好本领，快快长大，其他无需担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切，等于没说。元宝离开的时候去看了大白，和大白亲密地待了一会儿，并给他留下一些草莓，然后给师傅留下一些空间水和带来的辣椒酱之后就回去了。往年也是这样的，冬天天气太冷的时候，他师傅就会叫他等到春天回暖时再来，担心他被冷飕飕的风给吹坏了。元宝从师傅那儿回到桃花村，经过老太叔公家的时候，听到好像是老太叔公家里传来一片凄惨的哭声。爷爷，这是发生啥事儿了？他们在哭啥？叶老头看见自家孙女回来了，把她牵到一边。其实他想抱孙女的，但孙女现在大一点了，都不爱让人抱了。元宝，你咋过来了？这是你七叔公家的七叔婆和孙子三牛要不行了，你赶紧回家吧，这里不适合小孩子来。爷爷，为啥七叔婆和三牛哥要不行了？昨天我还看见七叔婆追着去辣椒地那边骂七叔公呢，七叔婆跑得可快了。听说呀，是中午吃了啥子东西，然后就倒下了。吃了东西就不行了？莫不是食物中毒了？爷爷，我不怕的，你忘了我跟师傅学本领了，现在我可是学会把脉了呢，你让我去看看吧，也许我能救人呢。可是已经请河对岸杏花村的楚大夫来看过了，听说没救了。不是每个村里都有大夫的，桃花村就没有。要看病，要么就去镇上，要么就去隔壁村请赤脚大夫。爷爷，万一七叔婆和三牛哥还有救呢？我们先看看，没得救就算了。可以让我看看七叔婆和三牛哥吗？是元宝啊，元宝，你快来看看，你三牛哥还有救不？七叔婆和三牛哥是不是吃了啥东西才会这样的？你七叔婆和三牛是吃了白菜炒木耳之后就变成这样了。木耳是不是泡了很长时间？是的，木耳昨天晚上你七叔婆就拿来泡了，今天炒来吃就出事了。好的，我知道了，这是食物中毒了。七叔公，你让人抱七叔婆和三牛哥进屋里去，他们还没死透。我师傅刚好教过我这个食物中毒的救人法子，我有办法救他们。进到房间后，元宝要求要端来2碗清水和勺子，元宝又要求所有人都出去。元宝，爷爷在这儿陪着你吧，也可以帮你搭把手。爷爷别担心，需要帮忙我会喊您的。师傅说解这个毒
不能让其他人在场看。既然这是你师父的要求，那爷爷就在外面，有事你就喊一声，爷爷马上进来。他相信灵水对这小小的食物中毒应该能解。约10分钟后，元宝看七叔婆和三牛的脸色没那么蜡黄了，有了微弱的呼吸。元宝把2碗清水倒掉，又装了2碗灵泉水放在桌子上，然后打开房门出去。七叔公，这2碗水里加了我师父的独门解药，你把这2碗水分别为七叔婆和三牛哥喝完，然后他们就没事了。元宝，这是真的？他们真的没事了？没事了，要快点喂他们喝水。又过了10分钟左右，床上的2人睁开了眼睛。哎呀，我这是咋的了？我以为我死了，我记得我和三牛都吐血了。老伴儿啊，你这差点就没命了呀！这都多亏元宝救了你和三牛。这是咋回事啊？娘，您和三牛中午……三牛爹巴拉巴拉的跟老娘说了事情的经过。七叔婆听后也是后怕不已，直说元宝是仙女儿转世，要对她跪拜感谢。七叔婆，这可使不得，您是长辈，怎能跪我呢？好好好，七叔婆不跪，不能折了咱元宝的福气。以后元宝有啥需要帮忙的，七叔婆一家人都听元宝的。没一会儿，七叔婆和儿子媳妇儿还有孙子出来了。七婶儿啊，你们到底咋的回事啊？咋会变成这样啊？还差点连命都丢了。将近中午的时候，三牛说饿了，我炒了白菜木耳，想着先陪三牛吃一点儿，谁知吃了之后就感觉头晕，后来呕吐了还拉稀，我以为是吃坏肚子，谁知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还吐血了，然后就不省人事了。七叔婆，您这个木耳是不是昨晚就用热水泡到今天早上的？是啊，天气冷，木耳不好泡开，昨晚我就是用热水提前泡好的。元宝怎的知道？七叔婆，这个木耳不能泡那么久的，用冷水泡半个到1个时辰就可以了，泡久了吃了就会食物中毒。小姑娘，你如何得知这木耳泡久了吃了会食物中毒啊？那是我师父教我的，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俩人是你救活的，你是怎么救活的呀？我看着这俩人都没气儿了。七叔婆和三牛哥还有气，只是他们进入了假死状态而已。元宝继续说，反正说啥都有师傅兜底儿，师傅就是那个最厉害的背锅侠。元宝好厉害啊，这都死了的人也能救活。没死呢，元宝不是说了吗？那是假死状态。哎，元宝真棒。是啊，元宝，以后咱有病可以去找你不？元宝，你以后肯定会成为神医的。元宝啊，你师傅是不是医术很厉害很厉害呀？元宝，你现在可以看诊了吗？我最近啊老是起夜，要不你帮我把把脉。叶武说您老是起夜，那是肾虚。元宝把眼光看向了自己爷爷，叶老头马上接收到孙女儿的意思。谢谢乡亲们对元宝的信任，我家元宝还小，还要继续跟着他师傅学艺的。小元宝就是厉害呀，小小年纪就懂得看病治病了，以后元宝肯定是他们桃花村最厉害的小神医。大家见没啥事儿了，就纷纷的散去回家了。年关越来越近，还有10天就要过年的时候，村叔放了假，孩子们不用去上学了。话说这常夫子来桃花村的这几年，甚少登谁家的门，
今天登门叶家，把家里几个孩子都吓了一跳，以为夫子这是告状来了。常夫子，是不是我家几个臭小子在村署里调皮捣蛋？叶老哥误会了，你家几个孙子在村署里并没有调皮捣蛋。那您这是？老夫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三盼这孩子的事情。他在村署学习一向自觉自律，且悟性较高。老夫是想建议你们啊，让他参加明年2月的童生试。常老弟，这是真的？这自然是真的。你们家三盼和五盼读书较有天分，不过五盼年纪还小一些，可以多等1年再下考场。好样的，没给你老四丢脸。常老弟，谢谢你，都是你教导有方，他们才会学得好的。不必客气，这是应该的。当初要不是你们家元宝啊，老头子我估计都要没命了。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们家呢。常老弟，那我家二盼和四盼读书咋样啊？二盼不喜欢学习，上课经常打瞌睡，他喜欢习武，会在无人的时候自己耍弄一些武功招式。他应该是跟谁学过吧？是啊，他每天天微微亮时就起床去隔壁黎公子家，跟人家的护卫学功夫呢。我们都以为他是一时兴起，也不管他，也就当他自个儿锻炼身体了。没想到他竟然能每天都坚持，还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四盼对算术比较有天分，讲到一些鸡兔同笼的问题时，他反应特别的快，但对学文不太感兴趣。其实叶老哥可以征求一下孩子们的意见，如果真不喜欢去学习的，让他们按自己的喜好去做事，也未尝不可呀。好，谢谢常老弟了，我会问问他们的。行，那老夫就先回去了。过完年后，老夫再给三盼另外多补习一些。常老弟留下来吃过饭再回去吧。不必了，孙子在家等着回去吃呢。你们留步，老夫告辞了。谢谢常夫子的用心栽培，我家三盼就麻烦您了。常夫子，这个是红薯，可以煮来吃，也可以烤着吃，是元宝自己种的哟。还有一些青菜，现在天气冷了，你们没有种青菜，这些给您带回去和常哥哥吃。那就谢谢元宝了，你常哥哥啊一定很高兴。不用谢了，夫子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太辛苦了，我大哥哥送您回去。常夫子没有拒绝，因为他知道即使拒绝了，元宝也会送到村署去的。这小姑娘心善，有点啥都会往村署里送过去，很是照顾他这老头子。一家子用过饭后，叶老头跟大家说了常夫子登门说的事情，家里人都非常高兴。叶老头最后还是听取了常夫子的建议，征询了二盼和四盼对读书的看法。阿姨，我不想去读书浪费时间，夫子一上课我就打瞌睡。就你那点出息，不想读书那说想做啥？阿姨，我想学武，想当大将军。臭小子，你以为想当大将军就能当大将军的吗？大将军是咱家稻田里的鱼，想抓就有的。爹，我总有一天能当上大将军的。妹妹可是说了，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梦想，朝着梦想去努力，就会实现的。躺着都中枪。二哥哥，我听师傅说，当大将军不能光有武功蛮力，也是要读书识字看军报的，还要懂得排兵布阵呢。你妹妹说的对，二盼呐，要不你还是继续读书吧。娘，我又不是都不认识字儿，常夫子那儿我真不想去了，他也不会教排兵布阵这些东西，我可以在家一边帮忙干活，一边跟影一叔学武功。叶老头也不想强迫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四盼，那你呢？
阿爷，我喜欢算数，喜欢跟着爹盘账，但是现在可以边读书边跟着爹学习。行吧，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吧，只要将来你们不后悔，不说家里不让你们念书就行了。不管读不读书，都要好好做人。将来谁要是做出有辱家门的事儿，我就打断谁的狗腿。元宝想上山一趟，猎些猎物过年吃。他好久不去山上逛逛了。闺女，现在天气冷，山上的猎物大多都冬蛰了，我们这时候去猎不到野物的。爹爹，相信我，一定能猎到的。有些野物是不需要冬蛰的，而且趁野物冬蛰时找到它的洞穴，一网打尽不是更好吗？这要去就去吧，听说人家皇帝还经常带着他的大臣去冬猎呢。你们带上家伙，小心一些就是了。对对，元宝说能猎到，就一定能猎到。二叔，明天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去，都去。你们今晚早点睡觉啊，明儿谁起迟了，可就不能怪别人不叫起床啊。元宝很有良心的跑到邻居南宫瑞家里，告诉他明天上山打猎的事情，还问他去不去。南宫瑞当然要去了，元宝这是特意来邀请他呢，怎能不去？翌日，大家都按时起床了，包括武判都没有睡过头觉。家里除了叶老太还有几个媳妇儿留在家里之外，其余人等全部都去，包括叶老头也跟着去了。大伯，这大冷天一大早的那么老多人，哪儿去啊？元宝说要上山去打猎呢。你们四兄弟砍竹子，这是要做啥呀？打算编几个背篓，家里的懒得不好使了。我们也跟着你一起上山吧，多几个人多把手。这大冷天的。叶德文其实是想跟着去看看，每次元宝上山多多少少都会有收获的。元宝已经见惯不怪了，这大冷天的没啥人出来，如果是天好的话，队伍肯定会更加庞大。瑞哥哥，你以前冬天去打过猎吗？去过，以前跟父亲去过。瑞哥哥，我们去那边看看吧，你看那里好像是一个山洞，说不准有猎物在里面冬蛰呢。有腥气味，竹子，里面可能有野物在冬蛰。放烟熏。大家不要靠太近，小心洞穴里面有野兽冲出来伤人。过了没一会儿，一头黑乎乎的体型庞大的猎物从洞里暴躁的出来了。元宝一看，好家伙，好大的一头熊瞎子呀！几个营手上的剑可不是吃素的，每人给了熊瞎子一剑。熊瞎子还没搞清楚要攻击的方向，就一命呜呼了。一众人等怕熊瞎子的血腥味儿引来其他更多的野兽，也不久待，绑了熊瞎子抬着下山去了。在下山时，文武双全四兄弟还打到了2只野鸡，也算有收获了。在野鸡的旁边有2颗蛋，元宝看着不像鸡蛋。四叔，这2颗蛋能不能给元宝？当然可以啊，小元宝喜欢这2颗蛋，那是他们的荣幸。赶紧的拿去。谢谢四叔。叶老头犯难的看向自家孙女儿，这洞穴是元宝发现的，可是这熊瞎子是南宫瑞的手下打的，这猎物归谁呢？元宝当然懂爷爷的意思了。瑞哥哥，这熊瞎子就抬去我家宰杀，听说熊掌很好吃呢。等下山宰了熊瞎子之后，把熊掌送去给赵婶，让赵婶做来给你吃，好不好？好，我们赶紧回去。元宝提的要求，南宫瑞就没有不答应的。德文，回去叫上你爹和村长，还有王老头他们过来。今天咱宰了这熊瞎子，全村每家都能分一点，让大家好过年有肉吃。好嘞，俺这就去。不一会儿的时间，村里的人呼啦啦一下子就到了叶老头的家里。我说叶老哥呀，
这冬天的熊瞎子都被你打到，你家这运气真是好得很啊！哎呀，可真让人羡慕。谁说不是呢？自从元宝出生到现在，他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那可不，我那侄孙女天生气运足，无人能比的。待会儿宰杀好这大熊瞎子，你们把4个熊掌都留出来。元宝说了，要拿过去隔壁邻居黎公子家，其余的把骨头剔除出来，待会儿熬浓汤煮面疙瘩喝。肉咱每家都能分一块，让大家过年都加个菜。得嘞，保管你满意，再提供点你家的辣椒酱吧。没问题，只是也不能贪嘴啊。这辣椒酱好吃归好吃，吃多了那滋味可是会两头受苦的。初一这天，一大早，叶老大作为长子，带着4个儿媳妇儿，还有2个弟弟和弟妹，给爹娘拜年。一盼作为长孙，带着弟弟们和妹妹，给爷奶和爹娘叔婶儿拜年。叶老头和叶老太给了3个儿子每家30两银子，还给每个孙子包了厚厚的红包。爹娘，这是不是给太多了？咱家才建新房子没多久，钱会不会不够用啊？能给你们就表示家里还有余，这都是靠着元宝家里才能有钱赚的，给你们就好好收着吧，自己身边有点钱啊，总是心里会踏实些。叶老头每时每刻都不忘给孙女儿记功劳。谢谢爹娘。陈秀兰真诚地给公公婆婆磕头道谢。谢小梅也很开心，她以前总是为这几个钱斤斤计较，没想到家里赚了钱，公公婆婆能分给她这么多银子，她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几个小的更加开心了，他们第一次过年红包能拿到这么多钱呢，这都是多亏了家里有妹妹，纷纷要把红包里的钱分一半给妹妹。元宝哪里会要哥哥们的钱呢？他自己空间里就有好多南宫瑞卖桃花酒分给他的银票，只是没机会拿出来给家里用罢了。哥哥们自己留着，以后自己有钱想买啥都方便，爷奶他们都给我了，我等一下去隔壁拜年都会有很多红包的，你们信不信？几个盼当然信了，妹妹从小到大都是把隔壁家当成自己家的。元宝吃过中午饭就往隔壁宅子去拜年了。瑞哥哥，你看我有许多红包，我给你一半好不好？哥哥哪能要你的红包呢？来，哥哥给你红包，祝元宝妹妹快高长大。谢谢瑞哥哥，祝瑞哥哥新年快乐，你也要快长大呀。小东西，我可比你大比你高。元宝回到家，打开南宫瑞给的钱袋子，好家伙，都是一些银花生、金叶子。这小哥哥也太大方了，有钱就是任性啊。年初2这天，叶老太给老大和老三媳妇儿准备了丰厚的年礼，让他们带回娘家。老大家的，老三家的，平时咱家里头活多，现在难得回娘家，趁着过年回去看你们爹娘，每人都带上30斤的红薯吧，跟你们娘家人说说这春耕后种红薯的事情，这也算是我们叶家对亲家的一点心意。谢谢爹娘。老三，今年你陪你媳妇儿一起回去，你们俩好好跟小梅她爹说说种红薯这事儿，务必要好好跟亲家公说。是娘，我知道了。谢谢娘。赵玉娘看着大嫂和3弟妹带着自己男人和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娘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姨娘别难过，我们就是你的亲爹娘，你今天就当是回娘家了。是，女儿回来了，拜见爹娘。走了，女婿，来扶着你爹，咱给玉娘做好吃的去。是娘。元宝和哥哥在旁边看着，捂着嘴偷笑不已。爷爷奶奶和爹爹娘亲真是可爱呀。哥哥，
你知道咱外公外婆家的事情吗？不知道呢，爹娘从来都不说外公外婆家的事情的。我只听爹说过，娘嫁给爹之前，外公外婆就已经不在了。哦。待吃过午饭，元宝就拉上哥哥，蹭蹭地跑到爹娘的房间里去了。娘亲，你给我和哥哥讲讲外公外婆的事情好不好？元宝从来没见过外公外婆，听娘亲讲讲也是好的。闺女乖，和你哥哥出去玩吧，别提起你娘的伤心事啊。孩子他爹，无妨，都这么多年了，早就应该要给孩子们讲讲了。娘是云通府新阳县人，当时家乡闹水灾，村子里的房屋都倒塌了，所有东西都被大水冲走，家园尽毁。娘随爹娘兄长逃难到了梧桐县，由于生活流离失所，三餐不继，生活困难。爹娘生病无钱医治后病逝了，娘和兄长失散，失去兄长的依靠庇护，娘生活苦不堪言，靠乞讨为生，寻找兄长。在寻找兄长的过程中被坏人所骗，历尽艰难逃离的时候被你爹所救。之后跟随你爹回来桃花村，由于娘没了爹娘，兄长又找不到，就由你爷奶张罗给我们两人成了亲。娘，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大舅舅。是啊，也不知道他还在世吗？如果在的话，过得怎么样？娘每每想起病逝的爹娘和失散的兄长，都难过不已。娘亲别难过，元宝会找到大舅舅的。你从小运气就比一般孩子好一些，也许真能被你给找到呢。你等会儿，娘去给你拿样东西。赵玉娘说完，就到衣柜里拿了一块布包裹着的东西出来。这是你外婆留给娘的遗物，你大舅舅也见过。若有朝一日真能有幸找到你大舅舅的话，拿出此物，他定会知道是娘亲在找他。娘亲，这既然是外婆留给您的，您收着留个念想吧，我会想办法找到大舅舅的。傻孩子，这迟早要给你的，娘本想着等你及笄再给你的，但今天既然说了你外婆的事，你就留着吧，也许真能有机会找到你大舅舅呢，这样娘亲将来就死而无憾了。好，元宝收着就是，娘亲定长命百岁的，不许你说不吉利的话。好，都是娘亲不对，这大过年的，娘呸掉刚才说的胡话。三盼呐，你是娘的长子，娘把这金簪给了你妹妹，没给你，你会不会不高兴啊？娘，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这金簪本就该给妹妹，我一男子要来做啥呀？而且我也没有妹妹的好运气，我没有不高兴，娘不用担心，妹妹定然能找到大舅舅的。那就好，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这金簪在娘和你外公外婆还有你大舅舅他们逃难最困难的时候都没舍得当掉。你外婆临终的时候跟娘说，一定要保管好这只簪子，无论如何都不能丢失，娘就一直留到现在。娘，您放心，我会保管好这簪子的，一定不会弄丢，还会找大舅舅，让娘亲和大舅舅团聚。谁会弄丢东西不好说，但他绝对不会，而且他的东西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找得到。初三这天，吃完中午饭，元宝又有话说了。爷爷奶奶，2月我哥哥就要去县城考学了，到时候考中了童生，哥哥就要在县城里读书了。咱家是不是在县城买个房子比较方便一些？元宝啊，这在县城买房子老贵了，
3判考中了童生，在县城读书可以住在书院里，咱交食宿费就可以了。奶奶，住书院哪里有住在家里这么舒服自在呢？哥哥住得舒服了，自然就能安心的读书了。常夫子不是说3哥哥和5哥哥都有读书天分吗？将来哥哥们考上秀才、举人啥的，还要去京城读书呢。而且我们在县城买了房子，以后还要在县城做生意的，这样3叔就不用经常跑来跑去的了。元宝想在县城做啥生意啊？做粉条生意啊，到时候咱家做酸辣粉，开个酸辣粉店，保管生意好得很，还能在店里摆上咱家的辣椒酱卖。爹，要不咱就买？爹，要不咱先去看看再决定。元宝说的很有道理，但咱家没这么老多的钱啊。要好多钱嘛，你们等着。元宝说完，蹭蹭的跑了。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干啥，就坐在厅堂里等着。爷爷，把这个卖了，够不够买房子？元宝把脸盆般大的灵芝随意放到桌子上。闺女，这大灵芝，你哪来的？我师父给的呀。元宝又甩锅，他觉得自己都要变成甩锅侠了。元宝，你师父咋的会给你这么大的灵芝啊？师父他老人家又不用，留着也是生虫而已，我还有这个呢。元宝说完，把手伸进衣袖兜里，实则是从空间里拿出了2根人参。元宝，既然是你师父给你的，你就留着给自己吧，攒着留给以后做嫁妆。奶奶，师父既然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决定要卖掉它，买房子。元宝既然决定要卖灵芝买房子，咱等过完年就去县城看看吧，顺便带元宝去县城逛逛花灯节。还有，这县城的房子如果买下来后记在元宝的名下，以后作为他的嫁妆，谁都不许有意见。爹，我们都没有意见的，这本来就是元宝的东西，理应该属他。你们心里有数就行。咱现在住的这个房子都是因为元宝才有钱建的。元宝无语了，他爷爷不放过任何给家人洗脑的机会。很快就到了正月15这一天，叶家一家子起了个大早。今天叶老头带着家人要去县城里看花灯，刘管家知道他们一家子要去县城，一辆马车肯定是坐不下的，回去让人套了一辆马车出来给叶老头。随后又出来了另一辆更大一些的马车，总共就有3辆马车了。刘管家，我们家2辆马车就够了，不用3辆的。是3辆没错，你们家2辆，我家公子1辆。他听说元宝要去县城，也想跟着一块儿去看看热闹。哦，原来如此，那就一起有伴去吧。元宝姑娘，过来和我家主子一起坐1辆马车呀，他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刘远要帮主子把元宝请过来，主子肯定是不想开口的。最后元宝和南宫瑞1辆马车，其他叶家人2辆马车，3辆马车到了县城的时候，已经日上中天了。刘管家带着叶家人去了一处宅子。叶老哥，这处宅子是我家公子的，我看你们带了包袱，是今晚上打算住在县城的吧？那就住在这儿吧，也省得去找客栈了。这可使不得呀，太麻烦你们了。叶老哥客气，咱都这么老熟了。再说了，住客栈哪有住自己的宅子安全？你不为元宝考虑一下？如此，那便多谢刘管家了，今晚就叨扰了。不客气，不客气。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房间，安顿好了，吃过饭，老哥可以带着家人出去熟悉一下。
今晚看花灯才是重头戏。梧桐县1年1度的花灯节确实很热闹，人越来越多了。这会儿人太多，容易走散，大家可不能乱跑啊！元宝看，除了摆灯笼的摊主外，另一边还有一人对打的，胸口碎大石的，吞剑的，五花八门。他被表演吞火球的吸引了。老二，你赶紧跟上元宝，可不能走丢了。可是就在叶老二想上前抱起闺女儿，让她看得更清楚的时候，突然从对面冲出来4、5个人，把他和赵玉娘给撞到了一边儿。元宝看得入迷，最后的反应是他被人捂了鼻子。由于长期喝空间水，药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他没有昏迷过去，但却是动弹不得。他感觉被人家抱着跑，然后远离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市集，就被人套了麻袋扛走了。他被套麻袋了，他居然被套麻袋了耶，好刺激哦！媳妇儿，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快来找闺女儿。闺女，元宝，你在哪儿？元宝，元宝呢？刚才有几个人冲撞出来，元宝一下子就不见了。大家赶紧分头去找，他一定是被人冲散了。元宝，元宝！啊，刚才我好像看见有人抱着一个小姑娘往那边走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谢谢大兄弟，谢谢。我和大哥、二哥还有大盼、二盼往那人指的方向找，你们往另外的方向找，不能全部都同一个方向。万一是坏人掳了元宝的话，会改变不同方向离开的。我的元宝啊，你在哪儿啊？别急，咱再找找，定能找到的。不行就去县衙报官，我们跟吴县令都熟。可是想起了今天是正月15，报官，县衙还没开衙呢。快，3盼4盼，你们跑回去找黎公子，告诉他元宝不见了。他手底下的护卫都武功高强，跟元宝关系又好，定会帮助我们的。3盼4盼听完爷爷的话，啥也没来得及说，赶紧往他们落脚的宅子飞奔而去。鼠子，元宝姑娘不见了。不见了？什么意思？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不见呢？不是让你暗中跟着的吗？属下有罪，请主子责罚。都是属下不好，刚好去方便的那一刻，元宝姑娘就不见了。责罚的事过后再说，现在马上调动明面上能用的人，尽全力去寻找元宝。是，属下马上去安排。尹三，你拿着信物去吴志远家，让他召集衙门的人帮忙一起寻找，告诉他找不回来了，他头顶的乌纱帽就别戴了。是。尹二、尹三离去后不久，3盼4盼就像2头牛一样冲到了南宫瑞的面前。我知道元宝不见的事了，已经派人出去找了，你们别着急，元宝一定会找回来的。3盼4盼对着南宫瑞不停地道谢。你们别客气，她也是我妹妹，走，我们一起出去把妹妹找回来。南宫瑞带着尹一和哥弟俩一起去了刚才元宝失踪的地方。你们别难过，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再说叶大叔他们不是还没有回来吗？也许是已经找对方向了。叶爷爷、叶奶奶年纪大了，经不起这般折腾，你先带着叶奶奶和伯娘婶婶他们先回宅子去休息，一有消息我马上让人通知你们。那就麻烦黎公子了，老头子我谢谢你了。叶爷爷，元宝也是我妹妹，我一定会找回她的。武盼却不肯跟着爷爷回去，他执意要跟着南宫瑞和3盼4盼一起去找妹妹。赵玉娘也不肯回去，叶老太也不肯回，最后就变成了大家继续到各个角落去寻找元宝。而此时的元宝则与叶家众人的难过沮丧完全不一样。元宝此时挺好奇这些掳他的人目的是啥了，他也不害怕，反正他有空间在，大不了躲进空间里暂时不出来。他想搞清楚这些人的目的。大概1刻钟之后，扛着他的人停了下来，并且把麻袋往地上重重的一放，
虽然没有扔，但也疼得元宝差点忍不住尖叫骂人。大哥，人抓来了！打开来看看，有没有被人发现？大哥，放心，我们手脚很快，他们被撞倒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就得手了，没有被发现。行了，干得不错。这药效啥时候过？大哥放心，这迷药可是我跟一个江湖术士花高价买来的，保管能昏迷1天1夜。那也不能大意，绑了手脚丢最里面那间屋里，你们去吃点东西后歇一会儿，再过2个时辰夜更深一些，咱们就把人送走。几人说完后，元宝就被人给绑了手脚，之后被人扛起往里走。听到开门的声音之后，元宝被扛着他的人无情地扔到了地上。这次是真的扔，不像刚才放麻袋那样重重地放下那种疼，是真的疼。要不是地上还铺有些稻草，元宝觉得自己非骨折不可。待到缓过来之后，借着小窗口透进来的月光，元宝开始打量起这间屋子。他看屋子里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东西，就空空如也的屋子。相比之下，真人密室逃脱的屋子比这间小屋富有多了。他盘点了一下空间里平时放的物件，好像有一把匕首，是他觉得好看问师傅要的。当时师傅还担心匕首太锋利，怕他伤到自己。现在这匕首可是发挥大作用了，走到门口拉了一下木门，被从外面反锁住了。大哥，现在城里已经被县令大人下令封城了，外面到处都是县衙的人，我们出不去了。这就一个乡下小孩而已，怎么会惊动县令大人？县衙还没开衙呢。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小姑娘真有大来头，我们是不是惹上大麻烦了？安静等着，现在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风声过去，我们再想办法出城。把所有的灯火都熄灭了，不许随意说话。之后安静了下来，元宝再也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了。他又等待了小半个时辰，估计那些坏人已经睡觉了。元宝只能把门锁处的木头一点一点地割下来，把门缝割大一点，才能把锁割掉。门是木头做的，由于匕首锋利，他很快就割出了一个口子。他来回不停地割着，手都麻木了，也脱皮了，火辣辣的疼，但他不能放弃。他努力了有1刻钟左右，那把锁终于被他给割开了，他的手也被磨出了血。幸好空间里有师傅给的药，他拿出药粉倒了一些在手上出血的地方，手心马上传来一阵清凉，血也快速止住了。这药效杠杠的，下次问师傅要多一点。元宝处理好自己手上的伤口后，悄悄地走出了屋子。后院有一道围墙围着，围墙不算很高，如果是成年人的话，爬上去不是问题。但对于元宝一个小屁孩来说，实在是高不可攀，他攀爬不上去。他抬头看到围墙上出现了一颗脑袋，他深更半夜的见到阿飘了。可是晃了晃头，想了想，那阿飘的脑袋怎么这么像瑞哥哥呢？抬头往围墙上看，真的是瑞哥哥，影衣轻轻一跃，就从围墙外面进来了。元宝感叹，有轻功就是了不起呀。影衣抱着元宝又轻轻一跃，人就已经到了围墙外面。元宝，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坏人有没有打你？伤到哪儿了？快告诉哥哥。瑞哥哥别担心，我没有受伤，坏人以为我昏迷了，又没有打我。没事就好，咱们赶紧回去，你爹娘他们都快要疯了。啊，我们快点回去。影衣，你留下来把事情处理好，我要结果。在回去的过程中，南宫瑞拉着元宝的手，才知道他手受伤了，紧张的他执意要背着元宝走，不让元宝自己走路了。瑞哥哥，我受伤的是手，脚没受伤。脚没受伤也不行，这折腾了大半夜的，你一定又累又饿了。乖，
哥哥背你回去。主子，要不让我背着元宝姑娘回去吧？尹三纯属是怕累到主子才这么说的，况且他一个大男人在，哪能要大孩子背小孩子呢？谁知道好心办坏事的他被南宫瑞狠狠地刮了一个白眼儿。尹三觉得背后嗖嗖发凉，完了，他没眼力劲儿啊，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属下。元宝这大半个晚上又是割木割锁又是爬墙的，其实体力已经严重消耗了，这一趴到南宫瑞的背上，没多久就睡着了。南宫瑞背着元宝往住处走回去，感受着小小的人儿在他背后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他觉得自己背上背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宝物。一众人陆续回到宅子里，都去看了元宝一眼之后，又悄悄地退出来去洗睡了。太晚了，元宝睡得正香呢，不能吵醒他，有话都留到明天再说。第二天，娘亲别哭，元宝这不是好好的没事吗？元宝啊，除了手还有哪里受伤了？快给娘检查一下。爹爹，娘亲，我真的没事，这些青青紫紫的伤痕都是摔出来的，过几天就好了。闺女，告诉爹，那些坏人有没有打你啊？爹爹，他们没有打我，不过他们把我装在麻袋里扛走了。手上的伤痕是我用匕首割锁时弄出来的，身上那些青一块紫一块的，是我爬墙逃跑的时候摔的。叶老头和叶老太等人都陆续来看了元宝。叶老太看到元宝受伤的小手，抱着人又哭了一顿。元宝无奈，只好不停地安慰着这爱哭的小老太太。南宫瑞最夸张了，命人端来了一大堆元宝平时爱吃的，说要让元宝补身子，还要多吃一点压惊。多吃一点能压惊的吗？结果就变成了一家人在一起吃完那堆食物，包括南宫瑞在内。元宝可没放过他，硬是要他一起陪着吃。下午叶老头等人出去打听灵芝的价格时，都不让他跟着去了，怕他又被坏人盯上。他们一致认为昨天元宝是被人拐子给掳走的，还好得离公子所救，把坏人赶跑了。主子，审出来了。说，那4个人是清兴府清淮县雷公山上的匪徒，受人收买来掳元宝姑娘的。受何人所收买？关石村李天富。是他，胆子倒是挺肥。营酒人呢？营酒传消息回来说，跟着一个人去了京城。为何不汇报？主子恕罪，属下是今早收到的消息。算了，那4个人呢？还关押在那处废宅里，派人看着了。吴县令并不知此事，把人给秘密处理了，人头丢到雷公山上，带人端掉土匪窝。是，遵命。还有，问清楚那几人，凡是把元宝迷晕的，拿麻袋套元宝的，把元宝丢地上的人，都通通把手剁掉。那个李天富如何处理？派人去盯着他，暂时不动，看他后续有什么动作。是。如果元宝问起那些人的动向，就说他们顽强抵抗，最后受伤逃跑了。是。元宝睡饱吃好，开开心心的在后花园里扑蝴蝶，丝毫不知道南宫瑞处理的这些事情。赵玉娘看着女儿这跑来跑去的快活小身影，有恍然如梦的感觉。我感觉昨晚发生的事情不是真实的，好像是梦里发生的一样。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以后希望咱们闺女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长大就好，其他都没有要求。我也是这么想的。以后等她长大了，给她找个平凡好相处的人家，夫妻和睦的过一辈子就可以了。赵玉娘希望女儿以后能像她一样幸运，不被婆家搓磨。殊不知他们的女儿降生到这世道一遭，这辈子注定是不平凡的。下午叶老头带着2个儿子红光满面的回来了，
他实在是太开心了。刚才出去，经由刘管家介绍，去了县里最大的宝济堂。那朵大灵芝，周掌柜说是1000年灵芝，给了3000两银子的价格呢。这下别说在县城买1处房子了，就是买2处也是够的。他回来和几个儿子商量，决定先回桃花村，过几天再过来慢慢看铺子。一行人全部上了车之后，马车哒哒的往桃花村的方向而去。在马车到了离官道较偏僻的小道时，马车停了下来。主子，路上有个昏倒的女人挡住了去路，下去看看，小心有诈。是。主子，人还有气，但确实是昏过去了。瑞哥哥，我想下车去看看。好，我跟你一起下去。元宝给他把了脉。瑞哥哥，他是饿晕的。给地上的女人嘴里倒了一些水。过了一会儿，女人悠悠转醒过来。小姑娘，是你救了我，谢谢你了。娘，给他拿点吃的。赵玉娘从车上拿了个白面馒头给那女人吃。女人接过馒头，狼吞虎咽了起来。谢谢姑娘，谢谢姑娘，你真是个善良可爱的小姑娘啊。姨姨，你是谁？家住哪？为啥会饿晕在这儿？我叫叶湘云，江南人士，因家中遭奸人所害，故而流离失所，辗转来到这儿，身上银钱全部花光了，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未果。叶湘云，江南，失散的儿子。南宫瑞目光复杂地看着元宝，这小屁孩救人都能救一家子的。瑞哥哥，他好可怜哦，连儿子都不见了，我们帮帮他好不好？好，元宝说帮就帮。其实元宝也不是谁都帮的，主要是空间里的小黄要他多积累福泽，最重要的是他看着女人的眼神澄清，不像坏人。你跟我们走吧，要知道你的命是眼前的小姑娘救的，她叫元宝，记住了，他日不奢望你报答救命之恩，但切莫恩将仇报。是，谢谢公子，谢谢小姐的救命之恩，我将没齿难忘。您一块起来，咱不兴这一套，不需要跪。就这样，叶湘云跟着元宝一起回了桃花村。元宝一大早就被饿醒了。哦，他想起来了，昨晚自己在瑞哥哥的马车上睡着了，没吃晚饭，难怪会这么饿呀。他起来洗漱后，跑到了一进的大厨房里去找吃的。姨姨早。元宝姑娘早，厨房有做好的早点，有包子和小米粥。元宝昨晚没吃晚饭呢，饿了吧？赶紧去吃点儿。谢谢云姨，早饭都是你做的吗？你起得真早，做完早饭又洗衣裳，会不会太辛苦了？不会的，这比云姨之前乞讨的时候好了不知多少倍呢。有屋子住，又有饭吃，都是元宝姑娘善良救了云姨，做这点活辛苦啥呢？元宝只负责把人救回来，后面的事情他没想多管。吃完早饭，人就蹭蹭蹭的往隔壁大宅子跑去了。瑞哥哥，你蹲马步累不累？我师傅让我蹲半个时辰，我就受不了了。习惯就好了，你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才练不出轻功来的。你师傅一定让你不上山的时候天天在家练习吐纳气息吧？你有练吗？天天像个小猪一样睡到日上3竿。元宝觉得眼前这个小哥哥一点儿也不可爱了，好像师傅附体哦。我师傅让我修炼丹田之气，可我总是找不到丹田在哪里，我没有气。南宫瑞都要被他给气笑了，这小人儿对于不想做的事情总是很多借口的。难道你不想练好轻功吗？也不指望你其他功夫能有多厉害，起码把轻功练好啊，遇事时逃跑都能快一些，这不是保命招数之一吗？还有，你反思一下，这次你被歹人掳走，连这么矮的墙你都爬不上来，是不是很没用？
如果有轻功的话，轻轻一跃就能逃掉了。瑞哥哥说的好有道理啊！我这就回院子努力练气去，我慢慢感悟就能有气了的。元宝说完，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他在这儿可是有专属小院落的。等南宫瑞蹲完马步，擦了把汗，换好衣裳，去到元宝的院子时，以为会看到一个努力的小身影呢。谁知道他进了院子的时候，小身影是看到了，却是看到一个在秋千上的小身影，正在一边晒太阳，一边悠然自得地喂小粉吃草莓。阳光照在一人一兔身上，映衬的小小的人儿温暖柔和。南宫瑞一时看呆了。瑞哥哥，进来吃草莓，你在门口发什么呆呀？南宫瑞走过去秋千后面，轻轻地推动秋千，秋千随着南宫瑞的力量荡了起来。瑞哥哥，用力推高一点。随着南宫瑞手上加力，秋千荡得越来越高。元宝抱着小粉，咯咯的笑声响遍了整个院子。南宫瑞看着开心的元宝，训斥的话说不出口了。算了，他高兴就好，练不练习的以后再说吧。正月20这一天，叶家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哟，叶老太太，你们家都住这么老大的新房子了呀？恭喜恭喜呀！今天呐，有好事儿上门呢。这喜从何来？所谓的好事是指啥？我今天来呢，主要是给你们家一盼说亲的。中午，叶老头和大盼等人回来吃饭的时候，叶老太当着一盼的面儿和叶老头还有叶老大说了灵媒婆上门的事情。一盼，你对这门亲事咋想的？那葛财主家的姑娘除了跛脚外，其他都不错。奶，我都是个大小伙子了，扭扭捏捏的干啥呢？咋想的就咋说。一盼，你跟娘说说，你是不是有了意中人，不喜欢这个葛财主家的闺女儿？娘，我不想娶葛财主家的闺女，我喜欢杨柳村村长家的闺女。大哥哥这个闷骚男可以呀，一开口就是王炸。不是，儿子，你说你是啥时候见过人家杨柳村村长家的闺女了？爹咋不知道呢？就是去杨柳村收辣椒的时候。那人家姑娘可喜欢你啊？她知道你喜欢她吗？她对我也是喜欢的，我们还说过话了。元宝真是要给大哥哥竖大拇指了，撩妹高手啊！看上了人家村长家的女儿，还能主动去跟人家说话。娘，这事儿您觉得咋样啊？人家会不会看不上咱家呀？有啥看得上看不上的？咱家也不差。既然一盼喜欢，人家姑娘自己也合心意，咱就先找人去杨柳村探探杨村长家的口风，看啥情况再说，总不能等人家自动上门吧。好，就听娘的。大哥哥，你呢就带上2罐辣酱，找个合适的机会送到杨柳村村长家去，让人家认认脸也好啊。也许这样就不用派人去探口风，人家村长说不定就看上你了。元宝，你这哪来的歪主意啊？二哥哥，这怎么能叫歪主意呢？总得让人家长辈先看到大哥哥，知道大哥哥这个人的存在吧，这叫刷脸刷存在感，懂不？二盼挠了挠头，不懂。一盼却觉得妹妹说的有道理极了，他是应该要找个机会去先跟自己的心上人通通气儿，让他心里有个准备，到时也能跟他爹娘说说他自己的想法。时间一转眼就到了2月份，春回大地，天气也慢慢回暖，元宝开始恢复天天去师傅那儿报道的日子。我说徒儿啊，你过了个年啥都没长，光长肉了呀。你看你手背上的肉和你的名字一样了。师傅，您老人家咋能这么说呢？就是长肉，那也是我的肉，
是我爷奶爹娘好不容易喂养出来的，不容易吗我？所以呀，为师教你凝神入气穴，你是凝肉入身体。这回家过年是一天都没练呢。师傅，我有练的，我按您教的口诀练习，一手丹田，灵气在心，一来一试。那请问乖徒弟，你这现在是在干嘛呢？师傅，我是在根据您老人家教的练气方法跳自己发明的西瓜舞。你这奇怪的西瓜舞和为师教你的丹田练气法有啥关系啊？这个小徒弟总是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学啥都快，记性也好，就是教他武功让他有挫败感。看看，单单教这练气都教好几个月了，愣是一点进步也没有，气呀！师傅，您不是说气血就是丹田吗？为师是这么说，可这和你的西瓜舞又有啥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了。虽然元宝还没有领悟到师傅所说的丹田之气在哪，也没让气走到泥丸涌泉的位置，但这个西瓜舞也和师傅说的呼吸吐纳密不可分哦。有吗？有的有的，师傅，我练一遍给您看看好不好？好，你练，为师倒要看看你自创的西瓜舞是啥样的，可不许忽悠师傅哦。徒儿不敢，师傅您看好了。元宝认真的把西瓜舞跳了一遍给师傅看，而且是边跳边念口诀。一个西瓜圆圆又大大。元宝做完了整套西瓜舞，最后做收势动作。师傅，这就是我过年在家自创的西瓜舞，您看和练气有关系吗？他可是把前世跟爷奶奶学的24式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打了一遍，想让师傅以后也一起练习，这能健身又养生，对师傅来说最好不过了。你这逆徒，要把你师傅撵跑还要拍死，可真是大逆不道啊！可是笑着笑着他笑不出来了，从头到尾认真的回忆了小徒弟的西瓜舞，越想越惊奇，整个人有石化的趋势。师傅，你咋的了？乖徒儿，你再跳一遍西瓜舞给为师看好不好？好的呀，师傅。元宝说完又开始认真的做起来，不过这次他不念口诀了，因为觉得有点蠢。白素贞一边看一边跟着元宝做动作，学了一遍，白素贞就把整个24式学会了，并且在第3遍自己练的时候把形和意融会贯通在了一起。练第4遍的时候，他从中找到了帮助徒儿快速掌握气沉丹田的呼吸吐纳方法。练第5遍的时候，他摸到了形随意走意随形生的门槛儿。好啦，乖徒儿，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为师从你的西瓜舞中悟出了让你快速掌握凝神入气穴之法，待师傅再琢磨琢磨，然后再授予你。好的呀，师傅真厉害。师傅，我明天能不能带瑞哥哥来？徒儿上次答应了要带他去看大白的。你想带便带吧，他也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了，不爱。谢谢师傅，师傅明天见，我回去了。元宝跟师傅挥了挥手，招来小白就回了桃花村。他直接回了大宅子去找南宫瑞。瑞哥哥，还记得以前你在我师傅那治腿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等你腿好了之后，就带你去见我一个好朋友的事情吗？记得，我一直都记得，还以为你忘了。没忘记着呢。你要带我去见谁？明天我带你去见了你就知道了。
明天早上瑞哥哥早点起床，我和小白来接你。我每天都起得比你早，也不知是谁每天都睡得像个小猪似的。今早肯定也是你娘叫醒你的吧？元宝朝着南宫瑞做了个鬼脸，略了几声之后就回家去了。南宫瑞看着元宝离去的背影，却觉得他莫名的可爱，看着他蹦蹦跳跳离去的小身影，不知不觉的露出了笑容。刘远在一边看的是老怀欣慰呀，只有元宝姑娘才能让主子露出真心的笑容。元宝回到家里，元宝走了走，不对，好像刚才在大宅子的时候，刘伯说了今天赵婶儿有做酱肘子。于是元宝又蹭蹭的跑回了隔壁家吃酱肘子去了，他可喜欢吃了。瑞哥哥早啊，你带了啥呢？带2坛桃花酒，你师父喜欢。影衣目送2个孩子像仙童玉女似的就这么飞走了。既然现在不需随护，他就去指点2叛的武功招数。2人到了缥缈山，元宝看到师父正在打太极拳。拜见白老前辈。白素贞挥挥手让他免礼，倒是对他带来的桃花酒挺满意的。待到元宝做完早课后，和师父说了一声，就带着南宫瑞出去了。元宝，你要带我去见谁呀？瑞哥哥别急，你们很快就会见面了的。元宝吹了一声和召唤小白不一样的哨声，然后就找了块比较平坦的石头坐了下来，从小挎包里拿出了一个碟子和一把草莓，老神在在的邀请南宫瑞吃草莓。南宫瑞觉得很奇怪，他看元宝每次都能从小包包里拿出不同的东西来，似乎那个包包是个百宝囊一样。可是他看着那个小挎包也没有多大呀，为什么呢？不过他也没有多问，元宝想告诉他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的。过了1刻钟左右，从茂密的树林深处走出了一头白金巨虎。南宫瑞一把拉起坐在石头上不动的元宝，着急地说：元宝，我们快跑，大老虎会吃掉我们的。瑞哥哥别怕，大白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会伤害我们的。元宝可不会躲在南宫瑞的身后，他走了出来，径直向巨虎走过去。元宝，快回来！元宝没理会南宫瑞，走到巨虎面前，从小挎包里掏出一把草莓喂给巨虎吃。巨虎低下了他高傲的虎头，把元宝手心的草莓一口全部吃掉了。大白，好久不见，你有没有想我呀？大白用大虎头亲昵地蹭了蹭元宝。我就知道你会想我的，所以我就来看你了，还带了我的一个哥哥一起来看你。走吧，我介绍你们互相认识一下。元宝走到南宫瑞的面前，和大白并排站在一起。瑞哥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好朋友，他叫大白。大白，这位是我的瑞哥哥，你们也做好朋友好不好？只见大白高傲地把虎头扭向了一边，不看南宫瑞一眼。大白，不可以没有礼貌哦。元宝对大白就像对人那样说话，丝毫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就好像这大白天生就应该能听懂元宝说的话一样。然而南宫瑞却觉得这一人一虎虽然反差巨大，却没有一丝违和感。大白，你这样会没朋友的，你把头转过来，咱们好好说话。大白，你再这样，以后我可就不理你了。大白终于有了反应，把大虎头转了过来，看了南宫瑞一眼。元宝在心里乐了，原来这傲娇虎也会怕他生气呢。大白，上去跟瑞哥哥打个招呼吧，不许吓到瑞哥哥，不然我会生气的。南宫瑞还是有些许紧张，但南宫瑞相信元宝，他相信元宝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带他来见大白的。所以南宫瑞朝大白勇敢地伸出了手，他低头像对待元宝一样蹭了蹭南宫瑞的手。南宫瑞摸了摸大白的大虎头，就这样南宫瑞得到了大白的认可，
两人骑着大白，慢慢的回到了缥缈峰顶。白素贞见状，打翻了心里的老陈醋，觉得这2个小破孩是专门来气她的。她要驾鹤西归，她的仙鹤呀，什么时候她才能像小徒儿一样做一回空中飞人呢？再过3天，三盼就要去县城考试了，这是叶家的大事。元宝特意问过南宫瑞关于这个时代考试的事情。第一场县试要考5天，这5天吃喝睡都是在自己的专属房号里，不能随意离开，就是要去茅房都要答完卷，时间到了，等考官收走卷子后才能去。考试中途是不允许私自离开的。2月份考试，如果不发生倒春寒还好，遇上倒春寒的话，有些身体弱一些的考生都是被抬出考场的。元宝听完南宫瑞的话，觉得这古代考试也不容易呀，想他当年高考都没这么要紧呢。三盼要提前去县城，正式考试是明天开始。叶家希望三盼提前1天去县城，不至于明天耽误考试的时间。哥哥，元宝祝你考试顺利，考神附体，考的都会，答的全对。谢谢妹妹。哥哥，我和娘还有云姨昨天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耐收又保管的食物，都在爹爹拿着那个大包袱里面了。我跟你说，这个干面已经炸熟了，你用开水冲泡一会儿就可以吃了，再配上这个肉干。元宝小嘴巴喋喋不休地跟哥哥介绍着他昨天和娘还有云姨努力做出来的食物。三盼看着妹妹像个小老太似的，不停地哇啦哇啦地说着，丝毫没有不耐烦，都笑眯眯地一一应下了。哥哥，我还听瑞哥哥说，考试的房间号是抽签的，祝你抽到好签，离茅厕远远的。还有，这是我从师傅那讨来的膏药，擦了一点就能神清气爽一整天，还能驱蚊虫鼠蚁，可好使了，你带着。哥哥，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县城考试吧？不行，元宝还是在桃花村安全。元宝知道上次自己被掳的事情吓到家里人了，算了，让时间慢慢的把这件事情淡忘吧。元宝又从小挎包里掏出了一把钥匙，递给自家老爹。爹爹，这把钥匙是瑞哥哥给的，他说让你们住到上次咱们住的那间宅子里，里面啥都有，比住在铺子里方便。好的，爹知道了。替爹爹谢谢你，瑞哥哥啊。三盼在众人殷殷期盼的目光中，和爹娘离开了桃花村，去拼自己的前程了。他在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好好努力，读书考科举，将来出人头地，给妹妹撑腰，做妹妹的靠山。他叶正清的妹妹，他来护。元宝正在自家后院里种药材，后院很大，除了菜园种菜和种葡萄之外，叶老二特意辟了一块地给他种药材。元宝，前屋里有人来找你，是村里的狗蛋儿带来的。来了，云姨，是谁来找我呀？云姨不认识，你阿奶说不是村里的人，听说呀是来求你帮看病的。你阿奶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如果你不想见，她打发走就是。去看看吧，万一刚好是我会看的病呢，就帮帮她好了。元宝妹妹，这2人是我在村口的时候看见的，说要找你看病，我就带过来了。谢谢狗蛋哥哥。我是对面杏花村的人，姓何啊，这是我娘。今天是求上门来找冤枉姑娘看病的。何大叔好，我还是个孩子，不会帮人看病的，您还是带婆婆去镇上看看吧。元宝姑娘，我们已经去过镇上了，看不好才来找你的，你就行行好，帮我娘看看吧。那何大叔说说婆婆的病情我听听，但我也不一定能治啊。哎，好，谢谢元宝姑娘。我娘年前感染了一场风寒，刚开始以为不要紧，找了我们村的赤脚大夫给开了一点药，但吃了10多天都不见好转。
后来我就带我娘去镇上找大夫看，镇上的大夫也给开了药，吃了20天，没有任何的起色，反而更严重了。后来就停了药，但我娘的咳症一直没有好转，拖到现在，咳的呀是夜不能寐。后来是听了我们村楚大夫说了，可以来找元宝姑娘试试，这不，我们就赶紧过来了。何大叔，那个楚大夫是怎么跟您说的呢？他跟我说，桃花村的元宝姑娘虽然是个孩子，但死人都能给救活，可厉害了。让我过来找你呢。我先给大娘把脉吧。元宝为老婆婆把脉，静静地沉思了一会儿，把完左手又换右手。大家都不敢出声，怕影响她诊脉。婆婆这是邪清奏理，脉多浮，兼寒多缓，兼热多数。元宝姑娘，我娘这咳症能不能治啊？你娘是不是咳嗽时会伴随头痛，常觉得身体沉重，或有如重物束缚，有时还会关节疼痛？对，小姑娘，就是如你所说的这般。折腾的老婆子我常常都睡不了觉，你可真是厉害呀。这镇上的大夫都说不了你那么准啊！老婆子的病还有得治吗？应该能治的吧。婆婆您这是风寒后的多外寒症，寒邪寒湿均有，之前一直吃药不好，可能是大夫只当成寒邪在表或寒湿在表其中一样来治，我没见过大夫给您开的药方，也不确定。元宝姑娘，那你能不能给我娘开药试试啊？何大叔，如果您放心的话，我先给大娘试着开个药方，你去镇上先抓2副药，煎了给婆婆试试，吃了有好转，再过来给我看看。好的，谢谢元宝姑娘。不用客气，我不是大夫，不能保证药到病除的呀。元宝姑娘请放心，就是治不好，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老婆子不会怪你的。中年大叔拿了药方，和老娘再次谢过元宝后就走了。狗蛋儿也走了，他要去告诉桃花村的人，元宝妹妹好厉害呀，都会给人看诊治病了。第2天下午，杏花村那对母子又上门来了。元宝姑娘，我和我娘又来了。何大叔请进来坐，婆婆好点了吗？元宝姑娘，昨天我带了您开的药方到镇上抓了2副药回来，熬了给我娘服用。昨晚啊，她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是啊，元宝姑娘，老婆子好久没能好好睡过了呢。服了你开的药，整个身子都松乏了很多。元宝却没想到，自己的小试牛刀却成了今后自己成为小神医的垫脚石。叶老二夫妇和儿子三盼从县城里回来了。爹，您是不知道，三盼的考试啊是真不容易啊。听说考完了5场试下来，有些考生出了考场就晕过去了。还有三盼他运气还是挺好的，抽房号的时候没有抽到茅厕旁边，放榜的时候听说有2人抽到茅厕旁边的房号，被臭味熏得都发挥失常了，结果就没考好，榜上无名呢。娘，我跟您说，有些没考好的考生在放榜的时候看到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当场就嚎啕大哭了呢。有些年纪比我大多的都有人去考试的，真不明白那些人是咋想的，那么老大一把年纪了还去考童生，有啥意思啊？行了，人家年纪大就不能去考童生吗？谁不想读书科举改换门庭啊？你别说了，三盼，来给阿爷说说考试时候的事情。叶老二伤心地转身抱闺女儿要安慰，他被老爹嫌弃了。叶家众人听完了叶老二和三盼的话，皆都唏嘘不已。
寒门子弟要出个读书人来光耀门楣，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啊！爷爷，哥哥这次去考试，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就会病倒了。谁说不是呢？还好他在家除了读书之外，有空也经常帮忙干活，要不就要受苦喽。武盼呐，你明年也要下场，除了读书，回家一定要多帮阿奶多干活呀。爷爷奶奶，我师父教了我一个健身养生的西瓜舞，他说坚持每天都跳，不但能让身体健康，还能延年益寿呢。您看，我师父都100多岁了，我师父还说可以让我教大家。那可真是太好了。元宝啊，你师父教的这个啥健身西瓜舞，他难学不？爷爷年纪这么大了，能学会吗？爷爷不难的，我师父他老人家年纪比您大老多了，他都能跳，您肯定也能的。哎，元宝，那适合奶跳不？奶奶，那当然合适了。我师父说了，这个西瓜舞不管男女老少都能学，学会了经常练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行，元宝，你就教我们跳西瓜舞吧，我们全家都学。你们都要好好学啊，别给我丢人了。学不好，别说是咱家元宝教的。于是从第2天开始，叶家人每天起床洗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全体集合在一起学习跳西瓜舞。爷爷，咱家在县城的铺子就卖这个卤肉咋样？元宝，这肉你是咋弄出来的？真是香得很啊！爹，我看香，这太好吃了，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去，你就知道吃，今晚吃的最多的就是你。爹啊，好像你也吃的不比我少呀，看你嘴角还有油渍呢。哎呀，但是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老爹恼怒成羞，又拿鞋底板抽我。其他人觉得咋样啊？都说说。老头子你也别问了，有啥好说的？你不就看看元宝要做的事儿哪件不成的，就这么着吧。老太太有眼光。其他人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全票通过了。可是咱家的铺子叫啥名字？总得有个名字吧？还要请人做块牌匾呢。大家纷纷给出主意。叶老头最直接，叶家卤肉铺。爷爷，您这名字好是好，但这么多叶姓人家没啥特别之处啊。爹，要不叫味真好卤肉铺咋样？味真好，味道真好的意思。不错，你们继续想。最后大家都想了很多，闻香来、香肉铺、知味客、聚福来、真味轩等，就连叶老太都起了个叫元记卤肉铺的名字。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元宝的元，一看就是元宝的铺子。奶奶，您多读几次这个铺子的名字，看有啥不对劲不？阿姨、阿奶，我知道妹妹说的是啥不对劲儿了。是啥？你快说啊！爹，你把元记重复多念几遍就知道了。元记，婆子，这名字确实不妥，咱换一个。咋的不妥呀？老婆子啊，你想，元记不就和老和尚的圆寂同音吗？元寂，元寂，这铺子名字多不吉利呀。和尚死了叫元寂，那咱的铺子叫元寂的话，不是还没开张就完蛋吗？那可不能叫这个了，赶紧的换其他的。那叫啥呀？大家又不约而同的把目光全部看向了元宝。元宝表示压力山大呀。其实他想了2个，鲁当家或寻香记。家里学问最好的3盼哥哥综合了妹妹取的这2个名字，叫做鲁香记。于是
叶家的铺子就这么定了下来。元宝只负责给卤肉的配方，就没他啥事儿了。在叶家人忙得脚不沾地儿的时候，元宝终于摸到了师傅根据西瓜舞悟出来的，说能让他快速学会凝气入穴的法子了。刚开始，元宝还是体会不到师傅说的方法。你这笨脑袋咋想的啊？师傅，我尽力放松自己，按照您教的法子去练了的。可是我的丹田就是凝聚不来气。师傅，我太难了。为师让你吸气，一吸到底了吗？是有人赶你去上吊了，要赶你多吸点气存着，还是怎么的？为师让你吐气，吐到自己都没气去了吗？啊？为师咋说的？你给我重复说一遍。这破孩子干啥都行，就这学武没半点天赋。元宝则觉得师傅再这么气下去，真的要原地爆炸了。于是元宝大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几下，念出了一首诗来安慰师傅。师傅，你别生气，气死自己谁人替？为了徒儿而生气，想想其实又何必？徒儿错了真该批，师傅量大腾天地，别生气，越活越久不出奇。白素贞都要被这搞怪的小徒弟气笑了，被他这么一打岔，自己生的气就莫名其妙地消了。白素贞也不跟小徒儿生气了，自己收着徒弟，跪着也要教会。行了，你自己去那边的大岩石练习上下跳跃，不准一口气用劲来跳，也不准跳完后没气，做不到，今天不准下山。白素贞对着小徒弟发布了3不准后，就回了小木屋打坐去了，不听不看不气。石头大哥，行好，请赐予我力气，让我凝气入穴吧。元宝很努力地对着大石头上蹿下跳，配合师傅教的方法和口诀跳来跳去。元宝感觉自己此时在跳大石头，就像神婆在跳大神一样，口中还念念有词：闪跳为吸，发力为呼，吸为提，呼为下。跳了2刻钟，他感觉力气不够了，停下来长长吸了一口气。就是这一口气，让他突然感觉肚子有一股热流注入。元宝就地打坐，按照刚才那种感觉去调整自己的身心和呼吸。约1刻钟后，他回了小木屋，跟师傅说感受。以后每天继续坚持练习，你已经找对感觉和方向了，假以时日，定能达到身轻如燕之境界。谢谢师傅的谆谆教导之恩，如此徒儿可下山否？可。爷爷奶奶，咱家卤肉生意咋样啊？元宝啊，今天咱家铺子第1天开张，等我们准备好了开张之后，都没啥人来，人家也不知道咱是卖啥的，只知是新开了一家铺子。后来还是你4哥脑子灵活，他让你大伯呀切了一盘薄薄的小小的卤肉，带着你2哥跑到东大街人最多的地方去吆喝了一番，还说给肉试吃不要钱。后来看着来了不少人，反正啊，今天卤的肉全都卖完了。是啊，元宝，三叔也没想到，这小子虽然不想读书科考，但脑袋还不算太笨。四盼摸了摸脑袋，和元宝互看了一眼，心照不宣地笑了。他哪能想到免费试吃这一招啊？是昨晚元宝告诉他的。快算算，今天咱挣了多少钱？不去成本，净赚8两银子。每天8两，1个月下来就几百两了。这在普通人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了。爷爷，我们家以后要长久做这门生意的，可以在县里找固定卖猪肉的人合作，以市价低一点的价格买他的猪肉，这样也能省一些本钱。叶老头觉得孙女说的有道理。
老二，你明天去走走这件事儿。叶家在县城的铺子算是成功开起来了，后续元宝就不管了，他还是个孩子，只负责挖坑，至于其他事情自有大人操心。一天天忙碌的日子过着，一眨眼，桃花山上的桃花又开了，村民们又准备去山上捡桃花了。湘云，你明天也去桃花山上捡桃花吧，捡整朵的，洗干净处理好，送去隔壁宅子，也能得一些钱呢。好，我听玉娘的。叶湘云拿着一个篮子去了桃花山上，她一边捡桃花，一边欣赏着这漫山遍野美不胜收的景色，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桃花林。长宁啊，今年的蜂蜜收集的还可以吧？啥时候收好了，赶紧给元宝送去哦，这孩子可喜欢喝蜂蜜了。胖婶，今年天气不错，蜂蜜还可以，现在正是蜜蜂采蜜的季节，等多一些自然会给元宝送去的。行，你忙你的去吧，胖婶啊去那边捡桃花了。叶湘云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整个人都惊呆了，这是他日夜思念了好几年的声音呢。娘，我的儿啊！母子俩离开了桃花山，找了一处平坦且无人打扰的地方坐下，互相诉说了分开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母子俩一起回的叶家。待叶家一家人吃完了饭后，叶湘云拉着长宁，对着叶老头和叶老太跪了下来。叶老爷子和老夫人，湘云有话要对你们说。哎呦，你这孩子这干啥呀？哎呦，咋还跪下了？快起来！姨娘，快把湘云扶起来！叶老太看叶湘云这阵势，被吓了一跳。叶家其他人也都不明所以的看着地上跪着的两个人，这是发生啥事儿了？咋就需要下跪了？元宝也觉得好奇，拿了个小马扎坐在了叶老太旁边，准备当吃瓜群众。我们是江南株洲人士，我本名就叫叶湘云，这个是我儿子，但却不叫长宁，他的本名叫苏玉宁，在你们村教书的长夫子叫常云红，他不是宁儿的亲爷爷，宁儿的祖父就是我公公，我们家是江南株洲首富，公公亦是苏家的家主，当年有恩于常云红，常云红读书时得到宁儿祖父的资助，直到他考上了秀才后不愿再读，说要报答宁儿祖父的知遇之恩，宁儿祖父便把他安排在宁儿他爹，也就是我相公身边帮助管账。后来公公的堂兄苏维谋夺家产，使计陷害我公公贩卖私盐，致使我公公和我相公双双被捕下狱，后来证据不足没被问斩，可是我们也逃出来几年没有回去了，现在真不知道情况咋样了。当时我怕儿子遭了苏维那老东西的毒手，拼死带着宁儿逃出了苏家，找到常云红，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带着宁儿离开江南，离开苏家，方可保命。为了不轻易被人找到，我与儿子分开两路走，可苏维想斩草除根，派了2拨人追杀我们。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我们母子俩也是今天在桃花山上遇见了，才能够得以相认的。没想到我们母子兜兜转转，最后都辗转来到了桃花村，而且还都是元宝所救。元宝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呐。听完了叶湘云的讲述，感觉像看了一部精彩的宅斗剧。你们不得把这事儿往外说出半分，以免惹来祸事。湘云多谢叶家收留的大恩大德，我们也并不是不知好歹之人，原本不想把此事说出来的，是湘云不厚道了，但此仇不借助外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报啊，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求元宝姑娘帮帮忙吧。元宝坐直小身板，眨了眨无辜的大眼睛，他还是个孩子呀，
能帮什么忙呢？那你们接下来可有何打算啊？我们就是普通的农家之人，可没本事帮你们报仇啊。叶老爷子误会了，我们选择说出来，一是不想继续隐瞒下去，二是想沾点元宝的福运，三是希望元宝姑娘能从中说情，让隔壁黎公子帮助。湘云看他的手下身手都不错，应当是有背景之人。哦，明白了，原来人家想借助的外力是隔壁家的熊掌，不是他们叶家的鸡肋。叶湘云说完，就把目光看向了元宝，叶家众人也看着元宝。元宝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来了。你们都看着元宝做啥？他还是个孩子呢，帮不了啥忙。走，哥娘，也带你回房睡觉去。爹，别这样，让元宝跟云姨说几句话，要不今晚云姨该睡不着觉了。就说2句，不能说多。好，就2句，咱不多说。云姨别担心，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元宝说完2句话，就真的不再说了。爹爹娘亲，我们走吧。妹妹，还有哥哥呀，等等哥哥。爷爷奶奶再见，大家明天见。我们回自己房间去了。一家4口就这么走了。元宝回到自己的房间，则有点睡不着了。没想到云姨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难怪总是见他眉间有一股淡淡的忧伤，原来是家中遭遇如此大的变故。自己到底要不要帮他跟瑞哥哥说呢？会不会给自家和瑞哥哥带来麻烦？早上，元宝起床和家人一起跳完西瓜舞之后，就和小白一起去了缥缈山。师傅昨天给他布置了功课，要他去找一种是虫不是虫，是草不是草的药材。大白，你知不知道一种是虫不是虫，是草不是草的黄金草药材呢？大白无辜地看着元宝，好似没听懂元宝的话。大白，你就带我在这附近逛逛吧，来了几次都没好好逛过这一片山林。这回大白听懂了，驮着元宝慢慢地向深山里走去。大白，这是你家吗？你要带我去你家，对吗？元宝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啊，梦到自己来到了蓬莱仙境。大白，也许我们能在这里找到师傅说的是虫不是虫，是草不是草的黄金草了。元宝一边慢悠悠地找，一边碎碎念：是虫不是虫，是草不是草，是念着念着，脑袋灵光乍现，师傅真是个坏老头子，叫他这个时候来找这个东西，怎么找得着嘛？走了一小会儿，拐过一个弯后，黄金草没有，黄金树倒是发现了一棵。这黄金树根深蒂固的，元宝无法将它移进空间里，只得摘了些果实种进空间里，看能不能发芽长出黄金树来。元宝看天色应该是中午了，再不回去师傅该担心了。他又看了一眼湖中央的那个小岛，不知道小岛上有什么呢，好想去看看啊，只能下次了。大白，谢谢你带我来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回去吧。元宝这次有认真的认路了，但走着走着，他觉得自己又迷失方向了。大白把元宝送回缥缈峰顶上就走了，依然是看都不看白老头一眼。师傅，元宝回来了。徒儿可找着为师交代你的药材？师傅，没找到呢，我慢慢找，时间到了就会找到的。白素贞听了小徒弟的话，不厚道的笑了，嗯了一声，又继续小酌起来。元宝还不想告诉师傅自己找到了黄金树的事情，谁让师傅忽悠他呢？
而且说了怕刺激到师傅他老人家。那处地方是他和大白的秘密基地。元宝和师傅告辞后，招来小白回家去了。瑞哥哥，你写的字越来越好看了。你确定你懂得看？瑞哥哥，我当然能看懂啊，你小看我了不是？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好看法？你看这字，笔画大气流畅，瑞哥哥在写的时候应当是一气呵成。南宫瑞觉得甚是欣慰，教了他那么多年练习写字儿，终于评价出来的不再是烧火棍加扁担之类的了。瑞哥哥，我有一事想和你说，但又担心连累到你，很是纠结。你在我这儿向来是想说就说，毫无遮拦的，什么时候见你纠结过？别装了，是说就是。人家真的是有点小纠结呢，哪有装？你说吧，我会自己做判断。元宝看了南宫瑞一会儿，于是把叶湘云的事情叽里呱啦像倒豆子似的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瑞哥哥，你看这事儿咋办？会有危险吗？不能说没有危险，要具体彻查的话，肯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事情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那就算了吧，咱们是小孩子，管不来这些大人的事。元宝想到了南宫瑞自小就来桃花村，他自己身上应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自身都理不清呢，还是不把别的麻烦引上身为好。你回去跟你的云姨说，等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让人帮他查的，但他们自己不可轻举妄动，以免连累他人。好，谢谢瑞哥哥。谢什么谢呀？走吧，今天赵婶做了你前几天说的糖醋排骨，去试试看和你说的味道是不是一样的。两人快乐地吃着赵婶特意按照元宝说的方法做出来的糖醋排骨。元宝满足地啃着酸酸甜甜的排骨，真好吃啊，特别怀念的味道。可是啃着啃着悲剧了，元宝只感觉咔嚓的一声响，门牙崩了，血水还顺着正在啃着的排骨流了出来。来人，快来人！影衣在门外听到主子着急的喊声，拔了剑冲进来，一看原来是元宝嘴巴流血了，吓死他了，还以为是何方高人在他眼皮子底下隐身进来了呢。主子，元宝姑娘这是咋了？咋了？咋了？一看原来是元宝嘴巴流血了呀，吓死他了。元宝捂住嘴巴，无辜地看着南宫瑞，他好像吓到他了。主子，元宝姑娘这应该是要换牙了，别急，您之前也换过的，处理一下就好了。刘远去找来棉布清水，帮元宝处理了脱落的牙齿。元宝啊，换牙期间不吃过硬的食物，以后长出新牙就漂漂亮亮的啦。知道了，谢谢六伯伯。刚开始换一颗牙齿，元宝不觉得有什么，很正常。但随着他上下门牙4颗牙齿都脱落的时候，他觉得事情很严重，很大单，因为他讲话严重漏风啊，弄得他都快要自闭了，话都不想讲了。每个孩子都要换牙的。元宝换牙了，也是最漂亮的。妹妹，没事的，你换牙吃不了好吃的，二哥帮你吃。家里每个人都安慰元宝，也被叶老头勒令过，谁都不许笑话元宝，否则呀，烧火棍伺候。家里没人笑话他，村里也没有人笑话他，但有一个人不但笑话他，还天天笑话他，而且爷爷的烧火棍打不到他。师傅，你再烧，我以后就不帮你拨糖酒了。乖徒儿，我是你师傅，不是你媳妇儿，记住，别喊错啊，会笑掉大牙的。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即便不笑，
大牙都会掉的。他这段时间真是太开心了，这小徒儿换牙真好玩啊！他有多久没见过掉齿小儿了？很久很久了，久到他都忘了小孩子换牙这么的有趣。师傅，你太不讲武德了！为师又不跟你比武，要讲啥武德呢？元宝回家不理师傅了。桃花村忙碌过了春耕，要开始准备大量种植辣椒了。谁呀？这一大早的，别把我家大门给敲坏了！这是干啥呀？大清早的上我家干架来了？老哥别关门！哪能啊！我这不是带着大家伙儿来帮你家种地来了吗？帮我家种地？种啥地呀？我怎的不知道？大哥，你忘了？过年前咱不是说好了吗？忙完春耕来帮你家先种完辣椒，然后一起学习种红薯啊！对呀，村长昨天跟我们说了，你们家今天开始种辣椒，这不我们就来了。你们先进来等会儿，等我跳完西瓜舞就和你们一起下地。可恶啊！二盼都带着大家跳到白鹤展翅了，往常都是他叶老头在前面带跳的。叶老头，你们家这是在干啥呀？咋一家人都像魔怔似的做着奇怪的动作？去，你家才魔怔了呢，狗嘴吐不出象牙来。那你们这是干啥呀？这是我孙女的师傅教给她的西瓜舞，每天都坚持练习，能保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呢。听说元宝的师傅100多岁了呢。是啊，难道就是跳这个西瓜舞才能那么老长寿的？我看就是，要不哪能活那么老久啊？比太叔公厉害多了。老哥，这个西瓜舞我们能一起学不？咋不能啊？就这样，桃花村全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在桃花村练习跳西瓜舞，这成了桃花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哥哥，你为啥不高兴啊？说出来，让元宝高兴高兴呗。你这没良心的小东西，鹅不高兴，梨就高兴了。那你为啥不高兴呀？你都教村民们学跳西瓜舞了，怎的没想到要教我？不是我教的，是二哥哥教的。你二哥哥也是你教会的。那就明天开始我教你学。第二天，元宝不只教南宫瑞学，还让大宅子里的人都一起学。桃花村的春季很热闹，全村掀起一股健身风潮。二盼很是用心地教着村里的男女老少，他真的按爷爷说的，把村民们当成自己手下的兵在带。桃花村忙完春种后，时间来到了4月份，三盼准备要去府城考府试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元宝悄悄地给了爹娘3张100两的银票。这夫妻俩哪儿见过这么多钱啊？均是被吓着了，直追问他这么老多钱哪儿来的。元宝只好说是上次卖灵芝奶奶悄悄给他的，让他不能说。其实元宝想多给一些的，但怕吓着爹娘。在叶老二等人出发的第2天，元宝照例去师傅那儿学习。他现在讲话不漏风了，师傅笑话不了他了。可是等他从师傅那儿回来后，却在桃花村的大槐树下发现了一个倒在地上的老头。元宝给他把了脉，随手从小挎包里摸出一颗糖，塞进了老人的嘴里。老人不多时就睁开了眼睛。老爷，我来救你了！老爷，小的找人来救您了，您怎么自己醒了？我怎么就不能醒了？你这是希望我醒不过来吗？老爷，都是小的这张笨嘴不会说话，该打。多谢小姑娘的赠糖之恩。不用谢了，举手之劳。老爷爷，您来我们桃花村干啥呀？而且还发病了。
老人家，我是来寻人的。平常这也不是啥大毛病，只要发病时吃颗糖就好了。但我把糖给落在来时请的马车上了。我们在这里下车的时候，车夫赶着马车走了，刚好这就发病了。还好遇见了小姑娘。老人家，你来我们桃花村这是要寻谁呀？受人所托，来寻一个孩子。他很小的时候就来了你们桃花村。老人家呀，你要寻的人就在救你的小姑娘家隔壁，你跟着他去就能找到。元宝无语了，村里人就是淳朴，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都还没问清楚呢，就啥都给人家说了。那就有劳小姑娘带路了。老爷爷，跟我走吧。老人家，您是真的来寻人的吗？从何而来？真的，从京城而来。别骗小孩子哦，不然你会很倒霉的。怎么会呢？你看我也不像骗子吧？就是这里了，你们自己进去吧，我走了。如果真是来寻瑞哥哥的，最后肯定能进去；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最终不但进不去，也许还会被影衣给团灭。元宝说完，三蹦两跳的人就不见了。他自从会凝气入穴之后，轻功是有一点进步了。5天后，叶老二再次满面春风的带着儿子回到桃花村。阿姨，阿奶，我考中童生了。老哥，恭喜啊！三盘真是太争气了，给你们叶家祖宗争光了，也给我们桃花村争光了。是啊，三盘就是我们村的未来秀才老爷。叶家真是有福气，钱越赚越多，这都在县城开起铺子了。谁说不是呢？不但日子越过越好，现在家里啊还出了个读书人。你们羡慕不来，因为叶家有元宝这个元气满满、福气满满，外加运气满满的福宝在呀。是啊，就是有元宝，元宝真棒。你们不是在说着我三哥哥中童生的事吗？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今儿晚了，明天咱家办酒席，大家都来吃饭，记得来早点帮忙啊。顿时一阵欢呼声响起。自从元宝出生后，他们来叶老头家吃酒席的次数最多了。妹妹，咋了？二哥哥，我看你今晚魂不守舍的，这是发生何事了？妹妹能帮到你吗？妹妹，二哥这次去府城的时候，听人说了一个消息，听说顾宁府的兰城在征兵，这次征兵都归于镇北大将军麾下。听说这个镇北大将军是我们南胜国最厉害的将军，二哥想去投军。二哥哥，你真想去的话，那你知道从桃花村到固定府兰城需要多久时间？还有人家征兵时间多久，年龄需要多大，这些你都清楚吗？妹妹，哥哥在云林府这几天都找人打听过了，15至25岁的人皆可应征，征兵时长为1个月。从咱们桃花村到兰城骑马的话，大概需要20天，这都过去5天了，二哥着急嘛。二哥哥，如果你真的很想去的话，我支持你，但是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遇事要冷静，多动脑，不要冲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活着回来。二哥一定会活着回来的，二哥还要等着妹妹长大，给妹妹送嫁。那这样，明天等咱家办完三哥哥的庆贺酒席之后，你晚上……元宝给二哥悄悄密谋起来。二盼看着妹妹离开的背影和塞在他手上的500两银票，经常被阿爷的烧火棍和老爹的铁砂掌伺候都没有哭过的他，此时
自己捂着嘴儿，偷偷哭得像个小孩子。叶家持续热闹了一整天，元宝却在师傅那儿薅了不少羊毛回来，有保命的丹药，有风寒感冒的药丸，有毒药、解药、迷魂药等等，气得白素贞胡子都要翘起来了。你这败家徒，知道为师的丹药一瓶难求吗？师傅，丹药放着不用会过期的，过期就没用了，那就不叫丹药，叫废药了。还歪理一堆，你药不会自己炼制吗？师傅呀，我就是不会炼制才找您要的，您忘了吗？是您说要等我会了轻功之后才教我炼药的，我这不是轻功才刚达到入门级别吗？徒儿啊，你不懂为师的苦心，为师是担心你会炼药了，万一炼了毒药，没及时炼出解药，有轻功了也好及时跑来找师傅求救，不是？师傅您又忘了，我来找您不需要跑的，都是小白带我来的。下个月就教你炼药，再不回去，你到家就只能洗碗了。师傅，这是不可能的啦！叶家在热闹中结束一天。子时中夜，一个黑色的身影背着一个包袱，悄悄地打开叶家大门，又悄悄地关上，身影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第二天，二他爹，不好了，二盼不见了，只留下这一张纸，你快给看看上面写的啥呀？你说啥？二盼好好的，怎会不见？他房间没人，只有这个。爹娘，三弟，二盼不见了，在他房间发现了这个，你快帮看看上面写的啥。爹，大哥，二盼的刘叔出走了。刘叔出走了？啥意思？他哪儿去？二盼他去投军了。这个不孝子啊，咋就去投军了呢？人家躲避都还来不及呢，他就要去送人头，这可咋办呢？他走路应该走不了多远的，我们现在去追，应该还能追回来。他爹，那快点去把儿子追回来呀！你们追不上的，他应该是提前有预谋的，难怪昨天早上他一定要跟我去镇上采买。我去买肉的时候，他说想去车马行转转，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去买马了。可是买一匹马不得几十两银子，他哪来那么多的银子？爹，我们没给过他钱呢，他身上就没有超过1两银子的。赵玉娘听后却若有所思地看了自己闺女一眼，元宝装作没看见的东张西望。我想起来了，在府城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大堂吃饭，有个住客说在啥地方有人征兵，之后二盼就老是出去转悠，估计是打听这事儿。就让他去吧，他一直心心念念要当大将军，我让他出去闯荡一番，他哪会甘心一辈子屈居在这小小的村子中啊？元宝去大宅子找南宫瑞去了。瑞哥哥，你这里有没有关于介绍咱们南圣国的书，借我看看？你要看那书做甚？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的国家呀，作为南圣国的子民，哪能一无所知呢？没啥好了解的，不过是一个不咋样的国家罢了。这小哥哥对自己的国家还挺没信心的呀，他觉得还好吧。我就是想看，你到底有还是没有嘛？在书柜第2排第3本，想看自己拿。水哥哥，这镇北大将军是不是很厉害呀？很厉害。据说这镇北大将军战无不胜，每次出战都会让敌国闻风丧胆，有他镇守着兰城，北辰国的人才不敢来犯。在一旁拿着一本书的贾向明，也就是来找南宫瑞的那老人家。元宝姑娘，怎的对镇北大将军
如此好奇？贾爷爷，您有所不知，我家二哥可去兰城投军了，他说要投到镇北大将军的麾下，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镇北大将军是南盛国的顶梁柱，13岁就跟随父亲上战场杀敌，后来他父亲战死沙场，他便继承了父业，10几年来一直镇守兰城，守护南盛国的百姓安宁。啊，那确实挺厉害的。元宝听完就放心了，二哥哥投到这么厉害的将军麾下，应该也会有一番作为的吧。元宝很久没有进他的空间里看一看了，他以为自己进错地方了，可揉了揉眼看过去，是他的空间没错呀。小黄，小黄，你在哪？你快出来！何事大呼小叫？小黄，你长大了呢。不随空间而长。小黄，这里是怎么回事？升级这么厉害的吗？这儿哪叫厉害，这只是初步升级。你积累的福泽用完了，要多努力积累福泽。福泽在哪里能看到？你自己用意念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小事情还要叫我，真麻烦。小黄说完，傲娇的游走了。小黄，你等等别走，这水池又是怎么回事？自己感知。元宝找不到答案，只好自己去探索了。这是自己的空间，总之没有危险就是了。他觉得随着他积累的福泽越来越多，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他的。这样想着，元宝就出了空间。今天元宝从师傅那回来，吃完午饭后，叶向云给元宝拿出了2块帕子。云姨，你这绣的桃花就像桃花树上还没摘下来的桃花一样好看，而且两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云姨可真是心灵手巧。这元宝小嘴巴真会说话呀，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这是双面绣，在我家乡很出名的。我听说皇宫里摆的屏风，还有各宫娘娘用的扇子、帕子等等，都是双面绣的呢。元宝听他这样说，想起了南宫瑞书房那块屏风，好像就是双面绣着一样的图案。难道瑞哥哥是皇宫里的人吗？那至少得是个皇子级别的吧。元宝想不想学呀？云姨教你。元宝，既然你云姨这样说，你就跟她学吧，学点女工也好，将来自己的贴身小衣服也可以自己缝制。元宝啊，娘也觉得你应该要学一下女工，将来不至于连缝个帕子都要求人呐。元宝很想对奶奶和娘亲说，是可以买的，可以买的，有钱就行。但想了想，还是不说了。其实呢，他自己也有一点心动想学。好吧，我跟着云姨学，但是元宝手很笨的，学不会，云姨可不要嫌弃我。你这孩子哪会笨呢？咱元宝可聪明着呢。就这样，元宝除了去师傅那儿学习半天之外，下午又多了一门功课，学刺绣。他更忙碌了，收割完庄稼，就到了收红薯了。等收完红薯，葡萄就成熟了。元宝决定在葡萄成熟之前，先研究出番薯粉条来，到时候好做酸辣粉用。郑哥，你们家种这么老多的红薯，能吃得完吗？是啊，叶老头，我也想问呢，你家今年种的比去年还多，这是要种来卖，还是做啥呢？可不是嘛，我家元宝说要做啥酸辣粉放在铺子里卖，所以今年啊就多种了一些。那我们种出来的红薯，你们家收不收？收啊，咋的不收啊？元宝还说了，让你们尽管种，到时候啊带你们发一笔小财。咱们元宝就是好呀，啥都想到咱们父老乡亲。
对呀，咱元宝就是上天派来我们桃花村的小仙女。可不是嘛，跟你们说，没有元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个光棍呢。咱元宝可是把你的懒症给治好了。深夜，一袋红薯随着一封密信往京城方向而去。陶爱卿，感觉这红薯味道如何？回皇上的话，这红薯味道甚好，入口既甜又绵。你可知这红薯的产量？臣鲁钝不知。亩产1800斤。皇上，您这新吃食哪来的这么高的产量？要是全国推广来种的话，那我们国家就再也没有人会挨饿肚子了。是桃花村的一个小姑娘种出来的。皇上，这不会又是桃花村的元宝小姑娘种出来的吧？正是。这孩子年纪小小，真是了不起呀。皇上，那我们可以让梧桐县先种植，再慢慢在各个地方推广开来。爱卿和朕想到一处去了，但不能白要人家小姑娘的红薯种。爱卿有什么好建议？皇上，要不咱花钱买吧？小姑娘功劳不小，这花钱买就完事了。皇上，既然这推广种植红薯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之前又有稻田养鱼的功劳在前，要不给他赏赐吧，再给他封个乡主的封号，他也确实当得。爱卿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皇上，臣有一事请求，请皇上恩准。爱卿所求何事啊？臣求皇上恩准，臣想亲自去桃花村走一趟，看看这神奇的桃花村，还有元宝小姑娘。桃花村距离京城甚远，爱卿年事已高，受不得这一路奔波辛苦，让传旨公公走一趟即可。是，谢皇上体恤，臣告退。皇上啊皇上，臣才48岁，比你还年轻2岁，这叫年事已高吗？高吗？您就是不想让臣去，这是赤裸裸的嫉妒。陶伯游离开后，顺景帝还在计划着如何能够金蝉脱壳，不让那些牛鬼蛇神知道，悄咪咪的去桃花村一趟。云姨，这个洗干净的红薯先用石臼捣成泥。奶奶，您去找干净的细纱布过来，沥着捣出来的红薯泥。娘亲，你进行第2遍过滤。奶奶，这些过滤出来的渣渣还可以拿去喂猪。我们家上个月不是抓有5头猪回来吗？元宝，这些过滤出来的水能做出你说的粉条？奶奶，我们等这些水先沉淀1晚上，明天一准能成。我在师傅那本杂记上看到的就是这样干的。叶老太看着费了50斤红薯才得来的这么5斤红薯粉，哎呦，元宝，这也太耗红薯了吧！奶奶，咱们一定可以翻倍赚回来的。你想，现在的米镇上卖10文钱1斤，这红薯拿去卖的话，肯定不能和米一样的价格吧？最多能卖3文钱1斤。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种植，就更不值钱了。咱们加工做成粉条的话，50斤红薯做成5斤粉条，1斤能煮5碗粉，5斤就能煮25碗，每碗粉卖20文。奶奶您算算哪样更赚钱？阿奶，50斤红薯按3文钱1斤来卖，只能卖150文钱。25碗粉按20文1碗卖的话，能卖500文。今天只是做出粉而已，还要明天做出粉条，配了料煮出来，才算是真正做好。明天给大家尝尝，就知道值不值了。到了第2天，爷爷奶奶采样，这酸辣粉好吃不？能卖钱不？好吃，味道好极了。奶觉得一定能赚到钱。
元宝说的准没错。这下咱们家的卤肉更加不够卖了。我闺女就是能干。对，妹妹就是太厉害了。元宝，咱这酸辣粉加了卤肉进去，是不是要定价高一些？我们不加卤肉的卖20文一碗，加了卤肉的卖25文一碗，咋样？我看可以，就这么定吧。咱啥时候开始做这酸辣粉去卖呀？是不是还要多租一个铺面啊？爹，铺面不成问题，就在卤香记旁边多盘一个铺面就可以了。爷爷奶奶，我们如果要做这酸辣粉长期卖的话，要建个作坊，还要招工人，老宅肯定不够用的。现在都变成辣椒酱专用作坊了，一口也吃不成个大胖子。咱慢慢来吧，先把作坊建起来，后面继续招村里的人来做工。如果村里不够人了，咱再打算。顺哥，赶紧的！县令大人带着这位从京城来的李公公、李大人，说要来你家宣读圣旨呢。村长，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会是来我家宣读圣旨呢？这位就是叶老爷子吧？没错，咱家就是来给你家元宝姑娘宣旨的。见过李公公，见过县令大人，草民失礼了，请进。你可是叫元宝？回伯伯的话，我叫叶圆圆，小名叫元宝。果然是个机灵可爱的小姑娘。叶家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叶家女元宝因种出，实乃为利国利民之福，今赏赐黄金100两，特封为永福乡主，钦此。叶家人听得两眼发懵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又是赏赐又是封乡主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元宝姑娘，接旨吧。谢谢伯伯，伯伯辛苦了。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伯伯不辛苦，大家都起来吧。这是皇上特意赏给元宝姑娘的。叶老爷子，你们家的红薯除了留够自家种的之外，其余的就让吴县令在梧桐县推广开来种。皇上说了，以后要全国推广的，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啊！你家孙女真厉害。是，谢过皇上的赏赐，皇上圣明，草民自当遵从圣意。李公公办完了该办的事情，也就不多留了，当即告辞离去。叶老头塞了一个钱袋给李公公，李公公也没有推辞，笑眯眯地放进了衣袖兜里。李公公和吴县令离开后，叶家又再一次热闹起来。天哪，咱元宝居然被皇上封为乡主了！皇上居然知道咱元宝，还知道元宝种出了红薯。皇上还知道咱们桃花村，我是桃花村人，我太骄傲了。我要告诉我家7大姑8大姨知道。我也要回娘家去跟我表舅的姨的妹说说。叶老头，圣哥。叶叔，干啥？叫啥叫啊？叫魂呢？白白酒庆庆贺！去，现在就去。家里昨天老二去山上啊，刚打了一头狍子回来，赶紧去抬桌子椅子，埋灶做饭去。就知道你们想的是吃。村民们懵了，元宝昨天啥时候和一老二上的山呢？他们咋不知道呢？又错失跟元宝上山的机会了。村民们收拾好离去后，一家人围着圣旨看了起来。没办法，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圣旨，第一次知道圣旨长这样的。轻点儿，摸坏了可是要被砍头的。吓得刚好轮到一盼摸的手缩了回来。那我还是不摸了，看看就行，万一摸坏了可咋办？大哥哥不怕，
圣旨哪有那么容易坏的？你就大胆的摸吧。一盼听了妹妹的话，妹妹说的准没错，哪有那么容易坏呀？定是阿爷吓他的。于是又大胆的摸了摸圣旨。一家人看完圣旨，元宝让爹爹打开了3箱赏赐的东西。众人只见打开的箱子里有绫罗绸缎、珠宝首饰。奶奶，这金子您收着。元宝，这金子是皇上赏给你的，你自己收着就行。奶奶，您就拿着吧，皇上赏赐给了我，就是我的东西了，我想给谁那就给谁。好，既然元宝给奶了，奶做主，每家分一个金锭子，其他的奶帮你留着，以后给你做嫁妆压箱底，好不好？好，一切都听奶奶做主。赵玉娘拿着金锭子没多大感觉，总归这都是自己闺女的东西，她拿着也是帮她收起来而已。想着上次闺女给自己的300两，都还有200多两没花呢，她如今也是不缺钱的人了。陈秀兰看着手上的金锭子，感觉自己真好命啊，嫁到了这么好的婆家，大儿子可以风风光光的娶媳妇儿办酒席了。谢小梅则感触更深一些，这要是搁以前的自己，不定眼红成啥样子了。自从她吃了教训改变自己之后，反而比以前斤斤计较的时候得到的更多。再回想到以前的自己，感觉自己以前就不是个人，是个人都不会干这么蠢的事儿。这么好的婆家上哪儿找去呀？还好她没陷太深就被侄女儿给拯救了，这都是托了侄女的福啊。元宝把金锭子给了奶奶之后，又从那些布匹里挑选了一些合适的分给各家，就连叶湘云都有。叶湘云拒绝不要。云姨，您要帮玉娘哥哥做衣裳啊？他都多久没有穿您做的衣裳了？而且您教我刺绣，我都没有送过啥给您呢。湘云呐，你就收下吧，这也是元宝的一番心意呀。谢谢元宝。元宝挑了一个金镯子递给一盼。大哥哥，这是我给未来嫂嫂的礼物。谢谢妹妹。桃花村的村民们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开荒大业，元宝却喜滋滋地在后院汗如雨下地挥舞着他的小铲子。元宝看着自己挖出来的一串串红薯，这些红薯证实了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成功了。元宝发现只要施肥能跟上，春季和夏季种下的红薯收获时间相差不到1个月，这样1年就能种2次红薯，这就大大提高了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其实这里粮食不够吃的原因是因为每年只种1稻，按这里的气候条件，元宝认为可以种植2稻的。后来问了叶老头才知道，种2稻田里肥料跟不上，出不了产量，要让稻田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元宝把他的新发现跟家里人说了，叶老头一拍大腿，我孙女就是聪明，咱家明年就按这个法子种，刚好家里养猪了，那些猪屎也可以用来做肥料，一举两得。后来南宫瑞听元宝跟他分享了这件事情之后，一封800里加急的密信又往京城皇宫而去。南宫昊天收到密信时，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桃花村来见见这个自己亲封的香主元宝姑娘。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孩子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气，能种出1年2茬的红薯？自己要不要派人去保护他呀？会不会有坏人打他的主意？这个是个福宝宝啊！叶家办完了一盼的人生大事没多久，县令大人再次来到了叶家。叶老爷子可好啊，我又来你们家了。县令大人请坐。您这是下乡视察农事来了？可是离春耕还远着呢。本官这次来是来给叶老爷子道喜来了。县令大人，这喜从何来呀？吴志远笑呵呵的从衣袖兜里掏出了一纸地契，递给叶老头。叶老头不懂看呢，
他大字儿不识几个，连忙递给在一旁作陪的叶老三。爹，这是平西田庄的地契，写的是咱家元宝的名字。县令大人，这是咋回事啊？叶老爷子，你们家皇恩浩荡啊！这是皇上来信，指定把这附近最大最好的庄子赏给你们家元宝呢，感谢他种出1年2茬的红薯来。叶老爷子，这元宝不在家吗？怎的没见到他呢？他皮得很，在村子里到处去玩的，这会儿不知道在谁家里呢。叶老爷子，这样啊，以后元宝再种出啥新鲜玩意儿，或者有啥想法了，您能不能派人去县城里跟我说说？我想多关心关心农事呢，县衙里忙，我又不能天天下乡来。吴志远觉得他再不多花点心思在元宝身上，下一次他头上的乌纱帽真的戴不稳了。皇上这次来信都有责怪他没能尽到做好一个父母官的意思了。京城随着沁园酒庄最新推出的一款名为红酒的酒，沁园酒庄再一次刷新人们对酒的认识。红酒和之前的桃花酒一样，是京城上流圈子的人对其趋之若鹜。南宫昊天看着桌上倒出来的一杯红酒，这沁园酒庄就是自己爱妃偷偷开的，创办之初自己还悄悄地给了他方便之门，这事情连太后都不知道，是他和爱妃的小秘密。这红酒绝对和小儿子脱不了关系，他敢用皇位来打赌，这桃花酒和红酒都和儿子有关系，也许还和那个叫元宝的小姑娘有关系，也不一定呢。好想他最喜欢的儿子呀，他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儿子？都好几年了，儿子应该长很高了吧？派去的贾相明不知有没有尽心的教导他呢？该死的，到底是谁要害他的儿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一点证据都查不到。近身随侍的赵公公看皇上，一会儿看着酒发呆，一会儿抬起头看着冷宫的方向发呆，心中了然。皇上这是又在想宜妃娘娘和五皇子了。顺景帝想了想，站起来往冷宫的方向走去。赵公公连忙跟上，他果然猜对了。主子，收到营酒从京城的来信，萧妃娘娘的大哥在朝堂上被张御史弹劾了，皇上没有对其责罚。还有福满酒庄被曝掺了假酒，顺天府尹已派人去查，但是萧妃娘娘的大哥萧新荣找了人往桃花村而来。可知找了谁？据暗阁传回的消息，他找到了万通阁的人。现在桃花村经常有陌生人来往，安排人在村口注意所有来桃花村之人，莫让人有可乘之机。是，主子。帅哥哥在哪呢？我有礼物要送给你。在书房呢，进来吧。帅哥哥，你看，这是我送给你的。元宝献宝似的递给了南宫瑞一方帕子。你这帕子上的是何物？帅哥哥，这是桃花山上的桃子呀，我自己绣的。南宫瑞无语又想笑的看着帕子，这是桃子吗？他怎么看不出来啊？怎么看着像一坨狗屎呢？但是这是元宝第一次送帕子给他，不能说不好。谢谢元宝。不用客气。影一看着主子手上拿着的帕子，憋着又不敢笑，因此影一的脸都憋红了。影一叔叔，你不舒服吗？要不要元宝帮你把脉看看？影一怕自己说话笑了出来，装着肚子疼，对元宝摇了摇头，捂着肚子出去了。南宫瑞在后面给了影一一个白眼儿，虽然影一此时看不见。你们谁不舒服要找我看诊治病？你就是元宝姑娘吧？我们是上门为我家小姐求医的。那你家小姐人呢？元宝姑娘别急，说着就朝门外喊道：旺财、小英，把东西搬进来，这是我家小姐的一片心意，请元宝姑娘不要嫌弃才是。
元宝看着常妈妈打开的一堆礼品，布匹、首饰、金叶子、药材等啥都有，而且那布匹看起来都是昂贵的料子。值得元宝多看两眼的，除了药材就没啥好看的了。这病人也没见着，就拿出这么老些东西，不好吧？请你们收回去。若真心上门来求医，就叫病人出来吧。实不相瞒，我们从江南株洲远道而来，我家小姐身子受不得一路颠簸，所以这次是想请元宝姑娘跟我们走一趟江南的。是啊，我们苏家是江南株洲的百年世家，只要元宝姑娘治好了我家小姐，我家老爷定会重重酬谢。端着水出来给客人的叶湘云在院子里听到张妈妈的话，再看向两人，手上端着的杯子掉到了地上，打碎了。她赶忙低下了头，捡起地上杯子的碎片，不想让两个老妈子看到。常妈妈却疑惑地看向了蹲在地上的女人，觉得她有点熟悉，但没看到脸，一时没想起来。元宝看向叶湘云，再看看两个老妈子，结合两人所说的话，明白了。请带着你们的礼物回去吧。我家元宝还是个孩子，没啥本事，当不得给你家身娇玉贵的小姐看病。他也只是小打小闹，帮村里的人胡乱看看而已。啊，您是元宝的祖母吧？请放心，这虽然路途有点远，但我们会照顾好元宝姑娘的，绝不会让她受半分的苦。哎，对，我们一定会把元宝姑娘当成我们家小姐一样照顾的。叶老太太，您就行好，可怜可怜我家小姐，让元宝姑娘去救救她吧。从老宅回来吃午饭的谢小梅，在进自家大门口时就听了个大概，此时也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本来就是泼辣的性子，听到这儿可不干了，马上就怼了回去。我家元宝还这么小，可是从来没离开过家里的。你们不是自家的孩子不心疼，嘴皮子一张一合就让人跟你们走，是你家闺女你愿意呀？你们家小姐身子受不得颠簸，难道就要我家姑娘受这份苦吗？你们赶紧的，哪儿来就哪儿回去，还有把东西也拿走，别放我家碍地儿。我们没有让元宝姑娘一个人去的意思，这不我们是特意来接她的嘛。你们如果不放心，也可以给个大人陪着一起去的。对呀，我家老爷可是说了，若元宝姑娘能前往株洲治好我家小姐的病，定会奉上黄金100两。你们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让他留着黄金100两给你们家小姐请名医吧。我家元宝还小，不懂治病。我儿媳妇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们拿着东西走吧，我家元宝是不会跟你们去的。这时，除了在外做生意的叶老大和陈秀兰、叶老三和四盼，其他人都陆续回来了。在村塾读书的武盼也回来吃饭了。他听说有人要把他妹妹接去什么江南那老远的地方，也要上前赶人。你们赶紧离开我家，我妹妹才不稀罕你们的黄金，信不信我吹个哨子就能让全村的人都来赶走你们？张妈妈觉得这不过是个孩子在大放厥词罢了。你们家姑娘现在不跟我们走，等我家老爷另外派人来了，还不是一样要走一趟？现在去的话还能得个好处。哟，照你这么说，还是想来强迫咱们不成了？你家老爷是县令大人还是知府大人啊？脸还挺大的。废话少说，赶紧滚！这愿不愿去还得看元宝姑娘吧。如果她自己都愿意走这一趟，你们就不该阻拦。这不都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吗？他认为一个乡下的小孩子应当是没见过这么贵重的东西，应当不会拒绝的。大家齐刷刷的把眼光看向了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话的元宝。我还是个孩子呢，自然听家里人的话呀。你们还是走吧，我爷爷和爹爹生气了，可是会打人的。东西既然送来了，就送给元宝姑娘吧。
希望元宝姑娘收下。说完，拉上张妈妈就快步的往大门口而去了。张妈妈明白常妈妈的意思，慌忙的跟上常妈妈的脚步。叶老太可不愿意了，这不是欺负孩子小不懂事儿吗？收下了你的东西，你回过头来反咬一口可咋办呢？东西我们是不会收的，你们拿着东西马上走，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可两个老妈子像没有听到一样，继续往大门外走。叶老太生气了，你们还等啥呢？把东西给我扔上他们马车，让他们带走，咱家要不起这么贵重的礼物。几人听见叶老太的发话，呼啦一声搬起那些礼品扔到了他们的马车上。丫头扶着两人刚爬上马车，车夫还没来得及赶车呢，一堆东西就往马车上扔了进来，砸得他们啊啊尖叫。嘿，你们这群野蛮的乡巴佬，不识好歹可不要后悔。你们赶紧走吧，祝你们走到半路车坏，要慢慢走路回家，慢走不送。一行四人狼狈地离开了。叶老二关大门的时候，在地上捡到了一个如拳头大小的松柏雕刻挂件。爷，这是那些人掉地上的，应该是从那些礼品里掉出来的，您看咋办？叶老头接过挂件看了看，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叶湘云看到了叶老头举起来的挂件，瞳孔缩了缩，一脸的激动之色。云姨，你认识这挂件对不对？他们是你说的那个苏家的人对不对？是的，他们就是苏家人，是宁儿她伯公那边派过来的。听他们所说之意，应该是苏家的苏运颖生病了。既然这个挂件是苏家的，那就交给云姨，再合适不过了。老爷子，老夫人，元宝可真是我的福星啊！你们可知这是苏家家主的信物，没有这信物，即使当上了家主之位，也是不被认可的。没想到辗转来到了这里。想当初为了这个信物，那坏老头派出了不少的人来找，就差掘地3尺了。他想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如此随意的就到了他手上呢？这是不是意味着苏家有了什么大变故，对自己是不是一个转机呢？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的叶湘云，最后把这不合理的事情都推到了元宝身上。他认为是元宝的好运气，家主信物才会辗转来到他手上的。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不是自己的东西，终归强求不来呀。我要去找宁儿说说这件事儿，一刻也等不得了。叶湘云说完就往村塾而去了。苏月宁坐在了南宫瑞的书房里，跟娘商量了之后，他最终还是来找他了。他把整件事情原原本本的跟南宫瑞说了一遍。我虽然不知道黎公子的真正身份，但您定是来头不小，背后关系相信也过硬，所以今天过来是想恳请黎公子出手相助。我为甚要帮你？与我有何益处？以后苏某听凭您的差遣。我可以帮你，等你家事情解决之后，我要你去参加科考。你已经是童生了，相信以你的资质一直往上考不是问题，将来做元宝的后盾。是，听凭您的吩咐。你先安心等待，我会派人去查找证据，有了消息派人通知你。是，多谢黎公子。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会耐心在村塾里等待的。话说江南4人组从叶家离去后，想先回县城的客栈里休息一晚再打算，可是回到半路的时候遇上了下急骤雨。这场雨真是急得很，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在马车上倒是没被雨淋，但车子走到积水较深的坑洼处，陷进了泥坑里。一个男人3个女人怎么有力气把马车抬出来呢？此时刚好有1男1女路过，帮他们把马车抬了出来。但车轴断了，马车不能用了，马和车上的贵重礼物也被那1男1女2人给抢走了。
一行四人只好收拾一番后走路回县城。程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挺邪门的？被那个叫元宝的小姑娘说我们半路车坏，让我们走路回去，这会儿还真是被她说中了。只不过是碰巧罢了，还是赶紧赶路吧，要不天黑之前定是到不了县城的。哎，快看，那边有牛车过来了。四人好不容易搭上了牛车，终于不用走路回县城了。张妈妈嘴贱，在牛车上还一直叨叨地说着元宝的坏话。小英，你没进到屋里去，是不知道那个叫元宝的姑娘。她说让我们走路回去，还说慢走不送，你看邪门不？还有啊，那一家子的人凶得很，没见过傻子嫌钱多的人。你们说的元宝姑娘，不会是桃花村的元宝姑娘吧？可不是嘛，就是桃花村的元宝啊！我跟你说，她邪门得很。你这妇人好生没有礼貌，再这说元宝姑娘的坏话，我的车不拉你们了，你们下车去吧。哎，你可不能这样，我们是付了钱的。我说不打你们就是不打，滚下车去。对，敢说元宝姑娘的坏话，你们定然是不安好心之人。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元宝姑娘可是皇上亲封的香主呢，我家大牛摔断的腿儿都是她治好的。就是，红薯也是元宝姑娘种出来的，我们现在都能跟着一起种了。你们这么说元宝姑娘的坏话，不要和我们一同坐车。你们别听她胡说八道，她就那张嘴巴臭得很。元宝姑娘是个好孩子，不是她说的那样。看你们四人的狼狈倒霉样，定是做了对不起元宝姑娘之事才会如此的。赶紧下车，别让我的车也跟着你们一起倒霉。最后四人还是被车夫赶下了车，而且所有礼物都没有了。他们被赶下车，礼物也没像叶家一样丢还给他们。四人没有办法，只得慢慢地走回县城。张妈妈一边忍受着疼痛，一边还在喋喋不休地埋怨着元宝，怪元宝让他如此倒霉。你就闭嘴吧，还嫌不够倒霉吗？这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爷交代呢。然而江南四人组回株洲的路途却极是艰难，半路还被小偷光顾，把四人身上的银钱全部撸光了，只得像元宝说的那样慢慢走路回家，整整花了3个月才回到株洲。你们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让你们请的人呢？张妈妈哭得像死了亲爹似的惨。闭嘴！常妈妈你说。老爷，我们四人。常妈妈神情萎靡，有气无力地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苏承宗听了常妈妈说的话后，打发了四人下去休息，急匆匆地去找老爹了。苏伟此时正烦恼得很，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宗族的人最近总是来找麻烦，说要让他拿出家主的信物给大家看，否则就要赶他这个家主下台。爹，这可咋办呢？颖儿眼看着明年就要送进宫里参加选秀了，这个节骨眼上却生了怪病，请来的郎中没一个有用的。眼下那个叫元宝的小姑娘又不肯前来医治颖儿，人家不肯上门也是情有可原，路途如此遥远，他又还是个孩子，要不你带着颖儿走一趟吧。颖儿这病无论如何都要治好，等她被选入宫，我们家就不用被宗族那些老家伙处处压制了。好的爹，那我回去准备准备，早日带着颖儿出发，这一路马车得慢慢行经才是。去吧，现在钱庄的钱取不出来，看家里还有多少现银，先拿去急用，务必要把颖儿的病治好。是，爹。表弟，你真的能走路了？太好了！大表哥，你怎么来了？来这儿干嘛？你这臭小子，我是大老远专程来看你的，真是没良心。大表哥，你擅离职守，不怕被人端了老窝吗？
不怕不怕，大表哥我呢都做好了安排了，没问题的。据南宫瑞对这个大表哥的了解，他绝对不是专程来看自己的，怕着对元宝起了好奇心。大表哥一路奔波辛苦了，先下去洗漱一番，很快就能吃晚饭了。大表哥身体强壮的，哪儿会辛苦啊？身体壮着呢。你信中说的元宝家在哪儿？南宫瑞小小的翻了个白眼儿，看自己猜对了。大表哥，现在天色已晚，明天他会来这里的，你会见到他的，先吃饭吧。好吧，你保证他明天一定会来？会来的。晚饭后，李宇轩和南宫瑞聊了很多，聊当前朝廷的局势，聊宫里的斗争，聊江湖的现状等等。表弟，据暗格查到的消息，背后害你之人应该是萧妃搞的鬼，皇后娘娘只不过被他利用了而已。我的人查到他和相国寺有勾结。看来他野心挺大呀，他那个做萧齐参领的大哥萧兴荣还找了万通阁的人来桃花村打探消息。我知道，故意没阻拦的，不让人走一趟，他们不会死心的。你没暴露吧？不过是2个蠢人罢了，探到的消息对他们没有啥用处。那就好，看你那个爹什么时候召你回宫，到时再收拾萧妃一派的人。2人夜谈后自去休息。李宇轩天亮之时起床后，打算到隔壁去拜访，可是屋子里怎么这么安静啊？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这么放心的吗？不怕贼上门啊？来到村口大槐树下，影衣站在了南宫瑞旁边跟着，像个中邪的木头人一样挥舞着奇怪的动作。这是干啥呀？站在最前面带领做奇怪动作的是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他猜想那个就应该是元宝了。李宇轩不吭声，站到队伍的最后面去，跟着村民一起比划着这奇怪的动作。刚比划出一点门道来，人家已经结束了。李宇轩再次看见村民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一会儿，大槐树下就空空如也了。大表哥，走啊，站着干嘛呢？回去吃早饭了。表弟，你们这是做啥呢？一大早的，怎么所有村民都来这做着奇怪的动作？南宫瑞没理会这傻瓜似的大表哥，继续往家里走。表少爷，我们在跳西瓜舞啊，桃花村天天都如此。你想学的话，明天早点起床。吃过早饭，他就打算出门去隔壁拜访了，让刘伯收拾了一些礼物给他。可是他刚出门，就看到头顶上空一只白色巨鸟往远处飞去。等等，妈呀！他好像还看到巨鸟背上坐了一个小孩，而且那个小孩子怎么那么熟悉呢？那不是早上在村口带大家跳西瓜舞的元宝小姑娘吗？李宇轩回过神来，人还是有点傻傻的，感觉魂儿没回来，抱着手上的礼物又往屋里走了回去。表弟，坐在大巨鸟背上的那个孩子是不是元宝？是的。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是的，全村人都知道。南宫瑞不再理会大表哥，继续看书。这大表哥以前多精明的一个人啊，怎么几年不见越来越傻了？贾向明摇了摇头，继续给南宫瑞讲解。终于有人和他刚来桃花村的时候一样犯蠢了。被李宇轩惦记的元宝，此时正在山顶上和师傅学做美容养颜膏。他最近迷上了做各种胭脂、口脂、润肤膏、养颜膏等，这没有任何化学成分，纯植物提取，多么的令人艳羡啊！让你治的3步一笑，5步一倒，你做出来没有？还没呢，师傅，我做完这个养颜膏就去做毒药了。白素贞摇了摇头，不管他了，这个徒儿就是这样，他感兴趣的事情不让他做完，是没有心思去做其他的。
李宇轩在屋里等啊等，从中午等到下午都没有等到元宝上门来。表弟，你不是说元宝下午会来的吗？这都快到吃晚饭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人？他不来就是还在他师傅那里学习，或者他在家里有事，今天不来明天会来的，明天不来后天就会来了。李宇轩被表弟这回答彻底弄无语了，这究竟要到几时元宝才会来呢？后天也不来呢？那就大后天大后天。他不想在这傻等了，决定到元宝家去等，脚都还没有迈出房门口呢，就听见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入了耳朵，肯定是元宝来了。等他从房间出去找到元宝的时候，元宝和表弟正在院子里的石桌上津津有味地啃着酱肘子，而且啃得满脸满手都油腻腻的，但看着还是好可爱呀。元宝开心地啃着酱肘子，眼前就出现了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貌美男子。看啥呢？赶紧吃，冷了就不好吃了。大哥哥，你吃酱肘子吗？可好吃了。你就是元宝妹妹吧？我是瑞儿的大表哥，你也可以跟着瑞儿喊我大表哥。大表哥，你吃酱肘子吗？李宇轩看着油腻腻的酱肘子，决定不吃，有损他的形象。谢谢元宝，大表哥不吃，你吃吧。元宝还真是个听话的孩子呀，大表哥说不吃，他拿起了最后一个肘子啃了起来。南宫瑞啃完就去洗手了，并端来一盆水给元宝吃完洗手。李宇轩又吃了一惊，他这个表弟从小锦衣玉食，任何事情都有人伺候，动手端水这种事情何时需要他动手了？元宝啃完酱肘子后洗干净手和嘴巴，南宫瑞还贴心地帮他擦干净水渍。李宇轩看着互动的两小只，看来在桃花村生活的这几年，没少让他这傲娇的小表弟改变啊。元宝，你每天都骑着小白去你师傅那儿吗？是的呀。在天上飞的感觉怎样？很快，很好。元宝，那能不能带大表哥也飞一会儿？元宝看了南宫瑞一眼，用眼神询问着南宫瑞。这是你表哥，你自己决定。大表哥，你是大人太重了，小白带不了你飞的，万一飞到半空中，小白没力气了，把你甩下来怎么办？大表哥无语了，小白只能带小孩子飞，是这样的吗？他太重了吗？多年后，他才知道，他被这无良的小表弟给骗得有多惨。李宇轩在桃花村的日子逍遥自在，每天都跟着村民们跳西瓜舞，然后等着元宝回来，追在元宝后面，像个好奇宝宝似的问东问西。李宇轩回去的前一天找元宝谈了话。元宝，你想不想把生意做到京城去？啥都不用你干，你只要出点子出方子就行了。我有个二弟在京城做生意挺厉害的，如果你跟他合作，定能生意火爆，赚得盆满钵满，利润咱3-7分。说实话，元宝心动了，啥都不用干还能分得3成利润，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如果三哥哥和五哥哥以后科考要去京城做官的话，钱就是铺路的垫脚石。大表哥，我考虑一下，等我考虑好了给你写信。好，大表哥等你的信，但别让大表哥等得太久哦，等太久的话钱都被别人赚完了，你说是不是？好的。将来有机会去京城，遇到任何困难需要帮助，都可以凭着此玉佩到金香阁找我，即使我不在那儿，见玉如见人。谢谢大表哥，祝大表哥一路顺风。大表哥回去的第2天，一路上像牛车一样慢的苏承宗带着女儿苏运颖来到了桃花村。苏承宗带着女儿求到叶家来，他觉得唯有真诚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所以他选择了坦诚相告并赔礼道歉。湘云，他们父女俩要住进来，你觉得咋样？老夫人，
让他们住进来便是。我在后院元宝那儿不出来即可。他们千里迢迢的来一趟并不容易，何况孩子是无辜的。就这样，父女俩住进了叶家的客房里。元宝去看了苏玉颖，并给她把了脉。苏小姐是不是身上和脸上长有红斑，并且还长有水泡，而且会有感到身体没有力气，还浑身酸痛，不想吃东西，还经常头痛等的这些症状？啊，元宝姑娘不愧是小神医，小女正是此症状，但以前请的郎中没有一个能对症下药的。那元宝姑娘能不能医治此病？我既然能诊断出来病症，就能医治。不过这病不是一时三刻马上能好的，要痊愈大概要半月时间。半月就能治好？不愧是小神医啊！婴儿之间都治疗快1年时间了，还是没能治好。小神医，真的半月就能治好吗？快则10天，慢则半月。但我还要看看苏小姐身上的红斑和水泡，才能开药方。苏老爷还是先出去吧。好，我这就出去。婴儿，你要好好配合小神医。元宝帮苏玉颖看完病后，就去了后院找叶湘云练习刺绣。云姨，你就一点也不怨他们吗？怨是怨的，他们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儿，怎么能不怨呢？但颖儿这孩子是个好的，自小就善良。这事儿发生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呢。云姨，那要不要我给那个苏成风下点毒药，保管神不知鬼不觉的，而且会等他回到家，毒药才会发作。算了，找到家主信物都是托了你的福，我们母子的命都是你救的，云姨已经沾了你的福运了。你不是常说自己要积善行德吗？不要为了云姨折损了自己的福泽。而且现在有黎公子帮忙，我相信事情很快就能解决了。那好吧，事情定会顺利解决的。云姨就等着苏伯伯来接你便是。5天后，元宝给苏玉颖复诊。此时看她身上的红斑和水泡都消了不少，证明他开的药有用了。又过了5天，苏玉颖的病完全好了。苏承宗第2天就带着苏玉颖千恩万谢地离开了。回去的时候，给了元宝当初承诺的黄金100两作为谢礼。元宝照样收下，一转手就把100两黄金拿给叶湘云。叶湘云哪肯要啊，死活推掉不收。元宝又把黄金给了叶老太，叶老太同样给了3个儿子每人1个金锭子，其余的帮元宝存起来攒嫁妆。又是1年丰收季，叶老头家的红薯、葡萄大丰收，加上田庄种的红薯，这下可以做红薯粉来卖了。叶老头最近满面红光，走路带风。做红薯粉的作坊2个月前就建好了，石臼、架子、簸箕等需要准备的东西都一应俱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是叶家的人更忙了，师傅今天给他布置的功课是去找一样药材，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师傅，你就告诉徒儿吧，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乖徒儿，晃一下你的小脑袋，脑袋里就有答案了。元宝听话照做，晃了一下脑袋。徒儿可曾听到脑袋里发出的响声了？没有。有的，那是水在你的脑子里晃动。师傅，你脑子才进水了呢。元宝小小的叹了一口气，师傅真是个老顽童，老是为难他这个小孩子。上次才想明白了，会哭又会笑的药材是啥，这次又整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哪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元宝一会儿托腮，一会儿又揪头发，头都要想秃了，才明白过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啥药材。唉，
师傅这个糟老头子真是坏得很。元宝开心的去采了药材交给师傅之后就回家了。请问这里可是叶家？是的，你找谁？在下苏成耀，从江南株洲而来，此番前来寻找妻子和儿子。赵玉娘看这中年男子的相貌，感觉有几分像苏玉宁，应该不会错。你等一下，我去叫人。赵玉娘去后院叫来正在教元宝刺绣的叶湘云，一起到了大门口处。元宝好奇，也一起跟着出去。叶湘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到大门口，刚听到玉娘说的时候，他还以为听错了呢，真被元宝说中了，相公真的来接他了。看到门口那心中朝思暮想的人，真的是他相公，眼泪就忍不住夺眶而出了。苏成耀看着眼前的妻子，恍如隔世般，这一别就是好几年的光景，他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妻子了。叶湘云则看着自己的相公，眼泪不停地掉。相公，娘子，你受累了，都怪我不好。这怎能怪你呢？都是命运捉弄人。相公，我还好遇到了叶家的小元宝，要不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湘云，有啥话进去再说吧。啊，谢谢玉娘。相公，这是元宝的娘亲赵玉娘，在叶家她对我是诸多的照顾。苏成耀再次对赵玉娘鞠躬作揖感谢，元宝则机灵地往村塾而去。饭后聚在一起，苏成耀毫无隐瞒地对大家说了被抓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被陷害入狱后，苏维那老东西由于找不到家主姓物，倒是没有对我和我爹怎么样，只会时不时的去大牢里问问家主姓物到底在哪里，加上证据不足，府衙也不敢随意判刑。直到2个月前，知府大人突然就把我和我爹放了出去。我和我爹还莫名其妙，从牢里出来后，进去的反而是苏维那老东西。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帮我们查了当年的事情。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证据当然是假的。听说后来又有人给知府大人施压，整个事情重新翻案。后来听说巡抚大人亲自来信给知府过问了此事，知府不敢随意糊弄，结果我们就被放出来了。出来后，一个黑衣人拿着家主信物上门交给了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是我们走了狗屎运，遇到贵人相助，此案才得以解决。要不还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呢。也是那个人告诉我们，你们在桃花村。我和爹知道后，安排好家里的事情之后，就一刻不停地往桃花村赶来了。爹本来也要来的，但无奈年事已高，我不忍他受累，加上家里很多事情需要他亲自解决，我就一个人来了。苏伯伯，那个家主信物你们到底藏哪去了？怎么会跟着那些礼品一起出现在桃花村呢？这事情说来也奇怪，当时事情紧急，听我爹说，他把信物藏在一个不显眼的盒子里，想着苏维肯定会重点找书房，就放到了库房里，和其他的东西混在一起。也是巧合，没想到小影她生了怪病，居然还求到你们这儿来了。只能说造化弄人啊，苏维他害人终害己。爹，苏维那老贼家里的人怎么判？苏维一律承担了这件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和其他人无关。所以他的2个儿子和家眷，只是被你爷爷赶到庄子上去住，以后都不准再踏进苏家的大门，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大家听后都感慨不已，这是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时间也晚了，大家都先休息吧。这头元宝却有点睡不着，他在想着苏伯伯来接云姨了，玉宁哥哥肯定会跟着回去的。如果常夫子也跟着一起走的话，桃花村就没有夫子了。暂时想不到办法的元宝反正也睡不着，就干脆进了空间里头，看着美美的空间，心情好了也许出来就能睡着了。他意念一动，人就在空间里了。元宝像大王来巡山似的，一个个山头去视察。红山和原来差不多，满园子绿油油的青菜。可喜的是，从仙境那里找回来的土豆种下去后长出来了，过久一些就会慢慢的越种越多的，到时种子够了就移植到外面去种。成山一大片各种药材竞相争着长，还有那棵黄金树长得有小树高了，元宝目测高过它了。黄山各种果树硕果累累，只要它不摘，就那么一直挂在树上也不会坏。元宝表示很满意，以后能找到龙眼和荔枝种就更好了。还有苹果和雪梨，有机会也要种。绿山满满当当的粮食在地里长着呢，就是没有玉米。青山水中的鱼儿欢快地游来游去，好像越来越多了呢。特别是那黄金锦鲤，不是说很难得吗？怎么他感觉繁殖了好多呢？蓝山满山遍野的树木和草丛，小粉在那儿快活着呢。紫山，好家伙，那对被元宝误认为是鸭子的鸟儿长得好大了，看见元宝来了，翅膀扑棱扑棱的朝着元宝飞来，亲昵的用长颈蹭着元宝的手臂。这不是师傅心心念念的仙鹤是什么呀？师傅要是知道了，指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肯定又嚷嚷着要驾鹤西归了。元宝摸着一对仙鹤洁白的羽毛，心想，怎么长得这么快呀？上次还小得像个鸭子似的，现在都有大白鹅那么大了，不知道在空间里生活会不会使它们越长越大呢？两只仙鹤蹭完元宝后，又翅膀扑棱扑棱的往青山飞去。哦，原来是去那儿喝水抓鱼吃呢。再过段时间吧，等这对仙鹤再长大一些，到时候送给师傅，让师傅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好少出一点那些奇奇怪怪的药材名称来给他找，尽是为难小孩。元宝巡视完7个山头后，用意念下去暖水池泡了个澡。元宝想着这空间好是好，但都没有床，万一他哪天遇到危险需要躲进空间很久呢？困了都没有地方睡觉，不行，要找机会弄张舒服的大床和铺盖进来才行，以备不时之需。泡完澡，美美的出了空间睡觉去了。元宝一觉好眠到天亮。哎呦，湘云，你这是又要做啥子哟？咋的又跪了？老爷子，老夫人，湘云有一事相求。你快起来，有啥事儿直说就是了。湘云和宁儿多亏了元宝相救，才有命活了下来，等到相公来接，更是多得老爷子和老夫人的诸多照顾。湘云想认老爷子和老夫人为干爹干娘，请老爷子和老夫人成全，以后湘云定把你们当亲爹亲娘般对待。湘云，你这可要想清楚了，你相公他同意吗？我昨晚和相公商量过了，他很赞成。娘，我看这事儿是好事儿。娘，反正你也没有女儿，就干脆成全了湘云的一片孝心得了。娘，认下这门干亲，以后还多个亲戚来往呢，这是好事儿。叶老太又看向叶老头，你想认便认，你不老唠叨自个儿没闺女吗？这现成的闺女就摆在眼前了。行，就当是老天爷赐给我一个闺女了。元宝也高兴，他喜欢云姨，以后可以叫云姨做姑姑了，他都没有姑姑呢，好遗憾的。
而且玉宁哥哥要做他表哥了，他也喜欢玉宁哥哥，就是不知道常夫子会不会跟着走呢？唉，一半欢喜一半忧愁啊。只有村长是最清醒的，他想到了常夫子的去留问题。常夫子，你家少爷找来了，到时你会不会跟着他一起回江南株洲？村长，我还没考虑好，等我想几天再给你答案。好，常夫子，一定要好好的想清楚啊。常伯，遵从自己内心想法即可。少爷，村长说的这件事情，我昨晚就在想了。在桃花村生活的这么多年，我喜欢这个小村子，喜欢这里的人，喜欢这里淳朴的民风，喜欢教孩子们读书，但我很想念老爷。常伯，喜欢就留下来吧，我会跟爹说的。他知道您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会为您感到高兴的。谢谢少爷，可是这样就不能常随老爷身边了。常伯，您不是我们家的仆人，并没有卖身给我们家。您这么多年在我们家无条件的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早就偿还完当年我爹对您的恩情了。而且我们呢，一直是把您当做亲人的。少爷，您容我再想想。常伯，您别想太多，我不是认叶家老爷子和老夫人做干爹干娘了吗？以后定会常来桃花村走动探望的，说不定以后爹也会来这里走走，也不一定呢。常爷爷，即使您留在这儿也没关系，我以后一定会回来看您的。好，我知道了。能遇到老爷和你们，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常伯，这又何尝不是我们一家的幸运呢？都是自家人，别说太多可惜话了。好，不说了。叶家认亲的日子，叶老太找人看了，选在5天之后举行。一晃眼5天就到了。干爹，干娘，哎，闺女，快起来。香云，以后咱就是姑嫂关系了。是啊，玉娘，我很是高兴，咱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断掉，反而更加亲近了。这场认干亲宴热热闹闹的举行着，其实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就是苏玉宁。表妹，看着元宝没有反应，又喊了一声表妹。元宝听着熟悉的声音，有点反应不过来。玉宁哥哥，你是在喊我？不是喊你还能喊谁啊？我以后就是你表哥了。哦，表哥好。傻瓜表妹。表哥，给礼物。苏玉宁被元宝打败了，扯下随身佩戴的玉佩给了元宝。元宝当然不会白白收他的礼物了，蹭回房找了一个砚台回赠给苏玉宁。殊不知这个砚台不知陪伴了苏玉宁多少个日日夜夜，在他以后功成名就之时都没舍得换了这块砚台。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苏成耀心里暗暗高兴，说不定以后还会亲上加亲。世事难料啊，谁说得定呢？而另一个人则相当的不高兴，那就是今天也来叶家吃席的南宫瑞。他看着苏玉宁和元宝的互动，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两人互赠礼物，他看着苏玉宁一整个不顺眼，觉得他哪儿都不好，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叶家认亲宴又过了3天之后，苏成耀要带着妻儿回江南株洲了。在叶家住了将近10天的日子里，他其实也喜欢这个村子，喜欢每天去大槐树下跳西瓜舞，喜欢村民们的热情淳朴，喜欢叶家的家庭气氛。元宝，要不你跟姑姑去江南住一段时间吧，江南也很好玩的。元宝想啊，他想得很，古代的江南啊，多么的令人向往。以后等他长大了一定会去的，但不是现在，现在他还要忙着学本领，忙着长大呢。
云姑姑，以后元宝一定会去找您的，但现在元宝还要跟着师傅学本领。好好，姑姑等着你去。元宝要多吃饭，快快长大哦。元宝看着自己的小肥手，不，他要少吃点，减肥。等元宝表妹以后去株洲，表哥带你去玩遍株洲最美的地方，吃遍株洲的美食。元宝又摸摸自己肉嘟嘟的脸蛋儿，唉，这减肥路好漫长啊。好的，元宝长大了一定去，祝你们一路顺风。冬去春来又一年，这一年老太叔公没有熬过倒春寒，一场风寒让他等不到桃花山上的桃花开就走了。这是一个高寿的老人，村里人热热闹闹的给老太叔公办理了后事，好好的送走了他老人家。这是他们桃花村活得最久的老人，活到这把年纪实属是有福之人了。大家送完老太叔公最后一程，下山回去的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下山。元宝觉得这里的风俗很是奇怪，娶亲不能走回头路，丧葬也不能走回头路，就好像走了回头路就不吉利似的。元宝不小心摔了一跤，失足摔进了一个大大的坑里。元宝摔下去的时候一点也不感觉疼，他打量了一眼这个让他掉下来的大坑，挺大的，不知道是谁挖在这里干什么用的。他两手撑地，刚想爬起来，可是感觉到手上有东西磕着他的手心，随手扒拉开泥土看了一下，好像是个圆形的什么东西，没看清楚。元宝闺女，你咋样了？别怕，爹来救你。他这哪就需要救了？看着这么一个坑爹的坑，虽然大但不是很深，他轻轻一跃就能上去了，掉下来完全是没有防备心，失足掉落的。他把那个东西扔进了空间里。爹爹，我没事，在这儿呢。来，爹拉你上来。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个棺材坑的，忘记告诉元宝了。有没有摔疼啊？村长爷爷，我没有摔疼，下面的泥土软软的，就是衣服弄脏了。没关系，脏就脏了，回去换下来洗干净就行了。村长爷爷，这个坑是咋回事？为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大坑？这个棺材坑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我小时候就听我爷爷说过这个棺材坑的事了。村里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以前更深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水的冲刷，慢慢的这个坑就变浅一些了。是啊，我也听我爹说过，这个棺材坑听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皇亲国戚落难在此过世，随后葬在了这里。后来听说有个王爷亲自带着官兵把这个坟墓里葬着的人迁移回了皇家的陵墓里。我还听我爷爷说过，这个棺材坑当年可是藏有宝藏的，不过后来被皇家的人移走了，要不还指不定能引来多少宵小之辈来盗墓呢。元宝听后又看了看这个超大的棺材坑，还有宝藏的事，想着被他扔进空间里的那个东西，看来今晚要进去看看是啥宝贝才行。自己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摔个跤都能摔出个东西来。师傅，这是我在棺材坑里捡到的，您给看看，认识这东西吗？白素贞拿起印章看了看，微微眯了眯眼，然后掐指一算，这是一枚印章，你尽管收起来便是，不要随意拿出来给人看见，以后对你有帮助。这玩意儿怎么和我还有关系了？能对我有什么帮助？不过他对师傅说的话还是深信不疑的。师傅除了偶尔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捉弄一下他之外，其他事情还是很靠谱的。8月对于叶家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日子，因为这个月叶家会迎来新的生命。杨果儿过几天就要临盆了，这个月同时3盼要参加院试，还有元宝的生日也是在8月。大哥哥别紧张，8
大嫂会顺利生下孩子的。你说大嫂是生个男孩还是女孩呢？不管生男娃还是女娃，只要大人小孩平安就可以了。到临近中午时分，就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大胖小子。叶家喜获麟儿，叶老头要当曾爷爷了，还是很高兴的。但很可惜，不是个女娃娃。家里已经有元宝一个女娃娃了，这是上天恩赐给你叶家的，你就知足吧。叶老头想想也是，他们家生男娃娃，这都成惯例了。幸好他还有元宝这个孙女儿。杨果生下孩子的第8天，迎来了3判重要的院事。一行人来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聚集在考院门口等着了。再过1刻钟就要张贴榜文了。爷奶，三哥他中了，中了，3判考中秀才了，咱家出了个秀才，太好了。爷奶，三哥他是暗手。4判，你刚才说啥？二伯没听清，你再说一遍。二伯，我三哥他是这次院试的暗手。爹娘，你们听到了吗？3判他是这次考试的暗手，暗手啊！3判是暗手，咱家祖坟冒青烟了，回去要去祖坟祭拜上香才行啊。3判，好样的，咱家出读书人了，你给咱家争光了。回去让5判头贤良追刺股好好努力，明年啊，咱家再出个秀才。元宝，你听到了吗？你哥哥考中秀才了。元宝觉得莫名其妙的，考中暗手的是哥哥，奶奶他们几人为何是对着他说话呀？不是应该对着哥哥说才对吗？3判倒是没有过多的兴奋情绪外露，他觉得本来就没有多难。元宝则觉得哥哥考中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没想到哥哥如此给力，居然是这次院试的暗手。是时候给瑞哥哥的大表哥写信了，他得为将来哥哥去京城考举人做打算。叶老头一行人知道了结果后，平复好激动的心情，按原定计划去逛府城了。一行人来到宝丰斋门口，伙计看到一群人过来，本以为是大客户上门呢，可是看到一群人只是穿着精细棉布衣裳，堆在脸上热情的笑脸瞬间降了下来。伙计不冷不热的正想把一群人迎进去，此时正好来了一个穿着锦缎衣裳，打扮精致，看起来年龄在15、16岁的妙龄女子，后面跟了一个丫鬟。哟，范小姐来了，快快请进。这个月咱们宝丰斋出了新款的首饰呢，范小姐看看有没有能看得上眼的。元宝，要不咱们去别家吧，看人家好像不太欢迎咱们的样子。奶奶，都到这儿了，进去吧，看喜欢啥，挑好了元宝送给您。元宝说的对，老婆子，你就进去可劲儿的挑，不要元宝送，我送。你送？你哪来的钱？说，偷偷藏了多少？叶老头心下喊，糟了，一时头脑发热，露馅儿了。老婆子，钱不都是你管着吗？我哪来的钱啊？就说说罢了。叶老头这大热的天儿出了一脑门的汗，大意失荆州了。叶老太嫌贵不舍得买，直说要去看布匹。元宝给他挑了一个抹额，叶老太一问旁边伙计价格，连忙直摆手说：哎呀，太贵了，不要不要。奶奶，您就要这个，哥哥都考上秀才了，回去乡亲们肯定又嚷嚷着要吃酒席了，您就带着这个抹额，做个全村最好看的老太太，让二奶奶、三奶奶、刘奶奶他们羡慕去。小姐，您看那群乡巴佬，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真丢人。确实是很吵。范小姐，犯不着理会那些人，从乡下来的人都没什么见识，您尽管挑选自己喜欢的首饰便是。今天我做主，
给您90%的价格。哼，你一个当伙计的能给我90%的价格？自然是能的，这宝凤斋的掌柜是我姑丈，相信他在这儿也会看在范小姐的面子上给您这个价格的。算你会做人，那我就要这个步摇了，帮我包起来。好嘞，您稍等。耳聪目明的元宝自然是把这一切都听去了，包括看不起他们是乡下人那一段。元宝把抹额和大波娘及三婶手上的长命锁还有簪子一并拿到柜台上，给正在包装的那个伙计面前。伙计的，这姑娘买一样的首饰，你就给她90%的价格。我这儿买了3样，你给个几成的价格呀？去，别来添乱！你这3样按原价，1文不少。凭什么他的能90%价，我的就不能？凭什么？哼，就凭人家是知府家的千金，你是谁？乡下来的，凭什么少给你？三盼可不允许别人这么说他的妹妹，上前道：这位伙计好生无礼，买卖东西还分乡下城里了，你打开门不就是做生意的？我说不少就是不少，你们买不起就不要来我宝凤斋，二能哪去？就是买不起就别来，不要影响别人做生意。哥哥，既然人家看不起咱乡下人，咱不买了便是，到对面的琳琅阁去买也是一样的，那家也不比这家差，就让他们宝凤斋留着这些首饰，专门给有钱有势的人打折卖吧。买不起就滚，一群乡巴佬！宝凤斋因伙计态度恶劣变成倒凤斋，伙计你别气，明天就要气死去，气死也没地儿去。说完了祝福，就带着叶老太等一行人到了对面的琳琅阁。元宝知道自己从小气运就很不错，有时候说话也挺灵验的，本来不想这么说的，但那个狗眼看人低的伙计仗势欺人，就让他不爽了。哼，上等宝宝画个圈圈诅咒你！范一柔眼也不眨的看着那位长相俊俏的公子，就这么到了对面的琳琅阁，连选的步摇也不想要了，跟着出了门。小姐，等等春杏啊，您这步摇不要了吗？伙计这时回过神来了，他这是做了什么蠢事儿啊？卖了一个步摇，另外3件东西的价格加起来比这个步摇多2倍，他这是因小失大了，要是被姑丈知道了，肯定没他的好果子吃。如果他连这个步摇都没有卖出去的话，更加无法跟姑丈交代了，一定会被姑丈赶回老家的。对啊，范小姐，我这都给您包好了，您付钱即可，或者我送到府上给您也行。本小姐不想要了。范一柔说完，拉着丫鬟就出去了。可等她出去之后，三盼一群人已经进了对面的琳琅阁，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跟着人家进去，气得直跺脚。一行人回到桃花村的时候，天都要黑了，而他们丝毫不知，有2条尾巴一直跟随他们回了桃花村。现在确定了，那个小姑娘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今晚子时，我们掳了人就走，以免夜长梦多。我轻功比你好，今晚你放风，我去掳人。好，小心一些。那个小姑娘家隔壁的人不简单，我看有很多人是练家子，武功也许不在你我之下，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住在那里。不管其他的，我们要的是元宝。为了这次任务能顺利完成，宇文君豪派出了身边最得力、武功最好的贴身护卫来南胜国。夜深人静，元宝正在香甜的梦中时，被人点了穴，悄无声息地扛走了。这一大早上的，干嘛都堵在我家门口来了？我正想去大槐树下呢。生哥，别装了，咱们考试咋样了？昨天老半天也不见你们回来。你猜呢？大哥，这猜啥猜呀？你赶紧说，急死我了。三盼争气，
考中秀才了，而且呀，是这次院试的暗手。随着叶老头的话落，村民们沸腾了，他们也没心思跳西瓜舞了。桃花村出秀才了呀，这可是件大事儿呢。桃花村有多少年没出过秀才了？好像有100多年了吧。现在终于出秀才了，这是全村都光荣的事情，怎能不庆祝？胜哥，咱们开祠堂祭拜吧，告诉祖先这件让祖上荣光的事情。好，我让家里的人啊去买肉。今天我们家摆流水席1天，大家伙过来帮忙啊！那是一定的，咱们也来沾沾秀才老爷的光，改天咱家也许能出个秀才也不一定啊。去，你家石头的脑子就跟他名字一般，还不如我家铁头呢。呵呵，你家铁头有多厉害啊？成天挂着那2坨鼻涕，考试的时候那鼻涕都能把卷子给糊了。一群人在嬉笑怒骂着。今天1天，叶家都很热闹，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元宝不见了，包括赵玉娘都以为元宝是去他师傅那儿了。直到天黑了，村里的人都帮忙把今天办酒席的所有东西收拾好了，赵玉娘还不见元宝回来，以为他在隔壁呢。叶叔、叶婶儿，元宝今天1天都没去我那里，他还没回来吗？没呢，今天1天都没见着他，我还以为他是去他师傅那儿回来之后嫌家里吵去你家了呢。这孩子从来没这么晚回来的，去哪儿了呢？大福啊，你快去狗蛋家看看，他媳妇儿怀孕了，看是不是元宝去他家了。家里所有人都去村里各家各户先找一遍。元宝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无缘无故晚归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叶叔、叶婶儿，能不能带我去元宝的房间看看？赵玉娘都急得6神无主了，这没有什么不能的。南宫瑞带着影一和影二来到元宝的院子，3人分开仔细查找着有没有可疑的线索留下。影一在院子角落一处不常打扫的地方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主子，这里有踩踏过的脚印，这个脚印虽然浅，但看得出是成年男子的。墙角这边也有，按这个脚印不深推算的话，该名男子身怀武功，而且轻功了得。谁要抓走元宝呢？瞬息间，南宫瑞已经把可疑的人排查了一遍，但还是没能想出来谁跟元宝一个孩子过意不去。叶叔，昨天你们去府城看放榜，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昨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宝凤斋那里和一个伙计发生了一点点的不愉快，但那都不算事儿啊。叶叔，你具体说说昨天宝凤斋发生的事情。叶老二把昨天在宝凤斋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杨二，你亲自去查一查这个宝凤斋，包括那个知府家的千金小姐。是，主子。影二领命退下，他这几年兢兢业业，丝毫不敢犯错，好不容易才再次取得主子的原谅信任，绝对要把事情给办得让主子满意才行。大家都知道了元宝不见的事情，纷纷赶来叶家了解情况，看能不能帮着一起去找人。整个桃花村的人都在为元宝不见了的事情着急上火。时间回到元宝被掳的昨天晚上，贾二掳了元宝之后，和贾一一口气狂奔出20里后，终于要停下来歇一歇了。贾二把元宝放到地上，元宝5脏6腑都要被颠移位了，难受的他想吐也吐不出来。贾二看他难受的样子，怕他出啥问题回去不好交差，解开了他的哑穴。何以大叔，你们抓我干啥呀？要把我带去哪儿？小姑娘，我们并不想伤害你，只要你好好跟我们走，不会让你吃苦。元宝听这人的口音不像本地人。那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呀？带你去该去的地方，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其他不用多问。元宝眼珠子咕噜一转。那我想去方便一下，可以吗？
要忍不住了。贾一看了贾二一眼，就把元宝的穴道给解开了，但他不放心，拿出一根绳子绑在元宝的手上。你就去旁边的草垛子方便吧，别想歪主意，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黑衣大叔，你想多了，我一个孩子能有啥歪主意？况且这黑灯瞎火的，我怕鬼。那你赶紧去吧，快去快回，只要这个绳子不动了，我们就去抓你，而且抓到之后就再也不让你说话，不让你动了。好的，我知道了。元宝的手被绑上绳子之后，就向旁边的草垛子走去。草垛子比他还高，蹲下去黑人是看不见他的。他被绑的是一只手，用意念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把剪刀，在另一只没被绑的手上剪开了绳子，一瞬间就躲进了空间里。自从几年前他在元宵节的县城里被人拐过一次后，就习惯在空间里放各种东西了。跟叶湘云学刺绣之后，他的空间里也放有针线、剪刀这些东西，现在剪刀就派上用场了。贾一看绳子不动，就马上喊出声了：小姑娘，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就过去了。可是此时元宝已经在空间里吃草莓了，哪里会有人回应他呀？贾一和贾二发现了不对劲儿，马上走到草垛子后面，那里空空如也，只见一根绳子孤零零地躺在那儿，哪里还有小孩子的半点影子呀？两人面面相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好好的一个人，一点声息都没有就不见了，不可能人就这么没了呀。何况他们两人武功高强，若是有人来救走小姑娘的话，不可能他们一点声息都感觉不到吧。两人围着草垛子转了好几圈，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元宝在空间里洗了个澡，美美的睡了2个时辰。此时外面天已微微亮，元宝透过空间向外看，那2个黑人还在围着草垛子转圈圈。可惜空间没有移动功能，从哪进去的只能从哪出去，要不此时他都要闪人了。此时也只能等那2个黑人离开，他才能出去了。好好的人不见了，贾二，你说那孩子到底去哪儿了呢？不知，但我们定是不能空手而回的，对主子无法交代。可是我们此时再回桃花村也不合适啊，而且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怎么消失的。如果他不是被人救回桃花村的话，我们再去就是自投罗网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先按兵不动，找个地方落脚，蛰伏一段时间观察看看再决定。两人说完后就离开了。小粉，你跟着那2个黑衣坏人，不要咬他们，看他们要去哪里落脚，然后就回家告诉我，能不能做到？小粉小嘴巴啃着一根毒草，2只兔眼迷蒙地看着元宝。不能吗？你是不是不懂回家的路？小粉点了点头。元宝发愁了，这个怎么办呢？自己除了轻功有一丢丢的进步，其他的都是花拳绣腿，肯定不能跟踪人家的，搞不好一跟上去就被发现了，然后又被抓起来。他想起了紫山上那2只仙鹤，他吹了一声口哨，召唤来了2只仙鹤。小一、小二，你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去帮我一个忙好不好？2只被元宝唤为小一和小二的白鹤亲昵地蹭了蹭元宝的手臂，发出厉的叫声，并点了点头。小一、小二，你们看外面围着草垛子转的那2个黑衣坏人，他们要抓我呢。小一去跟着那2个坏人，小二把我送回家好不好？等我回家之后，邱大人和小二去找你，好不好？2只鹤看着元宝停顿了好一会儿，似在消化刚才元宝讲的话。过了10个呼吸的时间，2只白鹤点了点头。元宝摸了摸他们的头，就放了小一出去，跟着已经起身离开走出一段距离的2个黑衣人。元宝等2人走得看不见踪影了，才和小二从空间里出来。元宝坐上小二的背，
指挥着小二飞的方向。可惜元宝也不知道桃花村应该往哪儿飞，在天上乱飞了一阵子，看到远处好像是百花镇的样子，这才知道飞错了方向。百花镇元宝去过几次了，还是熟悉的，又让小二掉头往桃花村的方向飞去。小二这一飞，直接把元宝带到了当初元宝捡到那2颗蛋的地方。元宝看这里离家也不远了，干脆就把小二收进了空间里，打算2腿走着回去。就在他打算走下山回家的时候，遇上了狼群在围着一棵大树团团转。元宝觉得奇怪呀，这里是半山腰，都没到深山里面，而且又是白天，照理说是没有狼群出没的，怎么会这样呢？元宝数了一下，这里起码有8头狼，而且看起来是很凶的那种野狼。野狼看见了元宝，朝着元宝冲了过来，瞬间就把元宝包围了。元宝怕被野狼拆吃入腹，赶紧闪身躲进了空间里。头狼还围着刚才元宝消失的地方团团转，想不明白刚才站在这里的一个人类幼崽怎么就不见了。元宝好奇这些野狼围着一棵大树在转什么，抬头看了一下大树，他看到一只金色的小鸟在树杈上瑟瑟发抖，似乎是受伤了。元宝在空间里等了一天，狼群都不舍得离去，就在他耐心用尽，准备放出小粉一一咬死那些狼的时候，头狼带着那些狼终于1步3回头的离开了。等狼群走远了，他才闪身从空间里出来。他来到大树下抬头看，那只金色小鸟也终于撑不住了，一头从树上栽了下来。元宝伸出手接住了金色小鸟，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皮外伤啊，干嘛会瑟瑟发抖呢？也不管了，先把小鸟放进空间里，赶紧下山再说。他召唤来小白，坐上小白的背往山下家里飞去。快到家里时，看见一片火光，吓得元宝以为家里着火了，赶紧叫小白降落下来。村民们举起的火把被一阵风扫过，几乎全灭了。他们被吓了一大跳，全体安静，都没敢出声。元宝回来了，回来了，吓死娘了！娘亲别怕，元宝回来了。元宝随师傅去采药回来晚了，让叔伯们担心了，对不起。没事就好，大家正要点起火把出去找你呢。谢谢乡亲们了，元宝回来了，虚惊一场。今晚都晚了，大家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来我家吃饭啊。饭就不吃了，只要咱元宝没事，大家今晚啊就能安心的睡觉了。是啊，听说元宝不见了，我这心啊砰砰砰的跳得可快了。元宝可是我们村的宝贝，啥都能丢，元宝可不能给弄丢了。可不是嘛，我家那捣蛋儿子听说元宝不见了，一直在家里哇哇哭呢。好了好了，都回去睡觉。元宝只是跟他师傅去采药回来晚了，他有小白护着呢，丢不了。大家举着火把三三两两的聊着天回家去了。元宝挺感动的，没想到全村人都为他操心呢，以后要多想办法带着村民们赚更多的钱才行。元宝在人群中看到了南宫瑞，虽然南宫瑞什么话都没说，但那担忧的眼神，元宝知道他很担心他，朝南宫瑞眨了眨眼，示意了一下，明天去找他。南宫瑞当然明白元宝的意思，带着人回去了隔壁，但还是担心半夜又有人来使坏，让影一安排了人悄悄守在元宝的小院落附近。叶老二和赵玉娘带着元宝回到他的小院落里。元宝啊，你实话告诉娘，你真的是跟你师傅采药去了吗？是的，娘亲，我跟师傅采药去了。元宝，可是李公子带着来的影医说你的院子里有成年男子的脚印，而且对方武功高强，轻功了得，我们都以为你又被坏人给掳走了。
爹爹娘亲，哥哥，那脚印是我师傅的，他不想看见任何人，昨晚半夜下山找了我悄悄去的。因为有一味药材很重要，10年才开一次花，而且是半夜开花，采摘药效才是最好的，所以他来叫了我，匆匆忙忙就走了。元宝为了不让爹娘哥哥担心，只好使劲地忽悠他们了。叶老二和赵玉娘听了元宝的话，才放心地走了。三盼却没那么好忽悠了。妹妹，你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哥哥？哥哥，你去休息吧，我有事肯定会对哥哥说的，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啦。三盼见妹妹不肯说，也不再强迫她，将信将疑地走了。翌日，元宝，昨天到底怎么回事？是哥哥，我跟你说，有2个黑衣人要抓我，幸好我机智逃跑了。是谁要抓你？那2个黑衣人长得啥模样？瑞哥哥，那俩人看起来和影一叔叔差不多，穿着黑色衣裳，说话的口音我听着不像咱们南盛国人。那你是怎样逃出来的？知道那2个黑衣人现在在哪儿吗？我趁着他们打盹的空，悄悄骑着小白就逃了。但小白有2个好朋友，叫小一和小二。小白让小一跟着那2个黑衣人，小二跟着我回来了。小二会带着我找到小一的，找到小一就能找到那2个黑衣人了。元宝真聪明。这小东西从小就很有动物缘，也只有跟着他的那些动物能听懂他的话。那可不，我也觉得自己聪明。瑞哥哥，我不想把这件事情跟家里人说，不想让他们徒增担心，现在该怎么办？放心，敢打你的主意，定要那2个黑衣人有来无回。那现在要去抓他们吗？人自然是要抓的，但要部署好才能行动。影一，进来。3人在书房里密谋着抓黑衣人的大计。商量完抓人大计之后，元宝去后院悄悄放出小二，召唤来小白，让小二带着去找小一。元宝带着影一骑着小白跟在小二后面。他们打算先去踩点儿，摸清楚黑人的位置，晚些时候带人来一举抓获。影一怀着恭敬紧张的心情坐在小白的背上，他激动啊！来桃花村这么些年，他总算有机会坐着小白在天上飞一回了，他总算没有不如桃花村的小孩了。下午时分，影一带着人悄悄地往桃花村10里外的废弃小木屋而去。大宅子里，元宝开心地吃着赵婶儿做的冰碗，和南宫瑞在听着影二的报告。主子，元宝姑娘，我去查了府城的宝凤斋，说来也奇怪，这宝凤斋突然就被人举报，说他们卖的首饰佩戴的令人浑身发痒，说这是毒首饰，并告到府衙去，要宝凤斋赔偿。知府大人现在把宝凤斋给封了，但掌柜的没被抓，有一个伙计出来顶罪了，据说是他的内侄儿。知府大人暂时把那个伙计给关押在牢里，那个宝凤斋的掌柜现在正在四处奔波呢。还有那个知府家的千金，我悄悄潜入了知府家打听，据说那个小姐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到脸了，血肉模糊的，现在闭门都不敢出来了，估计会破相。这次做得不错，这个冰碗赏你了，下去吃吧。南宫瑞把自己不喜欢吃的冰碗给了影二，影二也不喜欢啊，甜腻腻的有啥好吃的？但主子赏赐不能不要，也不能不喜欢。是，谢谢主子。影二捧着冰碗，一脸便秘的出去了。瑞哥哥，影一他们抓到那2个黑衣人之后，你打算怎么处理那2个人？还不知道，等抓到人先审问清楚是哪里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再说。瑞哥哥，我跟你说，那2个人也是武功高强之人，肯定没有这么轻易招认的。我和我师傅
最近研究制作了一种吃了就能说真话的药，我把它叫做真言药。虽然还没找人试过，但效果应该是可以的。你要不要让那2个黑衣人试试？行，就当拿那2个人帮你试药效了，到时跟你说效果。主子，那2个人用了极刑也不肯招供，嘴巴很硬，现在还剩下半条命，关在县城的暗牢里。南宫瑞不禁佩服元宝聪明的小脑袋，果然被他猜中了。这是吃了让人讲真话的药，你明天亲自去把药给那2个人服用，然后问仔细了，回来告诉我。是，主子。师傅，你看我带谁来了？仙鹤呀，他心心念念的仙鹤呀，而且这仙鹤不是一般的仙鹤，比那些普通白鹤个子大了2倍，一定能驮着它在天上飞了。果然只有徒儿这种气运加深的人才能有这等福气找到仙鹤呀，而且一找就是2只。白素贞上前想摸一下那2只洁白如雪的仙鹤，但2只仙鹤相当不给面子的要啄它。徒儿，你看，他们俩不喜欢为师。小一、小二，这是我师傅，你们不可以攻击我师傅。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师傅，我不能时时跟在师傅身边尽孝道。以后你们就在这里帮我好好照顾师傅，知道吗？2只鹤极不情愿，他们要跟着元宝啊，他们喜欢在元宝的空间里生活呀。而白素贞听了小徒弟的话，那是感动的差点就老泪纵横了。瞧瞧，他白素贞收的徒弟多好的一个孩子呀，多孝顺他呀。为了圆他的夙愿，徒儿不辞辛劳的去找白鹤，一定吃了很多苦头，怪不得这几天都不见他上山了呢。他一定是去了很多地方才找到的，以后要少捉弄他一下才行。元宝要是知道他师父内心戏这么丰富，肯定会笑掉新长出来的大牙。这2只大白鹤完全是白捡的呀，他一点也不辛苦。2只白鹤暂时听了元宝的话，走到白素贞的面前来，对他低下了高贵的头。徒儿，你帮问问，为师能否骑着他们飞一圈？好的，师傅。你们2个谁带着我师傅飞一圈？2个白鹤嘎啦嘎啦的用自己的鹤语商量了一番之后，小一走上前了一步。师傅您看，这个脖子上有一撮小红毛的就是小一，这个脚上有一撮红毛的是小二，您记住了吗？为师记住了。他们俩谁愿意带为师飞一圈？师傅，小一说他愿意。谢谢你愿意带我这个老人家飞。他说完，也不需要白鹤蹲下身子，轻轻一跃就上了白鹤的背。元宝看着小一带师傅飞走的样子，有点点担心了。师傅不会是真的驾鹤西归吧？但没有让元宝担心太久，小一带着白素贞绕着缥缈山飞了一圈就回来了。元宝留下小一小二给还沉浸在喜悦中的师傅之后，就去看大白和大金了。元宝这次并没有找到大白，不知道大白去哪儿了。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一只脚受伤的小麋鹿，他帮麋鹿用草药止血，又给他包扎好伤口之后就准备回去了。但那只小麋鹿一直一瘸一拐地跟着他走，他只好停了下来。小麋鹿，你不去找你娘亲了吗？跟着我做什么呢？麋鹿听了元宝的话，发出了悠悠的叫声，眼睛里还流出了眼泪。哎呀，你别哭，你怎么了？是不是没有娘亲了？小麋鹿点了点头。那我带你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好不好？小麋鹿还是点了点头。元宝带着小麋鹿随着意念进了空间，把它放在蓝山上，招来了小粉，让小粉照顾它。安顿好小麋鹿之后，
元宝去紫山看望那只被他放进来的小金鸟。小鸟儿，才2天不见你就恢复了，怎么尾巴还长了呢？元宝和小金鸟玩了一会儿，就和小白回家了。他问过了小白，小白也喜欢在他的空间里待着，所以他就把小白带进了空间，放在紫山这里。这样以后他需要小白的时候，不管在哪儿都很方便了。元宝回来吃完饭之后睡了一个午觉，下午就去了大宅子。瑞哥哥，怎么样了？你让人给那2个坏人用药了没有？让影一亲自去的，你的药效果很好，那2人都招了。哦，那2个坏蛋是谁派来的？要抓我做什么？那2个人是北辰国的3皇子宇文君豪派来的，听说了你在南胜国的事迹，想把你带到北辰国去为他们所用。那瑞哥哥打算怎么处理这2人？南宫瑞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元宝。瑞哥哥，你这么看着我做啥？我脸上有脏东西吗？元宝，如果我告诉你我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身世，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啊？不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说的秘密。那我告诉你我的身世，你不要跟别人说，好不好？好，瑞哥哥想说我就听，不想说也没关系，我不听就是了。南胜国现在的皇帝叫南宫昊天，我是南胜国的5皇子，母妃是靖江人士，外祖家是靖江商贾之家，非常有钱。父皇去靖江微服私访时，在一个寺庙躲雨，巧遇母妃并爱上了她。后来父皇把母妃带回皇宫，不顾众大臣的反对，封母妃为宜妃。父皇确实对母妃很好，京城的沁园酒庄就是父皇帮母妃偷偷开办的，这件事情连皇祖母都不知道。2年之后，母妃生下了我。我因为自小聪明过人，得到父皇和皇祖母的宠爱。因为年纪小，不懂得收敛自己的聪慧，加上父皇独宠母妃，引起了其他嫔妃的嫉妒，人人都排挤我母妃。她在皇宫，除了父皇和他自己带过来的2个丫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南胜国，士农工商，商排在最末流。母妃作为商贾之女，在宫中最被人看不起，不像别的嫔妃一样，家中父兄都能依靠。特别是皇后娘娘，她担心父皇因为宠爱我，会把他儿子的太子之位给废了，改立我为太子，总是暗中给我的母妃使绊子。父皇很忙，天天都要上朝批阅奏折，不能每天都陪在我们身边。幸好皇祖母对我很好，怕我在皇祖母面前告状，所以那些人明面上也不敢太过分，但暗中会唆使其他皇子来陷害我，直至我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下了毒，当时差点就没命了。太医强行帮我把毒逼到了双腿上，才保住了一命，但双腿不良于行了，在南胜国身体有疾，是不能放在任何的重要职位上的，以后最多也只能做个闲散王爷。母妃为此天天抱着我哭，差点哭瞎了双眼，还被人冤枉陷害皇祖母。父皇迫于压力把母妃打入了冷宫，为此父皇震怒，下旨大理寺彻查，但这么多年也没有听说查出个所以然来。我外祖和外祖母一直不放心母妃入皇宫，后来派了大舅母来京城入宫探望，才得知我们母子的处境。京城相国寺的国师和外祖有交情，后来得到国师指点，说我的生机福源在梧桐县桃花村。外祖父大把钱砸下去，动用了一切的关系和力量，买通柳丞相说服了我父皇。父皇派人偷偷把我送到了桃花村，包括影一他们这10个暗卫和刘远，也是父皇给我的，其他人都是我外公的人。外祖家的人做生意都很厉害，于是我祖父给了大舅舅一大笔钱，让他带着我大表哥和二表哥到京城来，想办法先在京城站住脚跟，再成为我和母妃的助力。大表哥在京城暗中成立了暗阁，专门查找打探各种消息。他上次来桃花村说已经查到了当年暗害我的证据，表面是皇后，实则是萧妃所为。
二表哥则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在京城捞了不少钱，所以大表哥才会问你想不想跟他合作做生意。现在在等一个契机，等我有机会回皇宫之时，再一一收拾那些害过我的人。瑞哥哥，那你的契机等来了吗？你不是问我那2个黑衣人打算怎么处理吗？这也许是一个契机吧。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还要感谢你的真言药，他们服了药之后，老老实实的全部都招供了。我打算秘密派人把这2人押解进京城，并禀明父皇一切，让父皇定夺。这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了，而是2个国家的事情。这样你就等于立了大功一件，对不对？对，而且这功劳还是你帮忙立下的。你会不会怪我抢了你的功劳？当然不会啊，即使我知道他们不是咱们南胜国的人，也不知该如何处理他们。南宫瑞笑了，这就是元宝，不像皇宫里那些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斤斤计较，看着就厌烦。还是他的元宝妹妹最好啊。瑞哥哥，你不担心那2个人知道自己说出一切之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畏罪自杀吗？你还懂畏罪自杀？谁教你的？自然是我师父教的呀，我师父还跟我讲过用兵之法呢。看来你师父真是活得久，什么都懂。刚才我说了那么多给你听，那你也说一个关于用兵之法的故事给我听听，好不好？好的呀，那我就给瑞哥哥讲一个师父说过的36计中的第1计瞒天过海给瑞哥哥听吧。元宝听了南宫瑞的身世之后，心里有了计较。瑞哥哥以后应该会回到皇宫中，甚至会上战场打仗也不一定。看在这倒霉催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他打算把36计和孙子兵法慢慢渗透给他。至于以后能用多少，就完全看他个人造化了。元宝今天一大早来到师傅这儿，就看到师傅他老人家在和2只仙鹤培养感情，师傅在给小1和小2刷毛呢。小1和小2看到元宝来了，瞬间就抛弃了老人家，朝着元宝飞奔而来。白素贞的老心灵受到了一丢丢的伤害呀。小1、小2，你们有没有听师傅的话？2只大白鹤点点头，白素贞在一边听着小徒弟的话，又被感动到了。看，小徒儿一来就问2只白鹤听不听他的话呢，而不是问小1、小2，你们有没有想我呀？元宝做完早课后就去找大白了，昨天没找着大白，不知大白到哪儿去了，这是以前从没发生过的事情。他担心大白。元宝来到老地方，呼唤着大白：大白，我来看你了，快点出来。可无论元宝怎么呼唤，大白都没有像往常一样威风凛凛地向他走过来。元宝难过地坐在枯木上，他不知道大白到底怎么了，究竟去了哪儿，为什么不出来见他呢？他呆呆地在枯木上坐了2刻钟，失望地准备回去。他看到远远的有一个白色的影子朝他艰难地慢慢走过来。元宝看大白走路不稳的样子，着急地撒腿就往大白狂奔而去。大白，你怎么了？元宝抱着大白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不是兽医，不懂给大白把脉，但看大白虚弱的样子，感觉他是生病了。大白，都是我不好，我应该经常来看你的，你一定是生病了，现在很难受，对不对？大白依然无力地看了元宝一眼。大白，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去了那里，你的病肯定能治好。大白，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如果你同意我带你去我说的那个地方，你就眨眨眼好不好？大白虎目含泪，艰难地眨了眨虎眼。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老了，病得都爬不动了。
以为自己会就这么死去的，再也见不着元宝了。他昨天就听到了元宝的呼唤，无奈昨天连走路都困难。今天他想着无论如何都要来见他最后一面，要不就会见不到了。于是拼着最后一口气，这一路走来，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元宝摸了摸大白明显没了光泽的虎毛，带着大白心随意动，进了空间。元宝给大白喝了很多空间里的灵泉水，然后又把大白带到了蓝山上。大白喝了灵泉水，蓝山上灵气又充足，大白看起来精神好一些了。但小粉和小麋鹿看到大白，惊慌地逃去了好远好远的地方。大白，你喜欢这里吗？大白恢复了一些力气，点了点虎头。那你先在这里养病好不好？大白又点了点头，他喜欢这里，这里让他好舒服啊。那你不能欺负小米、小粉哦，他们俩也是我的好朋友。小米就是那只受伤的小麋鹿。大白又点了点头。小粉、小米，这是大白，他要在这里养病，你们多照顾一下他。小粉的兔胆子瞬间大了起来，他跳到了大白的身上，看大白也没有生气的样子，就没那么害怕了，放肆的在大白的头上耍威风。这多难得的机会啊！等这个大白虎的病好了，他一个小小的兔子就不敢这么猖狂了。元宝陪了大白1个时辰之后，看大白虽然还没能恢复，但看着没什么大问题了，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休养而已，又交代他们要好好相处，就出去了。来人，把那2个王大胆贼人打入死牢！该死的，差点害老子破功！赵大福，马上给朕宣户部、兵部、刑部的尚书助攻。是。该死的北辰国，敢来南胜国打元宝的主意，想偷人，门儿都没有，连窗户也没有。这次定要叫他北辰国脱层皮不可。赵公公下去后，顺景帝问起了尹嗣他儿子在桃花村的情况。尹嗣把五皇子的近况挑能说的一一跟皇上汇报了。最后尹嗣掏出了一沓纸，双手呈给了皇上。皇上，这是五皇子要您帮忙转交给宜妃娘娘的。皇上接过了那沓画纸，想也知道这是那个偏心的儿子画给他母妃的。那个臭小子每年都会给他母妃画一些他在桃花村的所见所闻，就不知道要给他画一些吗？他也想经常看的，害他每次去冷宫的时候都要说很多好话，哄很久，子儿才会愿意再给他看一遍。他还是好想去桃花村一趟啊。可事情并没有顺景帝想象的顺利，贾一和贾二最后还是自杀成功了，气得顺景帝又摔了御案上的茶杯，还把当天看守死牢的人给斩了。不行了，这帮愚蠢的人真是没用啊，看2个人都看不住，气死他了。他要去冷宫冷静一下。子儿，在想什么呢？皇上昨天才来过，怎么又来了？子儿不想我吗？不想，我只想儿子。都是我不好，没能保护好你和儿子。皇上别在臣妾这里装可怜了，你要真觉得自己不好，就赶紧查清陷害瑞儿的凶手，洗刷臣妾的冤屈。子儿，母后其实早就知道你是被人冤枉的，她已经不怪你了。我下旨让你回紫晨宫可好？皇上，瑞儿没回宫之前，臣妾哪儿也不想去。谢谢皇上对臣妾的厚爱，在这里不缺吃不缺穿也挺好的，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也不用应付一些不想应付之人。子儿莫着急，瑞儿在桃花村能平平安安长大才是最重要的。国师不是说过瑞儿的生机福源在桃花村吗？强行带她回来
反而不好。子儿，你看，瑞儿她去了桃花村，双腿就治好了，这也是朕能忍这么多年的原因。要不这么些年过去了，朕早就撤了大理寺卿的职了。臣妾知道，要不然也撑不了这么些年母子骨肉分离的苦。委屈子儿了，朕正在计划一件大事，到时若成了，定会给你一个惊喜的。李子仪知道这男人是爱自己的，只是身为帝王，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子儿，走，我们去看看瑞儿寄回来的画像。皇上过来就是为了看瑞儿画的画吧？没有的事，朕是为了来看爱妃，看画像只是顺便而已。娘，这是谁给您写信了吗？没有谁给我这个老太婆写信，这是你儿子二盼的家书。娘，您说啥？您刚才说啥呀？我说这是你儿子二盼的家书。要死啊！吼那么大声做啥子？耳朵都要被你吼聋了。娘，对不起了，都怪我这不是太激动了吗？都怪二盼这臭小子，这么多年才知道要写信回来。三弟，快给大哥念念。叶老三儿接过信，清了一下嗓子，给众人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这个不孝子啊，这么久才写信回来，让我日日担心着，看他回来我不抽死他去。得了，儿子不写信回来，你天天挂念，这写信回来了，你还这么说他做啥子？就是啊，大嫂，你看二盼他出息了，都当上百夫长了呢。是啊，娘，二弟有出息了是好事儿，您就别念叨他了。儿子，你叔叔可厉害了，当上百夫长了。大伯娘想念着二哥哥，他一定能感受到的。我二哥哥他以后一定会当上大将军的，大伯娘不必挂心。大伯娘啊，是太高兴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多想无益。大家都去休息吧，明天村民们送葡萄过来，还有的忙呢。赶紧睡觉去。今年老天爷赏饭吃，又是丰收的一年。桃花村的村民们靠着叶家，今年又增加了卖葡萄的收入，着实过了一个肥年。现在的桃花村是这10里8村最富裕的村子了，连当初村里最穷的人家都盖了青砖大瓦房。桃花村外的姑娘家争抢着要嫁到桃花村来。赵玉娘这段时间有点发愁，为何呀？因为媒婆都快把他们家的门槛给踏破了，都是来给他儿子三盼说亲的。娘，您说这要不要给三盼先定一门亲事啊？急啥？三盼将来出息了，你还怕他找不到媳妇儿？娘亲，奶奶说的对，哥哥将来考中举人，那是要做官的，多的是好姑娘任您挑，别着急。是我想多了，就听你们的，咱不着急。又是一年桃花盛开时，今天村东头的大宅子特别热闹，来了好几辆大马车和10几匹高头大马，村民们都被吸引过来看热闹了。桃花村虽然也经常有马车来往，但同时有这么多辆马车和高头大马来的从来没有过。这个黎公子来桃花村这么多年了，除了有个老先生和一个大表哥来过之外，都没见有人来过了。在中间那辆最大的马车虽然没有很豪华，但看起来结实无比，也不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孩儿见过父亲母亲。他差点就喊出了父皇。李子怡看着身高已经高过自己的少年喊着自己母亲，眼泪像一颗颗珍珠似的往下掉。8年了，整整8年了，他们母子才能见一面。瑞儿，南宫昊天看着母子俩，心中的愧疚感又增加了一分。
8年不见，看儿子都快有他高了。赵公公看一大帮子的人在门口看热闹，不由得上前提醒道：“老爷夫人，请先进去屋子里面休息。”一家3口在赵公公的提醒下先行进了屋子里。原来这就是黎公子的父母啊，不愧是京城来的，人家长得真是好看啊。话说他的父母真是狠心呐，这么多年了才来看儿子一眼。也不知道当初是为什么要把儿子放到乡下来，看他们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奴仆那么多。谁知道呢？听说大户人家里头都是有很多争斗的。当初黎公子来咱们村的时候，双腿是不能走路的，可能是被人害了吧。是啊，我去镇上卖麻辣鱼干的时候还听说了，有些有钱人啊，家里3妻4妾的，家里有钱老爷还宠妾灭妻呢。是啊是啊，我也听说。大家还说的挺热闹起劲儿的，说的好像很多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般。听到激动处，还一致纷纷点头。行了行了，都回去干活去，在人家门口议论人家，不怕那些骑在马上扭过马刀的人出来把你们给扔到清河里去啊？村长，没那么严重吧？我们也就说说而已。对呀，村长，不是我还说闲话，当初要是没有咱元宝，李公子的腿能治好吗？是啊，李公子还是托了咱元宝的福呢。谁说不是呢？咱元宝就是一个小福星。村民们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话题就又说到了元宝身上了，那是各种花样式的夸呀。瑞儿，母妃好想你呀，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母妃，孩儿在这里挺好的，从来不缺衣少食，这里的村民们都很好。瑞儿，你的双腿真的完全好了吗？父皇，孩儿的腿真的完全好了，能蹦能跳，还能练武。哎，瑞儿，都是父皇没有保护好你。当初要不是你外公，可能你……父皇，都过去了，孩儿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李子怡已经又在一边掉珍珠泪了。他儿子长大了，懂事儿了，小时候可是骄傲得很呢。一家3口吃完饭后，继续在屋子里诉说着分别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元宝可不知道南宫瑞的父母来了。他来到大宅子时，怎么感觉气氛有点怪异呀？好像比平时多了很多人的气息一样。元宝进了屋子之后才发现，不是自己的错觉，屋子里真的多了很多人。看那些人严肃又不苟言笑的样子，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瑞哥哥人呢？平时这个时辰不都是在游廊底下和贾爷爷下棋的吗？那些站在屋子各个角落的牛高马大充满杀气的人又是谁？不会是南宫瑞被人挟持了吧？不会吧？元宝在心里猜测了几种可能性，最后判定为没有危险，索性喊了起来：瑞哥哥，你在哪呢？父皇，母妃，元宝来了。瑞儿，那等一下你不能叫我们父皇和母妃了，这样我们的身份就暴露了。父皇，无妨，元宝知道我的身世。你都告诉他了，这样你的身份会不会暴露？有没有危险？父皇不必担心，元宝很靠谱的，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世了，从来没对外人说过，连他家里人都未曾说过。走，父皇，母妃，我带你们去认识元宝。瑞哥哥，你怎么跑到后面这里来了？这个长得像天人下凡的伯伯和像仙女一样漂亮的姨姨是谁？元宝，这是我的父皇和母妃。元宝见过皇上和娘娘，元宝在乡下长大，不懂规矩，请皇上和娘娘不要怪罪元宝。元宝不必多礼，在这里没那么多的规矩，一意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罪呢？元宝不用拘束，在这儿没有皇上和娘娘。
我们就是瑞儿的父亲母亲，你把我们当成普通人一样就好了。好的呀，那元宝就不害怕了。谢谢伯伯和姨姨。元宝刚才还挺担心不懂规矩说错话会掉脑袋呢。哪儿就会掉脑袋了？你脑袋在你脖子上稳着呢，谁敢要你掉脑袋，姨一定不饶他。元宝啊，我们刚来桃花村，你是桃花村土生土长的，不如带我们到处去逛逛吧。好啊，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桃花山上的桃花正是盛开的时候，美着呢。元宝带你们去看桃花，保管伯伯和姨姨看了会流连忘返。元宝带着顺景帝和宜妃来到桃花山，此时很多人都在桃花山上捡桃花呢。元宝，今天咋的有空来桃花山呢？是不是要来捡桃花做桃花酥啊？待会儿大娘给你送一篮子桃花去你家。尤大娘，不用了，我不是来捡桃花的，是带瑞哥哥的父母来看桃花的。哎呀，这就是黎公子的父母啊！我们桃花村的桃花山可美了，一定要好好看看。元宝，村民们捡这些桃花做甚用？元宝看了南宫瑞一眼，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南宫瑞看了看元宝，又看了看自己父皇。南宫昊天挑了挑眉，这还有不能说的？南宫瑞最终到父皇跟前儿，附耳跟父皇悄悄摇起耳朵来。南宫昊天听完了儿子说的话，果然被他猜对了。不过他也为儿子感到高兴，他儿子依然还是这么的聪明，虽然身处乡下，但一点也没有意志消沉，非常好。那红酒也是元宝弄的？南宫瑞点了点头。南宫昊天看向元宝的眼神更不一样了，这孩子怎的这么聪明，好像比他儿子还要聪明呢。他要不要拐回去做他的干女儿？这样以后有什么最新的事物，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也能更好的保护这个小福星。元宝还带他们看了养在桃花山上的蜜蜂收集蜂蜜。现在桃花山上的蜂箱和蜜蜂都是一盼在管着。伯伯、姨姨，待会儿回去，元宝给你们送一罐蜂蜜过去尝尝，可甜可甜了。好的呀，那可就谢谢元宝了。一行人参观完了桃花山，看时间有点晚了，就直接回去了。李子怡邀元宝一起吃饭，元宝也不扭捏，大方答应了。元宝看饭菜都摆上桌了，旁边却站着一堆的人，等着夹菜伺候伯伯和姨姨的，感觉很不习惯。等一下，是不是每一样菜都要那个和刘伯一样的人一一尝过，他才能吃啊？大意了，早知道就不答应过来吃饭了。父皇、母妃，这是在乡下，我们就按乡下人家的普通人一样吃顿饭吧，不必有那么多的规矩。是啊，皇上，臣妾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呢。好，都依你们。赵公公，你带人下去吧，这里不用伺候了。元宝看着那些包围饭桌的人都离开了，心情瞬间顺畅了，感觉胃口都好了起来。再看看满桌子的菜，每道菜都色香味俱全，看起来就让人食指大动。但是才4个人吃饭，感觉太浪费了。以前他和瑞哥哥2个人吃都是3菜1汤，这里起码有10几个菜了。元宝看着桌面上的菜系，一看就能分辨出哪道菜是赵婶做的了。只有醋溜土豆丝儿和青菜是赵婶做的，其他的都不是。今天正好尝尝除赵婶以外的菜，能跟随皇上微服出巡的御厨啊，一定很好吃。这样一想，元宝又不觉得浪费了。南宫昊天看着元宝脸上丰富的表情，觉得这个小姑娘真有趣呀，以为她想吃不敢吃呢，于是先动筷了。谁说我不敢吃呢？这不是长者先幼者后吗？
等着您先动筷，我才好下手不是？南宫昊天动筷之后，其他人都跟着吃了。李子怡一眼就看到了桌面上那道不一样的菜，很特别，这是他以前没见过的，也没有吃过。切成一丝丝的，上面还撒了些葱花，看起来像笋丝，可仔细一看又不是，不知道是什么菜呢。他伸筷子去夹了一点到碗里，说是一点儿，元宝看着就是2根儿。这皇宫里的妃子吃饭都这样的吗？要我这样，可能会被饿死吧。宜妃可不知道元宝在想什么，真好吃啊！他忍不住又夹了一筷子，这次不是2根了，是真的一筷子那么多。他一口土豆丝儿一口饭的吃，真是好吃啊！南宫昊天看着子儿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也忍不住夹了桌上的那道菜来尝一尝。元宝看见皇上尝了土豆丝儿之后的表情和宜宜一样，就知道他们都喜欢这道菜。但本着食不言寝不语，他们不说话，元宝也不开口。况且人家儿子也懂这道菜啊，不也没说话吗？最后是南宫昊天终于忍不住了。瑞儿，这道菜是什么菜？看着很素，但吃起来味道酸甜可口，口感清凉，很是开胃。父皇，这道菜叫酸溜土豆丝，这土豆是元宝新种出来的吃食，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哦，元宝，你又种出新吃食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都让你种出2种新的吃食了。皇上伯伯，这也是元宝无意间在山上发现的。元宝在乡下比较喜欢到处找东西来种，谁知道种着种着就种出来了。元宝，这土豆能不能大量种植？皇上伯伯，能的呀。元宝去年在您赏给我的平西田庄上种了好多，和红薯一样容易种，但比红薯需要的水多一些，只要施肥能跟上，产量不比红薯差。元宝，你种有多少这种土豆？卖一些给伯伯可好？皇上伯伯，元宝在平西田庄种的土豆大概够分给桃花村的乡亲们种，如果伯伯要的话，可以给1半伯伯带走。南宫昊天感动得无以复加，瞧瞧，多好的一个孩子呀！这份胸襟和大义，就连许多男子都比不上的。人家姑娘都没说卖，直接说给。他又想把元宝拐走了，怎么办呢？好，伯伯担南圣国的子民，谢谢元宝了。伯伯不用谢谢元宝了，元宝也是南圣国的子民，都是伯伯用心管理好国家，咱们南圣国才会有这等福气，拥有新的粮食。这话说得好，元宝放心，伯伯不会亏待你的，也不会白白要了你的土豆。父皇，您别光顾着说话了，这青菜也是元宝种的，也很好吃的，你再不吃就要被母妃吃完了。元宝，你是怎么种的青菜呀？感觉特别的好吃呢。姨姨，元宝就是给青菜多浇水，多施肥，它长得壮就特别好吃了。瑞儿吃的青菜都是你给的吗？对啊，瑞哥哥不喜欢吃自家后院种出来的青菜，刚好我种有很多，就拿一些过来给瑞哥哥吃。元宝，谢谢你了，这么多年我们都没能来看看瑞儿，还好他在桃花村有你跟他作伴儿，你还这么照顾他。姨姨，您别这么说，是瑞哥哥照顾我更多一些，我经常来这里蹭饭吃的，瑞哥哥还教我写字画画呢。这哪叫蹭饭呢？你是来陪他吃饭，他一个人吃饭很孤单的。元宝啊，我们确实该谢谢你，你治好了瑞儿的腿，就这一件事就足以让我们感激不尽了。元宝小小的谦虚了一下。皇上伯伯别客气了，
瑞哥哥的腿是我师傅治好的，我学艺不精，治不好。你师傅肯帮瑞儿治腿，那也是因为你的原因，所以还是要谢谢你。父皇啊，你别光口头上说呀，真要谢谢元宝，就来点实际的行动啊。光打雷不下雨有什么意思？那好吧，你们的谢意我收到了。现在天晚了，我要回家了。伯伯、姨姨、瑞哥哥再见。元宝礼貌的道完再见，就蹦蹦跳跳的回家去了。元宝，明天要记得过来吃饭啊！跟这小姑娘一起同桌吃饭很愉悦，看着她胃口大开，吃麻麻香的样子，自己都忍不住多吃一碗饭。南宫昊天特意起了个大早，他一定要去村口那棵大树下看看瑞儿画上画的，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在指手画脚的，到底是要干嘛？到了大槐树下的时候，村民们已经站好了方块队，前面有个老人在带领，准备要开始指手画脚了。父亲、母亲，你们可以站到队伍里跟着一起做的。南宫瑞说完就不理他父母了，站到队伍里跟着一起跳起了西瓜舞。南宫昊天倒是很上道，在男人方块队里找了个合适的位置，跟着比划起来。李子怡看皇上不管他，自己走了，于是他也悄悄地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站好，跟着前面的人一起舞动起来。一整套西瓜舞做完后，南宫昊天和李子怡就分别被男方块和女方块的人给包围了。李老爷跳得挺好的嘛，跳完这西瓜舞感觉咋样啊？李老爷？什么鬼啊？他什么时候姓李了？老伯，我姓黄，我姓黄，不姓李呢。李公子不是姓李吗？怎么他爹是姓黄啊？他又看了看那边被女人堆包围的女人。你媳妇儿姓李？啊，对呀，媳妇儿姓李。二爷爷了悟了，原来是个倒插门女婿呀。旁边吃瓜群众了悟，哦，原来是个倒插门的女婿。村长也忍不住了，那黄老爷为何这么多年才来看你儿子呀？难道不是跟他姓就不想来看，不想要儿子才扔到乡下来的？看着不像啊。南宫昊天看着围着他的村民们好奇的样子，瞬间戏精上身。哎，你们有所不知，这是家中遭奸人陷害，无奈之举，才把儿子送到乡下来避难的。吃瓜群众了然，哦，原来如此。顿时向着倒霉催的倒插门女婿投去了同情的目光。这黄老爷真是可怜啊，倒插门不说，儿子又不能跟自己姓，还被奸人所陷害，他真是太难了。顺景帝都没明白，这戏演得好好的，怎么村民们都向他投来同情可怜的目光了？他也没有说得很悲催呀，干脆不演了，也不让村民们问，还是由他掌控全局吧。他不喜欢被人问来问去的。老伯，你们跳这个为什么叫西瓜舞呀？村民们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纷纷向黄老爷说起了西瓜舞的来历。瑞儿，怎么不见元宝去村口跳西瓜舞呀？父皇，元宝很少去的，他都是一大早去和他师傅一起跳西瓜舞，跳完后又跟着他师傅学本领，他很忙的。吃完早饭，我们去看看桃花村的稻田和红薯吧。父皇都是在信里听你说，都没得看过呢。好，吃完早饭，孩儿带您和母妃去桃花村走走。您和母妃多吃点，待会儿才有力气走路。在村里不兴抬轿子的，会被村民们笑话的。顺景帝和宜妃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比平时多吃了很多早餐。走了一上午的路，顺景帝和宜妃都觉得有些累了，还好听儿子的话，多吃了一些早膳，要不然还真是没力气走回来呢。
到了中午快用膳的时间，宜妃就开始不断的问了：元宝会不会过来吃午饭？母妃，元宝有时候会来，有时候会在他师傅那儿忙久一些，也不一定。您不用着急，如果他回来了，就会过来的。也许元宝感受到了宜妃殷切的期盼，在宜妃第10次念叨他的时候，元宝出现在了大宅子里。姨姨，这是我用多种药材做的养颜膏，送给您用，您一定会越来越年轻貌美的。宜妃脸上笑开了花，看元宝多好的一个孩子呀，还送给自己养颜膏呢。她当即从手上撸了一个紫色镯子下来，戴到元宝的手上。谢谢元宝赠的养颜膏，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宜义回赠给你的。娘娘，这太贵重了，元宝不能收。这一点也不贵重，元宝，你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会伤心的。还有，要叫宜义，不要叫娘娘。元宝只好道谢收下了。慈儿真是舍得，说送就送了。这镯子是我当初花了重金，特意让人找来送给他的。元宝回家睡午觉了，下午他没空，要去教村民们种土豆。缓过来的2人没事儿干了，就去了叶家的辣椒作坊和红薯作坊参观。顺景帝听说了叶家在县城里还开了酸辣粉铺子和卤肉铺子，就想马上让龙姨套马车往县城而去，他也要去吃酸辣粉和卤肉。龙姨哪敢如了任性皇上的意呀，他们一行人都是悄悄来的桃花村，龙姨赶紧去搬来南宫瑞这个救兵。父皇，哪儿需要去县城那么远吃呢？这酸辣粉和卤肉就是元宝整出来的，您来找元宝就啥都能如愿了。元宝？对，元宝呢？元宝在哪儿？顺景帝想一出是一出的，想现在就能吃到酸辣粉和卤肉。父皇别着急，我这就去隔壁找元宝去。啊，好，好，你要快去快回啊。晚餐，皇上和宜妃就吃了酸辣粉配卤肉和青菜，其他的都吃不下了。这梧桐县的人真幸福，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粉和肉。哎呀，要是京城也有就好了。皇上伯伯，等您回去的时候，县城一定会有的。哦，元宝是不是悄悄的把生意做到京城去了？有元宝这样的天才小福星在，叶家想不发家都难啊。他又想把元宝拐回家去了。哎，元宝啊，伯伯来桃花村这几天很开心，可是呢，也很遗憾。伯伯有什么遗憾？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也许能化解您的遗憾呢。这个遗憾不需要大家一起想办法，元宝就能化解伯伯的遗憾。啊，元宝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本事呢。伯伯说说看，元宝能不能帮到伯伯？元宝，听说你有一只大鹏鸟，能载人在天上飞。哎，你看，伯伯这么大年纪了，都没能在天上飞过。你能不能让你的大鹏鸟载伯伯在天上飞一圈？可以呀，现在太晚了，明天元宝就满足伯伯的愿望，好不好？好，太好了！哎，谢谢元宝。元宝第2天从师傅那儿回来后，直接就来了大宅子，他可没忘记皇上的心愿。小白，你带皇上伯伯在桃花村上空飞一圈，可以吗？皇上伯伯，小白愿意带您飞呢。你是自己飞，还是和姨姨一起飞？这大鹏鸟能载2个人的重量吗？可以的，载伯伯和姨姨完全没问题，小白很厉害的。泽儿，你想和我一起在天上飞吗？元宝，这我可以吗？姨姨别怕，小白飞得可稳了，很安全的。你想飞就去，不想飞就不去。我想飞。小白，飞慢一些，别吓着皇上伯伯和姨姨，知道了吗？
小白又对着元宝点了点头，元宝轻轻拍了小白一下，说了一声去吧，小白就缓缓载着顺景帝和宜妃起飞了。泽儿，你开心吗？开心，皇上，我很开心。在桃花村上空飞了一圈后，原地降落，赵公公和龙一提着的心才落回了原处，真是吓死他们了。在这以前，要是有人告诉赵公公说人能在天上飞，他是打死也不相信的。心愿得到满足的顺景帝圆满了，高兴的和宜妃去休息了。瑞儿，元宝为啥不过来吃饭啊？父皇，元宝他不过来的情况有2种，一是有事儿，二是在家里吃。他下午答应了过来吃饭，但是现在没来，应该是有事耽搁了。那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呢？万一他需要帮忙呢？先让刘伯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吧。刘伯去了隔壁，很快就回来了。皇上，娘娘，不用等了，元宝没空过来吃饭了。元宝他在忙啥呢？回娘娘的话，元宝姑娘她去了村里刘二叔家。刘二叔家的儿子今天下午从山上砍柴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把脚给摔断了，请了元宝姑娘去帮忙接腿呢。元宝还会给人接腿？是的，皇上，元宝姑娘跟着她师傅学医，还有很多外村的人来找元宝治病呢。元宝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呀。那我们先吃饭吧，看样子他是不会来吃饭了。好，先吃饭，明天我们也让元宝给把脉。元宝第2天来的时候是下午时间了，他今天在家吃的饭。元宝，听说你昨天给人接腿了，现在怎么样？皇上伯伯，刘大哥的腿接回来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要卧床休养一段时间才能好。断腿呢，伤筋动骨100天，那是肯定要卧床了。皇上，不用100天这么久了，用我的药1个月就能下床慢慢走了。但师傅交代凡事不可高调，他也就笑笑了事儿。元宝，你医术这么好，帮我和你姨姨把脉可以吗？可以的，皇上伯伯可不要嫌弃元宝学艺不精啊。你这孩子就会谦虚，我们可都是听说了，很多外村的人都来找你帮忙看病呢。元宝放好脉诊，先帮宜妃把脉。姨姨除了体虚外，身体无大碍，但不能挑食，青菜和肉菜都要吃，平时可以适当炖一些温补的汤药喝。元宝给顺景帝把脉的时候花的时间比较久，2个手都轮流把过脉后，他沉思了一会儿。皇上伯伯，有些热燥心焦，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其他没大碍。顺景帝把其他人都遣散，只留下了爱妃、儿子和元宝。元宝，你实话跟伯伯说，伯伯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元宝感叹，不愧是皇帝呀，这都能看出来。皇上伯伯，元宝实话说了，您可不能怪罪元宝。不会怪罪于你，你说的朕都信。皇上伯伯，您的身体里残留有微量毒素，要很细致的把脉才能把出来。元宝，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除父皇身上的毒素？这个毒下的很少，但隐藏得很深，平时也不会有异样，但随着毒素的积累，10几20年后的某一天会爆发，而且一爆发就会马上暴毙，无可救药的那种，所以一般人是把不出来的。可有办法解毒？别人也许没有办法，因为这种毒需要一种世上罕见的药材，但我刚好有这种药材。是什么药材？黄金树的叶子。那元宝能不能帮父皇把毒给解了？自然是能的，解了这个毒之后，
元宝给皇上伯伯做一些解毒丸随身带着，可解百毒。顺景帝再次被感动到了，多好的一个孩子呀，连世上罕见的药材都舍得给他用，还给他做解毒丸，这孩子为什么不是他家的呢？顺景帝从怀中掏出一块金牌递给元宝，谢谢元宝的用心了，要不是你，还不知道有人要谋害朕呢。这块御用金牌给你，见牌如见朕，以后有人为难你，尽管拿着这块金牌到各地方官府都通用。要是以后有机会去京城了，出示这块金牌，能自由出入皇宫。有这么好的宝贝，元宝必须要收下呀。谢谢皇上伯伯的厚爱，如此元宝便就收下了。顺景帝和宜妃在桃花村待了整整10天，每天都有新奇，每天都有惊喜，两人都要乐不思蜀了。皇上，您离开宫里很久了。村民们都忙完春耕了，顺景帝也知道自己该回去了。不知道太子监国那些大臣有没有好好辅佐他呢？趁这次出来，一来看看太子监国的能力，二来看看那些大臣的表现，三来也想引出背后的牛鬼蛇神，看着谁在背后作怪。从京城到桃花村要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这一来二去的，一晃眼回去之后就是2个多月之后了，也该能看出一点东西来了。元宝也来送行，并且给顺景帝送了好多特产，有土豆、红薯、蜂蜜、辣椒酱、红薯粉、卤肉、青菜等等。村民们也来送行，村民们觉得黄老爷虽然是个倒插门女婿，但为人还挺随和的，昨天还请他们全村人吃饭呢。村民们手上拿着鸡蛋、蘑菇、木耳等来送给顺景帝。顺景帝看着热情的村民们，感受着他们满满的诚意，他都有点舍不得回去了。这一回去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来呢。元宝看着哭得双眼红肿的宜妃，轻声安慰着：姨别哭啦，瑞哥哥明年就回去看您啦。真的？元宝说的是真的吗？真的，瑞哥哥明年一定会回去看您的。宜妃终于不哭了，她相信元宝的话。村民们不都说元宝说的都是对的吗？元宝这么说肯定是对的。元宝，要不你跟伯伯去京城住一段时间吧。伯伯，元宝以后会去京城的。好，伯伯在京城等你哦。马车比来时多了2辆，那2辆马车上拉的全部是元宝和村民送的特产。在依依不舍中，马车逐渐远去，宜妃带着那一份思念和期盼，跟着顺景帝回了京城。等到顺景帝一路吃着元宝送的青菜回到京城的时候，太子已经中毒了。皇上，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太子呀！太医说此毒不会致命，但无解。太子他年纪轻轻就要受这种苦，皇上，你救救他吧！皇后别难过了，走吧，一起去看看辰儿。顺景帝和皇后来到东宫。陶院士，太子是怎么回事？详细说。是，皇上。太子他于1个月前中了毒，此毒不会要人命，但中了毒的人会食欲不振，而且每10天就会发作一次，每次会让人疼痛难忍，甚至会痛晕过去。臣和太医院的其他御医日夜研究解药，但均未成功，只能减轻太子的疼痛，不能解毒。臣无能，请皇上降罪。真的无解吗？回皇上的话，暂时无解。哼，一群庸医！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顺景帝不想理会曹太医，
从怀里掏出一个瓶子，倒了一颗药出来，让宫女喂给太子吃下去。皇上，这是……皇后尽管放心便是，太子会没事的。这可是元宝给他特别做的解毒药呢，一定可以解了太子的毒的。果然，不消一刻钟，躺在床上的太子悠悠转醒过来。太子醒了，皇上，太子醒了。儿臣见过父皇，臣儿不必多礼，你受苦了，都是儿臣无能，让父皇担心了。不怪你，父皇定会揪出那些害群之马。你好好休息，一切有父皇在。距离黄老爷离开桃花村2个月之后，梧桐县县令吴志远再次见到了传旨太监李公公。他已经很勤快地往桃花村跑了，为何皇上还是比他先知道桃花村元宝姑娘又种出了新粮食呢？吴县令再次确定，桃花村一定有皇上的人隐藏在那里。叶老爷子，3年不见，一切可还好啊？老天赏脸，皇恩浩荡，承蒙李公公挂念，一切都好。听说叶老爷子家出了个秀才，这果然家里有读书人就是不一样。叶老爷子说话都有水平了。叶老头惭愧呀，他是自从3年前孙女儿被封为香主之后，为了不丢孙女的脸面，可是努力的在攒着好话。叶老爷子，你们家元宝姑娘可了不得，咱家这次来也是给你家元宝姑娘宣旨的，赶紧让人准备准备吧。谢公公提点，这马上就去准备。待一切准备就绪，随着李公公的一声叶家叶圆圆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叶家之女叶圆，特此封叶圆圆为永福县主，享县主待遇，时500户，并赏赐钦此。元宝双手接过圣旨，叶家人磕头谢恩。叶老爷子，恭喜你家元宝啊！元宝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谢谢李公公，李公公辛苦了。叶老爷子，皇上有令，让我在咱们梧桐县推广种植土豆。我过2天就派人去平西田庄拉土豆，你这边麻烦也安排一下平西田庄的人配合。叶老头应了一声好，就送李公公和吴县令离开了。可是等2人走后，叶老头陷入了沉思。皇上是怎么知道元宝种出了土豆的？除了桃花村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开始种。难道桃花村有皇上的人？不会啊，桃花村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除了隔壁家是10年前搬来的之外。难道隔壁黎公子是？不是吧？叶老头摇了摇头，不敢再往下想。叶叔，恭喜恭喜啊！恭喜咱元宝被封为县主了。大哥，我听说县主可是只有亲王的闺女才可以封赏的呢，没想到咱元宝居然被皇上封为县主了，咱元宝就是了不起。是啊，咱元宝就是有这个福气，不是谁都可以的。叶老头，你说皇上是咋知道咱元宝种出了土豆呢？这不是只有咱们桃花村刚开始种吗？还没传开来的吧？可能是黄老爷回京城了，他家里有人在朝廷当官，然后就禀告了皇上，皇上就知道了呗。应该是这样。行了行了，聒噪，去晒谷场那边准备杀猪。郑哥，元宝被封为县主了，这可是咱桃花村的大喜事啊！从咱爷爷的那一代开始，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咱们是不是开祠堂祭祖，把元宝的事情写进族谱里，让后辈子孙都知道，并铭记元宝？
行，就按你说的做吧，把圣旨放进祠堂里供奉着，彰显皇恩浩荡。哎，好嘞，省个大意，我这就去让人准备。瑞哥哥，皇上伯伯封我为县主了，实时500户。这个实时500户是啥意思啊？父皇也忒小气了点吧，才给元宝实时500户。有2种封赏方式，一种是实邑，另一种是实时。实邑只是一种虚封，父皇他一次性赏给你1笔银子就完事儿。实时呢，就是实际性质的封赏，这样你以后就可以收到梧桐县500户人家每年给你纳的税收，而且将来还可以让你的孩子继承。还有这种好事，那我岂不是可以躺平了？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有没有？这比皇上一次性赏给1笔银子划算多了，还能继承呢，这不是等于多了一笔固定资产？躺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啥也不用干，可以做一条咸鱼了呗。南宫瑞摇头失笑，元宝还是那个元宝，有时可爱，有时调皮，有时又古灵精怪。李公公走后的2天，叶家来了一辆马车。你们是谁呀？为啥说是找我呀？我并不认识你们。不瞒您说，我此番前来乃是想寻人，但不确定此人是否是我所要寻之人，麻烦叶老爷子给予方便。怎么又一个来找人的？自从他那干女儿叶湘云被寻回去之后，他们家元宝没有救其他人回来呀，这人来寻谁呢？不行不行，他要找孙女儿来压场。此人再文绉绉下去，他怕万一是来找元宝的，那不得丢了元宝的脸呢？爷爷，你找元宝做啥？这个老先生啊，说是来咱家找人，我就叫你过来了。爷爷，你都不问问人家找谁，就叫我过来干嘛呢？这位爷爷，你来我们家找谁呀？小姑娘，我来找秀才叶正清的母亲。叶正清是我哥哥，你找我娘亲做啥呢？你认识他吗？实不相瞒，也许你娘亲就是我38年前丢失的孩子。不会吧，娘亲不是说外公外婆已经不在了吗？老人家，您是不是找错人了？我娘亲说我外公外婆已经去世多年了。找没找错，见了人便知。叶老爷，能否让你儿媳妇出来一见？我找这孩子整整找了38年，他娘为了他都疯了。叶老头看人家都这样了，好像也没有理由拒绝。爷，是谁要找玉娘？那，这位老先生。老先生，你为何一直盯着我媳妇儿瞧？因为她是我的女儿。老先生，您是不是弄错了？我爹娘多年前已不在人世。没错，你就是我38年前丢失的女儿。你那过世的爹娘肯定只是你的养父养母。老爷爷，你为何如此肯定我娘亲是你女儿？因为她和我妻子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老爷爷，这世上长得相像的人也是有的，这也不能肯定我娘亲就是你女儿呀。你有没有其他能证明的信物？信物？有的，我和妻子38年前生了一对龙凤胎，在龙凤胎满周岁的时候给孩子抓阄，我特别记得。我女儿当时抓了一根金簪，那根金簪上镶有一朵白玉兰花，花心有一颗圆润鲜红的羊脂玉。孩子把金簪牢牢抓在手中，一直不肯松开。当时还被前来参加宴席的大人说，这孩子年纪小小的就懂得爱美了。直到奶娘把他抱回去哄睡觉，都不肯松开那根簪子。宴席散了之后，房里奶娘和孩子都不见了，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动用了多少关系都找不到。奶娘和孩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为此，我的妻子整整疯了38年。唯一庆幸的，就是当时我儿子是另一个奶娘带的。这些年，如果不是还有儿子再让他娘牵挂着，也许……杨文业说到这儿，眼眶通红，说不下去了。元宝听到这儿，已经相信了老人家讲的话了。况且他能说出那个簪子的模样，真相8九不离10了。元宝从怀里，实际是从空间里掏出一根簪子，递给老人家。老爷爷，您看一下这根簪子。就是这根簪子，就是这根簪子。闺女啊，爹终于找到你了。爹，这么说您就是我外公了。外公，过了这么多年后，您是如何知道要来桃花村寻找我娘亲的？你叫元宝是吧？我有外孙女了，真好。这就要从你哥哥去府城考院士开始说起了。杨文业跟众人说了许德宏去年去云林府监考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好了的。如果没有元宝，三盼就不会有机会读书，也没有机会去赶考，赵玉娘也没有跟去府城遇到许学正。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元宝。大家在一起吃完饭后，叶老头让于伯安排了亲家主仆俩的住宿，叶老二一家3口回了自己的屋子里。玉娘，你说你那过世的养父养母当初是如何包养你的？还有你那个失散多年的大哥，应该是知道当年的事情的吧？毕竟他比你大10多岁呢。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是我爹找来，我还不知道他们是我的养父养母呢。爹爹，娘亲，不用想太多，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相信娘亲失散多年的兄长也会找到的。元宝说的有道理。此时，住在下人房的彭兴旺一家3口却来了叶老二这一房。老婆，你这是咋的了？二爷，我们今天在外面院子干活的时候，听到了堂里的事情了，有点事儿想来跟夫人说。哦，那进来说吧。夫人，今天我听到了您的身世，想过来跟您说说我们以前住的芦苇村的事情，也许对您有帮助。赵玉娘看着这对夫妻，自打去年来了这里，总是话不多，干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像闺女救回来的人心性都不错。好，彭婶儿，你慢慢说，不着急。芦苇村有一个外来户，姓赵，叫赵立新，也许是夫人要找的人。彭婶儿，你赶紧说说这赵立新的事情。夫人，还是让我相公说吧，他是芦苇村土生土长的人。好，彭叔，你说。是，夫人，这个赵立新是15年前从咸阳县搬来芦苇村的。后来村里的人问他，在老家好好的，为何要搬来芦苇村？他说，当年他就是在这附近和妹妹失散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芦苇村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妹妹没有找到。娘亲，别哭了。您看，今天外公来找到您，现在又有了大舅舅的消息，这是双喜临门呢。娘亲应该高兴才是。对，元宝说的对，娘应该高兴的，双喜临门呢。你们明天能不能带我去芦苇村找我大哥？夫人，自然是能的，您别想太多，早点休息，明天我们就带您去。好，谢谢你们。到了第2天的时候，赵玉娘早早就起来了，谁知道一大早看到昨天刚认的父亲就坐在院子里了。爹，您怎么起这么早呢？不多睡一会儿啊？闺女，
爹想早一点见到你，就睡不着了。爹，这都找着了，我又不会长翅膀飞走，您可要保重身体呀。哎，别小的。爹，我跟您说说我养父养母的事情吧。好，你说，爹听着。赵玉娘把以前的事情像倒豆子似的跟父亲说了一遍。这么说来，你大哥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爹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爹要去谢谢他，这么多年对你的照顾。好，女儿也想去问清楚大哥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翌日，杨文业还是很早就起来了，他睡不着，他恨不得现在就带着闺女儿回京城给老七看看。他挂念了这么多年的女儿不但活着，还活得好好的。爹，不是让你多休息吗？咋的还起这么早啊？闺女，爹睡不着啊，想到你娘整整疯了38年，爹恨不得现在就带你回京城。爹，我也很想马上就见到娘亲她老人家，可是都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一时。我大哥刚找到，他为了寻我吃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好不容易寻到了，我不能不管不顾的就走了呀，还得让元宝帮他治好风湿，我才能安心下来。还有三盼明年就要去京城参加殿试了，我们一家子明年才能去京城。那可不行，等不了那么久。要不你先跟爹回京城，其他人明年再去，这样你在京城熟悉后，到时对他们也有帮助，不是？爹，您让我再想想。好，你好好想想，想想你那可怜的娘。爹是告假来的，不能久留在这儿，明天就要回去了。赵玉娘定不下心来，去找了婆婆商量。这没啥好想的，你就先跟你爹去京城吧。可怜老人家一片苦心，迟早都要去的，不如早一些去，好让你娘早一些安心。娘，谢谢您，谢谢您这些年来一直把我当作亲闺女一样对待，现在还对我这么好。我上辈子一定是积了不少德，这辈子才能嫁到咱家来。哎呦，傻孩子，咋就跪了？快起来！娘年轻的时候在娘家受过继母的搓磨，知道那种日子不好过，所以做了婆婆就没有搓磨你们。娘这辈子也没有闺女，刚好当时你嫁到我们家里来，也没有了亲人，你的亲事还是娘一手操办的呢，娘就把你当成了亲闺女。娘，有您真好。赵玉娘心里有了决定，就去跟叶老二说了。叶老二也支持她提前去京城和亲人相认。娘，这是给外婆带的安神养心药，您让她每天服1颗，很快她的病就能好了。外公，这是我给您做的养生丸，您每天吃1颗，身体会越来越好。等外婆的病好了，也可以给外婆吃药。好，好，谢谢元宝。元宝要尽快到京城来，外公在京城等你。到时啊，让你舅舅带你去京城玩。外公放心，元宝到时候和哥哥还有爹爹一起去京城找您。好，外公等你来。苏爱卿，朕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可有结果？回皇上的话，已有眉目，但是直说无妨，恕你无罪。是，谢皇上，臣举大理寺之力，查到了太子殿下所中之毒，乃是出自永和宫。你说什么？皇上没听错，毒药从永和宫流出，这是证据，请皇上明察。苏子敬说完，从怀里掏出了一沓纸张，递给皇上。顺景帝翻看着所谓的证据，
看着看着，由震惊转为震怒。来人，把永和宫的人全部禁足，将萧贵妃降为贵人。是。永和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娘娘，沉住气呀，您要想想二皇子。奶娘，皇上的心都给了冷宫那个剑士，现在太子又安然无恙，永和宫现在又被皇上禁足。虽然目前证据不足以定罪，但一切都对我们不利啊。娘娘，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您忘了一个人。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奶娘，还好有你在我身边，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老奴会一直陪在娘娘身边的。永和宫被禁足的事情同时传到了慈宁宫太后那里。太后此时正在照着铜镜，自从皇上孝敬给她一瓶养生丸，她服用了之后，感觉皮肤的皱纹都少了一些。也不知道皇上这次微服出巡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高人，居然得了此等好药。太后只知道皇上带着冷宫那个她最喜欢的宜妃出去了，皇上是秘而不宣的悄悄出发，连她这个老母亲都瞒着，而她又不愿意去冷宫问宜妃。虽然她不讨厌宜妃，但也不喜欢她的出身，不过看在她生了瑞儿的份上，她也不会为难她。不知道瑞儿现在怎么样了，过得好不好？那双腿治好了没有？如果瑞儿还在宫里的话，现在都已经16岁了，肯定长得又高又俊。一眨眼10年就过去了，老喽。太后再次摸了摸自己明显皱纹少了一些的皮肤，站起身来，准备去华圣殿找皇上问问看还有没有养生丸，再从皇上手上薅一些回来。至于永和宫，她老了，管不来，也不想管，谁的妃子就让谁烦恼去吧，有空多养生不好吗？杨婉儿从离开桃花村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她对太傅府娘家里的人都认得了，也能和娘家里的人相处融洽，没有谁敢为难她，给她脸色看。这个家很好，但是她待不下去了，她想回桃花村。婉儿在想什么呢？看你这几天浑身不得劲儿。娘。杨婉儿看着母亲吃了元宝给调配的药之后，整个人精气神儿恢复了很多，再也不是刚见面时那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了。傻孩子，对娘还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是不是想你相公和孩子了？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女儿是想他们了，特别想我那小闺女儿，她10岁了，但总梳不好自己的头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每天都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去她师傅那儿学艺，可不得让她师傅笑话了。总听你说元宝的事情，说的我都很想见一见他了，总感觉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他呀，从小就很懂事儿，也很聪明，运气总是比别人好一些，家里都是因为有了他，日子才会越过越好的。娘，我想回桃花村过年。婉儿，现在距离过年还有4个月，明年三盼不是又要入京参加秋闱了吗？这样他5月左右就要从桃花村出发了。你在京城等着他，舍去了那路上来回奔波的苦，岂不是更好一些？娘，您说的有道理，但距离到明年5月还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长呢，女儿等不了那么久啊。听得闺女儿这样说，薛如心叹了口气，始终是儿大不由娘啊，也不好再勉强她硬留下来，还是想想怎样给她多带点京城的东西回桃花村吧。此时正坐在南宫瑞书房里写信的元宝打了个喷嚏，是谁在念叨他呀？是
是不是昨晚睡觉踢被子着凉了？好端端的怎么会打喷嚏？瑞哥哥，谁踢被子都不可能是我踢被子的，我都是裹着被子睡觉的，应该是我娘想我了。你娘离开好像有3个月了吧？她会不会回来过年？我也不知道呢。瑞哥哥，这是我给大表哥写的信，你帮我派人送给他好不好？顺便帮送一封给我娘亲。你给大表哥写信干嘛？会做生意的是我二表哥，你应该给我二表哥写信。可是我不认识你二表哥呀，我只认识大表哥。没关系，你只管给二表哥写信，因为你以前写给大表哥说要合作做生意的信，他也是拿给二表哥的。二表哥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他知道你。哦，好吧，那我再重新写一封，这次写给你二表哥。你这次写信又准备要做甚？瑞哥哥，我打算在京城推出火锅生意，趁现在还没有天冷，好提前做准备，到时候天冷了就能直接推出，生意一定会火爆的。火锅又是啥玩意儿？火锅就是一种很好吃的锅子。南宫瑞更不解了，锅子什么时候变成很好吃了？他怎么不知道啊？元宝胆儿肥了，要忽悠他吗？元宝见南宫瑞沉默了很久都不说话，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眼神啥意思呀？怀疑他吗？这货什么时候胆儿肥了，敢怀疑本宝宝？瑞哥哥，你尝过就知道了，要不咱们今天晚餐就吃火锅好不好？好。元宝正想说要准备的食材，可是没有适合打火锅的锅子呀，吃啥呀？冲动了。瑞哥哥，我想起来了，这个火锅还不能吃，咱们没有合适的锅子。要什么样的锅子？我让刘伯去买回来。元宝想着跟他说也说不明白，干脆拿了一张纸画了起来，画好后递给南宫瑞。那就这个。可怎么桌子中间还有个洞啊？锅子放到那个洞里，真能煮东西来吃吗？还有，这锅子也奇怪，为何要从中间隔开啊？这样还怎么煮啊？要在哪里烧火呢？他虽然不明白，但也没有多问。元宝一向很多奇怪的想法，也许这是他师傅告诉他的。瑞哥哥，这锅买不到，要去跟人家定制才合适。南宫瑞把刘远叫来，将纸张交给他，让元宝又和他说了一次这个奇怪锅子要做成什么样子之后，就低头看书了。反正今天也吃不成锅子了。元宝，你今天的头发怎么梳得这么难看？今天这头发是本宝宝自己梳的，这傻子瞎说什么大实话？这是我自己梳的，很难看吗？我觉得还好啊。南宫瑞看不下去了，决定动手帮元宝把头发梳得好看一点。结果书房里传出了元宝鬼哭狼嚎的声音。瑞哥哥，你把我头发弄打结了。瑞哥哥，你轻点说，扯痛我了。瑞哥哥，你到底会不会说？比我自己梳的难看多了。8月，东宫的一个宫女和一个太监掉到湖里溺水身亡。9月，二皇子和朋友外出游玩，摔断了腿儿。10月，皇后娘娘的坤宁宫里发现了很多老鼠，吓得皇后娘娘2天不敢睡觉。11月，苏才人在御花园赏花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肚子里5个月大的皇家血脉给摔没了。同月，3皇子和4皇子莫名其妙得了风寒，而且久治不愈。与此同时，宫女走路会莫名摔跤，太监当值会拉肚子，就连被禁足在永和宫里被降了位分的萧贵人也倒霉的被不小心打烂的茶杯割破了手。12月，就在过年前10天，皇宫里居然出现了好多蛇。一连串发生了这么多倒血霉的事情，绝对不是巧合，
太后不淡定了，她差人去乾清宫请来了顺景帝。儿臣见过母后。皇上，这几个月皇宫里发生的事情，你有何看法？母后，您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究竟是人为的，还是真的像那些嘴碎的宫人私下议论说的那样？皇宫气数已尽，所以倒显没了。皇上呀，一连串发生这么多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去相国寺潜心礼佛3天吧，顺便问问国师为何会这样，可有解决的办法。好，儿臣明天就去相国寺潜心礼佛。今天早朝也有大臣提了这个建议。第二天，顺景帝带着皇后和太后去了相国寺，御林军随行护驾。还请国师给占卜一下，为何会这样？只见他拿出了3枚铜钱，往桌面上随意一扔，看了一眼3枚铜钱落在桌面上的方位及朝上的一面，随后陷入沉思。国师沉思了一盏茶的时间之后，抬起头，睁开双眼。皇上，皇宫之所以一连不幸之事发生，皆因龙气不足所致。国师可有化解之法？龙气不是现在才不足的，而是10年前就已经开始慢慢流失。经过10年的时间，皇宫的龙气现在已经所剩无几，所以皇宫倒霉事不断发生。国师，可知龙气流向何方，如何是好？龙气10年前随五皇子而去，想要化解皇宫的霉运，唯有召回五皇子。五皇子归来，龙气即回归。过完年后，一道圣旨往桃花村而去。当桃花村的村民看到李公公和吴县令带着30侍卫来到桃花村的时候，村民们被惊到了。对于李公公和吴县令，他们都很熟悉了，莫不是又来给小元宝封赏了？可是以前来的时候不都是带着小厮工人的吗？这次怎么还带了这么多人呢？村长不知发生了何事，看向了李公公。李公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而且皇上说五皇子就住在桃花村元宝家隔壁，他来了2次桃花村，怎么就从来没见过五皇子呢？村长，快召集村民们到元宝家隔壁听旨。公公说的是元宝家隔壁。正是元宝家隔壁，赶紧去吧，迟了要吃怠慢之罪。南宫瑞看到李公公和30个侍卫时，小小的惊讶了一下。父皇这是打算让他回宫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五皇子南宫瑞因从小身体需休养，到桃花村，故召五皇子接到圣旨后10日内启程回宫，令桃花村村民因故免去桃花村3年税收，以彰显皇恩浩荡，钦此。当李公公宣读完圣旨后，一起跪着的村民们懵了，有点吃不消。他们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啊？住在他们桃花村大宅子10年的是皇家的五皇子。村民们谢过皇恩后，纷纷站了起来，内心很激动。可是看着那些人高马大的侍卫，又不敢大声喧哗。直到去了村口大槐树下之后，大家才停了下来，像炸锅一样纷纷议论开了。村长，在咱们村住了10年的黎公子真的是五皇子，我没听错吧？是啊，村长，真没想到呢，我们村居然住了个皇子，还住了10年之久，真是想不脑袋也没想到啊。大哥，老实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们家隔壁住的是个皇子？我不知道啊，
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刚刚知道的。你们听到了吗？皇上说免了我们桃花村3年的税收。没错，我也听见了，是说免3年税收。皇上还说了，我们对黎公子照顾有加，可是人家压根儿不需要我们的照顾呀。是啊，人家照顾我们还差不多。不对，你们这么说不对，咱们照顾了。怎么就照顾了？村长，你说说看，照顾人家啥了？你们想啊，元宝是不是对黎公子很照顾？五皇子的腿是不是元宝带去找他师傅治好的？元宝是不是经常去大宅子陪黎公子？你们都认为元宝对五皇子照顾了，那元宝不是咱们桃花村的人吗？元宝照顾了五皇子，不就等于是咱们桃花村照顾了他吗？大家都看着村长沉默不语，还能这样算呢？村长脸皮真厚啊！不过好像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怎么办呢？村长说的有道理啊。糟了，村长，你这一惊一乍的，又咋的了？黎公子是五皇子，那去年来我们桃花村的黎公子的父母，不就是皇上和娘娘了吗？糟了，我还以为皇上是倒插门呢。我们也以为皇上是倒插门啊，当初是谁说皇上是倒插门的了？众人目光一致看向了村长。你们看着我干啥？我也没当皇上的面说。你们说了吗？那倒是没有。村民们舒了一大口气，大家都没说，那就好，脑袋保住了。天啊，我这辈子居然有幸能看到皇上盛宴，还和皇上一起吃过烤肉，这说出去谁信呢？可不是嘛，我要去烧香告诉祖先这件让祖上荣光的事情。走，我们去开祠堂，烧香告诉祖先们，让祖先们在下面也高兴高兴，说不定还可以在下面吹吹牛。李公公宣读完圣旨，就和侍卫一起留了下来，他还要随时提醒五皇子时间到了要回宫的。李公公可是看明白了，将来最有可能得宠的应该是五皇子，依太子的悟性，五皇子将来上位都有可能。想明白了，李公公决定要抱五皇子的大腿儿。元宝从师傅那回来后，叶老太就跟他说了李公公来隔壁宣旨这件事情，还跟他说隔壁来了很多人高马大的侍卫，让他不要像平时一样随意去隔壁了。元宝是不怕的，他都敢和皇上同桌吃饭了，难道还怕侍卫吗？但为了不让叶老太担心，他乖巧地应着知道了。元宝一天都没有去隔壁大宅子。第二天，他从师傅那回来之后，管家刘伯却来找他了。元宝，赵婶儿今天特意做了你爱吃的酱肘子呢，主子让我来请你过去吃。元宝去了大宅子，南宫瑞正一副闲淡的在画画。瑞哥哥，你找我吗？元宝，我要回京城了。我知道，昨天听说了。父皇特意下旨让我回去，应该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父皇不会这么高调的派人宣旨，还让侍卫随行保护。瑞哥哥，你都10年没回家了，也是时候回去看看了。我来桃花村的时候才6岁，在这里生活了10年，今年是第11个年头了，等于是在桃花村长大的。其实突然要离开了，心里还是很不舍的。瑞哥哥，京城才是你真正的家，迟早都要回去的，真要不舍了，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看看嘛。元宝，我10天之后就要启程回京了，这回京路途遥远，要不你和你爹娘说说，你们一家跟我一起回京吧。你哥哥不是今年要去京城参加秋闱吗？这路上有侍卫跟着，不担心安全问题，还能有个照应。瑞哥哥，我先跟爹娘说说，他们同意了就跟你一块儿去。好。他一点也不担心叶老二会不同意，只要是元宝回去跟叶老二亲自说的，用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叶老二肯定会同意的。果然如南宫瑞所料，叶老二对于闺女说的事情就没有不同意的。叶老头也没有意见，他反而觉得这样很好，能跟着五皇子一块儿进京，安全不需要再担心了。于是叶老二一家和隔壁家就开始了忙碌的收拾和准备。一切收拾妥当之后，元宝这边3辆马车，除了坐人和装东西之外，其余杨文业派来的家丁护院除了赶马车的，剩下的人骑马。南宫瑞这边相对来说就声势浩大了，马车都有5、6辆，加上影衣等人和皇上派来的侍卫，排了长长的队伍。出发之时，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来了，主要是来送元宝的。元宝，一路要照顾好自己呀，这路途遥远的。元宝，要不你别去京城了，万一被京城的孩子欺负可咋办？二爷爷这又看不见，帮不透你呀。元宝别怕，京城的孩子要是欺负你了，七叔公拿粪叉去帮你打回来。七叔公呀，你的粪叉恐怕连城门都进不了，就被没收了吧。元宝，谁要是欺负你了，你就可劲儿的欺负回去，给欺负你的人撒点痒痒粉啥的，让他们痒死去。叔呀，我还是个孩子，你们确定这样教孩子好吗？元宝啊，这去京城要是不适应，可要早点回来，我们都在桃花村等着你。二奶奶，我奶奶都没哭，你哭啥？我不是没哭，是昨晚已经哭过了，今天哭不出来了。这一去再归来，也不知是何时。我这从小疼到大的乖侄女儿啊，大伯娘想你了，可咋办呢？被杨果儿抱在怀里的大番薯哇哇大哭，我不要走，姑姑不要走。大番薯还是很好哄的，元宝从小布兜里掏了2个草莓给他，就不哭了。谢小梅没哭，她虽然也舍不得元宝，但其实她挺羡慕的。如果自己也能跟着去京城就好了。要是有人敢欺负他家元宝，他一定能把对方给骂到哭去。元宝一一安慰爷奶叔伯婶婶们，让他们在家里好好种地，好好赚钱。元宝在村民们的依依不舍中，踏上了去往京城的路。桃花村，我一定会回来的。对面的马车，请马上停下来。影衣觉得很不对劲儿，挥手让后面的队伍停了下来。保护皇子和元宝姑娘。元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突然就停车了呢？他正在马车里教南宫瑞下五子棋呢。他很着急，他的爹娘和哥哥还在另一辆马车上呢。南宫瑞劝住了他，别下车，有人会保护他们的，你此时下车就是给他们添乱。元宝听到了外面的打斗声，很快黑衣人就败下阵来。元宝听得打斗声结束之后，就想下车跑去爹娘的车子。元宝，先别下车，等影衣他们清理了外面再下去。瑞哥哥，我不怕的，我要去看看我爹娘哥哥他们一定被吓到了。主子，外面已清理，活捉3人，跑掉5人。南宫瑞听了影衣的汇报后，才没有阻止元宝下车，他也跟着一块下了车。元宝，你没事吧？刚才太可怕了，吓死娘了。娘亲，我没事，你们也没事吧？我们都没事，就是担心你。主子，黑衣人坠入蚌壳般井，拒不肯招认，但在其身上找到这个。影儿说完，把从黑衣人身上搜出来的牌子递给了南宫瑞。先把人带回去，注意看好，别让人死了。是。瑞哥哥，那些黑衣人是什么人？从搜出来的铜牌看，是皇后那边的人，但这很明显是栽赃陷害。谁没事会在身上故意放个暴露身份的信物呢？瑞哥哥，看来你回了皇宫，日子应该也不太好过。
别担心，我回去再一一收拾他们。元宝看着眼前的南宫瑞，身上多了一些凌厉的气势，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傲娇的小男孩了。幼时离家大时回，归来已是少年。一路太平的走了3天，再过7、8天左右就能到京城了。可是天公不作美，行至1个时辰的时候，下起了大雨。一行人来到破庙里，元宝看外面的雨势，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的样子，干脆就参观起了这个庙。元宝看庙里墙上的挂画和庙堂的神像都沾满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感觉这个庙早些时候应该还有人祭拜，但看了看神像前面又没有贡品摆放的痕迹，更没有香灰之类的，又不像有人拜祭的样子。元宝觉得奇怪，就围着神像转了起来。庙堂里共摆放了3座神像，元宝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又摸摸那个，总感觉不对劲儿。元宝又重新摸了一遍神像，很明显，中间那个神像比旁边那2个神像的触感要冰凉一些。元宝，不要到处乱摸，对神明不敬，要做噩梦倒大霉的。娘亲放心，我运气好得很，神明只会保佑我，不会让我做噩梦倒大霉的。杨婉儿听他这么说，也就不管他了。帅哥哥，你看这个神像是不是比那2个要新一些？帅哥哥，你摸摸看，旁边那2个神像和中间这个感觉也不一样。南宫瑞听完元宝的话，上前分别摸了3个神像。中间这个要冰冷一些，应该是铜像，旁边那2个是泥像，可能是原本的泥像坏了，后来人们给打造了铜像。元宝不死心，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终于被他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帅哥哥，我怀疑铜像上有机关，你长得高，踩住这里爬上去看看。南宫瑞和叶老二差不多的，对元宝的话一向顺从。他踩到铜像的衣摆处，爬了上去，看到铜像的头顶确实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明显可以往下按的机关，但他不敢按下去，怕有什么不可测的事情吓到在前面休息的叶老二等人。他轻轻跳了下来。头顶确实有一个机关，我们找机会再返回来看看，以免吓到人，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元宝觉得南宫瑞说的有道理，一行人又继续赶路。等到了昨天李公公说的那个石头镇后，南宫瑞让刘远去包了一个客栈住了下来，今天要在这里休整半天，要进行各种物资补给。元宝和爹娘说要和南宫瑞去逛逛城镇。叶老二看五皇子身边跟着影衣等人，也不担心他的安全，就让他去了。南宫瑞带着影衣等人和元宝骑马往回走，去昨天那个破庙。影衣按照南宫瑞的指示踩在铜像的下衣摆处，果然在铜像的头顶发现了机关。他在铜像头顶按了一下，只听一阵机关转动的声音之后，铜像就往前移动了，露出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居然还有往下走的阶梯。南宫瑞留下了影七和影八在上面守着，其他人全部下去密室。元宝打量了一下这个洞，只见洞里很干净，四周围叠满了一个个大大的箱子。他上前查看了一下，只见箱子都上着大锁，打不开。影一，劈开这个箱子的锁看看。是。是一把把的武器，大刀。帅哥哥，劈那个。元宝指了指散在角落里那个他没开过的箱子。南宫瑞满足了他的愿望，箱子一打开，是满满一箱银子。瑞哥哥，你看那个透光进来的洞口，外面会是哪里呢？影二、影三，你俩去看看。影二、影三领命爬上了那个小洞口，没一会儿，两人就跳了下来。主子，那个洞口看着小，但是可以容纳一个人爬出去。外面是另外一个地方，连破面的影子都看不到，感觉离破面很远呢。南宫瑞觉得奇怪，
从破庙的入口进来到滑下来这里，感觉滑道没有多长啊。按道理出去是能看到破庙才对的呀，怎么会连破庙的影子都看不到呢？真是奇怪呀。瑞哥哥，要不我们爬上去看看吧？好，我们上去看看。瑞哥哥，你说这是哪儿呢？我感觉那里就是石头镇。元宝有点不敢相信，他们骑马都骑了1个多时辰才来到这里呢，怎么爬个洞出来就别有洞天，离石头镇这么近了？可是他看了看，好像还真是石头镇的样子，这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啊？想不通。瑞哥哥，你对洞里那些东西有什么打算？元宝，这个破庙的异常是你发现的，这个洞的东西也是你发现的，你有什么想法吗？我和瑞哥哥一起发现的，一切瑞哥哥处理就可以了，我没有意见的。我想把这洞里的东西上报给父皇，除了那一箱武器，其他箱子应该也还有其他东西，这本应该交给朝廷。可是现在有个烦恼，这里影衣几个肯定是守不住的，对方既然有心把东西藏在这里，一定会回来动用这批东西或者带走他的，只是不知道对方何时会来。到时如果对方人多的话，我们不是对手，即使现在马上让人快马加鞭回去找人来，一个来回最快也要9到10天。要离这里最近的兵过来不行吗？这里这个出口离石头镇这么近，肯定有猫腻。再往前是县城，县城有衙门，但是衙门的衙差没几个，也不顶事儿。再往前就是京城附近了，京郊有驻军。瑞哥哥，我有个办法，你看能行吗？你说说看。这里离京城还有6、7天的路程，你先把所有侍卫和影卫留下来守住这里，我让小白今晚带你飞去皇宫找你父皇禀报这件事，让他即刻派人来接管这里，这样就能解决你的烦恼了。元宝，小白不是在桃花村吗？你怎么召唤他？瑞哥哥，小白跟着我来京城了，只是你看不到他而已。这样就太好了。那小白飞多久能到皇宫？我师父说小白是大鹏鸟，能鹏程万里，它1天1夜能飞万里路。万里？我师父是这么说的，但我没试过骑着小白飞这么远，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师父既然这么说了，就是真的了。元宝，你真是我的福星啊。到了晚上，元宝悄悄和娘亲说了要带瑞哥哥骑小白去皇宫的事情。不说没办法，爹和哥哥一个房间，娘和他一个房间，就这么消失肯定是不行的。那你快去快回，小心一些。娘亲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俩怎么回事？为何半夜出现在这里？南宫瑞把事情详细的跟顺景帝说了一遍。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朕马上派护国将军过去接管一切。你们俩今晚要不要先在皇宫里休息一晚？不了，父皇，我们现在就赶回去，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好，那你们注意安全，父皇这就安排。父皇，外面值守的宫女和太监被小白吓晕了，您看着处理吧，不要让他们嘴碎就行了。去吧，父皇会处理好的。顺景帝看着这个他最喜欢的儿子，大感老怀欣慰，终于要回来了，这样他以后就不用老是往冷宫而去了。第二天，南宫瑞告诉刘伯要在这里停留几天，元宝和爹娘决定今天去石头镇逛逛。当他来到一处专门卖种子的铺子时，一个身形高大的人和他擦肩而过。小伙子，你这店里的种子快卖完了没有啊？没卖完就赶紧便宜卖掉，准备要变天了。今年啊，要看天色吃饭，别到时候卖不出去，沤发霉了。这听他跟伙计聊天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元宝就是觉得他像在讲暗号似的。
比如要变天、看天色、卖不出去等等，元宝都觉得这个络腮胡是在隐喻着某种意思。元宝看见络腮胡背着稻谷种子出来了，他边啃包子边远远地跟着络腮胡走，一直到络腮胡走进了一家石头屋子。爹爹娘亲，我们回去吧，我走累了。闺女，要不爹背你回去吧？爹爹，我还能走的，不用背。您看我长大了还要爹爹背，准会被人笑死。我背我闺女咋的了？关别人啥事儿？谁敢笑话我闺女，爹拿鞋板子抽他。杨婉儿看叶老二越说越离谱，赶紧拉了闺女儿快步往客栈走去，不想理他了。你可千万不要自己去跟着那个大胡子，以免打草惊蛇。我让影一去看看，他武功好。我知道，所以我看的他去了住的地方之后就回来了。瑞哥哥，我武功也不错的，你可别小看我。你武功好？有吗？我怎么没看出来？瑞哥哥，你看不出来就对了，那叫深藏不露，懂不？南宫瑞等人在石头镇静等了几天之后，护国大将军周昌威带着人披星戴月地来到了石头镇。南宫瑞等人继续向京城出发，后续的事情南宫瑞相信护国大将军会处理好的。这一次顺顺利利地抵达了京城，没有再遇到其他事情。元宝和南宫瑞在城门口分道扬镳，南宫瑞回到皇宫，看着宫里的一砖一瓦，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离开这里已经整整11年了，如今归来，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骄傲自满的小男孩，也再不是那个任人欺负没有还手之力的小男孩了。他定要把当年害他之人给揪出来。五皇子可以放心，这些人都是皇上要老奴亲自挑选的，没有其他宫里嫔妃安排过来的人。有劳赵公公费心了，能得赵公公长眼的人定是好用的。回去也麻烦赵公公替我谢谢父皇。五皇子，这里的一切布置是皇上特意吩咐人布置的，太后还来看过，给添了不少东西。您看，那扇双面绣屏风就是太后她老人家从司库里让人给搬来的。南宫瑞看向赵公公指的屏风，看着双面绣，他就想起了元宝当初跟叶湘云也学过双面绣，但后来给他绣的帕子就有点一言难尽了。才分开没多久呢，怎么又想起元宝来了？以前在桃花村2天不见元宝上门，他都没这么想过他的。谢谢公公告知，我会亲自去跟皇祖母道谢的。五皇子先洗漱休息，皇上说晚上再给您接风洗尘。老奴告退。公公慢走。晚上，太傅府和皇宫都分别举行了接风洗尘宴。太傅府这边是热热闹闹，气氛融洽，而皇宫这边则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宜妃用完餐后还是回了她的冷宫，顺景帝很苦恼啊，以为儿子回来了，爱妃就会回她的紫晨宫了呢。母妃，您放心，儿臣一定会让您抬头挺胸，意气风发的回紫晨宫的。你能回来，母妃很高兴。母妃住冷宫其实也挺好的，省了不少麻烦。你一切都要小心，母妃没用，帮不到你。母妃别这么说，只要您平平安安的，就是帮到儿臣了。2天后，护国大将军周昌威把在破庙的宝物都护送了回来，同时在石头镇抓回来了2个可疑的人。顺景帝命人把所有箱子都打开，只见有5箱黄金、10箱白银、10箱弓弩、10箱佩剑、10箱大刀，还有5箱长矛。一夜未眠的顺景帝震惊了，囤这么多武器和财富，这是要造反呢？是谁居心叵测？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呢？第2天上朝的时候，刑部尚书把魏国公萧炎给参了，说其妄图故意杀害5皇子，并出示了证人画押的证据。
皇上，老臣冤枉啊，请皇上彻查。人证的话压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皇上，那一定是刑部屈打成招的，老臣不服，老臣是冤枉的，还望皇上明察呀。好，朕就给你个机会，免得若朕随意冤枉朝廷重臣。魏尚书，把4人关押进天牢，明天当着魏国公的面，由你主审。是，臣遵旨。退朝后，皇上让人把南宫瑞招到了御书房。儿臣见过父皇。瑞儿免礼。你回来的路上遭到刺杀的事情，为何不及时跟父皇说？父皇，儿臣想着先交给刑部审问出结果，再跟父皇禀报会更好一些。现在是有结果了吗？顺景帝把早上朝堂发生的事情跟南宫瑞讲了一遍。父皇，儿臣还有一事未跟父皇禀明。其实从黑衣人身上，影医还搜出了这个。南宫瑞说完，把那块刻有江字的铜牌交给了皇上。这是皇后，还是她娘家？禀父皇，儿臣不知，但这很明显是栽赃陷害。顺景帝此时心中已经泛起了惊涛骇浪，好个一箭双雕啊！他心里已经有底儿了。再看向眼前这个儿子，原来他是最腹黑的那一个，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要暗害他的人给悄无声息地拉下马。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聪明无比的孩子呀，如果太子有他一半的聪明就好了。父皇，儿臣还有一事禀告。说。父皇，元宝和他师傅研制了一种真言药，拒不肯招供的人吃了之后会让其吐露真言。今天的事情带给了顺景帝太多的冲击，他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这元宝和他师傅也太厉害了一点吧，这么优秀的孩子为什么不是他的公主啊？他现在把元宝认作自己的义女，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元宝和你一起进京城了，此事应该在太傅府吧？他娘亲的事情朕可是听说了。回父皇，元宝是住在太傅府，儿臣还想跟父皇说，破庙的异常是元宝发现的，石头镇上那2个可疑的人也是元宝发现的，可惜另一个去接头的人影医在相国寺把人给跟丢了。你说这么多，是想帮元宝再争取封赏吧？父皇英明，一切都是元宝的功劳。哼，就知道你会这样说。那个真言药还有吗？明天审问那3个黑衣人，不得用点儿？禀父皇，没有了，用完了。那明天可不得让萧炎那老东西喊冤喊得更大声啊！不行，朕要宣元宝进宫。父皇，儿臣去吧，让儿臣去把元宝带进宫。他还是个孩子，没进过宫，第一次来会害怕的。顺景帝无语地看着这个漏风的儿子，皇宫又不是什么毒蛇猛兽的地方，是他自己想见元宝吧？去吧去吧。此时元宝正在陪着杨老太傅玩五子棋呢，可是杨老太傅没玩过呀，他刚刚才掌握规律，总是输给元宝。杨老太傅耍赖了。元宝，这个不算，我要悔棋。外曾祖，您都悔3次棋了，不可以再悔了。外曾祖刚才眼花，没看清楚。元宝再给一次机会，外曾祖，好不好？好吧，那您这次可要看清楚了，不能再悔棋了。好。老太爷，外面五皇子奉了皇上的口谕，来找元宝小姐。带五皇子来这里，元宝现在没空。是，老太爷。南宫瑞刚进来，就看到满头白发的杨老太傅在和元宝下棋，他没打扰老少2人，在一边观棋。我赢了，我赢了，是我赢了。
元宝是故意让给杨老太傅赢的，要不然还会没完没了的悔棋。老头子见过五皇子。晚辈南宫瑞见过杨老太傅。你来找我家元宝干嘛呀？是父皇知道元宝姑娘来了京城，要召见元宝姑娘。我家元宝刚从乡下来，土里土气的，没见过大世面。皇宫这么庄严高贵的地方，可不得把我家元宝给吓坏了。外曾祖，我怎么就土里土气的了？现在的老人都这么任性的吗？请杨老太傅放心，元宝也是我的妹妹，我会护着她，不让她吓着的。元宝，别怕，尽管大方的去，谁欺负了你，回来告诉外曾祖，外曾祖拿拐杖去打他。谢谢外曾祖，元宝不怕的。在桃花村的时候，皇上伯伯还和元宝一起吃了饭呢。原来皇上去年微服出巡，是去了桃花村看这小子，可真会保密。好，早去早回。外曾祖在家等着你吃晚饭。好的呀，如果到了晚饭时间，元宝还没有回来，外曾祖就先吃，万一皇上伯伯让元宝留饭呢？杨老太傅看着元宝远去的背影，久久舍不得移开目光。元宝给了他一瓶养生丸，让他每天服一次。他服了几天，腿不抖了，吃饭也香了，走路都不用老牛扶了。老太爷，回去睡个午觉吧，睡醒觉，小小姐就回来了。对，元宝说要按时休息，他还说明天要教我跳西瓜舞呢。他说跳这个西瓜舞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延年益寿。元宝见过皇上，皇上圣安。元宝不必多礼，坐吧，不必举手，像在桃花村一样就可以了。谢皇上。元宝啊，朕听说你有一种真言药，吃了可让人口吐真言。是的，皇上。那你可有带过来，给朕一点，有用。有的，皇上，这是我师父研制出来的，但师父说研制不易，不可随意用，要用在真正有用的地方。瞧你这孩子说的，朕当然不会乱用，就用在那些口如老蚌壳不开口的犯人身上。皇上，这是您要的真言药，每次用一点点就可以了，这是最后一包，没有了。元宝怕顺景帝乱用，只好跟他说这是最后一包了。元宝啊，瑞儿都跟我说了破庙里的事情，你想要什么赏赐啊？皇上，元宝不想要什么赏赐，元宝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所有的人能吃饱饭，不饿肚子。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元宝希望皇上能把这次的功劳寄给瑞哥哥。元宝为什么要把功劳给你瑞哥哥？皇上，瑞哥哥他从小就生活在桃花村，都不能像他的哥哥们一样在皇上跟前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很可怜的。元宝，我有你陪着长大，不可怜的。顺景帝都要被元宝感动得快要哭了。瞧瞧，多好的孩子呀，多纯洁的心思，多有爱的胸襟呐！为什么元宝不是他的女儿呢？看了一眼在元宝旁边的儿子，好像儿子也说过是把元宝当妹妹的。如果他认元宝为义女的话，不就真的可以当妹妹了吗？元宝是个好孩子，这样，朕赏你一座宅子吧。元宝想，在京城有房子的话，那也挺好的，这样以后爷奶叔伯他们来了也能有个住处，而且房产还是固定资产呢，挺不错的。谢谢皇上，那元宝就等于在京城有家了。
南宫瑞对于父皇赏给元宝宅子也挺高兴的，元宝有宅子在京城，也许以后就常驻京城了也说不定呢，这样就能经常见到他了。顺景帝要留元宝在宫里用膳，元宝提出想去看看宜妃娘娘。顺景帝后来干脆就决定和元宝还有儿子一起去冷宫吃晚膳。三人来到了冷宫，宜妃见到了元宝很开心，加上又有儿子陪同，晚饭都多吃了半碗呢。吃完饭后，元宝陪宜妃娘娘聊了一会儿天儿就回去了。萧炎，你还有何话可说？皇上恕罪，皇上饶命。他这是为了女儿葬送一生啊，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听信他的话，派人去刺杀五皇子。你可这谋杀皇子是死罪，还要朕饶你的命。你除了谋杀皇子，还陷害皇后。来人，把萧炎关进地牢，秋后问斩。抄了魏国公府，所得财产全部入国库，其子削去官职，全家男子发配边疆苦寒之地，女子一律发卖为官奴。感念萧贵人为皇家生下二皇子，母族不需受株连九族之罪，但3代内不可参加科考。今特削去萧贵人的封号，打入冷宫。顺景帝回到华圣殿的时候，二皇子南宫泽正跪在华圣殿的门口。父皇，母妃的事情儿臣完全不知啊，都是母妃一人所为，请父皇不要厌弃儿臣。顺景帝看着这个又蠢又自视甚高的二儿子，心里很替萧氏不值。萧氏做这一切全部都是为了他，为他的前程铺路，结果他儿子一转头就把萧氏撇得干干净净的。太子虽然不够聪明，但起码有仁德，看看眼前这玩意儿，真想一脚踹死他。收起你的鼻涕眼泪，要不是看在你是朕的儿子的份上，朕早就把你贬为平民了。你好自为之吧，在你的宫里禁足半年，滚吧，别误了朕的眼。顺景帝说完就进了自己的寝殿，眼不见为净。南宫泽怨恨地看了顺景帝一眼，耷拉着脑袋离开了华圣殿。早知道就不来碍父皇的眼了，不来可能还不用禁足，来了目的没达到，反而要禁足半年，他真是倒了血霉呀。元宝才刚给蔬菜浇完水，就听到了老牛爷爷说太后派人来宣他入宫觐见。他很纳闷啊，昨天才进宫见了皇上，今天又进宫去见太后，自己有那么出名吗？不会是明天皇后又要召见他吧？娘，你说怎么办呢？元宝他从小在桃花村长大，从来没有学过宫中礼仪，这万一要是得罪了哪个贵人，可如何是好啊？我看元宝机灵得很，他不会让自己有事的，你就放心吧。可是娘，元宝昨天才进宫见过皇上，皇上他去过桃花村，对元宝也很好，可太后他没见过呀，这万一害怕了可咋办呢？是啊，万一吓着我闺女可咋办？这京城就是麻烦事儿多，不如回桃花村算了。你就别想太多了，一切等3判考完试再打算。元宝，要不爹陪你去吧？爹爹别担心，太后娘娘派有人来接的，我很快就回来了。爹父，别紧张，元宝只是进宫见太后而已，不会有事的。元宝机灵着呢，别担心，再怎么着宫里的人也会看在太傅府的份上，给几分薄面，不会为难元宝一个孩子的。元宝跟随太后派来的人来到慈宁宫里。元宝见过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万福金安。太后看着给她行礼的孩子，身上穿的衣裳料子，不正是宫里各个妃子争着想要的流光溢彩吗？没想到皇上赏给了眼前这个看着软绵可爱的小丫头啊。免礼，你叫元宝是吧？快上来，
让哀家看看。太后娘娘，元宝从乡下而来，从小在乡下长大，不懂礼仪规矩。太后娘娘人善心慈，如果元宝不小心冒犯了太后娘娘，还请太后娘娘不要怪罪元宝哦。你这孩子，都给哀家戴了一顶高帽了，怎还会怪罪于你？不怪罪，不怪罪。来，上前和哀家一起坐。太后看着这个眉眼精致可爱的孩子，越看越喜欢。怎么有孩子长得这么可爱的呢？元宝，听说红薯是你种出来的，瑞儿的双腿还是你师傅治好的。回太后娘娘的话，元宝在乡下长大，喜欢到处种东西，红薯是元宝无意中种出来的。五皇子的双腿的确是我师傅治好的。哦，那元宝都种有什么呀？给我老人家说说。元宝种的可多了，有很多青菜，还有红薯、土豆、葡萄，还有种田。不过种田是爷爷奶奶爹娘种的，他们说元宝太矮了，怕陷进田里找不到，还担心找到了拔不出来。听说稻田养鱼增产的法子也是你想出来的，你是怎么想到的？是的呢，太后娘娘，那时候元宝家里很穷，没有钱买鱼吃，可是元宝又很想吃鱼，就让爷爷抓些小鱼苗放到田里养，没想到还能让稻谷增产。那时候我爷爷还被村里人说是傻子呢，你不知道，我爷爷他当了好久的傻子。太后被元宝活灵活现的说法逗得哈哈笑个不停，这孩子太会逗人开心了。南宫瑞来到慈宁宫门口的时候，就听到了里面传出皇祖母的笑声，担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你看，元宝，瑞儿啊，回来几天了，除了第一天一起吃了顿饭，都没见他主动来请安过。现在你一进宫，他就来了。请皇祖母恕罪，这不是回来之后太忙了吗？既然来了，就坐下来一起陪皇祖母聊聊天吧。元宝，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元宝觉得这个太后不过是个孤独的老人罢了，平时在宫里看似很多人陪着，但真正内心是孤独的。太后娘娘，刚才我们说的元宝第一次上山的事情了。对对对，你继续说。太后觉得听元宝讲桃花村的事情比看唱戏还精彩呢。太后娘娘，该用午膳了。太后才惊觉，时间这么快就到中午了呀，这有人陪着说话，时间就是过得快呀。太后留下南宫瑞和元宝陪她一起用完午膳之后，跟元宝说，元宝以后有空多进宫来陪陪哀家。然后赏赐给了元宝许多东西，就让元宝回去了。元宝离去前送给了太后一瓶养生丸。对于养生丸，太后可不陌生，皇上微服出巡回来后给过她一瓶，当时她还以为皇上遇到何方神医了呢，原来养生丸出自元宝啊，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后宫众人知道元宝今天进宫得了太后的青眼，更想巴结这个小姑娘了。于是第二天，元宝又奉了皇后的令，再次进宫了。太傅府的杨老太傅却不高兴了，都不知道宫里那些人是怎么回事，老是叫他的外曾孙女进宫去干嘛呢？不知道元宝要陪他老人家的吗？他决定，如果明天宫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还来把他的元宝拐跑的话，他就拄着拐杖去找皇上投诉。皇后终于见到了元宝，听说他气运特别好，如果可以的话，把元宝认作自己的干女儿放到太子身边，也许能让儿子的气运也会好一些。元宝看着皇后娘娘像狼外婆一样看着自己，心里毛毛的。元宝见过皇后娘娘，皇后娘娘金安。元宝免礼。
皇后拉着元宝问了很多话，元宝挑着能说的跟皇后也说了一些。但当皇后问到皇上微服出巡是不是带了宜妃去桃花村的时候，元宝就不想跟皇后讲话了。他觉得皇后娘娘充满了算计，虽然表面看起来没什么，但实际每一个问话都是在试探。南宫瑞听说了皇后把元宝召进了宫里，心里很是着急，他怕皇后为难元宝，但他不喜皇后，不想看到她，也不想对她行礼问安。你去慈宁宫告诉太后娘娘，就说元宝在坤宁宫皇后娘娘那里就可以了。皇后热情地邀请元宝留下来吃午饭，元宝委屈地拒绝了。皇后娘娘，宫里御厨做的饭菜可好吃了，可是不瞒您说，元宝家的外曾祖可任性了，像个小孩子一样。元宝不回去陪他吃饭，他就会发脾气，他一发脾气就会把碗摔到地上。这不，元宝这2天都没有回去陪他吃饭，家里的碗都给他摔得差不多了。今天元宝再不回去，太傅府的人都该没碗吃饭了。皇后成功的被元宝说笑了，她对太傅府的杨老太傅也是有所耳闻的，3朝元老，连皇上都敬重他，现在已经老态龙钟，前段时间还听说快要不行了，没想到现在元宝一来，那个老头子又生龙活虎了。于是他拔下头上的一根金翠步摇，放到元宝的手上。元宝，有空多进宫来玩，本宫喜欢你。元宝觉得皇后娘娘说的有点言不由衷的，他不想收皇后的金翠步摇，但拒绝了又是不给皇后面子。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太后身边的周嬷嬷来解救了他。皇后娘娘，太后娘娘听说小元宝今天被皇后娘娘召进宫来了，这不就让老奴过来跟皇后娘娘您说一声，现在要带元宝去慈宁宫呢。皇后眼睁睁地看着周嬷嬷把元宝带走了。真是的，原本就想让元宝回去了，这火急火燎的来干嘛呢？好像本后要吃掉元宝一样。刚才不是送出去放到元宝手上了吗？怎么这步摇还在自己手上？元宝啊，我昨晚吃了你送的养生丸，一觉。太后娘娘，这是元宝针对您的身体加了珍贵的药材特制的，和皇上的不同，所以效果是不一样的。这孩子真好啊，要是自己的孙女儿就好了。想想他那些孙女儿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元宝的，整天就知道争宠掐架，看着就心烦。太后娘娘养生丸配合锻炼身体，能延年益寿呢。哦，元宝说说看，怎样锻炼身体才能延年益寿？太后娘娘，这个锻炼身体很简单，就是每天早上坚持跳西瓜舞就可以了。这个西瓜舞，我们桃花村的男女老少都会跳，皇上也会跳。前天元宝还听皇上说，他天天都跳呢。太后娘娘不觉得皇上最近容光焕发了不少吗？哦，哀家知道，皇上跟哀家说过，哀家那时没当一回事儿。现在你这么一说，确实是，皇上最近身体比以前好很多了呢。不行，明天哀家也要早点起来，去跟皇上一起跳西瓜舞。元宝，这几天你进宫，宫里有没有人欺负你呀？别怕，告诉外曾祖，外曾祖替你找回场子。外曾祖，没人欺负元宝，皇上和皇后对元宝都很好，皇后也没有为难我，就是他人的眼光有点瘆人。别理他就好，那个人阴晴不定的。好，不理他。今天终于宫里没有人传元宝进宫了，他决定今天要去京城好好逛一逛。元宝怕哥哥读书读傻了，也拉着哥哥要一块儿去放松放松。叶老二不放心闺女儿和媳妇儿，自然是要跟着去的。薛如新也要陪着去。结果杨文业和杨浩宇下朝回来了，也说要一起去。可想而知，
杨浩宇都去了，他的媳妇儿和儿女能不去吗？元宝边走边回头看着这长长的队伍，怎么有点像在桃花村上山的感觉呢？杨浩宇作为舅舅，带着元宝等人边走边介绍。元宝觉得真的很像跟团旅游。元宝等人逛累了，中午也没打算回去，就去了香宝楼吃饭。江二，酸辣粉来一份。酸辣粉儿，这不是自家特产吗？难道这里是？元宝，这家香宝楼是去年才开的，现在天热，进来就能有位置，是非常不错的了。要是在冬天，都要提前半个月预定，否则是一位难求的。舅舅，为何冬天一位难求？因为冬天这里推出的火锅生意非常好，也不知道背后的东家是如何想到的，在桌子上挖个洞，上面放个锅，然后在下面放些炭火，就可以煮东西吃了。想吃什么就煮什么，煮出来的东西没啥稀奇，好吃的是店家调出来的蘸料。这煮熟的食材蘸了特制的调料之后，让人吃了呀，回味无穷。元宝耸了耸肩，双手一摊，没出声。但一家三口都已经明白了元宝的意思。三盼没想到妹妹居然这么厉害，无声无息的就把店给开到京城来了，应该和五皇子有关吧。叶老二则觉得与有荣焉，不愧是他叶大林的闺女儿啊，就是这么的牛。一家人在小二的带领下到了一间包间坐下后，杨文业点了许多的菜。舅舅，这家香宝楼推出火锅之后，难道没有人模仿吗？有的，哪会没有呢？京城这地方最不缺乏的就是跟风冒仿了。可是无论如何，那些跟着开火锅店的就是调不出香宝楼蘸料的味道。京城的人舌头毒得很，吃过一次不好吃就不会再去光顾的了。舅舅放心，以后如果你们想来吃了，订不到位置告诉元宝，元宝帮你们订。二表哥可是写信跟他说了，在3楼留了个视线最好的包间给他，这一间包间谁也不给，哪怕生意好到爆也不出让，就是留给元宝专属的。杨浩宇和杨文业等人听了不以为然，以为小孩子喜欢讲大话吹牛，笑了笑没说啥。一家人在一起愉快地用完了午膳，就准备回去了。元宝还给杨老太傅打包了店里有名的流心烧麦，要不回去老太爷又要不高兴了。结账的时候，掌柜的说他们是今天的免单客户，不收钱。李宇轩看着元宝，笑着点了点头。元宝看人多，也不适合现在上前跟他打招呼，也就微微笑了一下，跟着外公外婆等人离开了。元宝表姐，是不是因为你我们才能免单的？表弟为何如此说？因为奶奶经常说元宝表姐是有福气的人啊。元宝表姐，以后你上街吃东西一定要叫上我们，能白吃呢。元宝无语地看着两个表弟，这俩人成了他的粉丝。那表姐说说看，要元宝帮什么忙？元宝，我今年15岁了，已经及笄，爹娘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丞相府的公子柳云成，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表姐喜欢的人是谁啊？是护国将军家的公子周伯远。可是不幸的是，去年他和朋友去秋猎，被熊瞎子咬断了腿儿，差点丢了性命呢，请了宫里的太医去医治，现在行走是能行走，但却成了跛子，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知道我爹娘有意和丞相府结亲之后，说不想耽误我。我想过和他私奔，可是这应该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我不想整个太傅府因我而受人指指点点，从而影响其他姐妹的婚事。如果有另外解决的办法，我不会这么做的。表姐，那这件事情3书6礼走到哪一步了？
才刚开始纳采，男方家已经请了媒婆上门来提亲，但爷奶爹娘都同意了。丞相府送采泽之礼了没有？还没，听爹娘说看了日子，下个月16送。表姐，那就好办了呀，还没送纳彩礼，就一切还未成定数，你直接跟舅舅和舅妈说就好了。他的脚好不了，爹娘是不会同意的。哎呦，表姐，你不说怎么会知道他们不同意呢？万一这就同意了呢？元宝儿，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说呀？给我壮壮胆。我陪着你有用？有用，当然有用了。我爹娘和祖父祖母一看到你就高兴，他们一高兴，兴许就不会生气骂我了。感情我还是一块挡箭牌。好吧，元宝牌挡箭牌，坚固又耐用。那好吧，你啥时候去和舅舅他们说，跟我说一声，我陪你去就是了。谢谢表妹，幸好你来京城了，有你真好。元宝倒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伟大，就当是做件好事好了，说不定那个什么周公子的腿他还能治一下呢。元宝今天和爹爹娘亲去看皇上赏给自己的宅子。元宝，爹想明天就开始捣鼓咱的家，弄好就搬进来住，你看可好？爹爹，当然可以了，但您不要一个人做啊，这个地方太大了，很累的。去问舅舅，那里有专门帮人翻新屋子的施工队伍，找个人来做就可以了。爹晓得，不会这么傻的。叶老二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他是真想自己干的，这样能省了不老少的钱呢。爹爹，这是给你翻新修葺房子用的，不够尽管跟您闺女说，您闺女是赚钱小能手。元宝说完，从怀里掏出了一沓银票给了叶老二。元宝，这哪来的这么多银票？爹爹，这是你闺女赚来的，尽管用就是，咱还有。元宝说完，还想掏银票给老爹。够了，不够爹再跟你说。你给爹这么老多的银票，爹没地儿放，紧张呀。媳妇儿，你帮收着另一半，这太多银票了，全放我身上不安全。元宝儿，娘知道你很会藏东西，而且藏的东西从来没有弄丢过，要不你先给一半你爹用着，不够再给另一半。好的吧，不够爹一定要跟我说，这是咱在京城的家，一定要好好弄，这样自己住的也舒服。好，爹一定用心，特别是你的院子，你跟爹说要弄成啥样子，爹就天天监工，看着工人按你的样子弄。好，咱们去走一圈参观一下，到时候我画个图纸给爹爹，让工人在不破坏主屋的情况下，按我画的图纸去做。走，参观去。到了第二天，叶老二和杨婉儿都不在家，去城南宅子那边了。杨念儿鼓足了勇气，拉着元宝来到爹娘和爷奶跟前。人是到了，但也泄气儿了，在那捏着衣角，支支吾吾了半天没敢说。外公外婆，舅舅舅母，我表姐她有话跟你们说。哦，念儿是有什么话想和我们说？祖父、祖母、爹爹、娘亲，我……燕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扭扭捏捏的做什么？都是快要成亲的人了。祖父、祖母、爹爹、娘亲，念儿不想嫁给丞相府的柳公子。念儿，跟爹说说，发生何事了？爹爹、娘亲，念儿不孝，没听爹娘的话。念儿心里有喜欢的人了，不想嫁给柳公子。念儿，你跟娘亲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念儿，有啥事儿起来坐着慢慢说，不着急啊。杨念儿抽抽噎噎的把事情全部说了出来。你这孩子，有事情怎么不跟家里说呢？我们都答应人家丞相府那边了，要是早说的话。你急啥？这只是口头答应而已，不还没有送彩礼吗？可是……没有可是，没送彩礼，
就一切都还不作数。我杨浩宇的闺女，不是口头说两句就能娶的。霸气！念儿，你可想好了？周伯远他的腿瘸了，据说这辈子都不可能治好。你嫁给一个跛子，将来不怕人家指指点点？祖父，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念儿不怕。念儿，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可要想清楚了。丞相府的柳公子也不错的。祖母，我想清楚了，这辈子除了他，我谁也不嫁。几个大人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目光全部看向了元宝，包括杨念儿。元宝莫名其妙的，他只是个陪衬，他还是个孩子呀。外公外婆、舅舅舅母、表姐，你们都看着元宝干嘛？元宝，舅母就想问问你，你咋看这件事儿？舅母，元宝觉得表姐10几岁就要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过长长的一辈子。如果那个人不是表姐喜欢的，那表姐一定会一辈子都很不开心的。既然念儿不想嫁给丞相府的柳公子，说明他们俩没缘分。那这件事情就作罢吧。仙儿，你明天和浩宇媳妇儿去一趟丞相府，和丞相夫人说说这件事儿。这事儿是我们毁约在先，要好好跟人家说。好，我知道了。表妹果然没有说错，努力过，将来才不会后悔。表妹就是她的福星啊，以后表妹有要她帮忙的地方，她一定帮到底。皇宫，太后在御花园里赏花。如喜，你说哀家这是到底怎么了？浑身不得劲儿，难受得紧。太后娘娘，要不要让李太医过来给你请个平安脉呀？会不会天气太热所致啊？哀家没有身体不舒服，相反，吃了元宝的养生丸，又每天跟着皇上跳西瓜舞之后，哀家觉得身体轻松多了，但就是提不起劲儿。太后娘娘莫不是想念元宝姑娘了，才浑身不得劲儿？哎，对，就是，哀家都好几天不见元宝这孩子了，难怪呢，总觉得少了点啥似的。如喜，你快派人去太傅府接元宝进宫来，哀家要跟元宝唠嗑唠嗑。元宝跟随宫人来到皇宫，正要往慈宁宫而去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禁足刚被放了出来的韩才人。韩才人被禁足了1个月，可不知道新鲜出炉的元宝。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很有灵气，长得倒是挺漂亮，可是跟着她的人怎么提了一篮子青菜呀？现在刚刚出来，正想找个人发泄一下呢。站住！你是什么人？一个野丫头，敢提着这见不得人的玩意儿进宫里来？他谁呀？元宝看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但想着这里是皇宫，不能失礼。见过娘娘。元宝扶了扶身子，就站起来了。大胆，谁让你起来的？那你想要怎样？还要向你下跪不成？韩才人听元宝这么说，更生气了。他上前一脚踢翻了杏儿拿着的那篮子青菜。来人，把这无礼的丫头压下去关起来。元宝姑娘是太后娘娘请进宫里来的，我看谁敢放肆。哼，唬谁呢？太后娘娘才不会见这样的野丫头。说，你是谁？从哪儿来的？回娘娘的话，我叫元宝，从乡下来的。哼，原来是一个乡下来的乡巴佬，难怪土里土气的呢。你们还等什么呢？这野丫头冒犯了我，把她压下去关起来。娘娘，您确定要把我关起来吗？后果很严重的哦。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乡下的破野丫头，能有什么本事让我后果很严重？动手！是。韩才人身边的2个宫女又准备再次上前动手抓元宝的时候，
元宝一脚一个把人给踢翻在地，用他那师傅看不起的轻功扯着杏儿轻轻地飘出了老远。韩才人，你不认得奴婢吗？奴婢就是在慈宁宫当差的呀。元宝姑娘真的是太后娘娘请进宫里来的，你还是不要得罪她才好。韩才人看着这个宫女，脑袋清醒了几分，他正想上前去质问元宝2句确认一下，可是已经迟了。元宝已经拉着杏儿往宫门外走去了好远。哎呦，元宝小姑奶奶，这是咋的了？谁让你受委屈了？告诉刘伯，刘伯给你出气去。元宝不说话，指了指远处被踢翻在地上的青菜。元宝，走，刘伯带你去找五皇子，让五皇子给你做主去。刘伯，不用了，元宝自己就能找回场子，不麻烦瑞哥哥。那你这是要回家搬救兵？刘伯指了指宫门口。不是，我要去找太后给我做主，只是刚才太生气，走错了方向而已。那条路才是去慈宁宫的，你走反方向了。刘伯，我不用气了，你看谁来了？你的救兵来了，那就不需要刘伯帮忙了。刘伯先走了。好的，刘伯再见。原来是太后见老半天等不到元宝来，就让周嬷嬷出来看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耽搁了。元宝姑娘，别跟那眼皮子浅的人生气，不值得，回头自然有人收拾他。嬷嬷，元宝的衣服弄脏了，不适合见太后娘娘，您回去跟太后娘娘说，元宝明天再来看他老人家。可惜那一篮子的青菜，那是元宝自己种的呢。没事儿，元宝姑娘正好可以去太后娘娘那儿去换身衣裳。太后娘娘可是让司衣房的人专门给你做了2身衣裳呢。这不，今天刚刚做好送到慈宁宫，太后娘娘就等不及宣你入宫了。周嬷嬷亲自带着元宝往慈宁宫而去，经过韩才人身边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也不说话。韩才人此时已经知道自己闯祸了，吓得瑟瑟发抖。谁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靠山这么大呀！周嬷嬷，你好自为之吧。说完就带着元宝走了。元宝受委屈了，哀家定给你出气。算了，太后娘娘不必为了他生气，不值得。只是可惜了那篮子青菜，那是元宝自己种的，想着外曾祖很喜欢吃，太后娘娘也应该喜欢。现在没了，元宝下次再给太后娘娘带。太后看着善良的元宝，心里越发的喜欢他了。看看多善良的孩子啊，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就得理不饶人。要是他那些孙女儿啊，早就不知道告了多少回状了。哎呀，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了，哀家让司衣房的人给你做了2身衣裳，快去试试看合不合适。元宝陪着太后聊了许久的天儿，知道太后有头痛的毛病，还给她做了按摩。太后最后舒服的都睡着了。元宝看天色已晚，太后又睡着了，跟周嬷嬷说了一声让太后好好睡，悄咪咪的带着杏儿离开了慈宁宫回家去了。周嬷嬷看着懂事的元宝，受了委屈不哭也不闹，还能这么乐观的陪着太后，真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呀。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元宝这是以退为进呢。他相信会有很多人为他做主的。皇上摔了一个昂贵的砚台，生气的要把韩才人打入冷宫。南宫瑞狠狠地吃了2大碗饭，让刘伯给大表哥传信，把这该死的韩才人娘家给弄垮了。宜妃等着皇上来，在皇上面前哭了一场，哭元宝受的委屈，还有那些可怜的青菜。其他各宫的人也纷纷知道了韩才人犯蠢倒大霉的事情，各自交代宫里的人，见到元宝一定不能得罪。元宝在皇宫里差不多都能横着走了，不过元宝一点也不稀罕在宫里横着走。他
他不太喜欢皇宫里的氛围，到处都是贵人，见人就要行礼，一不小心就要掉脑袋，太可怕了。叶老二天天去看着工人装修房子，晒得跟个黑炭似的。元宝看着早出晚归，已经好几天不见，快认不出来的老爹，心疼地给他调了一些温和防晒的药水，擦在脸上，这样也能防止晒伤。晚上回来还给他敷他自制的美白面膜。谁知道过了5天，叶老二晒得跟黑炭似的脸就恢复得差不多了。这使得太傅府的女眷通通都围着元宝打转，让元宝也给自己调一点面膜来敷在脸上，他们要变白变美。丞相府，娘，您就帮帮我吧，您看女儿脸上是一颗颗的疙瘩，我自己看着都恶心。你要娘怎么帮你呀？这太医看了都没办法，我能怎么帮啊？娘，现在有办法了，太傅府的元宝会调一种叫做面膜的东西，用了能使人变漂亮。您给太傅府下个帖子，让元宝来我们家做客，或者我们上门拜访人家不就行了？那个元宝听说就是薛如新的外孙女儿，前段时间她才和儿媳妇来咱家聚了你哥哥的婚事，这明明都是口头说好的，也要变卦，娘不想见到他家的人。哎呀，娘，那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我们家又没送纳彩礼到人家家里，这不就是不作数吗？难道您就不想我的脸变好了，以后好说个好人家？我这副样子我自己看了都讨厌，你说怎么会有人喜欢我吗？好吧，娘帮你。谢谢娘。当薛如新接到丞相府下的帖子时，很讶异。写出口头婚约的时候，丞相夫人可是满脸的不高兴，还冷嘲热讽地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呢。没想到人家居然下帖子邀请元宝去他家玩，说什么元宝不方便的话，他带女儿上门拜访也可以。这是想他家元宝帮他女儿治脸吧？丞相府柳小姐满脸疙瘩的事情，在上层贵妇圈并不是什么秘密。外婆，让他们来太傅府吧。薛如新也是这么想的，这有求于人，还得跑去他家，想什么呢？杨三夫人，你看那个真是不好意思呀，都是我的不是，上次我嘴巴胡说八道的，你不要计较。都过去了，别老想着那些事儿，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就都别提了吧。好，咱不提了。不瞒您说，其实今天主要是带着我家云衣来找元宝姑娘的。薛如新早就猜到他们来的目的了，让人去把元宝叫了过来。元宝看了他的脸，又给他把了脉。怎样，元宝妹妹，我这脸可还好得了不？好得了，就是要点时间，还要坚持用药一段时间。用药期间，饮食忌辛辣，宜清淡。元宝给他开了个方子，先调理10天，配合给了一些药粉洗脸用。用药期间，你不能往脸上擦其他东西，不然好不了的。柳云衣脸红了，她为了爱美，总是往脸上擦厚厚的一层粉来掩盖她的满脸疙瘩，这可能也是一直都好不了的原因之一吧。皇宫后院里，每个人都想见元宝，想要元宝帮他们调药粉敷脸美白。一时间，元宝成了香饽饽，各家都争先恐后的给太傅府下帖子要来拜访。元宝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上门时间不适合见不到，元宝在睡午觉的时候见不到，元宝不想见的见不到，元宝在忙着的时候见不到，元宝进了宫里见不到，以前为难过太傅府的见不到，总之啊，各种见不到。整整忙碌了2个月，叶老二终于把在城南那处大宅子给弄好了。爹爹辛苦了，元宝很喜欢这里。只要你喜欢，爹不辛苦。娘亲，我们什么时候搬进来住？东西基本都买完了，还有你要特别定制的也都做好了。
找个时间去相国寺求个好日子，就可以搬进来了。娘，不如我们明天就去相国寺求好日子吧，我想快些搬进来住。好，明天我们一家都去，让你哥哥也去，求求菩萨显灵，让他高中。回到太傅府大门口的时候，遇见了南宫瑞，刚好从马车上下来。叶老二夫妻二人下车来，给南宫瑞行礼。这可不是在桃花村呐，人家可是个正儿八经的皇子呢。叶叔叶婶儿不必多礼，像在桃花村一样叫我瑞儿就可以了。夫妻两人面面相觑，在桃花村他们都是叫他黎公子呀，才没有这么亲热的称呼过呢。帅哥哥，你是来找我的吗？一起进去坐坐吧。元宝，我是来找你的，既然在这遇见了，就跟你一块说吧，我就不进去了，免得惊动了老太傅。瑞哥哥要跟我说啥呢？你在城南那处宅子应该弄好了吧？准备什么时候搬进去住啊？瑞哥哥，我们一家打算明天去相国寺求个好日子，然后就搬进去了。都找好下人了吗？还没呢，外婆说她到时候从太傅府挑一些有经验的人过去，我们自己再买一些就可以了。那元宝还记得赵伯和赵婶吗？记得呀，他们不是跟你一块入京了吗？后来你把他们安排去哪儿了？他们在二表哥那儿呢，我把这2人给你，要不要？要的，我最喜欢赵婶做的菜了。还有，跟着我在桃花村的那些下人，都是我外公精挑细选的，品性还行，现在也都在我二表哥那里，你看上了谁都给你。好的，谢谢瑞哥哥，这样就太好了，我们都不需要另外再买人了。还有，如果宫里的人给你送人，千万别收，那都是想在你身边安插眼线的，别傻傻的上当了。我知道了，谢谢瑞哥哥。叶老二夫妇俩看着两人若无其事的谈话，根本没有他们插话的余地，人家就谈完了。不过看着人家堂堂一个皇子这么为自己闺女儿着想，他们也没啥好说的，给人就给人吧，反正闺女和人家下人熟得很。南宫瑞和元宝说完话之后就离开了，其实他挺不开心的。以前在桃花村的时候随时都能见到元宝，现在回了京城反而常常见不到他了。南宫瑞很不习惯，少了个小人儿在身边叽叽喳喳，再也没有人天天追着他喊瑞哥哥，他又不能天天去太傅府找他，心里好像缺了某样东西一样，很不得劲儿。你是五皇子南宫瑞吗？南宫瑞看了一眼，是个不认识的女子，没搭理他，上了马车，吩咐人赶车离去。柳云一呆呆地看着南宫瑞离去的马车影子，自己的脸完全好了，现在不需要再用厚厚的粉儿来遮住满脸的疙瘩了。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传说中的五皇子，想着五皇子高贵冷淡英俊的模样，真的好好看呐，这就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啊。他调转了方向，也不去找元宝了，他要回家跟爹娘说说，他想嫁给五皇子，让爹娘给他想想办法。元宝一家子今天起了个大早，准备吃完早饭就出发去相国寺求日子。看个日子要10两银子，这也太讹人了吧。如果每天有50个人来看日子，那这里的收入不就有500两了？还有那些捐的香油钱什么的，天哪，这是个暴利行业呀。元宝沿着一处墙角无意识地慢慢走，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一处陌生的地方。他好奇地走了进去，只见这是一间小小的房间，空的。他在小房间里走了一圈，感觉很不对劲儿，又走了一圈。他知道是哪里不对劲儿了，有人在这里摆了阵法。他想起了师傅教过的5行8卦，闭上眼睛，按着师傅教的口诀踏出了第1步、第2步、第3步，5步他就摸到了门框。这里一定有古怪。他出了那个奇怪的房间后继续往前走。小施主，请往这边走。
这里是国师的住处，外人不能进来。对不起，打扰了。元宝说完就往小沙弥指的方向走。他边走边想那个小房间的事情，没注意看路，撞到了一个人。对不起，我不小心撞到您了，我不是故意的。小姑娘，下次看路注意点。还有，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紧走。离开大老远之后，他想想觉得不对呀，和尚不会这么凶吧？这个明显一看就不是和尚打扮，他是个外来人。一个外来人好像对这里很熟悉，除非他经常在这里活动。这个人很像石头镇上看到的那个大胡子，虽然和那个大胡子的相貌不一样，但他们身上那种特质是一样的。大哥，你说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真的无意闯进来，还是有意的？应该是无意的，一个孩子罢了。你小心一些，少走出去，免得惹眼。是，大哥，我知道了。我去打探了，我们被捉走的那2个人被关在皇宫的天牢里，看守得很严，找不到机会救人啊。暂时先别妄动，一切等我们的人来了再说。是，大哥。娘亲，怎么样？最近有好日子吗？6月30是个好日子，过了6月30就要等到8月才有日子了。娘亲，那你是想要6月30这个日子？是啊，8月你哥哥都要考试了，那时候又迟了一点儿。行吧，现在离6月30还有5天，很快了呢。一切都准备好了，办个暖屋宴就可以了。元宝第2天主动进了皇宫。南宫瑞听宫人来禀说元宝找时，可是高兴坏了。这小东西终于主动进宫找他一次了。看到元宝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托腮沉思的，看起来一脸苦恼。难道在相国寺发生了什么烦恼的事情吗？发生了事情，元宝第一个就想到要来找他。不错，不愧是从小养大的娃娃呀。元宝，回神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水哥哥，我跟你说，昨天我在相国寺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元宝叽里呱啦噼里啪啦的把昨天在相国寺遇到的事情全部说给南宫瑞听。元宝，你没有轻举妄动是对的，一旦打草惊蛇就很难抓到对方的把柄了，做得很好。那可不，我老聪明了。元宝，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自从回宫之后，影卫全部都被父皇收回去了，我手上现在也没有人可用。我们一起去找父皇，你把事情从头到尾再说一遍给父皇听，好不好？好，我听瑞哥哥的。真乖，我们走吧。顺景帝看到2人一起过来找他，心情甚好，马上吩咐赵大福给元宝拿好吃的过来。元宝无语。皇上，我给您的印象就是好吃嘛。你们俩一起过来找朕，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跟朕分享啊？父皇，元宝昨天和家里人去相国寺求乔迁的日子，事情是他发现的，由他跟您说。好，元宝你慢慢说。元宝又把刚才跟南宫瑞说的事情从头到尾巴拉巴拉的跟皇上说了一遍。父皇，上次影衣跟踪的那个人就是到了相国寺跟丢的，我怀疑元宝撞到的那个人就是影衣跟丢的那个，而且还武功高强，要不凭影衣的身手是不会轻易跟丢的。瑞儿，这件事情要智取，父皇交给你办，10个影卫，再给你加上100禁卫军，够不够？够了，谢谢父皇的信任，儿臣定不辱使命。元宝，皇上伯伯给你2个女影卫，让他们近身保护你好不好？元宝本来想说不要的，身边跟多了2个人，总觉得要被人监视一样，一点自己的隐私也没有。但想想有时候有2个武功高强的人在身边，确实省事儿很多。好的呀，谢谢皇上伯伯。好，
明天自会有人去找你。两人跟皇上道别后，南宫瑞送元宝回了太傅府。水哥哥，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等你搬进新家之后，放心，我先做部署，到时候会叫你一起的。没有你，这个阵法估计没人能破。好，瑞哥哥，暖居夜，你来我家吃饭吧。还有这件事情，别让我爹娘知道，免得他们担心。知道了，回去吧。2天后，两位姑娘，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我们不认识你啊，我家闺女也是不认识你的。是啊，我闺女在京城没认识几个人，你们真的找错人了。我们真的是元宝小姐的人，你让元宝小姐出来就知道了，她认识我们。美女出场，热烈鼓掌。叶老二夫妻俩和门房赵伯风中凌乱啊！这是京城最新的见面打招呼方式吗？元宝敢说，在京城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因为这是元宝跟皇上约定的对暗号方式。我就是元宝，你们叫什么名字？见过小姐，以后我们就是小姐的人了，以前的名字不适合再用，请小姐赐新的名字。那你们以后就叫子轩和子福吧，高挑一点的姐姐叫子轩，娇小一点的姐姐叫子福。子福谢小姐赐名，子轩谢小姐赐名。来的时候老大影一就给他们提过醒儿了，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元宝姑娘起名字不是大啥的就是小啥的，让他们别有太大的期望，以免失望过大。他们还以为小姐会给起大红和小花之类的名字呢，这子轩和子福不挺好的吗？很好听啊。元宝可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想着以药材名称给他们起名字，懒得想其他的。看两人好像挺高兴的样子，应该是喜欢他起的新名字吧。爹爹娘亲，他们俩是皇上给我的人，以后会一直跟着我。元宝跟两人介绍了自个儿爹娘和门房赵伯，两人一一见了礼后，元宝就带他们进去熟悉环境了。星儿，这是子轩和子福，原来说给你住的那间房，现在给他们俩住。小姐，您别赶星儿走好不好？星儿喜欢跟着小姐，以后星儿一定少吃饭，多干活，帮小姐梳最漂亮的头发。元宝本想逗一下杏儿的，看他这样又不忍心再捉弄他了，赶紧把他扶了起来。唉，都是受了师傅的影响啊，咋老想捉弄人呢？远在缥缈峰顶骑着小衣在天上飞来飞去的白素贞打了个喷嚏。奇怪，现在天儿热得很，不冷呀。一定是小徒弟想念他这个师傅了，说不定等小徒弟从京城回来的时候，还会给他带惊喜回来呢。自从小徒弟去了京城之后，他都没有什么可娱乐的了，无聊时只好轮流骑着小一小二在天上飞了。傻星啊，我还能少了你那口饭饿着你不成？我没有想要赶你走，我只是觉得那间房大一些，更适合子轩和子福住而已。你就住子轩和子福的隔壁，我的头发和衣裳还要靠你打理呢，你的手巧得很，我哪舍得赶你走。是，谢谢小姐，以后杏儿一定帮小姐梳美美的头发，把衣裳都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那把眼泪擦一擦，不花脸可就不好看了。这是本小姐亲自绣的帕子，赏给你了。杏儿刚一听是小姐亲自绣的帕子，感动得再次流下了眼泪。可是等她用帕子把眼泪擦掉后，摊开帕子一看，惊了嘴巴都合不拢了。这帕子上趴着一条歪歪扭扭的是啥呀？蜈蚣还是毛毛虫？这绣的是啥玩意儿啊？她怎么没看懂呢？本小姐绣的帕子好看吧？谢谢小姐赏的帕子，杏儿洗干净了一定好好收着，也只能收着了。元宝看杏儿一副纠结的样子，
心中暗笑不已，不再逗他，转向子轩和子服问道：你们俩除了武功外还会些什么？小姐，奴婢会识字算数。小姐，奴婢对药理有几分认识，还会一些简单易容术。太好了，以后他的账就有人帮管着了。还有他准备在院子里弄一间炼药房，刚好这两人各有所长，真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你们三人各有所长，以后杏儿管理我的日常，子轩帮我管账，子夫帮我打理药房。是，谢谢小姐，奴婢一定不负小姐的信任。以后没有外人在的时候，不用自称奴婢，说我或者自己的名字都可以。还有，别动不动就下跪，我这里不兴这一套。叶家办暖居宴，当杨老太傅到达的时候，着实把叶老二一家人给整懵了。只见杨文宗扶着老太爷下马车之后，后面还跟了好几辆的马车。元宝啊，你打算给外曾祖住哪里呀？元宝之前压根儿没想到老太爷会跟着一起住过来，所幸宅子够大，院子也多，老人家是冲着他来的，就让他住在离自己不远的院子。外曾祖，元宝跟您说，我就住在东边那儿的院子，那儿环境清幽，树木花草多，夏天也凉快。离我那儿不远处还有一个院子，您要不要去跟元宝做邻居呀？那感情好，老头子我就住你隔壁的院子。老牛，把东西都搬去东边元宝的院子隔壁，我要和元宝做邻居。外曾祖，您和元宝做邻居，要帮元宝的院子起个好听的名字，我的院子还没起名字呢。没问题，外曾祖还给你的院子题字。五皇子到。皇子来了，叶老二一家和太傅府的人都出去迎接。可是现在是什么奇怪现象啊？为何走在五皇子前面的是当今圣上呢？跟在皇上身边的居然还有宜妃娘娘。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家请起，今天朕只是作为元宝的一个长辈，来参加他家的暖居宴罢了，大家不用客气，也别拘束，就当参加正常的宴席就好。虽然皇上这么说，但人们哪敢把皇上当普通人看待呀？叶老二更是慌得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请岳父去陪坐了。他不敢，他害怕。杨文业也慌，他虽然见过皇上，但从来没有机会和皇上同席用餐，现在机会在眼前了，但他也不敢啊。于是他只好请了老父亲出来作陪。还是元宝机智，让人在房里单独准备了一桌给皇上和宜妃还有五皇子。最后和皇上一家同席的除了杨老太傅，还有就是宜妃娘娘指定的要元宝作陪。皇上则难得出宫来吃顿饭，平时在宫里哪有这样的机会喝酒啊？而他觉得红酒和桃之夭夭都很好喝，两种酒一起喝，很快就上头了。老太傅，朕跟你说，桃花村真是个好地方，山好水好，村民们热情，你就应该去那里养老。元宝，你是个好孩子，为南郑国做了大贡献，你做朕的孩子好不好？朕认你做义女。子儿，你什么时候才搬回紫晨宫？我好想你呀。润儿，你帮父皇劝劝你母妃啊。皇上，您喝醉了，别喝了，咱们回去吧。我没醉，你是子儿，你看我还认得你，没醉。南宫瑞则看向元宝，不知从何时起，他和叶老二一样，习惯了以元宝为中心，
习惯了听元宝的话。你们都看着我干嘛？我还是个孩子呢。元宝无奈，只能从袖兜里拿出了一瓶解酒丸，倒了一颗给宜妃，让她给皇上服下。不到1刻钟，皇上就清醒过来了。你们不吃饭都看着朕做啥？吃饭吃饭，朕还没吃饱呢。众人互相看了看，默默地拿起筷子继续吃饭，啥也没说。夜宅暖居宴过后的2天，南宫瑞来找了元宝。元宝，等一下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在我身边，切不可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跑，知道了吗？知道了，瑞哥哥。还有，万一坏人要抓你的话，你啥也不用管，用你那可怜的轻功拼命逃跑就行了。瑞哥哥你就别担心了，还有子轩和子服呢，他们很厉害的。也是，总归比你厉害，我也会保护你的，不用怕。这铁胆大直男以后注定找不到女朋友。瑞哥哥我不怕的，你忘记了，我虽然武功不是顶顶厉害，但你忘了我有秘密武器啊。元宝这么一说，南宫瑞想起来了，这丫头有小白呢，打不过她招来小白，谁都拿她无可奈何。不到最后不得已，不要轻易召唤小白，免得惹别人眼。瑞哥哥别担心，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我一直跟在你身边。相国寺周边都被禁卫军围住了，禁止一切人上山。见过国师大人。请五皇子见谅，我正在跟佛祖忏悔，未能及时迎接五皇子的到来。不知国师大人会从何来？会从心而来。国师大人这话从何说起？佛曰：心由佛而成，心由魔而坠。国师和南宫瑞讲话的时候，元宝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国师。他看国师说话的时候，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而且脸部肌肉很僵硬，皮肤一点都不动。不知小姑娘为何一直盯着本国师看？因为国师大人很奇怪呀。小姑娘，不可胡言乱语。我才没有胡言乱语呢。瑞哥哥，把国师大人抓起来再说。南宫瑞相信元宝不会随便乱说的，他相信元宝就像叶老二相信元宝一样，盲目得很。影一，把国师抓起来。放肆！敢这么对待本国师，就不怕给南圣国带来厄运吗？国师说完想站起来，可是他惊悚地发现自己的力气在慢慢的流失。他试图运功，可是功力也在慢慢流失。有你在，才会给南圣国带来厄运呢。国师有没有觉得自己慢慢的没有力气了呀？你，原来是你下毒了，卑鄙！哪有你这个冒牌的国师卑鄙呢？南宫瑞暗暗吃惊，原来国师是假冒的呀，难怪元宝说要把他抓起来。但看到元宝做鬼脸的样子，他又想笑，莫名的觉得元宝很可爱。这丫头在这么严肃的时候怎么能做鬼脸呢？害他憋得好辛苦啊。你这个臭丫头，胡说八道什么？皇上知道你们这么对待本国师，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还不知道谁不放过谁呢，就是父皇让我们来抓你的。国师此时已经软绵绵的瘫到了地上，都不需要捆，人就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了。他现在都没明白自己是如何暴露的。瑞哥哥，上次我来的时候撞到的那个人，我看见他也进了国师的住处，也许那个人还在这里的，先找找。影一看外面没有啥危险，示意影三保护五皇子，他和影二走进了内室。影一和影二把粗犷男从内室里押了出去，把人给捆了起来。没想到他们还没等到自己的人来呢，就被南圣国的人给一锅端了。禀告主，五皇子，这就是上次属下跟丢的那个男人，稍后把人押回去，让父皇处理。现在的事情还没完。还有元宝说的那间奇怪的房子的事情没有解决呢。
元宝带着大家来到了当初他发现的那间奇怪的小房子。睡哥哥，就是这里，你们不要轻易进去，里面有古怪。那现在怎么办？睡哥哥，我怀疑这里这个破房子里还有密室，不然不会摆个阵法迷惑人的。元宝，你能破这个阵法吗？能是能的，但进去的人都要跟着我的脚步走，如果有人踏错一步，整个阵法都会打乱，到时就找不到阵眼了。找不到阵眼的话，我们就会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你们3个还有子服守在门口，影一和子轩跟我和元宝进去。是。元宝在最前面带路，南宫瑞跟在元宝后面，影一和子轩紧跟其后。大家跟着元宝的脚步，一步都不敢踏错。元宝带着大家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终于看到了阵眼。睡哥哥，把那张垫在破椅子脚下的小石头拿走，这个阵法就破了。影一，你可有办法不移动脚步的情况下拿掉破椅子脚下那颗小石头？元宝姑娘，我用内力把那颗小石头打碎，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你要确保那颗石头全部碎掉，不然阵眼没破掉，阵眼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反而会被另一个阵法困住。你可有把握？属下尽力而为。影一手掌上蓄满了内力，对着破椅子脚下那颗小石头全力一击，只听砰的一声响，小石子儿成了粉末。睡哥哥，阵法破了，叫人进来一起找机关，这里一定有地下密室。你们几个进来一起帮忙找机关，一块砖头都不要放过。大家一起挤在小小的房间里找元宝说的机关，可是任凭他们把每一寸墙都摸了一遍，还是没找到机关在哪儿。元宝，没有机关。不，睡哥哥，一定有的，只是我们没找到而已。你们注意看一下，墙上或者地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哪怕一块破砖头都不要放过。是。元宝，你快过来看。只见砖头上有好多小洞洞，元宝数了一下，总共有16个小洞洞。奇怪了，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这个砖头会有16个小洞洞啊！谁会这么无聊，在上面挖小洞洞？一定有古怪。16个，为什么是16个，而不是18个、20个呢？为什么呢？一定有原因的。静下心来。我知道了。这么用力拍自己的头干嘛呢？有没有拍疼？不疼。睡哥哥，我知道了，你看，这不是小时候他跟家里人去盘龙寺，一个老和尚送给他的手串吗？元宝，这手串和这个地砖上的小孔有什么关系吗？睡哥哥，你数数看，这手串上有多少颗珠子？南宫瑞数了一下，不多不少，正好16颗。元宝，是16颗珠子，这……睡哥哥，菩提手串一定和这个砖头上的洞洞有关系。可是你不是说手串取不下来吗？这怎么办？他又想了一会儿，想起了师父说的阴阳合一，天道无极。瑞哥哥，你帮我把手串取下来。我？元宝，你确定自己都取不下来，我能取下来？试试看就知道了，来吧。南宫瑞伸出手放在元宝的手串上，很轻松的就把菩提手串取了下来。元宝无语的看着南宫瑞，果然他猜对了。元宝接过南宫瑞递给他的手串，郑重的放到了那块有16个小洞洞的砖头上。只见手串珠子和砖头上的小洞洞刚好吻合，待全部放上去之后，地上的其他砖头开始跟着颤动，一个洞口露了出来，还有一个阶梯往下延伸。密室里面，一个光头枯瘦的老和尚正在打坐。睡哥哥，这个人和国师长得一样。您是国师吗？为何会在这里？五皇子终于来了，而且都长这么大了。恭喜你找到了自己的生机福源。
国师受苦了，先别说话，咱们先出去，有话以后慢慢说。南宫瑞指示尹武把老国师背了出去。南宫瑞等人带着老国师出去后，元宝又用手串把那个洞口给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元宝在寺里找了个碗，弄了一碗空间里的灵水给老国师喝。谢谢小姑娘，小姑娘是个有福之人，将来必能给南圣国带来源源不断的福气。谢谢国师大人，国师可认得这串手串？没想到小姑娘居然和我师兄有缘。这是菩提手串，应当是我师兄送给你的吧？你和这手串有缘，带着吧。原来智远爷爷是国师的师兄，这是我小时候智远爷爷送给我的。可是怎么是这手串打开了那个密室呢？小姑娘，我师兄除了喜欢云游四海，还能掐会算。他应当是当年算到了我会有这一劫，还算准了你能助我渡劫，特意给你的吧？哦，原来是这样。国师，您是怎么会在那个密室里的？我也不知，5年前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被囚禁在那里了，任凭我如何呼喊，就是没有人前来搭救。我能给别人掐算，却过不了自己的劫，可悲呀！那有人给国师送吃的吗？有，每天都有人从那大洞用绳子往下放吃喝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是谁，送吃食的人从来没露过脸。国师大人，您好好休息，坏人被我们抓住了，您的劫已经过去了。好，谢过五皇子和小姑娘的救命之恩了。国师，可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您给我指了一条路，也许今天您就看不到我了。这是因果循环，福因善所得。还有，这位小姑娘叫做元宝，就是她带着我们找到您的。谢谢元宝姑娘了，你是个好孩子，以后会福泽绵长的。国师不必客气，智远爷爷让我多行善积德呢。国师目送两人出了禅房，禁卫军领头来报，有2个僧人慌张往山下逃走，被在相国寺周围守着的禁卫军抓住了。南宫瑞等人押着4个抓到的人回了皇宫，元宝则和子轩、子服回了叶宅，后续的事情就和他无关了。他相信南宫瑞会解决的。父皇，此次的事情多亏了元宝，如果不是他，那个阵法我们根本无法解开。如果不是他，我们也打不开那间密室，更别说找到真正的国师了。是啊，他又立功了，他就是我南圣国的福宝啊。父皇，元宝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功劳，更多的是为了儿臣。是啊，父皇知道，元宝他是个好孩子，父皇很想把他认作义女。瑞儿，你觉得如何？父皇，儿臣认为此事不可。真要认元宝做义女的话，以后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将来他长大了，别国来求他去和亲，您答应还是不答应？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儿臣是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的。是啊，父皇没想到这一点，那还是算了。元宝只能是我们南圣国的人，谁也别想打他的主意。不过总归有我们护着他，不会让他吃了亏去就是了。父皇打算如何处理那些人？瑞儿觉得此事应该如何处理？父皇，先主审贾国师和那个男人，他们俩是主犯。其他2个僧人，包括前面在石头镇抓住的那2人，应该都是受这2人指使。
瑞儿觉得应该如何审那2个主犯？父皇，这就简单多了。元宝上次给的真言药还有一点，给2人服用下去，都不需要用刑，保管全部说出心里话。这个还真是管用。现在天色也晚，明天就把他们给审了。朕倒要看看他们是何方妖孽，敢在为南圣国兴风作浪。翌日早朝后，顺景帝留了心腹重臣护国大将军周昌威和太子还有五皇子一起去了天牢。来人，把国师的假脸给撕下来。是。随即上前去把像一滩泥一样的国师脸上的假脸皮给撕下来，是一张能以假乱真的人皮面具。南宫瑞明目张胆地把那张人皮面具给收了，他要拿给元宝研究研究，也许他感兴趣呢。南宫瑞强行给2人喂了真言药。你是何人？为何要假冒国师？我是西兰国圣明教的左护法周万坤，来南圣国已经12年了。5年前的半夜，密云响国寺的国师之后囚禁了他，并取而代之。是何人派你前来南圣国？有何目的？是圣明教的教主派我来南圣国，目的在于收集南圣国的消息，在南圣国发展势力，收买人心，逐渐侵占吞并南圣国。你现在在南圣国发展了哪些势力？他们都潜藏在了何处？主要势力在石头镇，在石头镇不远处的破庙底下藏了一批武器，做以后攻打南圣国用。其他城镇也有圣明教的教徒，但分得很散，要有专属的联络暗号才能联系到他们。在皇宫里也有我们发展的人脉。皇宫里谁是你们的人？萧妃娘娘就是我们的人，可惜她太蠢了。你什么时候和萧妃勾结上的？你们南圣国的人蠢不可及，老夫10几年前刚到南圣国的时候就和萧妃勾结上了，他的父亲萧炎都是为我所用而不自知，可惜也是个蠢的。11年前的千连金密之毒是不是你从西兰国带来的？是啊，那时候我把毒药给了萧妃，让她给你们南圣国的皇帝下毒，以达到控制南圣国皇帝的目的。谁知道萧妃那个蠢货居然把毒下在一个6岁的小皇子身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原来是你这个王八蛋，让人给本皇子下的毒。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孩子，没想到居然活了下来，还长这么大了。应该是遇到高人了吧，没想到运气还不错。在皇宫里除了萧氏，还有谁是你的人？你们一定想不到吧？皇后的奶娘还是老子的女人呢。当年陷害宜妃娘娘，就是皇后的奶娘怂恿皇后干的。这次轮到太子被雷劈了。这事情还和母后有关系？怎么会这样？你们圣明教的教主让你们来南圣国，是不是受到你们西兰国皇帝所指？这个那和西兰国皇帝没有关系，是我们教主看上了你们南圣国肥沃的土地和丰盛的产物。我们西兰国常年饱受风沙之苦，土地贫瘠得很。在其他地方的圣明教教徒，你们的联络暗号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也不见朱万坤说话，大家都看向他，只见他还是像一滩烂泥一样的瘫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已经不再迷茫。皇上，这王八蛋估计是真言药失效了，意识到自己说了太多，又不能自杀，硬生生的把自己给憋死了。顺景帝很意外，没想到这人还算有骨气，能活生生憋死自己，真是服了他了。粗犷男看大哥把一切都招认了，已无路可退，
他想着，就咬开了牙齿间藏着的毒药。皇上，这个人牙齿藏了毒药，死了。皇上命人给另外的2个僧人用刑。据2人的招供，2人就是一般帮忙跑腿的圣明教普通教徒罢了，没有问出更多有用的信息。不过可喜的是，这2人就是负责联络散落在其他地方的教徒的，他们刚好知道联络的暗号。顺景帝令周大将军负责后续各处开展盘查圣明教教徒的事情。皇后，当年奶娘怂恿你陷害宜妃一事，你有何话可说？皇上，臣妾冤枉了，不知皇上为何要这么冤枉臣妾？太后也不明所以地看着皇上，等着他的说法。皇后确定朕是冤枉你的，有没有陷害宜妃？难道你心里就没点数吗？皇上，臣妾不知，臣妾冤枉，请皇上明察。皇上，凡事得有个证据，你这是不是太武断了？母后，您有所不知，昨天瑞儿去相国寺捉到了假冒国师大人的西兰国圣明教的人，他都招认了皇后的奶娘是他的女人，就是他怂恿皇后陷害子儿的，可惜人死了。什么？相国寺的国师居然被西兰国的人假冒了？正是啊。而皇后听到的重点是抓到的人死了，那么就没有证据证明他以前陷害宜妃的事情了，这就让他更加坚定自己一定不能承认曾经陷害过宜妃的事情了，否则会连累了太子的。昨天太子也一起去听了审问的，你问问太子，看朕有没有冤枉你。太子看着母后这个样子，不知如何是好。母后，儿臣。太后看得一阵摇头，太子最老实不过了，这个说不出话来的样子，想必昨天听到的一定是真的了。皇上，这皇后的奶娘为何要怂恿皇后陷害宜妃？因为皇后的奶娘和假冒国师的西兰国男人有染。皇上也不能听他国人随意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万一他是故意污蔑呢？哼，朕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把皇后的奶娘带上来。侍卫押着皇后的奶娘进来。尤氏，11年前你怂恿皇后陷害宜妃的事情，是你自己老实交代，还是要让刑部派人来审理？老奴有罪，老奴有罪，请皇上饶恕。你老实交代，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不然的话，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了。老奴受了西兰国人朱万坤的蛊惑，没能守住身子，还怂恿皇后娘娘陷害宜妃娘娘，罪该万死，请皇上赐死。大胆尤氏，你为何要怂恿皇后陷害宜妃？说。老奴该死。朱万坤说，只要害了宜妃娘娘，皇上就会一蹶不振，五皇子就会失去庇护。而皇后娘娘是个蠢的，那时候还没立太子，老奴跟他说，只要五皇子不再得宠，就没有人和大皇子抢太子的位置了。他轻易的就相信了老奴的话，可是他从来没想过，依太子那悟性，即使没有五皇子，还有二皇子、三皇子、四皇子抢着想上位呢。奶娘，你为何要如此陷害于我？我待你不薄啊！我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而我是那么相信于你，你一直跟着我，从小时候到进宫直至现在，这是为何呀？皇后娘娘，都是老奴糊涂，一时被人迷惑了心智，老奴对不起您。这么些年来，
老奴一直都被朱万坤那个恶人威胁着，帮他传递宫里的消息，已经罪无可赦了。老奴死不足惜，就是对不起皇后娘娘的信任，只有来生再报答娘娘了。娘娘听老奴一句劝，莫要强迫于太子，让他做自己吧。尤氏说完后就咬舌自尽了。皇后瘫坐在了地上，奶娘都已经把一切说了出来，她没什么好狡辩的了，就是觉得对不起儿子。皇上，好好把宜妃从冷宫里接出来，好好对她。这些年她受委屈了。太后说完就回了慈宁宫，她老了，不想管这些糟心事儿，还是听元宝的话，少操心，保持乐观的心情，多养生吧。太子南宫城看着母后，不知说什么才好。母后为了自己一辈子汲汲营营，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以后其实并不想当皇帝，他甚至连太子都不想做，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每说一句话就要想着后面会不会出错。这样的日子实在太累了，不是他想要的。当太子有什么好啊？他想出家修行，可是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父皇，儿臣……皇上，这件事情和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臣妾的错，鬼迷心窍，听信了奶娘的话，请皇上责罚臣妾一人就好，不要牵连太子。哎，皇后你糊涂呀，这么些年你也不容易，罢了，以后啊，你就在坤宁宫里静思己过吧，没有朕的命令不许出来。太子也回去吧，这件事情与你无关。儿臣谢过父皇的宽宏大量。臣妾谢过皇上，以后定当在坤宁宫一辈子为南圣国祈福赎罪。太子和皇后走了之后，顺景帝对南宫睿说道：瑞儿，你有没有觉得父皇对皇后的处罚太轻了？父皇，儿臣没有其他想法，只高兴母妃的冤屈终于得以证清白。儿臣此时只想立刻把母妃从冷宫里接出来。好，我们一起去接你母妃出来。其实这些年，你母妃虽然人在冷宫，但一切的吃穿用度，朕都让人照比她在紫晨宫的时候给，丝毫没有受到苛刻对待。儿臣知道，要不是这样，儿臣早就大闹冷宫了，如何能忍到现在呢？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父皇打算如何处置萧氏？萧家已经倒了，赐他白绫或毒酒吧。南宫睿随着顺景帝一块儿往冷宫的方向走，两人边走边聊。父皇，儿臣觉得不急于一时，刚才是儿臣冲动了，儿臣知错，还是明天早朝后让人来隆重的接母妃出去吧，让所有人都知道母妃当年是冤枉的，她并没有害过皇祖母，请父皇成全。好，就依你的意思，既然来了，我们进去看看你母妃再走吧。谢谢父皇成全。顺景帝看着高兴的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儿子，这才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嘛，平时老装老成，特没意思。随着元宝家的暖居宴办完后，叶宅虽然不是高官富贵人家，门第也不算高，顶天的就是和太傅府有亲戚关系而已，但耐不住有个人气超旺的小元宝，想低调也已经不可能。叶老二和杨婉儿搬家之后，比在太傅府的时候更忙碌了，不断的有人送帖子要上门来拜访，还好娘家岳母给送了个得力的管家，管家谢伯都给一一安排妥当，把送上门的帖子都一一给分类过滤，再跟叶老二和杨婉儿汇报，给出建议，哪家可以见一见，哪家没必要见等等。因此叶老二和杨婉儿都很感激和信任管家。
可是对于上门说想要提前给元宝定亲的，通通都被叶老二给列为了拒绝往来户。想来打他闺女的主意，就是跟他过不去。话说三盼来到京城之后，除了陪爹娘和妹妹去逛街，在香宝楼吃过一顿饭，还有一家人一起去相国寺求日子之外，一直都在家里闭关读书。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不是很好，有点晕头晕脑的。三盼，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出来找你妹妹把脉看看。爹，我没有哪儿不舒服，只是看书累了，想出去走走看看。阿飞，少爷读书累了，要出去走走。你对京城熟悉，陪他到处走走看看吧。是，老爷。三盼和谢飞走出了叶宅大门，一时间三盼不知该往哪儿走才好，他也没个确定的目的。阿飞，这附近有什么值得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吗？少爷，京城有一条林荫大道，那是一条很大的道路，道路两边种满了各种不同的树木，每种树木都有不同的形态，特别是枫树，一到秋天叶子就全部都变成红色了，非常好看。现在去，叶子虽然还没有完全变色，但也是极美的。好，咱们就去林荫大道瞧瞧。主仆两人一边走，谢飞一边给三盼介绍京城比较有名的建筑和铺子。不知不觉，两人就来到了林荫大道。阿飞，这条路上的树叶，是不是有人定期打扫？是的，少爷，因为这里很美，宜妃娘娘很喜欢这里，皇上曾经下令，不许任何人破坏这里的树木，还专门派了人每半个月打扫一次这里的树叶。如果有人故意破坏这些树木的话，会被抓去打板子的，并且要负责打扫树叶。少爷，悄悄告诉你哦，到七夕节的时候，很多未婚的年轻姑娘和公子会来这里寻找自己的伴侣。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阿飞有没有在这里送过姑娘树叶？少爷，没有的事儿，您不要打趣阿飞。阿飞，你今年几岁？少爷，小的今年17了。17都到了说亲的年纪了，你爹娘没有给你张罗亲事？爹娘说年底请媒婆帮相看姑娘家。少爷，您也老大不小了吧？不也没娶亲吗？亲肯定是要娶的，我这不是还要考试吗？一心扑在读书上，哪有时间想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我妹妹说让我爹娘不要着急，等考完试高中了，还怕没姑娘家要吗？也是，少爷读书这么厉害，一定能高中的。主仆两人边走边聊，突然看到前方一个穿着白衣的姑娘在树上上吊。三盼眼看着那姑娘就要不行了的样子，哪能见死不救呢？他3步并作2步的冲了上去，一把将姑娘抱了下来。姑娘，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要上吊寻死？魏嫣然错愕地看着抱着自己的公子，愣了一瞬间才反应过来，伸手打了三盼一巴掌。哪来的当徒子，赶紧放开本姑娘，谁要寻死了？你这姑娘好生无礼，我家少爷救了你，你怎的还打人？谁要他救了？本姑娘又没有在寻死，是他想占本姑娘的便宜，挨打也是活该。姑娘刚才不是在上吊寻死吗？谁在上吊寻死了？本姑娘活得好好的，为何要上吊寻死？那姑娘这是……魏嫣然看了看挂在树上的白绫，确实像是要上吊的样子。我是看到树上有2片枫叶，长得和别的枫叶都不一样，特别好看，就爬上去摘。可是爬上去容易，下来的时候却腿抖下不来了，只好用白绫吊在树上，想顺着白绫下来。在下叶正清，刚才无意冒犯姑娘，请见谅。小姐，奴婢买到绳子了，您可以下来了。等他跑到小姐跟前儿，看到小姐已经从树上下来了。小姐真厉害，居然能自己下来。我们回去吧。
三盼看着姑娘主仆就这么走了，被打了一巴掌，他也没了看景色的心情。阿飞，我们也回去吧。好的，少爷。你看。阿飞指了指还在树上挂着的白绫，三盼上前去把白绫取了下来。走，我们去把这东西还给刚才那位姑娘，这是姑娘家的东西，大意不得。好，少爷，他们刚才是往那个方向走的，我们走快一些，应该还能追上他们。可任凭他们两人追了好远的路，都没有看到姑娘和丫鬟的背影。三盼和阿飞没办法，只好回去了。阿飞，回到家不许对任何人提起刚才的事情，若关乎到人家姑娘的名声，这条白绫我先收着，改天有机会遇到那位姑娘再还给她。是，少爷。阿飞晓得轻重。而快要回到家的魏嫣然此时才想起挂在树上的白绫忘记拿了，他着急忙慌地往林荫大道跑回去。可是等他跑得快要断气儿的回到挂白绫的地方时，哪里还有白绫在那里啊？小姐，您怎么了？不是说掉了东西在这里吗？您跟奴婢说，奴婢帮您找。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见就算了，我们回去吧。可是他又隐隐有些担忧，那条白绫上绣了一个然字，他希望是抱他下来的那个公子拿走了。那个公子看起来像是一个书生模样，应该是个正人君子吧。改天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遇见他。如果有机会再遇见的话，到时再问问他吧。好像他说他叫叶正清，这京城谁家姓叶啊？回去侧面跟管家打听一下，看看管家知不知道。一儿见过皇祖母，见过宜妃娘娘，给皇祖母和宜妃娘娘请安。一儿来了，快过来坐，和皇祖母说说话。宜妃娘娘和皇祖母在说什么呢？皇祖母这么开心？宜妃在说昨天元宝进宫的事情呢，都怪你父皇，为了跳棋都不让元宝来慈宁宫。皇祖母既然这么喜欢元宝，今天再劝他进宫陪您不就好了吗？哪能天天要元宝进宫来呢？他呀，可是个小盲人儿。你父皇都说了，让后宫里的嫔妃不要随意去打扰元宝，皇祖母要带头做好榜样。皇祖母，他一个小孩子能有啥好忙的，还不是到处去玩？一儿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元宝虽然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但他确实很忙的，每天忙着炼药、种菜，陪他家外曾祖。而且呀，你父皇还让他有空的时候去郊外皇庄指点皇庄里的人种地。最近就连大司农陶大人都把他奉为座上宾。听说他去年又种出了一种叫土豆的新粮食，这个土豆既能当饭吃，又能当菜吃。是一儿见识浅薄了，没想到元宝姑娘小小年纪这么能干。那可不是，元宝他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听你父皇说，土豆已经在梧桐县推广种植了，今年推广的地方更多，明年应该大部分地方都能种上土豆了，这样全国的老百姓就都能吃饱饭了。他就是南盛国的大功臣。是，皇祖母，一儿也是听说了元宝姑娘不只会种地，而且医术也是不错的，所以今天就想着进宫求一求皇祖母，让您宣元宝进宫来给一儿看看。一儿这都成亲3年了，肚子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样，皇祖母给你一封手谕，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去城南叶宅找元宝吧。他看在皇祖母的面子上，会帮你的。好，谢谢皇祖母，皇祖母对一儿最好了。还好自己没有犯蠢，利用公主的头衔去强迫人家孩子，要不然有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了。姑
估计在人家元宝姑娘的眼里，公主压根就不算个啥吧。傻孩子，皇祖母可是看着你长大成亲的，不对你好，对谁好呀？留下来吃了饭再回去吧。元宝昨天拿了一些青菜进宫来，相信你会喜欢吃的。叶儿一定多吃点元宝姑娘种的青菜。元宝确实很忙，上个月将军府周家派人上门来提亲纳彩了，他答应了表姐抽空要给未来表姐夫周伯远看看腿儿的。元宝刚想去叫表姐出门，可子轩却告诉他，大公主拿着太后的手谕求见。你就是元宝姑娘吧？我是大公主南宫翊，今天特意上门来找元宝姑娘的。元宝见过大公主，不知大公主上门找元宝有何事？元宝，我可以这么叫你吧？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是上门来求医的。哦，大公主怎么了？我成亲3年无出，太医说我体寒不易孕育，药吃了不少，收效甚微，今特上门求医。请大公主把手伸出来。元宝给大公主把脉，把完了左手，把右手，看得南宫翊紧张不已。怎么样，元宝，我这体寒症还能治好不？大公主，元宝先给您配2天的药，如果您服了2天的药，有手脚冒汗、心口发热的症状，就直接来找元宝。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您就去宫里把太医开的药方要来，再来找元宝。好好，谢谢元宝，我带了一些礼物来，不成敬意，还请元宝姑娘收下。南宫翊说完，拍了拍手，在门外等候的几个丫鬟就端了好多大大小小的盒子进来。元宝对礼物不太感兴趣，不外乎就是一些金银珠宝、首饰之类的，他啥都有，压根就不缺这些东西。但人家都送上门了，也不能往外推，不是？那就谢谢大公主了。谢啥呀？我还要谢谢你呢。过2天我还来啊，元宝可不许嫌我烦哦。不会的。大公主拿了药，带着婢女欢欢喜喜地回去了。看个病也没有耽误多久，元宝还是决定去一趟将军府，答应的事情不能再拖了。这就是念儿的表妹元宝姑娘了吧？长得可真是好看。见过将军夫人。远儿来了，赶紧过来见过2位姑娘，让元宝姑娘给你看看腿脚。有劳元宝姑娘了。不客气。元宝把完脉后，又看了看他受伤的腿。周公子的腿当初应当是受伤的时候骨头没有接好，现在能治是能治，但是要敲断腿骨重新接骨，接完骨后要在床上躺3个月。就是不知道周公子能不能再次忍受断骨的锥心之痛。元宝姑娘放心，只要这腿还能治，这一点痛算什么？别说躺床上3个月，就是要躺个1年半载都不是事儿。别人给你治，肯定是要躺1年半载的，只不过你幸运遇到本宝而已。哈哈哈哈！这才是我周康威的儿子，好样的！刚下朝的周大将军走了进来，见过大将军。快不必多礼。元宝啊，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医术如此之好，太医院的御医都说远儿的腿没得治了，没想到你居然说3个月就能治好了，真是个小神医啊！那元宝姑娘，远儿这腿什么时候开始治？如果周公子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快明天就可以开始。但是元宝没有勇气敲断周公子的腿，这可能得要大将军跟皇上说说，请个御医来配合一下，帮忙把腿敲断。这个没问题。远儿，你想什么时候开始治你的腿？父亲，越快越好，只要腿能治好，儿子不怕痛。念儿已经等了儿子太久，等儿子的腿治好了，就风风光光的娶她过门。周家最后决定
明天就开始治腿儿。为此，周大将军刚刚回来，又匆匆进宫去了，得去跟皇上要个御医来，明天配合元宝。翌日，元宝把东西准备好，让子服提着药箱，带着子轩和子服去了将军府。他昨天没想到，其实子服就能敲断周伯远的腿儿了，不必要请太医的，但都已经请了，就算了。元宝帮周伯远治完腿的第二天，大公主就找上门来了。元宝，我服了你开了2天药，真的有你说的手脚冒汗、心口发热的症状了。大公主深呼吸，别激动，平静下来，我帮你把脉。好，我不激动。元宝给大公主把了脉，并亲自去给她配了药。没办法，药里需要加入珍贵的黄金叶，而黄金叶只有她空间里才有。这药是10天的量，大公主拿回去，每天服2次，每次3碗水熬成1碗水，趁热喝，吃完就好了。10天就好了？我只要10天就好了呀！元宝，你真是个小神医。大公主服药期间记心啦。好，我知道了。元宝，你说需要多少诊金，我双倍给你。大公主，元宝不是开医馆的医者，不知该收多少诊金，等您有孕后自己随心意，看着给我爹娘就行。元宝说的是实话，他给人治病只看人，看自己心情，并不会因为对方给多少诊金就一定帮治。反正他不缺钱，也不缺药材，人家元宝多好的一个孩子呀，帮我治病，还等我有孕了再随我给，这个不能亏了人家小姑娘啊，人家给配的药也要钱不是？时间随着元宝的忙碌中度过，很快就到了8月初8。这天是三盼要去贡院考试的日子。这次考试，三盼要在考院里待9天。哥哥，你考试的时候就当自己在完成平时夫子布置的作业那样去写就可以了。好，哥哥知道了。哥哥，你一定会抽到一个最好的房号，离茅房远远的，周围抽不到你，蚊子叮不到你。妹妹，哥哥有你给的防蚊虫药膏呢，蚊子不敢来叮我的。哥哥，我和娘亲给你准备的吃食够多的，你别舍不得吃，饿着自己。哥哥一定吃得饱饱的。闺女儿比她这个当娘的还能念叨，像个小话痨一样，真是的。反观叶老二这个当爹的，啥话也没说，闺女说啥他都是一味的点头，最多嗯一声。他怎么会来这里呢？他的白绫还在他那里呢。三盼在看他身旁站着的男子，一副书生模样打扮，同样身后跟着的家丁丫鬟帮拿着进入考场要用到的东西。那个人不是那天在林荫大道误会他要上吊的公子吗？看他一副书生样，原来他是今年的考生啊，原来他就是城南那个叶家的人啊。那站在他旁边的应该就是他爹娘和妹妹了，他妹妹应该就是京城最近颇负盛名的元宝了。元宝奇怪地看着哥哥，怎么好好的说着话呢，突然就不出声了。他顺着哥哥的目光看过去，难道哥哥在看那个姑娘？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哥哥回神了，你在看啥呢？啊，没看啥，哥哥在看有没有从咱们云林府来赶考的同窗。哦，那哥哥看到有你以前的同窗来赶考吗？没有。此时贡院的门开了，到来的考生陆续上前去排队，准备接受检查，进入考场。哥哥加油！儿子，加油！一定加油！旁边来送考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家人的奇怪动作，但却觉得莫名的激励人心。很快，在外送考的人和参加考试的人都纷纷响起了加油的声音。考试期间，贡院门口不得围观，不得喧哗，以免影响考生发挥。都散了。人们陆续散去，叶老二也带着家人回家去了。
离开前，元宝下意识的向刚才那个黄衣姑娘的方向看了一眼，可是人早就不在那儿了。但他为什么感觉有人在看自己呢？原来自己的感觉没有错，瑞哥哥也来了。元宝想了一下，大概明白了南宫瑞心里的想法。他是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来给哥哥送考吧，怕别人说闲话。元宝，你在跟谁挥手呢？瑞哥哥在那边。两人朝五皇子也挥了挥手后，就带着元宝走了。丞相府，娘，我的脸已经好了，我变漂亮了，五皇子他会喜欢我的，娘就帮女儿想想办法嘛。那你说娘能想什么办法？娘，您给宜妃娘娘递帖子去拜见她，然后带着女儿一起进宫，这说不定就能遇到五皇子了。女儿到时候会想办法让他喜欢上我的。娘和宜妃娘娘没有任何的关系，怎么拜见呢？而且听说宜妃娘娘连宫里的其他嫔妃都不喜欢打交道，更别说我们这些命妇了。娘，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宜妃娘娘不肯见您呢？那你可知皇上最宠爱的是宜妃，惹得宜妃娘娘不高兴会被皇上责怪。你是想你爹丢官是吧？是啊，万一惹怒了宜妃娘娘，连带着等于惹怒皇上和五皇子，还有可能影响爹爹的官职，好像损失太大了，得不偿失。而且你有想过吗？人家五皇子才16岁，你已经17了，人家能看得上你？看来是时候给你相看人家了。娘，我不要。能嫁给五皇子的话，自己就是皇子妃了。虽然自己比他大1岁，但柳云一觉得这个不是问题，人家还有大3岁嫁的呢。她的梦想就是嫁给五皇子。等到柳丞相回来了，柳夫人和他说了柳云一的事情。我有个法子，倒是可以试一试。五皇子深得皇上宠，如果成了，皆大欢喜，对我们家也有益处；不成，就马上给他找个婆家，尽快订婚，这样也不影响他的名声。哦，老爷想到了什么法子？你想办法要到元宝的笔记，到时用元宝的名义。第2天下了朝之后，南宫瑞直接回了华阳宫。五皇子，这是有人从门口外面丢进来的信，上面写着是给您的。他接过信，好奇的打开来看了，是元宝写的。元宝给他写信？元宝约他在香宝楼见面吃饭？这不太可能的事啊！元宝要约他，绝对会让子轩来告知。写信这玩意儿从来没有过，他只看见过元宝给大表哥和二表哥写信，从来没给他写过信，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他以为自己看错了，又从头到尾仔细认真地看了一遍，确实是元宝的字迹，但却不是元宝写的。元宝的字是他亲自教的，他太了解元宝写字的习惯了。可是谁吃饱没事干，仿冒这么一封信给他呢？还要把他约去香宝楼？难道对方有什么阴谋吗？把他约去香宝楼，想做点什么让他身败名裂的事情？他把信放进怀里，决定出门找元宝一起看热闹去。瑞哥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来带你去看热闹，想不想去？去的呀，有热闹看为何不去？瑞哥哥，看啥热闹呢？给你看样东西。元宝接过信，打开一看。瑞哥哥，我什么时候写信给你了？我怎么不知道？你再仔细看。不对，这字很像是我写的，但仔细看又有些不像，所以有人冒充我写信给你，是谁呢？我也不知道，去香宝楼5号包间看看，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还等啥呢？咱们赶紧的出门去啊！别急，慢慢来。传假信的人应该比我们更着急。南宫瑞和元宝来到香宝楼的时候，
正好大表哥李宇轩在香宝楼大堂吃饭，一行三人并没有马上去5号包间，而是到了隔壁6号包间。你们俩一起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大表哥，我们不是来找你的，我们是来看热闹的。你们来看什么热闹？大表哥我可以一起看吗？有人仿冒元宝的字迹给我写了一封信，约我在5号包间吃饭。我们来看看这其中有什么猫腻。谁这么没眼色，选地儿选到家门口来了？我替你们去看看是何方妖孽在作怪。这样甚好，有劳大表哥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叫个伙计上来，想吃什么自己点，我很快就回来。小姐来了，一定是五皇子来了，奴婢去开门。是吧？你是谁啊？哦，有人给你们点了一壶茶，托我送上来的。小玉，是不是五皇子来了？为何还不请他进来？小姐，奴婢不确定是不是五皇子。真是个蠢货，让开，本小姐看看。当他看到门口像伙计又像公子的人时，呆愣住了，不知该作何反应。敢问小姐芳名？柳云一被眼前这个矛盾综合体搞蒙圈了。柳云一。姓柳？官家小姐姓柳的，应该是柳丞相家的闺女吧？柳小姐好，这是一位公子让在下送上来给你的茶。让你送茶上来那位公子长得怎样？和我一般高，皮肤白皙，长得甚是英俊，看起来冷冰冰的样子。柳云一在心里照着眼前男人的话对号入座，想着那人应该就是五皇子了。他来了，为何不上来呢？他人呢？你说那位冷冰冰的公子啊，他走了呀，刚走没多久，往宝心斋方向走的。你现在追出去，还能追上他？柳云一二话不说，扒开李宇轩冲了出去。小姐，等等奴婢！大表哥，隔壁是谁探清楚了没有？他说他叫柳云一，我初步判断她是柳丞相家的闺女。柳云一就是柳丞相家的，他和他娘亲来找我治过脸。走，过隔壁看看去。水哥哥，这人都走了，有啥好看的呀？咱们过去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你不想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吗？水哥哥，这还用看吗？我一个孩子都能看得明白的事，人家柳姑娘是看上你了，不然怎么会约你在这儿见面呢？说什么呢？走，过去看看就明白了。好吧，你想看，我陪你就是了。李宇轩没说话，默默地跟在两人身后。三人来到5号包间，满满一桌精致的菜肴，一点儿都没动过。桌上还难得的有一瓶桃之夭夭。哇，表弟，人家对你很大方呀，连桃之夭夭都舍得拿出来与你共享。我又不认识他，谁要他的大方？元宝看了桌上的菜肴一圈，没发现有什么不妥，又拿起那瓶桃之夭夭打开来闻了一下。元宝，不要随便喝别人放在外面的东西，你想喝我那儿有。水哥哥，我不是要喝，我是闻一下，这瓶酒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水哥哥，看来人家真是看上你了，要搞事情啊，这酒里加了料。加了什么料？春药。李宇轩和南宫瑞都被元宝的虎狼之词给震惊到了。元宝，你连春药都懂，你师父不会连这个都教你吧？水哥哥，你真老土，我跟着师傅学医术，当然懂了。我不但懂，也会做解药，我配制出来的春药比这个厉害多了。他这个也就是小孩子家的玩意儿。他师父怎么什么都教啊？这明显不适合教小孩子嘛。说人家的是小孩子家的玩意儿，难道他自己不是小孩子家？现在的孩子都这么厉害了的吗？
我是不是也很老土？南宫瑞把元宝手上的酒倒进了房间的盆栽里，拉着元宝回了隔壁6号包间吃饭，再也不想听他说出那些豪言壮语了。柳云一追出了香宝楼门口，往宝心斋方向走了一段距离，哪有五皇子的身影啊？他失落地往回走，刚才那个人是骗他的吧？可是那个人为什么要骗他呢？那个人又是谁呢？不对，如果是五皇子让那个人端茶上来的，说明五皇子来了，但不想见他。如果不是五皇子让他端上来的，就说明五皇子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个人，全让那个人来处理这件事情。五皇子连见他一面都不愿意吗？当真这么绝情吗？不好，那瓶被他加了料的酒还在香宝楼5号包间呢。如果被有心人知道酒不对劲儿，再查到他头上来，那他这辈子可就完蛋了。柳云一急匆匆地回到5号包间，精致的菜肴还在桌面上没人动过，他快步走上前拿起那瓶酒，可是拿起来的时候发现酒瓶是空的，里面的酒没了。他心慌了，那个人知道他的酒里动了手脚了，那个人知道了，表示五皇子肯定也会知道。他现在断定那个人一定就是五皇子派来的。小姐，您怎么了？小玉，酒没了。小姐，没了就没了，说不定是别人趁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悄悄进来，看到这么好的酒偷偷喝掉了呢。对呀，他怎么没有想到呢？万一是被人喝掉了酒，那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和他无关。如果没喝，里面加了东西也和他无关，他打死不承认就是了。但是可惜了满满一桌精致的菜肴啊，一口都没动过呢。不过他是不敢再吃的了，万一有人趁他们不在的时候也在菜肴上动过手脚呢？小玉，我们回去吧，五皇子不会再来了。而在6号包间的南宫瑞、元宝和李宇轩3人正在开心地吃着香宝楼最近新推出的酸菜鱼和手撕鸡。瑞哥哥，万一那个柳云一对你还有非分之想，你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我不认识他，不打算理会。瑞哥哥，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万一惦记上你，肯定还会想别的阴招。是啊，表弟，还是多个心眼的好。要不要大表哥帮你收拾他？不用，一个女子罢了，翻不起什么大风浪。元宝想了想，从袖兜里掏了一瓶药出来，倒了一颗递给南宫瑞。瑞哥哥，把这个吃了。南宫瑞接过药，二话不说，端起水杯把药一口给吞了。这个笨蛋表弟，这是药呀，不是零嘴，问都不问清楚就吃了。他对元宝的信任比林荫大道的树叶还多。元宝，你这给瑞儿吃的是什么药？毒药。他不相信元宝说的话，所以没有紧张。大表哥不相信？不信。不信就对了，这是我最新炼制的解毒丸，可解100种以上的毒，用的都是珍贵药材，吃1颗有效半年。我炼制了半个月才得10颗。当然，遇到我师傅那样的高手制的毒，这解毒丸就不太灵光了。元宝，能不能也给大表哥1颗解毒丸？元宝把药连瓶子一起塞给南宫瑞。你问瑞哥哥要吧，我没有了。元宝，你给了我就没有了呀？瑞哥哥，我还可以再炼制的呀。南宫瑞接过药瓶，想着改天去太医院扒拉点好药材给元宝才行。瑞儿，给大表哥1颗解毒丸吧。大表哥，1颗100两，麻烦您把钱给元宝。李宇轩随手掏出100两银票给了元宝。元宝，给。大表哥，是100两黄金。哎，表弟这是越输越窄。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1000两的银票，肉疼的塞给了元宝。拿去。
元宝笑嘻嘻的收下了，他才不跟大表哥客气呢。瑞哥哥说大表哥有钱得很。柳云一带着小玉回了丞相府。云一，事儿是不是成了？娘，女儿没用，没见到五皇子。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信没有送到五皇子手上？不是的，娘，五皇子收到信了，他带了个人去香宝楼，让那个人给我送了一壶茶，人没露面。不是说元宝和五皇子从小一起在乡下长大，关系很好吗？怎么会看到元宝的信不露面见元宝呢？娘，我也不知道啊，你问我，我问谁去？机会给你制造了，你连五皇子的面都见不到，那就证明你们无缘。你朝你娘生气有什么用啊？柳云一还是有点怕父亲的，扭头用帕子捂着嘴巴，哭哭唧唧的回了他的院子里。老爷，这云一他没事儿吧？能有什么事儿？让他发泄发泄情绪就好了。五皇子从小就聪明，看来他定是识破了信是假的，所以才不会去见女儿。但事情现在有点糟糕啊，他不见人就算了，居然还派了别人去给他送茶。你想想，这个人万一是五皇子派去探虚实的呢？就凭他那脑袋，不是三言两语就被人炸出来身份了？老爷，那可怎么办呢？如果那个人知道了女儿的身份，那他回去告诉了五皇子，或者到处嚷嚷，那对云一的名声可就很不利了。能怎么办啊？你去问问他，有没有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那个送茶上来的男人。若有的话，马上给他相看合适的人家。现在事情还没传开来，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尽快给他定下一门亲事。也许五皇子看到我们的态度，也就把这事儿给略过不计较了。从他回到京城之后，在朝堂上的表现，我看他并不是个心胸狭窄的小气之人，相反，事事都可圈可点。是，老爷。爹爹，娘亲，快看，哥哥第一个出来的。三盼出来，一眼就看到爹娘和妹妹了，但他没有向家人走过去，而是远远的冲着爹娘和妹妹打了声招呼，就抱着他的东西飞奔一样的回家了。三人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元宝，你哥哥他是不是没考好，觉得无颜面对我们，所以自己跑了？元宝啊，你哥哥会不会因为没考好而想不开呀？爹爹娘亲别着急，哥哥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回去看看就知道了。阿飞，你看见少爷回来了吗？老爷，少爷他已经回来了，正在洗澡呢，这都已经换了第2轮水了。等到三盼换了3轮水，终于觉得把自己洗干净了，才清爽地出现在爹娘和妹妹面前。爹娘，儿子不孝，刚才在考场吓着爹娘和妹妹了。你可以坐下来跟我们说说，你刚才是怎么回事了？你娘还以为你考不好想不开呢。是，都是儿子的错。儿子之所以跑，是怕熏着了爹娘和妹妹。你们有所不知，9天不能洗澡，考完的时候就像一条腌过的咸鱼一样，又腥又臭，实在是难闻得很。那你考得咋样？儿子觉得考得很好。考完试要1个月之后才放榜，所以三盼在这1个月里彻彻底底的放松了自己一把。用妹妹的话说，就是他可以摆烂1个月，在家狠狠的睡了2天觉，又无所事事的摆烂了3天之后，就觉得没事儿干，很无聊了。今天他想出去透透气，就和阿飞一块儿出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之中，他发现了一抹淡黄色身影。怎么又是他呀？姑娘，想算卦还是拆字啊？小姐，我们走吧，骗人的。迎春啊，我们就玩一下，他说的不准的，我听过马上忘记就好了。拆字。
请小姐在纸上随便写下一个字。魏嫣然拿起笔，想了一下，在纸上写了个名字。写好了，给你，可要说准了，不然砸了你的招牌。明分日月，日为阳，月为阴。然后呢？阳为男，阴为女，男女一起，天地合。到底什么意思啊？恭喜姑娘啊，呵呵，你的姻缘要到了。休得胡说！魏嫣然从袖兜里掏出一块碎银子，丢在算命先生的桌子上，气冲冲地走了。叫你胡说八道，惹我家小姐生气了。这年头说假话没人相信，说实话也没人相信，太难了。魏嫣然只顾着低头快步走，没注意看路，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身上。姑娘小心，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路。其实他完全可以避开的，但他避开了，姑娘就会撞在阿飞身上了。那还是撞他吧。是你啊。看来姑娘还记得叶某。你是不是元宝的哥哥？元宝正是在下的妹妹，姑娘认识舍妹？不认识，但经常听说你妹妹比你有名气多了。叶公子，可否问你一件事？姑娘要问叶某何事？叶公子，请借一步说话。魏嫣然说完，往人少的街角走去。叶公子，那天在林荫大道，你有没有看见我挂在树上的白绫？看见了。那你有没有拿走？我回头找不到了。拿了。你无耻，怎能随意拿姑娘家的东西啊？姑娘，话可不能乱说。在下拿走是不希望白绫落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上。当时拿到白绫的时候，也曾经追着去寻姑娘，希望能把白绫给到姑娘。可是在下追出去，已经看不到姑娘的身影了，也不知道姑娘是何人，无从归还。叶公子，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已经2次误会人家了。人家明明是个正人君子。无妨，把话说清楚了即可。公子能否把白绫归还于我？当然可以。姑娘家住何处？我让人送上门给你。不用让人送到我家，我让丫鬟去你家拿。啊，是在下思虑不周，唐突了。谢谢叶公子体谅，我明天让丫鬟4时钟到你家门口去取，请公子给予方便。可以。在等待放榜的这个月里，叶宅收到了大公主送来的500两银子。因为大公主经过元宝给开的药调理之后，成功的怀孕了。她也不知给多少银子合适，给少了感觉没有诚意，给多了又怕人家认为她拿钱砸人。思来想去，她就给了500两银子。叶老二和杨婉儿收到500两银子的时候吓了一跳，闺女给人治病要这么多银子的吗？好像不太好吧。爹娘就放心吧，是大公主自己给的，女儿压根儿没说要收银子，只是她自己说要给，女儿就让她有运后随心意给爹娘便是。这个月里，元宝还抽空去了一趟将军府看周伯远的腿。也许是年轻，周伯远的腿恢复的还不错。周公子，再坚持1个多月，你的腿就能好了。是，谢谢元宝。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医术竟如此厉害，我该如何报答你呢？你以后对我表姐好，一心一意对待她，就算报答我了。表妹，我会对念儿好的，她为了我受了不少委屈，我不会做让她失望的事儿。那表姐夫可不要忘记今天说的话哦。是，我一定会时时牢记在心中。国师大人受苦了，身体休养的可还好？多谢太子关心，吾很好，无事了。国师大人可有推算过南胜国的国运将来会如何？有推算过的，只是……国师大人不必忌讳，直说便是。
太子如今过得可还好？不瞒国师大人，最近皇宫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敢问太子，这些事情因何而解决？说来也巧，全因叶家的元宝姑娘带来的种种契机而能够得以妥善解决。国师大人可是想说南圣国的国运与元宝有关？未必，全看变数。若无变故，南圣国100年内必定国运昌隆。他是个有大气运的孩子，南圣国定要好好护着他。是，多谢国师大人指点，务必告知父皇国师大人之意。不必谢，南圣国昌盛亦是吾之心愿。看太子的棋局，似心中有苦。是有一些苦恼，想不明白一些事情，看不透人生的意义。太子不必过于苦恼，听老衲一句劝，放下，方能得到。最后，老衲赠予太子一句话：心之所想，便是心之所向。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想得太多。有舍必有得，望太子珍重。是，谢过国师大人指点迷津，吾当自会谨记国师大人之言。今天是乡试放榜日，他们来到贡院门口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聚集在那里了，也是等待放榜的。三盼来到时，看到了那抹熟悉的身影，那不是魏姑娘吗？她也来了。原来是叶公子啊！他朝他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元宝可是把哥哥的举动都给看了个一清二楚。原来哥哥认识人家姑娘啊！元宝的八卦因子熊熊燃起。哥哥，那个白衣姑娘是谁呀？她冲你点头微笑呢。那个是魏姑娘，我们有几面之缘。哦，不是一面之缘，是几面之缘啊！有戏。话说哥哥考试完后都几乎没怎么出去过，怎的还跟人家有几面之缘呢？看来有故事啊！一众人好不容易等到宫院的门打开了，在宫院等待的所有人都激动地往前挤着。爹爹娘亲，咱们在这里等就可以了，别挤去前面，万一摔倒被人踩受伤就不好了。子轩，你去看了榜文，回来告诉我们结果。是，小姐。老爷、夫人、小姐，少爷他中了，是第1名解元。子轩，你说啥？你再说一遍，老爷我没听清楚。爹爹，您没听错，别怀疑，哥哥他考了第1名。哥哥，你听见了吗？你考了第1名，好棒啊！都是妹妹的功劳，要不是妹妹帮哥哥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哥哥一定不能拿第1。哥哥，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是你每天努力学习才考得到的名次，我可不敢居功。你哥哥的努力固然很重要，但你也功不可没。你一向是咱家里运气最旺的，你哥哥定是沾了你的好运气，连带他自己也好运连连了。杨婉儿已经捂着嘴巴哭起来了。娘亲，哥哥考了第1名，你应该高兴才是，咋的还哭上了？元宝啊，娘这是太高兴了，没忍住。你哥哥每天晚睡早起的读书，是真的很辛苦，现在终于付出有了回报，娘是太高兴了呀。娘，别哭，儿子一定会继续努力，咱家还会越来越好的。以后儿子啊，给娘挣个诰命夫人来当。娘不用做啥诰命夫人，只要你顺顺利利的，娘就开心了。晚上，元宝进了空间，他去紫山找小白，想让小白送信回桃花村。这都出来大半年了，好想念爷爷奶奶和家里的每一个人呢，好想回桃花村啊！要不他骑着小白回一趟桃花村？不知道小白一晚上能飞到桃花村了没有？小白，你在空间还好吗？开不开心？喜不喜欢这里？
小白点了点他的大鸟头，表示喜欢。小白，哥哥考试得了第1名，我想让你帮送一封信回桃花村，告诉爷爷奶奶他们这个好消息，可以吗？小白看了元宝一会儿，消化了他的话后，又点了点头。小白，那我问你，如果我也想回桃花村，你带着我飞，要多久才能飞回桃花村？小白看着元宝，嘴里发出了粗嘎的声音。小白，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小白，你知道吗？我好想回桃花村。小白，你回桃花村送信，一定要避开人多的地方，实在不行，你就晚上飞回去。反正白天那么大太阳，把你晒晕就不好了。小白，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小白对着这个话痨似的小主人无语得很，他会说话的呀，只是他听不懂他的话罢了。算了，你自己回去吧，我就不回了。爹娘肯定会很担心的，这次回去你要小心一些，千万不要被猎人逮到。还有，还没等元宝说完话，头顶上传来了一阵清脆响亮悦耳动听的声音，接着元宝就看见了一只漂亮的鸟朝他飞了下来。漂亮鸟，你是谁？什么时候来这里的？从哪来的？只见被元宝称为漂亮鸟的鸟绕着元宝和小白飞了一圈后，就停在了元宝的身边，伸出鸟头不断地蹭着元宝的脖子。漂亮鸟，好痒，别闹了，你到底是谁呀？咋长得这么好看呢？小白在旁边听了元宝的话，吃醋地翻了翻他的大鸟眼，哪里就好看了？有他白雪般的羽毛好看吗？但他不敢发出声音抗议，因为这个家伙比他厉害。被夸好看的漂亮鸟骄傲地睥睨了小白一眼，元宝看见了，好像这个漂亮鸟有点看不起他的小白，这可不行，小白是他最好的朋友，谁也不能看不起他。漂亮鸟，小白是我的好朋友，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他，他会不高兴的。还有，这里是你们共同的家，你们要好好相处，不许吵架、打架、闹矛盾，知道吗？还有，漂亮鸟，如果让我知道你欺负了小白的话，我会生气的。我生气了，后果会很严重的。虽然我不认为你能欺负得了小白，但是我看见了，你刚才的眼神很不友好。元宝就当他听懂了自己的话，摸了摸他的鸟头，用意念顺来一把草莓给他吃，当是奖励他的。小白很感动，看小主人多维护他呀，可是那个小气包还真是能欺负得了他呀。小主人，你一定要经常来看看小白，不要让小白被欺负死了都不知道。闺女，你找爹娘啥事儿啊？爹爹娘亲，我们离开桃花村也大半年了，哥哥考试得了第1名，我想让爷爷奶奶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让他们在桃花村也高兴高兴。我打算让小白送信回桃花村，爹娘看有什么要说的，让哥哥写信跟他们说说。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我要认真想想跟他们说啥才好。这都老久不回桃花村了，快想念呐。三盼明白了，原来妹妹是抓他来代笔的，不过他也高兴，如果桃花村离京城近一些的话，他都想亲自回一趟桃花村了。三盼洋洋洒洒的写了5大页纸，说了一家人来京城后的点点滴滴。娘，您找一块油布把信包起来，我把它绑在小白的腿上，就可以把信送回桃花村了。好，娘知道了。小白降落在叶家的院子里。爹娘，是一封信，可能是元宝让小白带回来的。那还等啥呀？赶紧拆开来看看啊！没想到小白会跟着元宝去京城，难怪自从元宝去京城之后，从来都没见过他了。爹娘，是二哥一家写回来的信。老三，赶紧的给念念，信上都说了啥？胜哥，是不是咱元宝回来了？
我可是看到小白飞进你们家了。元宝没回来，他让小白送信回来了。叶叔，那我们可以听听咱元宝在信里都说了些啥不？可以，你们自个儿找位置听。老三这儿正想念信呢。叶老三看人还挺多的，提高了声音，当着众人的面把二哥家写来的信一起念给大家听。三盼太争气了，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我们桃花村出了举人老爷了，胜哥，恭喜啊！咱去开祠堂告诉老祖宗吧。大家都说好了想对元宝说的话之后，叶老三儿就去写回信了。叶老三整整写了1个时辰，大10页纸，才把这封回信写好。众爱卿说说看，对于北辰国、东齐国和西兰国，今年一同要派使臣来咱们南胜国，你们有什么看法？皇上，臣认为3国的人是想来觊觎咱们南胜国的红薯。皇上，西兰国还有脸派人来，这次定让他有脸来无脸回。皇上，臣认为他们来参加万寿节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定是不安好心而来。五皇子，你和礼部做好这次外来使臣的接待工作，3皇子协助兵部做好城内的安防工作，4皇子协助周大将军做好城外的巡护工作。是，一定完成任务。太子南宫城反而觉得无事一身轻。自从在相国寺和老国师谈了话回来后，他越来越看淡太子这个位置了。只是太子妃一直劝着他，为了孩子着想，不能轻易放弃，他才一直坚持着。小白，你回来了，辛苦你了，快过来，我让你回去休息。元宝取信的时候，还在小白的背上发现了另一只睡着的鸟。这只鸟也不算小，只不过和小白比起来，它就真的很小。这只鸟是只海东青，有名的猎鹰。元宝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就跟小白提了一下，没想到小白还真就给他找了一只回来。以后就能让海东青帮忙送信回桃花村了。元宝拿完东西后，就把小白和海东青放进了空间里休息。爹爹娘亲，哥哥，小白回来了，还带了回信回来。这么快？小白可真能干，2天就一个来回飞完了。哎，快，赶紧的把信拿出来念念。三盼接过妹妹递来的信，打开厚厚一沓纸，开始念了起来。他足足念了1刻钟才把信念完。爹爹娘亲，我大嫂嫂又有身孕了，青草姐姐也嫁人了，嫁给了对面杏花村的人，也不远，挺好的。你看，二爷爷还说要等我们回去带他们上山打猎呢。是啊，你在桃花村一向人缘好，他们都念着你呢。你二哥哥都写信回来告知家里，说有了喜欢的姑娘家了。哎呀，也不知道你哥哥啥时候能让我抱孙女啊？爹爹您就放心吧，哥哥他有喜欢的姑娘了。元宝让子轩悄悄去查过了，上次在宫院门口那个和哥哥有互动的姑娘，是刑部尚书家的姑娘魏嫣然。这姑娘人还不错，给她当嫂嫂刚好合适。三盼，你妹妹说的是不是真的？是谁家的姑娘？你快说，爹娘找人去给你提亲。三盼大惊，妹妹什么时候知道的呀？她都还没确定心意呢，妹妹就知道她喜欢人家了？难道妹妹不止医术厉害，还会读心术不成？你这个呆子，快说呀！是真急死我了。叶老二确实着急了，儿子都22岁了，想当年他22岁的时候，儿子都能满村子跑了。三盼，是谁家的姑娘啊？你倒是快说呀！爹，娘，我只知道她姓魏，叫魏嫣然，但不知道她是哪家的姑娘。我只是对人家比较有好感，也不知道人家姑娘喜不喜欢我，所以妹妹说我有喜欢的姑娘了，委实谈不上。元宝，你既然知道你哥哥有喜欢的姑娘了，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姑娘是哪家的？
我当然知道了，是刑部尚书魏家的姑娘。娘，您让外婆去尚书府找魏夫人探探口风，就知道事情能不能成了。好，好，我待会儿啊就去一趟太傅府找你外婆说说这事儿。娘，人家是尚书府的千金，能看得上我吗？哥哥，你不要有负担，娘只是让外婆去探探口风而已，又不是现在就马上去提亲。况且哥哥也不差呀，你这次乡试都考第1名了，明年3月会试的时候，说不定还能考个第1名，已经比京城的公子好很多了。咱们家的门第也不差的，太傅府还是咱们的外家呢，你要有自信。2天后，沈燕来给了叶家确切的答复，说魏家同意议亲，叶家一家皆大欢喜。元宝为了感谢这个二表舅母探口风成功，随手拿出了2瓶养颜膏送给他，高兴的沈燕都快要找不着回家的路了。杨婉儿和叶老二接下来就忙着给儿子请媒婆去女方家提亲了。叶老二想着刚好明年过完年，爹娘来京城了，到时能参加儿子的婚礼。三盼则再次闭关努力的读书，想着必须努力，争取明年3月的会试能考个前3，然后在殿试中脱颖而出，让未来媳妇儿能风风光光的嫁给自己。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已经有别国的使臣到了南盛国，最先到来的是北陈国的人。北陈国此次由他们国家的3皇子宇文君豪亲自带队来到南盛国。姑娘，小心脚下！柳云一低头一看，自己差点踩在一块果皮上。啊，多谢公子提醒。殊不知，那块果皮就是宇文君豪扔的，就是为了搭讪上这个姑娘。姑娘不必客气，能帮到美丽的姑娘，是在下的荣幸。姑娘，不知能否问一句，驿馆怎么走？我们出来找不着回去的方向了。公子，往你身后方向一直往前走，前面有个路口往左走，再拐个弯就到驿馆了。多谢姑娘指路，不知姑娘芳名，改天遇见也好答谢一番。公子不必客气，就当是咱们扯平了。刚才公子也帮了我的忙不是？帮助美丽的小姐是应该的，但美丽的小姐帮了我，确实是要报答的。公子不是南盛国人。小姐，在下是北陈国来的，人生地不熟，这不才出来就迷路了，幸好遇到小姐好心指路。原来是北陈国来的人，这个人看样子不是个皇族也是个贵族。他没有再多说，带着小玉往前继续走去。成人，你觉得这个姑娘怎样？你这是看上人家南盛国的姑娘了？你说我要是把她弄回北陈国，她会不会中红薯？不一定会，你看她就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哪儿来的机会种地呀？你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啊！我会看着办的。帅哥哥，这儿看这儿。这段时间太忙了，都好久没有见到元宝了。南宫瑞不由得下马来，把马交给了随从，他走进了香宝楼。这一幕刚好被在香宝楼斜对面茶楼的柳云一看见了。为什么他能对元宝这么好，反而对元宝写给他的信不相信呢？他到现在都没有能想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今天自己一个人出来吃饭呢？别说了，我跟表姐都约好了，今天一块儿出来吃饭呢，可是被她放鸽子了。她怎么放你鸽子了？唉，她呀，被周伯远忽悠走了。唉，女大不中留。瑞哥哥，你忙吗？不忙就一块儿吃顿饭呗。你看菜都上了，这么多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呢，多浪费呀。好，元宝，北陈国的使团已经到了南盛国，以后东启国、西兰国的人会陆续到达，3国一起出使我国，我担心他们另有企图，你以后出门要注意安全。子轩、子服，随时跟紧你家小姐，外出不可让她落单，以免被人有可乘之机。是，五皇子。其他3国以前有一起来访过我们南盛国吗？
东启国很少派使者来，因为东启国土地富饶。以前南圣国还没种出红薯的时候，东启国是粮食最丰盛的国家。那其他国的皇帝过万寿节，我们南圣国会派使臣去庆贺吗？派去过，但不会每年都去。睡哥哥，你说西兰国怎么还有脸派人来呢？假国师的事情，西兰国的皇帝会假装不知道的，他完全可以说这是个人行为，就是不知道他们这次有什么目的。你小心一些。没事的，瑞哥哥，你不用担心，我能保护好自己的。瑞哥哥，皇上生辰，你给准备好礼物了吗？还没。哦，那你礼物有着落了吗？想好要送啥了没？还没。瑞哥哥，你这么忙都没有时间给皇上准备礼物，我帮你准备一件礼物送给皇上好不好？好。他的元宝妹妹还是这么为他着想。以前在桃花村，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吃饭，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反而来了京城之后，想在一起吃顿饭都显得那么不容易。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兰国和东启国的人也陆续到来了。明天就是顺景帝的生辰了，西兰国的一个代表使臣斯哈达来到了皇宫，向皇上诉说明天的请求。尊贵的南圣国皇上，请允许吾代表吴国陛下向皇上问安。不必多礼，不知你提前入宫，特意找朕，是所谓何事？各国使臣都是明天才进入皇宫呢，请皇上勿怪。实则是跟随吾等前来的西兰国小皇子，因听闻归国有一个叫做元宝的小姑娘，在归国种出了新的粮食，而吴国小皇子是西兰国最聪明的孩子，他非常想见一见元宝姑娘，想跟元宝姑娘交流一番，恳请皇上允许邀请元宝姑娘入宫，参加明天的宴会。4个月前，我国抓了几个据说是西兰国圣明教的人来我国作乱，不知斯哈达大人对此有何看法？皇上说笑了，圣明教在西兰国就是一个民间团伙，我国皇帝都恨不得要铲除他们。既然归国抓到作乱之人，皇上按归国的律法处置便是。斯哈达大人先回去休息吧，养足精神，好参加明天的宴会。那明天元宝姑娘的事情，放心吧，你们明天会如愿见到元宝姑娘的。多谢皇上，那斯哈达就先告辞了，提前预祝皇上生辰快乐，万寿无疆。西兰国代表使臣离开后，顺景帝马上找来了小儿子，跟他说了这件事情。父皇，西兰国人明显的就是不安好心，他们提前了那么多天到达，早不说晚不说，偏偏选择此时说，就是想让元宝没有任何准备，好让他临时丢脸。瑞儿，你亲自去接元宝入宫，再跟他细说。你母妃那儿有一块上好的布料，她一直说颜色不适合她穿，更适合孩子多一些。我下令让司仪坊的人，就是不睡觉都会把元宝明天参加宴会的衣服做出来。是，父皇，儿臣马上出宫去接元宝。睡哥哥，发生什么事情了，让你如此着急？元宝，今天西兰国的使臣提前入宫请求皇上，答应让你参加明天的宴会。我？为何？西兰国此次随团出访里有一个如你一般年纪大的孩子，是西兰国的小皇子，他指名道姓要见你。西兰国的小皇子？我不认识呀，他要见我做啥？傻瓜，自从你种出了红薯，就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尽管你不认识人家，但是人家听说过你的事迹啊。他有什么目的？听说他是西兰国最聪明的小孩，我猜测是想和你交流一番，然后想办法为难你，达到让南圣国丢脸的目的，或者是想套你的话。元宝，你不用怕，一切有我在呢，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
瑞哥哥，我没有在怕的，我是有一点点兴奋，不知道那破孩子有什么破招数。瑞哥哥，我跟你说，我今天刚刚新改良的痒痒粉可厉害了。看元宝的样子，好吧，这破孩子一点也没有再紧张，是他白担心了，他忘了元宝多的是整人的招数。你现在马上随我入宫，具体的咱们入宫再说。司仪房那边会帮你准备明天宴会穿的衣服。好，你等一下，我去换套衣裳，一身药味呢，也顺便跟我外曾祖还有爹娘说一声，免得他们担心。去吧。第二天，皇上伯伯、宜妃娘娘、瑞哥哥，你们看元宝穿这身衣服好看吗？好看。司仪房做得好，有赏。元宝坐了下来，桌面上摆着各种点心水果。北辰国使团到，西兰国使臣到，东齐国使臣到。请远道而来的使臣们平身，大家就坐。只见最先献礼的是北辰国，北辰国的使臣站出来，送上了一株天山雪莲。北辰国为南盛国皇上献上千年雪莲一株，祝福南盛国皇上寿与天齐。北辰国使臣退下后，西兰国使臣向前敬献礼物。尊贵的南盛国皇帝，西兰国为您献上了九转还魂丹一枚，祝福您千秋圣寿。九转还魂丹他也听师父说过，师父说九转还魂丹出自西兰国风衣之手，这世上恐怕只有风衣能配制出来。听说濒临死亡的人只要服用九转还魂丹之后就能起死回生了。东齐国的使臣送出一扇珊瑚屏风，东齐国祝福南盛国皇上寿与天齐。接下来是皇子们和众位大臣的献礼。相比三国送的礼，皇子们和大臣送的礼就不值一提了。但当五皇子拿出脸盆大的灵芝时，包括三国的使臣在内，大家还是被小小的震撼到了。等大家都送完礼物了，元宝站了起来。皇上，元宝也准备有生辰礼物送给您。原来他就是元宝啊。就是他种出了新粮食。是啊，你看他身上穿的衣裳，那是什么布料？没见过呢。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像个花仙子似的，长得还真好看啊？大家都纷纷点了点头。元宝给朕准备了什么生辰礼物呀？皇上，礼物有点大，元宝一个人拿不动，请皇上允许子轩子服把礼物拿上来。给。当3层大蛋糕出现在众人的眼中时，大家只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看，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元宝，这是……皇上，这个叫做蛋糕，是代表美好的祝福。这个蜡烛是用来许愿的，在生辰当天点蜡烛吃蛋糕许心愿，会给过生辰的人带来好运气。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元宝唱完之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皇上，请您下来许愿，吹蜡烛。顺景帝从位置上走了下来，按照元宝说的，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开始许愿。许完愿之后，一口气吹灭了蜡烛。元宝，为何只插一根蜡烛呀？因为皇上是南盛国的唯一，南盛国有了您的治理，国家的子民生活越来越好，老百姓能吃饱穿暖。元宝在桃花村的时候，经常听十里八乡的村民们说您是个好皇上，他们很爱戴您。元宝真会说话，朕今天很开心。来人，把蛋糕给切了，大家一起品尝这个带着好运的生辰蛋糕。你说这个叫元宝的那个脑袋是怎么做的？4国之中应该都没有人能折腾出这个叫做蛋糕的玩意儿吧？他是怎么会的？那人家还种出了新粮食呢，你说他是怎么会种的？小皇子，您觉得这个元宝怎么样？
可有信心赢了他？斯哈达大人放心，虽然本皇子不得不承认他做的这个蛋糕很好吃，但本皇子有足够的信心能赢他。蛋糕也吃完了，接下来就是看节目表演了。皇上，看这些都看腻了，也没啥意思，不如咱们来点新鲜的玩意儿助助兴。是啊，玩点新鲜刺激的。斯哈达大人有什么新鲜的玩法？你可以说说，让大家伙也高兴高兴。我西兰国小皇子是我们西兰国最聪明的孩子，听说归国的元宝姑娘小小年纪就种出了新粮食，还被皇上封为县主。他想跟归国的元宝姑娘交流比试一番。除了西兰国，北辰国三皇子和东齐国鲁大人，你们也都是这么想的？三国代表都一致点了点头。你们都想跟我国的元宝姑娘交流比试？三国代表又一致点了点头。可是元宝他还是个孩子，你们除了西兰国的小皇子之外，其他两国都是大人，未免太不公平了一些。请皇上放心，我北辰国不会为难元宝姑娘的。若她输了，只要告诉我们红薯的种植方法，并请皇上给我北辰国100斤红薯种即可。顺景帝了然，原来是冲着红薯来的呀。你们呢？我们附议北辰国的提议。既然比试加了筹码，那你们为何只说我国元宝输了要给你们什么，不说说如果你们输了要给我家元宝什么？难道你们连一个孩子的便宜也想占？未免太有失大户的风范了吧？哪能呢？皇上说笑了，是我们思虑不周，定然不会让元宝姑娘吃亏的。若元宝姑娘赢了，我可以答应元宝姑娘一个条件。说元宝姑娘赢了，我西兰国约将火神山无条件分送。若元宝姑娘赢了，我东齐国任元宝姑娘出入。元宝撇嘴，北辰国三皇子有点无脑啊。西兰国说的那个火神山，虽然他不知道火神山是个什么山，有什么用，但东齐国的目的却暴露出来了。原来最腹黑的是东齐国的人啊，任他出入，他还不敢去呢。万一去了被扣留回不来了，可咋办呢？元宝且上来，和朕一起做。三国的人大惊，南郑国皇帝这么宠着元宝的吗？都能和皇帝平起平坐了。南宫瑞一点也不吃惊，在桃花村的时候，元宝还和父皇同桌一起吃饭呢。面对众人羡慕嫉妒的眼光，元宝一点也不慌张，他淡定从容地向顺景帝走去。谢皇上厚爱，元宝不敢托大坐皇上身边，元宝坐宜妃娘娘旁边就行。也好，你就坐宜妃旁边吧。来，元宝坐这儿。谢谢宜妃娘娘。元宝，你可敢和他们比试？回皇上的话，元宝敢。哈哈哈哈！好，元宝好样的。你们想和元宝比试的话，若他赢了，除了你们刚才说要答应他的那些之外，朕还要你们答应签署10年内四国不再打仗。若你们能答应的话，朕也承诺你们每国给红薯种200斤，并告诉你们红薯种植的方法。南盛国经过这几年的种植，现在红薯种出来最高产量能达到亩产3000斤。我北辰国同意，我西兰国也同意10年内不发生战争。我东齐国也同意皇上所说。哈哈哈哈！好，那你们就说说要如何进行比试吧。太为难孩子的就算了，还有啊，元宝这孩子是从乡下来的，从小在乡下长大，没什么见识，你们可要手下留情啊。三国的人低头，
窃窃私语的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由西兰国小皇子先和元宝比试。刚开始孩子对孩子不会让人觉得他们是以大欺小。皇上，我们商量好了，美国的人跟元宝姑娘比试3场，3局2胜。元宝姑娘毕竟是个孩子，我们也不为难孩子，只要能答出对方出的题目就算胜利。如果谁先连胜2局的话，则直接胜出，不用进行第3场比试。为了显示公平，和西兰国比试就2个孩子1对1进行。在跟北辰国和东齐国比试时，元宝姑娘可以找一个帮手助阵。现在请每个国家派一个代表出来当做裁判，请皇上让宫女发给每个裁判手上9朵花，9朵花代表9局比赛。每1局比赛胜出者，裁判要把花放在胜出者的桌面上。可以，就按你们商量的办法进行比试吧。很快就有工人把比试需要的场地和裁判席布置好了。皇上，在我们南圣国的地盘上，咱们就是主人，让客人先出题吧。瞧，这话说得多好听，面子里子都有了，真是个好孩子。好，就按元宝说的，西兰国小皇子，请吧。元宝姑娘，我国的小皇子3岁能作诗，5岁能算数，现在13岁未满，已精通琴棋书画45经。你确定要先让我们出题？确定。如此，那本皇子就不客气了。元宝姑娘请听题。小皇子出题就是，本姑娘听着呢。不过先说好，输了不能哭鼻子哦。第1局是对联，请听题。金字3个日，时将有日思无日，日日日，百年3万6千日。五皇帝，元宝他行不行啊？行不行看看就是了，急什么？你们行你们上啊。3皇子和4皇子被南宫瑞对了个无趣。磊落3块石，必须用石莫少石，石，几楼8万6千石。小皇子没想到元宝能这么快速答了出来。第1局，元宝姑娘胜了。小皇子，你刚才听到我国的皇上说了吗？我是来自乡下，从小在村里长大，不会出太有深度的题，就出一道我们桃花村的孩子都能答出来的题吧。请小皇子听题。元宝姑娘不必过谦，尽管出题便是。元宝出的题是：什么虫会织网？什么虫在树上唱歌？什么虫会耕地？什么虫在草地里叫？什么虫会发光？什么虫每月都换新衣裳？我的题出完了，请小皇子答题。元宝姑娘，这不公平，你这都6个问题了，刚才我们小皇子才给你出了1个问题。斯哈达大人，可是你们刚才商量的时候也没有说一次不能问6个问题啊，而且我的这6个问题里说的都是虫子，也没有说其他鸡鸭鹅之类的问题，其实合起来也就是算1个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比小皇子刚才的问题长一点罢了，我还说少了呢。本来想说10种虫子的，就是担心小皇子答不出来，才少说一些的。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在乡下的小伙伴们闭着眼睛都能答出来，不会是你们最聪明的小皇子答不出来吧？元宝跟师傅学艺，别的不敢说学得很溜，但捉弄人绝对是得到了师傅的真传的。哼，想看本姑娘的笑话，门都没有。这丫头真是调皮，也还好她在桃花村待了这么多年，要不然啊，她也回答不出来。皇后，你能答出元宝的问题吗？母后，臣妾无能，答不出。4皇帝，你能回答元宝的问题吗？好像不能。玉儿，你能回答元宝的问题吗？回父亲的话，孩儿能回答一半。你才能回答一半，你还有理了？哼，连桃花村的孩子都不如。
元宝看西兰国小皇子憋得满脸通红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答不出来的了。这一局他又胜了，唉，太没有挑战性了。又过了一盏茶的时间，小皇子还是在努力地想着答案。小皇子，这都过了1刻钟了，你想出来没有啊？没想出来的话还要多久呢？这都够我和我家外曾祖下一盘棋的时间了。我只能答出4种虫子。你赢了。斯哈达大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连输2局。这场比赛不用再比下去了，他们西兰国输了。第2场比试是和北辰国进行的。元宝，你想选谁做你的助阵帮手？皇上，元宝选瑞哥哥做助阵帮手。说完，他又小小的后悔了一下。唉，在这么多人面前，应该称呼瑞哥哥为五皇子的，但习惯的力量是很可怕的，不是你想就能马上改过来的。南宫瑞才不会在乎元宝的称呼呢，他就知道元宝会选他，心情非常的好。元宝累不累？需要休息一下吗？回皇上的话，元宝不累。刚才在等西兰国小皇子回答问题的时候，元宝已经休息过了，还差点睡着了呢。顽皮。双方坐到位置上，比试即将开始。元宝姑娘，你是小孩子，就你先出题吧，免得别人说我以大欺小，欺负小孩子。还是请三皇子先出题吧，我们有2个人呢，你才自己1个人，好可怜的。待会儿你说我们以多胜少就不好了。他喵的，谁可怜了？这比试还没开始呢，谁可怜了？南宫瑞坐在元宝旁边，他都快要得内伤了。这破孩子能不能正经点？在比试呢。那就多谢元宝姑娘承让了。不客气，来者是客，您是客人，让您是应该的，请三皇子出题。刚才新兰国小皇子给元宝姑娘出了拆字对联，那我北辰国就给元宝姑娘出一道算术的题目吧，请姑娘听题。三皇子请说，元宝听着呢。同一笼子有禽3手2足，有兽4手4足，上有手53，下有足46，请问禽兽各几何？这不就是小学级别的鸡兔同笼问题吗？这个三皇子果然没有脑子，居然出个禽兽问题。水哥哥，是你来回答还是我回答？既然元宝心中有答案了，当然是你来回答了，大胆说便是。好，那就我来回答他的问题。三皇子所出的题中共有7禽8兽，请问三皇子禽兽对不对？三皇子蒙圈了，这小姑娘这么快就算出来了，也太厉害了一点吧。只见人人脸上的神色都不太好看，他仔细想了一遍小姑娘刚才对他说的话，不对，小姑娘在骂他。三皇子，我说的禽与兽数量不对吗？不是7禽8兽。水哥哥，我说的不对吗？我说错了吗？南宫瑞拼命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让自己不再笑了，才抬起头来。可是看着元宝的时候，他又想笑了，憋得他嘴角都快要抽筋儿了。元宝姑娘说的对。说完，他自己实在是忍不住了，又把头趴在桌子上了。捉弄得好，这个三皇子啥不好出，对这个孩子出一道禽兽的题目，真是的，没教养。北辰国三皇子有苦说不出啊，又不能对这个孩子发脾气。三皇子，你还好吗？还能继续比试吗？不行，您就先休息一下吧。我没问题，不需要休息，请元宝姑娘出题吧。帅哥哥，你出题还是我出题？由你出题即可。好，帅哥哥看我的。那个北辰国的三皇子被我气得差不多了，他赢不了咱们的。假设考生在参加一次重要考试中，有2位考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但主考官却说他们2人肯定没有作弊，
其他监考官不相信，后来主考官当着其他监考官的面把考卷封印起来，拿给皇上看。皇上看了之后，皇上也说那2个考生没有作弊。请问三皇子知道是为什么吗？北辰国三皇子再次蒙圈儿，为什么？他不知道啊。儿啊，为何？请父亲疏而鲁钝，而不知元宝的问题不是一般人能回答的，而就是那个一般人。老四，你可知为何？南宫泽同样摇了摇头。太子可知为何？太子就更蒙圈了，他摇了摇头，他不知道。他的脑子还在想着刚才北辰国讲的禽兽问题。元宝淡定地喝着茶，唉，又是1刻钟时间过去，好浪费时间呐！再答不出来，他都要内急了。三皇子，请问您想好了没有？本皇子未能答出元宝姑娘的问题，你赢了。耶，帅哥哥，我们赢了！是元宝太厉害，是你又赢了，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帅哥哥，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一起的，我赢就是你赢，就是我们南圣国赢。元宝姑娘说的对。而宜妃看着儿子开心的样子，也跟着开心。瑞儿从来没有1天内笑过这么多次，相反，经常会板着一张脸。可是看他今天笑的次数加起来都比10天的多呢。顺景帝宣布休息1刻钟后比试再继续，原因无他，只因元宝要去如厕，一切以元宝的需求为主。1刻钟后，元宝再次坐到了对阵桌上，旁边依然坐着南宫瑞。东启国让鲁大人上场，元宝不敢大意。其实最难对付的就是东启国的人。鲁大人一看就是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帅哥哥，要小心东启国，他们看起来很不好对付的样子。看出来了。元宝姑娘，是你先出题，还是老夫先出题？鲁大人，我和五皇子2人加起来都没有您的年纪1半的，你一定很厉害。还是我这边先出题吧。你个小屁孩，想说老夫老就直说，何必还要戴一下高帽呢？好，那就请元宝姑娘先来吧。第1局由南宫瑞给鲁大人出题。南宫瑞按照刚才和元宝商量好的，用元宝给他讲的赛马的题目。可是鲁大人的确是一块老辣椒，只思考了不到1盏茶的时间就解答出来了。第1局东启国胜，轮到鲁大人给元宝和南宫瑞出题了。今有兔，不知其数，33数之胜2，55数之胜3，77数之胜2，问兔几何？南宫瑞看似好像想明白了什么的样子，刚想跟元宝讨论一下，可是他看见元宝举起了小手。元宝姑娘举着手是有答案了。他没想到这在东启国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的题，会被这个小姑娘轻易解了出来。有人想3天3夜都未必能想明白呢。是的呢，鲁大人，我知道答案了，共有23。鲁大人，元宝答得可对。恭喜元宝姑娘答对了，小姑娘真是聪慧过人。不知小姑娘是如何解开老夫这道千古难题的？自然是我师父教的呀。哦，不知元宝姑娘师从何处？我师父是个隐居世外的高人，不方便对外人所说。小姑娘有空一定要去东启国玩玩，东启国有很多有意思的玩意儿，特别适合小姑娘这般聪慧之人。谢谢鲁大人的邀请，有机会元宝会去的。元宝姑娘既然解开了老夫的题，那第3局就到姑娘出题了，请吧。鲁大人，我南圣国有一匹很长很长的布，任何剪刀、任何工具、任何人都剪不断。鲁大人知道为什么吗？南圣国何时有这样一匹布呢？朕为何不知道？咱们南圣国有这样的布吗？闻所未闻呐。难道这匹布是元宝他师父送给他的宝贝？这丫头
连老人家都要忽悠。哈哈哈哈，小姑娘真有趣呀！老夫很期待你能去东启国做客，你一定会喜欢东启国的。武大人好厉害啊，这么快就想到答案了，只比我家外曾祖慢了一丢丢而已。你这破孩子，夸老夫厉害还中听，又说老夫比你外曾祖慢一丢丢，这不是明摆着说老夫比不上你家外曾祖呢？太欺负人了！元宝姑娘刚才所说的任何剪刀、任何工具、任何人都剪不断的布，是瀑布，对吧？恭喜鲁大人答对了，满分。东启国赢，西兰国和北辰国输，3胜2，南胜国是大赢家。哈哈哈，摆宴。于是，众人一步到了隔壁提前摆好的宴席桌上，只要上菜就可以开吃了。云一，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娘，我没有不舒服，只是昨晚没睡好，有些许困乏罢了。这么多人在呢，注意着点儿。是娘，我知道了。宴席接近尾声的时候，南宫瑞被宫女不小心把茶水洒在衣服上弄湿了，他觉得很不舒服，就离席换衣裳去了。柳云一一直在关注着南宫瑞的动向，看到他离席，也找了个借口跟柳夫人说要去一下茅厕，快速跟着离开了。五皇子请稍等。南宫瑞听到了一个女子叫他的名字，停下了脚步，回头一看不认识，转身继续往前走。五皇子请稍等一下。刚才是你一直喊我，有什么事儿？五皇子，刚才是我喊您，怎么越喊您越是走呢？我是丞相府的小姐柳云一。她就是柳云一呀，原来上次就是她冒充元宝写信给自己，长得是真丑啊，真是丑人多作怪。你喊我到底有什么事儿？不说我就走了，别再喊了，我和你不熟。柳云一没想到五皇子是这个态度，既然五皇子如此不识趣，那就使点手段吧。他把手伸进袖子里，利用宽大的袖子遮挡，偷偷的把一些药粉撒了出来。五皇子您别这样嘛，云一仰慕您很久了。柳云一说完就想往南宫瑞身上靠，南宫瑞闻不得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浓浓脂粉味儿，跳离了好大一步。男女授受不亲，请柳姑娘自重。说完就大步离开了，没有再看柳云一一眼。他想继续追着五皇子过去，可突然觉得浑身不对劲儿。糟了，刚刚撒出去的药粉发作了，必须要尽快追上五皇子，他应该也中药了。美丽的姑娘，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你快走开！他怕控制不住自己，他感觉自己越来越难受了。眼前好像出现了五皇子的身影。姑娘，要不要我去帮你叫人过来？你就这么讨厌我吗？看我一眼都不愿意。姑娘，你认错人了吧？你好好看看，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宇文君豪本就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看见有美女投怀送抱，又是他喜欢的仙巧之姿，他带着柳云一往旁边不远处的房子走过去。柳云一完全失去了理智，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想依照心中所想。两人就像干柴烈火般熊熊燃烧着自己，然后生米煮成了熟饭。北辰国三皇子，这是在我南胜国，你怎可做如此伤风败俗之事？皇上，本皇子冤枉呀！我只不过在酒席上喝多了2杯，想出去找茅房解个手，谁知道一出去就被这个女人死死的抱住了，掰都掰不开。我也是被逼无奈啊，请皇上明察。皇上，老臣就这么一个闺女，如今被人如此欺负，老臣心里不服啊，请皇上给老臣做主。太后娘娘，臣妇的闺女儿如此让北辰国的人欺负，臣妇活不下去了呀，请太后娘娘给云一做主啊。且看皇上怎么处理吧。
你先起来。柳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柳云一吓得瑟瑟发抖，头也不敢抬，这辈子算是完了。柳云一不敢硬把锅甩给北城国三皇子，万一惹怒了他来个死不认账就完蛋了。为今之计就是希望三皇子不要吃了不认账。回皇上的话，臣女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这事情就发生了，请皇上为臣女做主。三皇子，这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你总得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你看该怎么办吧。皇上请放心，我会对柳姑娘负责的。三皇子敢做敢当，不愧是个真男人。此事宜早不宜迟，你明天就去丞相府提亲吧。是，我回驿馆准备一番，就去丞相府提亲。柳依依虽然名声尽毁，但能嫁给北城国三皇子也是她的造化了，圆了她想当皇子妃的梦想。柳夫人在太后教训了几句之后，匆匆带着柳云一离开了皇宫。今天的宴席发生了这件事情也算是结束了，大家都没有心情再待下去了，赶紧回家和七大姑八大姨说说今天的大事件去。南宫瑞则是越想越不对劲儿，还好当时自己拔脚走得快，他利用送元宝回去的机会跟元宝说了他去换衣服时遇见柳云一的事情。瑞哥哥，可能是柳云一心术不正，想使坏心机，不过你不用担心，即便他当着你的面撒药给你也没事儿。上次你不是服用过一颗解毒丸了吗？那玩意儿药效能顶半年呢，一般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对你都没啥作用。还好他有元宝的解毒丸撑腰，要不被人坑死了都不知道呢。以后啊，还是要离不认识的女人远远的才好，太可怕了。爹爹娘亲，我回来了，你们怎么跑出来门口了？是怕我迷路不等回家吗？你这孩子，我和你爹这不是担心你吗？在屋里也坐不住，你爹还说要去皇宫大门口外面等你呢，我拦住了他，没让去。帅哥哥，谢谢你送我回来，你要不要进去我家坐坐？不了，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你。父皇说明天要落实三国答应你的事情，让你再进宫一趟。好的，瑞哥哥，那我们明天见。明天见。闺女，今天在宫里怎么样？还顺利吗？那些别的国家的人没有为难你吧？没呢，爹爹，他们为难不了你闺女，你闺女可厉害了。哦，元宝是怎么个厉害法啊？快跟外曾祖说说。是啊，妹妹怎么个厉害法？哥哥也想知道呢。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你们慢慢听我说。小话痨跟家里人说起了上午在皇宫发生的事情，可是才说完和西兰国比试的事情，他嘴巴就累了。后面的事情让子轩和子服跟你们说吧，我休息一下，嘴巴累了。而子轩和子服也没有让四人失望，绘声绘色的接着小姐的话说了下去，还说了丞相府柳小姐和北城国三皇子发生的事情，比元宝讲的还要生动。老太爷觉得比去茶楼听说书先生说书精彩多了。元宝，你跟北城国三皇子说的考试没有作弊那道题，是为什么呀？外曾祖和哥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老太爷和三盼同时点了点头。那就请哥哥告诉爹爹答案吧。爹，是因为那两个考生都交了白卷，所以他们的考卷一模一样。主考官说他们没有作弊。叶老二听了恍然大悟，他闺女儿真聪明。尊贵的南生国皇上，我西兰国和你们南生国的元宝姑娘比试输了，签了不战条约之后，是否还能得到归国的红薯种和种植方法？是啊，皇上，我们虽然输了，但还是愿意和您签署条约的。希望皇上能够按之前说好的，把红薯种和种植方法赠送给我们。顺景帝主要还是希望短期内不要有战争发生，这样对目前还不够强大的南盛国很是不利，所以他也爽快答应把红薯种给他们。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共同庆贺我们未来10年4国的繁荣昌盛。走，咱们移步到麒麟殿，朕在那儿备下了薄酒，同时元宝也在那儿等着给大家讲解红薯种植的方法。元宝和子轩、子服已经在那里等了有1刻钟时间了。今天元宝主要来给大家讲解种植红薯的方法，但在讲解之前，把昨天你们答应元宝的诺言先兑现吧。做大人的总不能欠着一个孩子，你们说是不是？是，应该的。接着，西兰国取来顺景帝早就让人准备好的纸笔，写下了把西兰国火神山赠予南圣国叶圆圆的文书，并盖上了西兰国使臣团的戳印。西兰国兑现承诺之后，就轮到北辰国了。在兑现承诺之前，能否请元宝姑娘赐教？昨天笔试中，姑娘所说的2个考生考试交一模一样的卷子，主考官却说他们没有作弊那道题，是为何？很简单啊，三皇子，因为那2个人交了白卷，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也当然是没有作弊啦。三皇子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答案居然会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小姑娘也太会坑人了吧。他强迫自己不能再想这件事情了，想到他就要呕血，这太他喵的坑人了。本皇子昨天说的，若输了可以答应元宝姑娘一件事。元宝姑娘请说。三皇子，你真的可以答应我任何一件事情吗？我的事情很难做到的哦。哈哈哈！元宝姑娘直说便是。在座的这么多人都听到了本皇子刚才所说，难道本皇子会诓你个孩子不成？三皇子真是个爽快的人。元宝曾经听皇上说过，他的皇太祖当年曾经和北辰国打仗的时候，在固宁府兰城的边境丢失了一座叫做孤鹤城的城池。元宝要三皇子答应把这座孤鹤城还给南圣国。北辰国三皇子听完元宝说的事情，脸色都变了。如果父皇知道了孤鹤城在他手中就这么丢失，一定会没有他的好果子吃的。顺景帝却大为感动于元宝一个孩子能这么为南圣国着想，若此事成，过后必定要重赏元宝，才对得起他这份拳赤子之心。南宫睿则再次为元宝感到骄傲，他的元宝妹妹就是聪明，比那西兰国的什么狗屁小皇子聪明多了。元宝姑娘，这孤鹤城的事情只有我国皇上能做主，三皇子他做不了主啊。元宝姑娘是不是换一个要求？对，本皇子没有权利做主孤鹤城的事情，元宝姑娘换一个要求吧。可是元宝只有这一个要求，原来北辰国的三皇子说话不算数，是骗小孩子的。刚才三皇子还说这么多人听见了，不会诓我一个小孩子呢。北辰国三皇子再次被元宝说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又一阵红，都要赶上调色盘了。元宝姑娘，这个要求本皇子是真的做不到，你再换一个要求吧。你做不到还要答应一个孩子？堂堂北辰国一个皇子，连这点担当都没有，那么朕也不会赠送红薯种和种植方法于你北辰国。请三皇子带着你的人回北辰国吧，以后也莫要再来我南圣国。我南圣国不欢迎背信弃义之人来做客。元宝在心里给皇上点赞，皇上这个神助攻棒极了，如果不答应就得不到红薯种和种植方法。西兰国和东齐国得了新粮食，以后将会拥有更多粮食，而他们北辰国饥荒过后是一点存粮都没有了。王成仁和其他使臣团的人一阵紧急的商量之后，忍着心中的憋屈，对他们的三皇子点了点头。尊敬的南圣国皇上，您言重了，刚才本皇子只是一时无法抉择，才说了糊涂话。既然答应了元宝姑娘，自然会做到，还恳请皇上务必要赠送红薯种和种植方法给我北辰国。那北辰国三皇子这就是答应元宝的要求了，对不对？三皇子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我佩服你。
三皇子在心中一会儿骂元宝是不折不扣的小恶魔，一会儿又骂元宝是个狡猾的小狐狸。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真说不了人家小姑娘什么，只好打落牙齿或血吞，自认倒霉了。皇上，孤鹤城是南盛国的，这份归还文书理应交给皇上，还有西兰国给的这份火神山文书，元宝也一起交给皇上保管。元宝还是个孩子，保管不好这么贵重的东西。哈哈哈哈哈！好，元宝是个好孩子，东西就放朕这儿，火神山永远都属于你，朕帮你保管好这份文书。太子南宫城则再次被打击到了，如果他处在元宝的位置的话，自己是绝对不能像元宝这样轻易就能做到拿回丢失多年的孤鹤城的。这孩子实在是了不起呀！东启国的鲁大人看着一个小姑娘就这么不费一兵一卒，轻轻松松的就拿回了丢失多年的城池，在心里对她甚是佩服，一点小瞧的意思都不敢有。元宝姑娘，老夫虽然在比试中赢了你，但之前说的话仍然有效。我东启国任元宝姑娘出入，元宝姑娘到东启国时，只要证明身份，老夫保证没有任何人敢拦你。谢谢鲁大人，元宝有机会会去东启国做客的。东启国随时欢迎元宝姑娘的到来。事情到了这儿也基本落定了，顺景帝让元宝详细的讲解红薯的种植方法给各国的使臣听。宇文君豪昨天本来答应按南盛国的风俗去丞相府提亲的，但今天发生的事情让他憋了一肚子的闷气，无处发泄，他没有任何心情去提亲，也不想去，只派了人去丞相府告诉一声，2天后他们就要启程回北辰国了，让丞相府小姐做好准备。顺景帝对这次的万寿节非常的满意，在朝堂上大力赞扬了周大将军、兵部、礼部和3皇子、4皇子还有5皇子，随即也在朝堂上跟各文武大臣公布了元宝凭借一己之力拿回了丢失多年的城池孤鹤城。众爱卿可知，这土豆也是元宝种出来的，它既可以当菜吃，又能代替粮食填饱肚子。元宝这孩子年纪小小，但对我南盛国的贡献着实很大。先种出了红薯，再种出土豆，使我国的子民再也不用忍饥挨饿，这是立天下之万民的大功德。随后又仅凭一人的智慧，不费一兵一卒，拿回了丢失多年的孤鹤城。基于元宝对南盛国所做的贡献以及功劳，朕决定封他为南盛国的永福郡主。最高兴的莫过于南宫睿了，元宝终于是郡主了，只有亲王的女儿才有资格封为郡主，但元宝对南盛国所做的贡献比那些亲王的女儿强了不知多少。恭喜叶老爷，洒家又来给你们家元宝姑娘宣旨啊！李公公辛苦了，您请坐，喝杯茶稍等，元宝他马上就过来。别着急，慢慢来。你们家元宝真是了不起。叶老二真不擅长应付这种场面，以前还有老爹和3弟在，现在他自己接待李公公，压根就不知该和李公公说些啥。哪里都是承蒙皇上厚爱。3盼这臭小子咋还不来呀？好歹读书人比较会说话一些吧，幸好没让他受太久的煎熬，闺女就来解救了他。还是闺女儿靠谱啊，儿子那是靠不住的。元宝看见李公公，礼貌地跟他打了招呼。元宝姑娘真有礼貌，现在皇宫里啊，人人都在津津乐道姑娘跟3国比赛的事情呢，您真棒。李公公快别夸元宝了，元宝如果有尾巴的话，尾巴要翘上天了。李公公被元宝的话逗得哈哈大笑，果然还是闺女儿在，不会冷场啊。正想着呢，3盼就来到了前厅。叶老二幽怨地看了儿子一眼，爹这是咋的了？怎么看起来
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被娘骂了？不至于呀。很快，东西准备好了，叶老二携带府里的所有人跪了下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叶家之女叶圆圆秀外慧中，现册封为永福郡主，特赐郡主府一座，赏黄金1000两，珠宝，钦此。元宝，谢谢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随后，李公公带来的人就把皇上赏赐的黄金、珠宝、布匹等一一抬了进来。叶老二心里美美的，他闺女儿是皇上亲封的郡主了呢。他一高兴，就让管家给府里的每个人都打赏，还要全府同庆，大吃一顿。皇上的万寿节过后，又随着元宝受封为郡主之后，没多久的时间就准备过年了。叶老二一家第一次在京城过年，叶老二让谢伯一定要用心准备，该要送年礼的就送，该准备的东西也不能落下。但他们还没开始送年礼，就陆续收到了许多人送上门的年礼，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全都指明说是送给永福郡主的。叶老二和杨婉儿不知该不该收，还特意去跟杨老太傅请教了一番。你们让元宝看，元宝喜欢的就留下，不喜欢的一律送回去。叶老二和媳妇儿得不到答案，只好去找了闺女儿。元宝去看了看所谓的年礼，居然连柳丞相和张御史都有送过来。爹爹娘亲，你们只管收下便是，让管家给我一份名单，写明谁送了什么东西，我会一一给人家回礼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元宝一一给了回礼，回礼就是他空间里的青菜，每家一大篮。除夕前一天，元宝说要烧烤，因为皇宫的皇庄送了2头羊，元宝就想烤全羊。很久没有吃烧烤了，这大冷的天儿烧烤再合适不过。元宝想着瑞哥哥喜欢吃烤肉，让子轩拿着他的御用金牌进宫去，请瑞哥哥一起来吃烤全羊。子轩，这马上就要过年了，还去华阳宫干嘛呢？子轩看着影一这个曾经的老大，小姐没让我悄悄去通知五皇子，也没有其他特别的交代。我家小姐让我来请五皇子去吃烧烤。那你赶紧去跟五皇子说吧，我走了。看着子轩往华阳宫而去之后，影一转身快速往紫晨宫而去。影一，发生什么事了？说。禀皇上，并无大事发生，属下只是想请求皇上同意跟随去保护五皇子。影一，五皇子怎么了？他要去哪里？你赶紧说清楚。宜妃娘娘别担心，五皇子他没事儿，是元宝姑娘请五皇子去叶家吃烧烤，属下想跟随去保护五皇子。好你个影一，从皇宫到叶宅又没有多远，连京城的城门都不需要出，哪儿就需要你小子保护了？明明就是想去蹭吃的。他真想对影一说一句：你别去，让朕去。天哪，自从在桃花村吃过一次元宝的烧烤之后，都没有机会再吃了，很怀念呐。他用殷切的眼神看着皇上，好希望皇上能带他去元宝家呀。朕带子儿悄悄的去好不好？好，谢谢皇上，臣妾马上去换衣裳。皇上也决定回华圣殿换衣裳，都说了要悄悄去，总不能穿着龙袍去元宝家吧。跪在地上的影一愁眉苦脸的，皇上和宜妃娘娘是不是高兴过头了，都忘记叫他起来了？他到底是能去还是不能去元宝姑娘家呀？直到宜妃换好了衣裳出来等皇上来接她，才发现影一还跪在地上。影一，都要准备出门了，你还跪在这儿干什么呀？赶紧去准备呀！谢谢宜妃娘娘，属下这就去准备。再说顺景帝和宜妃来到叶宅的时候，看到的是叶宅大门紧闭，影一上前用力拍了好久都没有人来开门。皇上，不是说元宝家烧烤吗？
怎么好像府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样子？拍门都没人开门，应该是连门房都不在里面了。按元宝的性子，他应该会让门房一块儿去吃烧烤的，所以现在没人给我们开门了。那可怎么办呢？早知道就叫瑞儿等等我们了。皇上看了影衣一眼，不用说，意思很明白了。影衣一脸苦瓜酱，皇上明摆着让他私闯民宅呗。这要是别人家倒好，他就是轻轻一跃的事情。可是这是元宝家呀，他有心理阴影。影衣看了一眼饮酒，示意饮酒进去元宝家找人来开门。赵伯，快去给皇上和宜妃娘娘开门，其他人跟着赵伯马上去门口列队。爹爹娘亲哥哥，我们一块去迎接皇上和宜妃娘娘，老娘爷爷陪外曾祖在这等着就行了。三盼刚想交代的，没想到妹妹在他之前就说完了。唉，好像只要有妹妹在，他显得没什么用处。叶老爷不必多礼，快快请起。朕和宜妃不请自来，你们不会怪罪吧？皇上和宜妃娘娘能大驾光临，还是蓬荜生辉啊，怎敢怪罪呢？皇上里边请。自从李公公来家里宣旨离开后，他可是自己在凉亭里狠狠地对着湖水练习了一番。大福，你去和刘远坐一块吃烧烤吧，这里不用你伺候了。总共烤了2只羊，一只已经烤好了，另一只还差一点火候。元宝最喜欢影衣切的烤肉了，不大不小，厚薄适中。等影衣切好烤肉，另一只羊也已经烤好了。由于皇上的到来，下人们不敢靠得太近，皇上这边拿着东西离远了一些。顺景帝让元宝一家子都坐过来一起吃烤肉。这里也没有外人，朕是听说了元宝烤肉之后不请自来的，你们都不要拘束，就当咱们还在桃花村的时候一样就好了。闺女都是郡主了，他不能丢闺女的脸呐，于是带着媳妇儿和儿子大胆地和皇上坐一桌吃烤肉了。皇上倒是多看了三盼几眼，好好努力，期待你明年春闱能考个好成绩，不辜负你家里人对你的期望。朕希望你以后能成为国之栋梁。谢谢皇上，学生定会努力的。爹娘和妹妹给了学生太多的支持，学生无以为报。我也好好努力读书，将来出人头地，才能对得起家里人供我读这么多年的书。皇上欣赏的点了点头，是个知书达理、懂得感恩的。一大帮人在夜宅吃着烤肉，喝着美酒，久不久又聊几句，很是惬意。影衣吃的最多了，他是真的很怀念啊，而且他发现了，只要有元宝姑娘在，他就能放开肚皮的吃，不用像在皇宫一样作为隐卫只能隐匿在暗处。直到黄昏，顺景帝吃的肚子溜圆，心满意足的和宜妃准备回去了。元宝给了他们很多青菜和水果带回皇宫。皇上和宜妃娘娘悄悄去元宝家吃烧烤的事情原本是没人知道的，可是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居然被皇太后知道了。皇太后很生气，她也想去的，皇上居然不带上老母亲，真是不孝啊。皇上去元宝家吃烧烤，为何不叫上哀家一起去？是不是嫌弃哀家老了，不配跟你一块儿去？母后，这不瞒母后，元宝他没有请儿臣去的，是儿臣知道了元宝请瑞儿去吃烧烤，儿臣脸皮厚，和宜妃上门蹭吃的，去到夜宅的时候还吃了闭门羹呢。元宝居然敢给皇上吃闭门羹，这到底怎么回事？赶紧给哀家说说。于是顺景帝把事情的经过说给了皇太后听。皇上，哀家不管，反正哀家要吃到元宝那个好吃的烤肉，还有你刚才说的烤鱼和豆芽，哀家也要吃，皇上你自己看着办吧。皇太后说完就回了她的慈宁宫，留下一地鸡毛的皇上在殿中凌乱。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元宝跟外曾祖和爹娘拜完年就要进宫了。
其实按照他的意思，在家度过新年的第一天是最好的，但他是郡主了，要按照这里的规矩来。元宝，你可来了，我们来了不见你，正想派人去门口等你呢。元宝跟外婆和舅母还有表姐拜年问好，还得到了外婆和舅母的大红包。元宝不知道有什么流程，反正他跟外婆和舅母做什么，他也跟着做就是了。元宝听说等一下还有舞狮子和喷火表演，看完表演大家一起吃顿饭，就算完成君臣新年的拜年了。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没心思吃饭呢。请众位爱卿先带着家眷回家，稍后御膳房会给众位爱卿家里送上精美佳肴。凡是今天入宫参加宴席的人，都会有红包领取。元宝留下。外公别担心，我没事的，有子宪和子服陪着我呢。爹，相信元宝吧，他比我们聪明呢，会没事的。我们留下来也不能帮上忙，何况皇上也没有叫咱们留下来啊。外婆，我真的没事的，等我一从皇宫回去，就让子轩去太傅府告诉你，好不好？好，你自己要万事小心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就保持沉默，别开口，以免说多错多，知道吗？好，外婆，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元宝，你告诉皇上伯伯，那几个喷火的人和你有关系，对不对？皇上伯伯真聪明，恭喜你猜对了。来，跟皇上伯伯说说，你是怎么发现那几个人不对劲的？说得好有赏。好的呀，皇上伯伯可要赏个大大的新年红包给元宝。哈哈，那是一定会有的，说吧。皇上伯伯，瑞哥哥，我跟你们说啊，那几个人虽然戴着鬼面具，但是他们的动作很奇怪，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又点头，还做着奇怪的手势，就像在串通某一件事情一样，我就注意到了。而且他们是故意引导着舞狮子的人往皇上的方向去的，这就更加可疑了。然后我还发现了其中一个跳鬼面舞的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摸着他的大袖子，好像里面藏了什么东西一样。我猜测那可能是什么武器吧。于是我就让子服走过去，给他们悄悄撒了一点我最先研制出来的昙花一现，结果他们就那样子了。这孩子貌似又救了他一命了，他都欠了元宝好多救命之恩了，还不清了怎么办呢？不知道拿儿子去抵债可不可以？南宫瑞就知道元宝这丫头聪明的紧，运气又好，她总是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元宝，你最近研制的昙花一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厉害，让那几个圣明教的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自相残杀。皇上伯伯，昙花一现是一种致幻药，只要人的皮肤沾上，就会出现一种自己心中最美好向往和最仇恨毁灭的幻觉，但是药性过后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做过什么。真是厉害，这也是你师父教你的吗？皇上伯伯，我跟您说啊，我师父说了，如果我自己琢磨出了昙花一现，他就要把他珍藏的100年的赛神仙送给我呢。哦，你师父这赛神仙又是何物？我师父不肯提前说，我也不知道。这不是不久前才研制出昙花一现吗？还没试用过呢，今天是第一次使用，没想到效果还挺不错的。哈哈哈哈！元宝今天又立了大功，除了红包，有没有特别想要的奖赏？皇上伯伯，元宝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奖赏，能不能把这个奖赏给瑞哥哥呢？那元宝想给你瑞哥哥讨什么奖赏啊？瑞哥哥，你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特别想实现，而自己又没办法实现的，让皇上伯伯帮你实现吧。顺景帝看着眼前2个孩子，真羡慕他们这两小无猜的情谊呀。如果人生能重来，他也希望能像儿子一样，
从小有个陪伴他一起长大的人，可惜他生在皇家，注定是一路坎坷的。元宝，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愿，就希望南圣国越来越富强，你平平安安的长大就好了。元宝看着南宫睿，这傻子一定又被自己感动到了，声音都变了。皇上伯伯，祝您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顺景帝老怀欣慰，这俩都是好孩子，并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事情就邀功求赏，可自己也不能亏待了孩子们吧。他让赵大福打开自己的私库，让两人自己去取一样自己看上眼的东西。元宝很兴奋，皇上的私库啊，他居然有机会去参观皇上的私库，这比当场赏给他东西还让人兴奋呢。南宫睿和叶老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管元宝要做什么，只要他高兴就好，盲目得很。元宝在皇上的私库里逛了一圈，除了大部分是一些金银珠宝、古董玉器和名家字画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宝物和药材。元宝选了一颗夜明珠，他在皇上的私库里也看见了西兰国进献的那颗九转还魂丹，但元宝知道皇上稀罕那颗丹药，他不想夺人所好，没有选那颗珍贵的药。睡哥哥，你一样都没看上眼吗？都没有你喜欢的吗？东西多，眼花缭乱的，反而不知选什么了。要不元宝帮我选一样好不好？好的呀，我没有选择困难症的。元宝看了一下，最后给南宫睿拿了一方端砚。睡哥哥，你要这个吧？南宫睿接过元宝手上的端砚，心里暗自高兴。他记得3年前苏玉宁离开桃花村回江南株洲的时候，元宝就是给苏玉宁送了一方砚台。那时候他也很希望元宝能送一个给他。现在虽然是父皇的东西，但是元宝帮他选的，这也算是元宝送给他的了。两人出来的时候，顺景帝看着两人手上拿的东西，对元宝的好感再次提升。他以为元宝会拿那颗九转还魂丹的，毕竟是罕见药，他都做好忍痛割爱的心理准备了。没想到人家小姑娘只拿了一颗夜明珠，这样的心性人品，大人都未必比得上呢。元宝，皇上伯伯虽然是个大人了，但也有一个新年愿望想要完成，但是这个愿望就只有元宝能帮忙实现。不知道元宝愿不愿意帮皇上伯伯？不知皇上伯伯要元宝帮什么忙呢？能帮的元宝一定会帮。元宝一定可以帮的，就是太后娘娘想吃你的烧烤，元宝找个时间进宫来烧烤一次如何？好的呀，没问题。皇上伯伯想什么时候要元宝来都可以。元宝，太后她老人家还说想吃你那天在你家烤的那种烤鱼和豆芽。可以的呀，到时候我把豆芽带进宫来就可以了。皇上和元宝说好初5进宫烧烤，顺景帝还大力邀请元宝带着家里人一起进宫来玩，元宝答应了。等吃过饭之后，元宝回了自己的院子，慢慢拆红包。他最喜欢拆红包了，南宫睿每年过年都会给他红包的，这个已经不好奇了。南宫睿每年给他的红包都是里面放一张100两的银票，10年不变。皇上居然赏了一个郊外的庄子给他，把地契装在红包里。太后娘娘给他的是一袋金壳子，宜妃娘娘和皇上相似，给了他2间连在一起的铺子，而且铺子是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元宝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突然多了好多固定资产啊。初5的时候，元宝带上爹娘和哥哥还有外曾祖一起去皇宫烧烤。老太爷原本没打算去的，对于皇宫，他在那里待了一辈子了，不想再踏进去了。但是当他听说元宝是去皇宫烧烤之后，就毫不犹豫的要跟着一起去。元宝烧烤必须要去的呀，那烤虾和烤鱼多好吃啊，还有平时经常吃的蔬菜，
元宝都能烤出不一样的味道来。他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烧烤呢，必须要跟。元宝，你这是在做什么呀？宜妃娘娘，元宝在做清香荷叶鸡。元宝，这鸡用泥巴包起来能吃吗？能吃的，太后娘娘，里面裹着荷叶呢。元宝像个忙碌的小蜜蜂一样，一会儿去看看御厨烤全羊，一会儿又去看看紫萱那边的叫花鸡，看完了烧烤，又回来看杏儿帮他守着的那锅鲜鱼粥。南宫瑞则是跟着元宝转，元宝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就像专属护卫一样。真好吃，香嫩爽滑，味道极好，还有荷叶的清香味道，难怪叫清香荷叶鸡。外曾祖，您少吃一点烤肉，元宝给您熬了鲜鱼粥，很好吃的。哦，好，外曾祖知道了，元宝真乖。鲜鱼粥熬好了，杏儿用碗盛了2碗端过来给自家小姐。元宝同样的先给了1碗太后娘娘，然后把另一碗粥端去给了外曾祖。外曾祖，这是鲜鱼粥，您尝尝，还很烫，要小心一点哦。太后小小的幽怨地看了元宝一眼，拿起勺子尝了一口鲜鱼粥，确实是好吃，软烂浓稠，特别适合老人家吃。为什么元宝不是他的孙女儿呢？自己那些个孙女儿没有一个比得上元宝的。元宝有空多进宫陪陪哀家好不好呀？好的，太后娘娘，元宝有空就来。一老二一家人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是大半个下午过去了。初时的时候，元宝又进了一次皇宫，除了陪一陪太后娘娘这个孤独的老人家之外，主要是找南宫瑞商量桃花酒的事情。瑞哥哥，你我不在桃花村了，这桃花酒的事情可咋整？京城有没有长大片桃花的地方？在京城郊外往东大概20里的地方，有一片桃林，比桃花村的桃花山大1半。那是一个勋贵世家的土地，我年前已经让二表哥花了高价买下来了。那就好，到时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好不好？好。对于元宝说的，南宫瑞就没有说不好的。过完元宵节之后，三盼跟随外公去拜访了一些京城有名的大儒，还专门去拜访了国子监的祭酒大人。杨老太傅还专门给他进行了会试时候需要注意的各项提点。忙忙碌碌中，很快就到了3月16，三盼参加会试的日子。但3月天气还是挺冷的，春寒料峭的，就怕倒春寒。元宝早早就在过完元宵节的时候就提前帮哥哥谋划了，他特意给哥哥研制了加强版的预防风寒的药丸，还给他特制了一件长款羽绒服。为了收集鸭子的绒毛，元宝还怂恿老爹特意开了一家巨福烤鸭店，铺子用的就是宜妃娘娘赏给他的。可想而知，巨福烤鸭一推出就轰动了整个京城，人人争相来排队购买。最主要的是巨福烤鸭是真的好吃，皇上吃了肯定不想回朝，和尚吃了不想回庙，神仙下凡吃了也都会不想回天庭去。哥哥，这件衣裳叫做羽绒服，是娘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穿上去会很暖和，这样你考试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冷到了。还有那个叫做羽绒睡袋，你晚上钻进睡袋里面去睡觉，就不用另外盖被子了，保管一觉到天亮，第2天精神百倍的考试。哥哥知道了，哥哥一定会努力考出好成绩的。一家子把三盼送到了考场，元宝还看到了未来嫂嫂魏嫣然来送考。未来嫂嫂是来给他的大哥送考的，元宝让紫萱给了魏嫣然一个包袱。未来嫂嫂，这是我哥哥的一点心意，给你大哥准备的，祝他考试顺利，榜上有名。没想到未来小姑子这么有心，还特意多准备了一份。谢谢。目送着儿子进了考场之后，就没什么事情了，接下来就是等待考试结束才能看到儿子了。
林老爷，是二爷派我俩回来接你们前去京城的。元宝小姐还让带了礼物回来，说让您分给桃花村的村民们。当村民们被叶老头召集到家里去领取礼物的时候，都兴奋不已。没想到元宝这么有心，还真是给他们准备了礼物。准备的差不多，就到了可以出发的时间了。爹娘不在家，家里就你们俩当家做主了。这1000两银子交给你，这家里有急事的时候周转用用，平常正常的开支在管家那儿就行了。如果老三媳妇儿说了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需要理会他，我会给他100两银子，由他自由支配。家里就靠你们俩了啊，有事情就和一盼夫妻俩多商量。果儿他是个有想法的，脑子比较灵活，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多问问他。是，娘，您就和爹呀放心去京城好好玩耍，我们会看好家里的，还有管家于伯帮衬着呢，乱不了。请爹娘放心，我们会把家守好的。交代完老大两夫妻俩之后，叶老太又叫来了老三媳妇儿谢小梅。老三家的，这100两银子给你，这段时间老三不在家，就辛苦你看好辣酱作坊那边的活了。你大哥大嫂如果教导你做什么的话，一定要配合去做。只有咱们家的人团结一心，才会把日子越过越好，晓得不？娘，我晓得了，您就放心吧，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一定会协助大嫂管好家里的。谢小梅早就看开了，这个家除非分家，否则是不可能轮到她掌家的。要是分了家，保证她的日子会越过越糟糕，而且2个儿子绝对会跟她离心，侄女的福她也傍不上了。她才不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连从京城来的马车总共2辆马车，1辆马车坐人，另1辆马车拉行李及路上用的物品，刚好合适。叶老太还给宝贝孙女儿带了一些家里的特产，特别是元宝爱喝的蜂蜜。村民们来送行的时候也带了东西，说是要捎带给元宝的。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有，都是自家有的东西，有鸡、鸭、蛋、菜干、烙饼、手抓饼。叶老头看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都是一些吃食，在路上也能用得上，也是村民们的一片心意。除了鸡鸭之外，其他的就一一给收下了。老三，这个鞭子是属我上山砍最韧的细藤条慢慢编制成的，你拿在手上赶车用，一点也不占地儿。到了京城再交给元宝，告诉他谁欺负他了，就用这根鞭子狠狠地抽打回去。是叔，我知道了。村长看着叶茂富跺了跺脚，恨自己没有他想的周到，自己给元宝准备的自制弓箭被叶老头给拒绝了，七叔公自制的木剑也被叶老头给拒绝了，刘老爹给元宝做的木长矛他更加没收，通通对他们说道：拿回去给你们家的孙子玩去。这些老头都想干啥呀？都把我孙女当男孩子了，又是弓箭又是木箭的。我孙女是香喷喷软糯糯又超级漂亮可爱的小仙女。等到4月初10放榜的时候，叶老二又开始坐不住了，一早起床就想前往贡院门口去等待放榜。爹，儿考完那会儿您都没有着急，这会儿您也不需要着急的，榜文章贴了挂在那儿又不会跑，您这会儿去人多又挤。再说了，要是儿子真能高中了，也会专门有人敲锣上门报喜的，您在家安心等待便是。是啊，他急啥呢？这去看了中了还好，皆大欢喜，万一要是落榜了呢？他可能会失落的找不到回家的路，还是算了吧，让阿飞去看。中了，中了，少爷中了！阿飞，少爷他考中了。老爷，少爷他又考了第1名，是会员呢。哥哥好厉害，恭喜哥哥！三盼淡然笑了笑，他
他在写完所有卷子的时候，就预感到他会是前3名的，没想到居然是第1名。叶老二高兴啊，儿子太争气了，连续拿下解元和会元，是不是下次殿试的时候是状元呢？万一是的话，那他儿子就是3元及第了。果然住在这个以前的进士宅子会沾光啊。杨婉儿让儿子去外曾祖的院子报喜之后，也派人去了太傅府报喜。叶老二则下令全府摆宴席庆祝。4月18日，在路上长途跋涉了1个月的叶老头等人终于来到了京城。老婆子，你看，咱们到京城了。是啊，终于到京城了，很快就能见到元宝了。爹娘，你们看，二哥他来接咱们了。爷娘三弟4盼5盼，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走，我带你们回家。二伯好，好久不见二伯了。好，赶紧上马车，跟二伯回家。元宝知道你们到了，一定很高兴。元宝在家不？在呢，爹。元宝他昨天还跟我一块儿来城门口等了1天呢，是要来接你们的。今天正好皇宫里太后娘娘身子不舒服，宣元宝进宫去给她瞧瞧，这会儿应该回来了。哎呦，我的乖孙女，昨天还等了1天呀！你也真是的，让他等这么久做啥子？有没有被晒伤呀？没呢，娘你就放心吧，元宝可厉害了，他做的防晒膏药很好使呢。我去年修葺房子被晒伤了，他还捣鼓了面膜让我敷在脸上，没几天就好了。后来他又自己捣鼓折腾出了防晒的膏药，往脸上一擦，咋晒都不黑，也不会晒伤，好使得紧。很多贵妇千金都抢着想要呢。我的孙女真厉害。还有呢，爹娘三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3盼他上个月会试的时候考了第1名，是会员呢。真的呀？哎呦，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咱家的风水就是好啊，3盼也真是够争气。过年让他衣锦还乡了，去祭祖。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过2天3盼他就要进宫参加殿试了。很快马车就到了家门口。奶奶，您终于到京城了，元宝好想您啊。奶奶也很想你呢。一老头在一旁吃醋的假装咳嗽了2声。元宝太了解爷爷了，知道他这是吃奶奶的醋了，放开了奶奶，也抱了抱爷爷。爷爷，元宝也很想你哦，天天都想。爷爷也天天都想你。三叔好啊，您看我长高了没有？元宝不但长高了，还越长越水灵了。4哥哥5哥哥，你们一路来累不累呀？元宝好想你们啊。不累。元宝妹妹，在京城有没有人欺负你啊？4哥哥5哥哥，你们就放心吧，没人敢欺负我的。你们来京城了，以后我罩着你们。杨婉儿看见叶老太，眼眶就红了。这个婆婆是真的对她好，她喊了一声娘，眼泪就忍不住落了下来。哭啥呢？娘这不是来了吗？应该高兴才是。好了，爹娘一路舟车劳顿的，也够累了，先让他们去休息吧。有什么话，等他们休息好了再慢慢说，有的是时间慢慢说。爷爷奶奶、三叔、4哥哥、5哥哥，你们先去好好睡一觉，房间老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元宝去给你们熬补汤，等你们睡醒觉起来喝一碗，保管马上精神百倍，元气满满。叶老二和杨婉儿亲自带着公公和婆婆去给他们准备的院子，3盼则带着3叔和2个弟弟去另外一个院子。元宝当然是炖大补汤去了。叶老头等人来京城的2天之后，也就是4月20日，3盼进宫参加殿试。一家人把3盼送到了皇宫门口，这辈子没机会见过皇宫，不能进去，哪怕在门口瞻仰一下，也够回桃花村吹牛很久了。元宝跟着哥哥一起进了宫里，他今天除了送哥哥来之外，还顺便去看看太后娘娘。叶老二送儿子到宫门口后，
就带着爹娘他们一行人去逛街了。一路上，叶老二还跟家里人说了元宝现在是郡主的身份，高兴的叶老头和叶老太一直嘴巴都没合拢过。爹娘，还有更精彩的呢！你们不知道，去年11月份的时候，皇上过万寿节，咱家元宝还跟北辰国、西兰国、东齐国使臣团来的人比试呢。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老二，爹不想逛街了，快回家。回家你好好跟我们说一说，元宝他跟别人比试的事情。对，姐啥时候逛都行，咱们还是快点回家说说元宝比试的事情吧。我们也想听。最后没去逛街，一行人就直接回家了。三盼和元宝从宫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了，殿试只考测问，倒是比乡试会试快多了，答完卷子就能完事儿。3天后，叶家一家子吃完早膳后一起去宫墙看放榜。大家快看，哥哥的名字在第1张榜文前3，哥哥是前3。第1张只写前3名，其他人的名字都不写，很容易看清楚。三盼这次并没有得第1，他考了个第2名。是榜眼，三盼，你是第2名榜眼，好样的。叶老三不断地拍着三盼的肩膀，曾经科举也是他的梦想，但那时候家里太穷了，他没有机会更进一步读书。现在侄儿等于是圆了他的梦想，他怎能不激动呢？叶老头更加激动了，他说不出话来，手脚都在发抖。他家祖坟真的冒青烟了。宇文君豪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而一路跟随他而来的柳云一却是苦不堪言。这一路上他受了太多的苦了，他没有想到北辰国会这么冷的。目光所及，到处皆是一片白茫茫。当他到了皇子府之后，才知道不但没有好，反而糟糕透了。他当皇子妃的梦破碎了。宇文君豪不但有了皇子妃，连4个侧妃的位置都没有他的份儿。说白了，他只是个妾。他觉得自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笑话。当他被人带到偏僻的院子的时候，他找正妃大闹了一场，可是一点用都没有。你不是我们国家的人，又是个妾，能有院子给你就不错了，你还想怎样？再闹就让你去住穹庐。他也不敢闹了，老老实实的住了下来，偏僻一点总比住穹庐好吧。他要先安定下来，站住脚跟，进而再好好的取悦宇文君豪。宇文君豪还是喜欢他的，他要想办法让他把他给扶正了，他不要接受这样的待遇。可是宇文君豪自从把他交给皇子妃安排之后，就像消失了一样，压根儿见不到他的影儿。宇文君豪确实是焦头烂额。你说，你有哪件事情是办得好的？好几年前你就自作主张派人去南胜国想偷人家的福宝宝，要不是那几个人死得快，没让南胜国的南宫昊天有机会来算账，老子剁了你！父皇饶命，都是那个叫元宝的小姑娘太狡猾了，但是儿臣也带回来了红薯了，我们等天气回暖的时候就能种了，这个产量很高的，能解决我们北辰国的饥荒问题啊！要不是看在你带回了200斤红薯的份上，老子马上废了你！你给老子去种红薯，种不好就别想回皇宫来了。还有你们这群废物，三皇子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们也不知道劝阻一点，统统和三皇子一起去种红薯。同样的，种不好就一辈子种地，直到种好为止。是，谨遵吾皇命令。西兰国，斯哈达独自骑了半天的马来到了药王谷，这里只有他知道，但他也只能来到谷口，从来没有机会进过药王谷里面。药王谷的谷主就是赫赫有名的风衣。斯哈达是10年前无意间被风衣所救，才知道这里是药王谷。斯哈达拿出一个哨子吹响之后，就安静地坐下来等候。斯哈达，你个小老儿，都还没到取解药的时间，
说，为何要打扰本谷主啊？禀丰衣谷主，是小老儿出使南圣国刚回来，带了一些南圣国的特产，想着谷主大人会喜欢，特意给您带来。牙刷，居然是牙刷！这东西是在南圣国买的？是的，在南圣国最大的响当当日杂铺卖的。那个日杂铺除了卖牙膏、牙粉之外，还卖什么？快说！还有卖拖把、鸡毛掸子、搓衣板。风衣看斯哈达快要喘不过气了，放开了他。斯哈达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才感觉自己没那么难受。你此次出使南圣国，除了买到这些东西之外，还有没有遇到特别的事情？比如特别的人，或者特别的吃食？有的，特别的吃食就是有一家叫做包心斋的点心铺子，里面卖的点心很好吃，有蛋挞、千层糕，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对了，在南圣国皇帝的生日宴上吃的蛋糕也很特别。至于特别的人，应该就是叫元宝的小姑娘了。这个蛋糕也是她做的。你快跟我说说这个叫元宝小姑娘的事情，她是个怎样的人啊？斯哈达和风衣说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元宝姑娘的事情。你此次出使南圣国做得很好，看到好东西还能想着本谷主，诚心难得，给你5颗解毒药丸。谢谢谷主大人，谢谢谷主大人。这次给5颗，表示他5年内都不需要再担心自己会毒发身亡了。你回去吧，记住，不许和任何人说起这里和本谷主的事情，要不然你就死定了。是，小老儿一定谨记。小老儿告辞。风衣拿着牙膏和牙粉，边往药王谷里走边嘀咕：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师傅，你要去找谁啊？为师要去一趟南圣国，找一个叫做元宝的小姑娘，她对为师很重要。药王谷就交给你了。元宝？师傅，徒儿去集市卖药材的时候听说过他，听说他除了会种粮食之外，也会医术的。师傅，要不徒儿替您跑一趟南圣国去找他吧？去什么去啊？不要你去，为师自己去。你给为师好好守住这里便是。是，师傅，徒儿会好好守住药王谷的。风衣一刻也等不了了，他马上回去屋子收拾了几件衣裳，就要准备出发去南圣国了。5月中旬，叶家来了一对意料之外的母子。娘，女儿来看您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这一路上一定累坏了吧？看见娘和嫂子就不累了。玉宁见过外婆和二舅母。玉宁变化可挺大的，都快要不认得了。快进屋里去，有什么话咱们有的是机会慢慢说。香云，你年前派人送信来的时候，不是说要7月才会到的吗？怎得提前了如此之多呀？是不是发生了啥事儿啊？爹，没发生啥大事儿，给你们送信来的家丁带了你们的回信，知道你们春耕后来京城，宁儿就决定提前一些来京城，一方面提前适应，另一方面可以多跟3判和5判交流一下，对考试有益。这样也挺好。玉宁和5判一块读书做学问，也有个伴儿。3判他上个月刚参加完殿试，捞了个榜眼回来。你们俩可要好好努力呀，有不懂的就多问问3判，总归他是个榜眼，很厉害的。是外公，爷爷，我们知道了。二舅母，怎得不见元宝表妹呢？元宝去太傅府陪他表姐绣嫁衣了，他表姐8月初10出嫁。就闺女儿那手艺，杨婉儿都替他侄女儿杨念儿担心，万一元宝手痒说要帮念儿绣嫁衣，可如何是好啊？
那他今晚会回来不？会回来的，你先去休息一番，等你醒来他就回来了。6月初，一个身材矮小，长着一对招风耳，额头中间眉心处还长了一个月牙印记的小老头出现在叶宅大门口。小老头指名道姓要找元宝姑娘，对门房说是元宝姑娘的老乡。门房赵博在桃花村待了10年，桃花村的人他都认识。你这骗子，骗人怎地不打听清楚？你摆明就不是桃花村的人，我家小姐才没有你这样子的老乡，赶紧走，要不然我可要叫人来了。我说你这老儿，你都没有去禀报给你家小姐，怎的就说我不是你家小姐的老乡呢？耽误了大事儿，可是要丢掉看门活的。我家小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有没有你这样的老乡，我能不知道吗？还想行骗，再不走对你不客气了。你再不赶紧的去禀报你家小姐，我也要对你不客气了。老赵，发生啥事儿了？老爷子，这个骗子说是元宝小姐的老乡，骗到咱家门口来了，老奴正要把他赶走呢，谁知道他竟然赖着不走。老兄，我是元宝的爷爷，我可以肯定你不是他的老乡，赶紧走吧，别在这儿闹。老哥，我这么说就是想见一见你家孙女元宝，我确定她一定会见我的。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在这等着，你帮我传个口信儿，如果她听见了之后不见我的话，我马上就离开，如何？你要传啥口信儿啊？先说来听听。你进去只要告诉元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他就会来见我了。这小老头叫黄河，可是我家孙女叫元宝，不叫长江啊，这莫不是骗子吧？你在这等着吧，我自会告诉他，但他不一定会见你。2刻钟后，你不见人出来，就要离开我家。赵博当着小老头的面把大门给关上了，小老头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慢慢等了。他也不是不能进去，相反要进去还挺容易的，毕竟他武功不差。可是这里是南圣国，他是偷偷来南圣国的，没有皇帝的文书是不能光明正大的从城门口进入的，就像偷渡一样。元宝，外面有个叫黄河的老头找你呢。黄河？爷爷，我不认识叫黄河的老人家呀。那他一定是个骗子，还冒充说是你老乡呢，真是的。老不老乡的，难道我还不晓得？骗人骗到家门口来了，我马上去把他赶走。爷爷，等等，那个老头除了说自己叫黄河之外，还说了啥其他的话不？他说让我进来跟你说，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你就一定会去见他了。爷爷，我去看看，说不定是我曾经救过的人，只是我一时想不起来。行，那爷爷陪你一块去看看。你就是元宝？我就是元宝，听说您老人家找我。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地瓜地瓜，我是土豆。两人顺利对上暗号，都显得稍微有些许激动。可是旁边的叶老头和子轩、子福还有赵博等人听得一头雾水。元宝没想到在这里会遇见前世的人，难道他也是个穿越者吗？但他不敢就这么轻易相信他，还是继续对接前世的暗号吧，对上再说。天王盖地虎，上班好辛苦，梦里寻他千百度，悟空要去找师傅，宝塔镇河妖，工资涨不高。元宝确定这个人就是个穿越者，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何会来找他呢？元宝姑娘，你忘记了，自从你救了我之后，是你留下口信儿让我上门来找你的呀。你看，你的问题我全部都能答出来，这也是当初我们约定好的，想起来了吗？是个有脑子的，还不算太笨。
就看看他是什么来路再说吧。毕竟在这里，也许这个小老头真的是唯一的前世老乡了。哦，是的，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爷爷。爷爷，这是我很久以前救过的一个老人，让他如果身体不舒服，就想办法找到我。没想到他还真是找上门来了，我自己都给忘记了。那就进屋里说话吧。爷爷，您让人不要过来打扰我。这个老人家的病很复杂，要凝神静气把脉才能对症下药。好，爷爷知道了。有什么事情你就喊子轩子福，要爷爷帮忙呢，叫一声爷爷，马上就来。谢谢爷爷。不知阁下尊姓大名，找我所谓何事？老乡啊，我终于找到老乡了。孩子，你不知道啊，我在这里过得好孤独啊，我是特意来找你的。元宝心想，这老不休。你老大一把年纪了，也别激动，说说你的情况吧。我说小老乡啊，你怎么像警察审犯人一样呢？在这异国他乡，难得遇到我这么一个老乡，不应该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那倒没必要，我在这里过得挺好的。好吧，你赢了，还是我先说吧。我叫楚天阳，前世是个小有名气的外科手术医生，因工作过度劳累，死在了手术台上。死的时候穿越到了这里，魂魄附体在这个躯体里。那你运气挺背的，混了这么一副尊容。谁说不是呢？当时我来的时候他刚死，他也是个医者，当时是被自己弄的毒药给毒死的。其实桌面上就有解药，但是他想试试自己的极限能撑多久，结果把自己给作死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给害惨了。我魂魄附在他的身体上，好不容易凭着一口气找到他留下的解药，把自己给整活了。后来慢慢适应了之后，我才接管了他的一切，包括他的记忆都留在了我的脑海里。他是西兰国人，从小无父无母，被他师父救了，带回药王谷养大，也把一身医术传授给了他。他师父过世之后呢，药王谷也留给了他。他醉心于毒药研制，而且经常研制出的毒药没有解药。幸好他被毒死的那个毒药刚好有解药啊，要不然我即使穿越来了，也要再死多一回。我把自己给救活了之后，因为对这里刚开始不太适应，所以一直待在药王谷里，潜心钻研原主和他师父留下来的医书。因此我也会了许多制作毒药的方法。不过这师徒俩呀，都有个怪毛病，大部分的毒药都没有留下解药的法子。这后来我又努力研究了很久，才把大部分的毒药弄出了解药来。后来我从药王谷出来，结合自己前世的外科手术，把开膛破肚和缝合术用了起来，在西兰国也救了不少的人，只是从此被人称为疯医。那你卖过毒药给别人吗？我很少卖毒药给别人的，结合外科手术治病救人就够我生活的开支了。倒是原主整日醉心于研制毒药，为了生计，以前卖出去过一些毒药给别人，但大部分都是没有解药的，也不知道那些毒药最终被哪个倒霉催的享用了。元宝大致了解了，那南宫瑞所中千连筋骨之毒，应该是原主卖给了别人，后来被萧妃所得，最后南宫瑞就成了那个倒霉催的了。你穿越到西兰国有多久了？有30年了吧。我刚来的时候，原主25岁，我在西兰国已经生活了30年整了。那你是怎么会来找我的？说来也是巧合呀，我曾经救过西兰国的斯哈达，他从南圣国回去之后，给我带了牙刷和牙粉。
这个时代的人刷牙都是用杨柳枝，这个牙刷绝对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说在响当当日杂铺还有鸡毛掸子、拖把等，还说你会做蛋糕，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个时代该有的。所以我很确定你和我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人，就来找你了。那你是偷渡来的？据我所知，这里去别的国家是要有相关文书才可以从边境进城的。是啊，我就是偷渡来的，所以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你要想把我弄死，随便吧。只要你不是来害我的，我弄死你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想害死我的话，那我会让你在害我之前先死。我是特意来找你的，不会来害你的。我在药王谷待腻了，现在有个傻徒弟在那里守着，我就不想回去了。以后就投靠你了，请收下我的膝盖。楚天阳也是个戏精，装模作样的用食指和中指关节当做膝盖，对着元宝做跪拜样。楚天阳表演完之后问元宝：元宝，我都把我的一切都说给你听了，你也说说你的故事吧。元宝觉得这个楚天阳倒不像是一个外科医生，外科医生不都是很严肃严谨的吗？他怎么像个戏精似的呀，一套一套的。但是看在他坦白一切的份上，也就简单跟他说说也无妨。我前世是个大二的学生，是因为中秋节的一个幻想拍穿来到这里的，比你好一点。我是带着前世的记忆，在我现在的娘肚子里出生的，所以可以说是正宗这里的人。那你也来这里有10多年了，你前世还有家人吗？有的，我前世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弟弟，还有在乡下养老的外公外婆。不知道我来了这里之后，我的家里人怎么样了？我的躯体还在吗？我经常想着做梦梦见一下前世家里的人，但是一次都没有梦见过。我好想他们。那你有想过回去吗？你想过？曾经想过。那时候刚来到这里，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很不习惯，但也仅限于想想而已。我前世已经死了，应该是活不过来了的，估计躯体都被火化了。好在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什么牵挂，在这里也挺好的，空气好，没有污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穿来这里，上天有给你开外挂吗？外挂当然是有的，而且还是个超强大的外挂。但元宝并不想把自己拥有空间的事情告诉他。外挂？不知道运气比别人好一些算不算外挂？我出生到现在福运都挺好的，小时候还有人听说了我福运旺，想把我偷走呢。你呢？你有什么牛叉的外挂吗？我哪有什么鬼外挂呀，得到这副尊荣使我痛不欲生。想我前世也是个英俊潇洒的10大好青年，没想到一世英名竟毁于这副尊荣。幸好这副尊荣死之前医术和武功都不差，不然我都要哭死了。这副尊荣都跟了你30年了，你也别嫌弃了，好歹让你继承了人家的医术和武功不是，能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不是？我前世没有家人，今世除了个傻徒弟之外也没有家人。现在你是我唯一的老乡了，你就是我的家人，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家，收留我吧，我就在你家住下了。元宝emo了，他这是被赖上了吗？强行要给楚老头养老？你不会是西兰国那边派来的奸细，然后想做2头蛇吧？天啊，你怎么会如此认为啊？因为南圣国就有你们西兰国混进来圣明教的人啊，而且你们西兰国那个圣明教的左护法还想打进南圣国内部，进一步想取而代之，想统领南圣国呢。那他一定是脑袋被门夹变形了，在痴心妄想。你还别说，如果不是被发现的及时，经过日积月累的侵蚀蚕食，也许真会被他得逞也不一定。毕竟他的力量都已经发展到南圣国皇宫里面了。
元宝跟楚天阳简单说了一下圣明教锁护法朱万坤在南圣国的事情。你尽管放心好了，我又不是他们真正的西兰国人，是冒名顶替的，我和你是一伙的。谁跟你是一伙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南圣国人，在南圣国出生长大，说的我好像跟你有多熟悉似的。你的本质和内里和我是一伙的，说的好像你跟我有多陌生似的。好怀念有人拌嘴的时光啊！想起他以前在医院的时候可是对人大王，对遍医院无敌手，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有共同语言的小老乡了，他真的不想回药王谷了，那里就留给他的傻徒弟吧。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反正我要留下来跟着你，要不你给我养老吧。我为什么要给你养老？你在我这里交有五险一金，还是你是我的祖宗，我还给你养老？你去找地方睡一觉吧，梦里啥都有。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同为一国人，同为老乡，难道不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吗？咱们本质是一样的，更应该守望相助啊。楚先生，请问您今年贵庚？50有5。怎么，你还想给我找个伴儿，把我打发了不成？你想多了，我想说，男的要有60岁才能退休，你才55，想什么呢？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寿命都偏短，大部分人都是60多岁就去西方找佛祖喝茶了。你看我也没几年好活了，你就不能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家吗？这你完全不需要担心，一来呢，你自身医术不差，想死没那么容易；二来呢，我会做养生丸，保管你60多岁去不了佛祖那里喝茶。这么说，你是愿意收留我了？不然我哪有机会享用你的养生丸呢？对不对？何况啊，我加上前世的年龄都85高龄了，算是高寿的老人家了。真是搞不明白他，同样会医术，就不能自己给自己保养一下吗？又黑又皱的，真是有碍观瞻呐。你想留下来也不是不行，不过什么？你说，我能做到的一定做。你要留下来有3个条件，如果能做到，我就让你留下。别说3个条件了，10个条件都行。我孤家寡人一个，又没有什么好图谋你或者让你图谋的，只不过是不想孤孤单单自己过完剩下的日子罢了，想体验一下有亲人的感觉。第一，你留下来要教我外科手术；第二，你要尊重我的家人，不得做一丁点伤害他们的事情；第三，你要找一棵活的还魂草给我种植。你这3个条件，前2个我都能做到，只不过还阳草在药王谷，而且还阳草一拔出来就马上枯萎，你要死的大把多，你要一颗活的，这个难度很大呀。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你的药王谷都有什么药？很多很多。楚天阳跟元宝说了药王谷有的药材，这一说就说了大半个时辰，他动起了去一趟药王谷的心思。喝杯茶，说的口干舌燥了吧？你配的这个茶怎么这么好喝呀？我自己也会配，但是口感没有这么好。能不好喝吗？这是加了空间灵泉水泡的，你有？好喝你就多喝2杯。这样，以后我就叫你楚伯，你不要把我们俩的秘密说漏嘴了，在外人面前说话注意一点，不要口无遮拦的，不然我肯定没事，你是会被当成妖怪烧死的。我让人安排房间给你，你先休息，等你休息好了，找个时间我和你去一趟药王谷。你要和我去药王谷？可是药王谷在西兰国呀，很遥远的，这一来一回的都要耽搁2-3个月呢。你家里人能同意？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有办法能做到快去快回，到时候你听我的就行了。好，我听你的。你家里人问起，我该怎么说我的来历呀？你就说你是上门求医的，自身也会医术，但是治不了自己的病，曾经被我救过，就找上门来了，免得到时候我跟你学外科医术穿帮。
行吧，上门求医就上门求医吧。就这样，楚天阳在叶家住了下来。而楚天阳这个有着现代人内里灵魂的老头子，很快就取得了杨老太傅和叶老头的喜欢，因为他不但会玩五子棋和跳棋，还教会了2个老人玩斗兽棋和打牌，加上老牛在一起，4个老人一点也不担心3缺1。加上楚老头本身就爱对人，但是又对不过杨老太傅这个满腹经纶的老人家，于是楚老头就把对赢老爷子作为了奋斗目标，每天都想办法要对赢老爷子。楚天阳来了叶宅3个月之后，他拖得不能再拖了，就决定和元宝一块儿去西兰国的药王谷。爷爷奶奶、爹爹娘亲、姑姑还有3叔哥哥们，你们别担心，楚伯的病需要一味很特别的药，这味药要拔出来就马上入药，枯萎就没有效果了。我要和他一起外出去寻药，不然你们别看他现在活蹦乱跳的，过不了1个月就活不成了。楚天阳顶着众人复杂的眼神，一身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真切感受到了元宝在叶家的地位。元宝，要不你带上子轩、子服一块儿去吧，他们俩武功好，能保护你。爷爷，带不了子轩、子服的，我和楚伯骑着小白一块儿去，这样就能很快回来了。而且楚伯他是有武功在身的，我身手也不差，你们就别担心了。那你遇到危险的时候，要赶紧骑上小白逃跑。你楚伯他功夫好，不用管他，知道不？楚天阳心里受到了100点暴击，这区别对待太严重了。我知道了，爷爷。元宝，这是奶奶和赵婶给你准备路上的吃食，饿了你就拿出来吃，可千万别让自己饿着了，先填饱自己的肚子，晓得不？元宝晓得了，谢谢奶奶。奶奶呀，您就差没说错，别管你楚伯，饿了你就先顾着自己吃饱肚子。元宝，小白他一天能飞多久啊？不知道，我师傅说小白是大鹏鸟，能鹏程万里，但我不懂计算，也舍不得让它一直飞，都是飞飞又停停的。你还有师傅？你师傅是怎样的一个人啊？瞧你说的，我当然有师傅了，不然我的医术是谁教的？我师傅是个仙人吧，反正他就像是电视里播放的老神仙一样，鹤发童颜。是吗？有机会真想见见你师傅，仰望一下仙人之姿啊。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师傅住在你到不了的地方，要不是我有小白，我也到不了。那可真是遗憾了，小白是你师傅送给你的吧？不是，小白是我在桃花村的盘龙山上捡到的，那时候它还很小，受伤了掉在树下，我就把它捡回家养了起来，并不知道它会长这么大。那你运气可真是太好了，随随便便捡个受伤的小鸟都能捡到个大白雕。是不错，多亏了老天厚爱。要是楚天阳知道元宝还有大白、大金和小粉，可能都不想活了。就这样飞飞又停停的过了5天，两人终于来到了西兰国的药王谷。若尘，这是元宝姑娘，随我来药王谷逛逛，你去做饭吧，为师饿了。是，师傅。元宝，等吃完饭休息过后，我带你去药王谷转转，你看中什么药材尽管拿去，我保证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行，那我可就先行谢过你了。话说回来，你徒弟这里有问题，看着不像啊。他脑子没问题，就是失忆了，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是大概10年前吧，不太记得了。当时去外面找一味药王谷没有的药材，在一处瀑布下救了他，可能是摔到脑子了。反正我救起他的时候啊，全身伤痕累累的，整个人是又笨又傻，连基本生活能力都失去了。捡都捡回来了，又不能丢掉，我就让他随我姓，
给他取名叫楚若尘，一点点的教会他生活技能，还把他收作徒弟，教他医术。可是那他知道自己是个女儿身吗？知道的，只是我又不能时时跟着他，就让他做男子打扮了，这样他外出去集市上卖药材也方便一些。你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不帮他治脑子？瞧你说的，哪儿能不帮啊？可是这里又没有精密的仪器检查脑部，我总不能就这样给他的脑袋开刀吧？万一人没了呢？到了吃饭的时候，元宝有一点理解楚天阳为何这么嫌弃楚若尘了。只见饭桌上摆着3菜1汤，一个水煮白菜，一个水煮山药，一个水煮风干肉，还有一个鸡蛋汤。关键是上面都看不到半点油墨星子。这个3菜1汤其实也可以说是4个汤。元宝可怜地看着楚天阳，你徒弟确实是有点傻，你的胃受委屈了。看吧，傻吧，什么都是水煮，教也教不会。楚若尘毫不知情，师傅和元宝已经在心里把他从头到尾给评审了一番。师傅，可以吃饭了。元宝姑娘，请吃饭。你一路跟随师傅奔波来到药王谷，辛苦了，多吃点。谢谢若尘姐姐。楚若尘高兴了，药王谷难得有客人来，元宝姑娘还这么有礼貌地喊她若尘姐姐，真好啊。开心的楚若尘由于心情好，吃了2大碗饭。可是等他吃完，看到师傅和元宝有一搭没一搭的吃着。师傅，您不是说肚子饿了吗？为何不多吃一点呢？师傅饿得太久了，不能快吃，要慢慢吃。你吃饱了就先下去吧。是，师傅，那您和元宝姑娘慢慢吃，等你们吃好了我再过来收拾。楚伯，你教过他做饭吗？你是怎么忍受这么多年难吃的饭菜的？哪儿能没教过呢？可他就是教不会呀，我已经放弃了。你是怎么教他的？我就把方法告诉他呀，还能怎么教啊？我又不会煮，方法还是前世刷视频无意间记住的。以前天天泡在医院做手术，要么就吃医院食堂的饭菜，要么就是点外卖，自己也没有时间去琢磨美食啥的。那是你这个师傅的问题，看我今晚就能教会他。他一看就不是笨的人，肯定是你这个师傅不会教。行，你会教你来教。不过他打理药材还是很不错的，药王谷的药材都是他在打理，配药认药也还可以。得闲时还会把药材拿到市集上去卖了挣钱，买点生活必需品回来。我极度怀疑啊，他没失忆前家庭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若尘姐姐，你下午去打个野味回来，晚餐我和你一起做好不好？好。等元宝睡醒一觉，太阳已经准备下山了。元宝去到厨房的时候，楚若尘已经处理好野兔和野鸡了。元宝从煮饭放多少水开始，把16字指导方针用在楚若尘的身上。我做你看，我说你听，你做我看，你说我听。元宝深信楚若尘不是笨，是楚天阳从来没有实际指点过他。两人一个教一个认真学，一顿晚餐做了1个时辰才做好。真是不错呀，这是元宝做的吧？是我和若尘姐姐一起做的，好吃吧？好吃。若尘啊，要是你每天都能做这么好吃的饭菜，为师也不至于又黑又瘦了。是，师傅，都是徒儿不中用，以前领会不到师傅说的精华，今天元宝姑娘亲自指点了才知道，以前徒儿做的菜有多么难以下咽，委屈师傅了。好了，坐下吃饭。以前呢是师傅教的不好，学会了就好。以后为师不在，你也能自己给自己煮点好吃的了。天亮的时候，元宝起床用完早膳，就和楚天阳去逛药王谷了。但凡他看到是他空间没有的，他都会拔一点丢进空间里种植起来。
楚天阳也不会一直跟着他，任他在整个药王谷里转，想薅什么就薅什么。等元宝逛完整个山谷，大半天已经过去了。这么大半天的功夫，你就采了这么一丁点的药材啊，也太看不起药王谷了吧？这么一丁点是做样子给你看的呢，你懂啥？好东西都被大哥我收进空间里了。哎，是啊，太多药材眼花缭乱的，就不知道采什么了。带我去看看还阳草长啥样呗。楚天阳把元宝当成了是个不贪心的小姑娘，对她的好感又提升了一个度。小老乡果然靠谱，人美心善又不贪心。你要的还阳草在这里。还阳草都是长在屋顶的，能长在土里吗？我试过拔出来马上种到土里，但是没几天它就死了。它的生长环境就是这么奇特，因此很多人寻死觅活也找不到它的踪影，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是长在屋顶上的。元宝小心翼翼地拔了一些还阳草放到篮子里，趁楚天阳跃下屋顶的时候，悄悄把还阳草放进了空间里，用意念种植了起来。能不能种活，要试过了才知道。万一它在空间里能活呢？毕竟空间里灵气充沛。2天后，元宝就想离开药王谷回去了，毕竟出来已经7天了，回去也要时间的。他怕家里人担心，反正该拔的药材都已经拔到了。还阳草目前在空间里还好好活着，没死。楚天阳看着元宝好不容易来一趟，就拿了这么一点药材回去，他都看不过眼了，去药材房打包了一大包稀有药材给元宝。反正以后他都跟着元宝了，没有什么不舍得的。师父，求求您就带着徒儿一块儿去吧，徒儿一个人留在药王谷有啥意思呢？徒儿的一切都是师父教会的，没有师父就没有徒儿啊。元宝，你看这……你看我做什么？徒弟是你的，药王谷也是你的，你自己决定就好了。楚天阳把徒弟扶起来。若尘啊，你若随师父去南圣国，那这药王谷可怎么办啊？这里的一切都是你在打理的呀，没有你，药王谷也不会有如今的样子。师父，徒儿知道自己没有了以前的记忆，笨得很，可是徒儿已经很努力在学习了，师父就是徒儿的一切。师父不在药王谷，徒儿也不想要这个药王谷，徒儿就要跟着师父。元宝，要不带着他一块儿走吧？你自己决定就好，带着他的话，小白带不了这么多人。这样吧，我们再留2天，把药王谷的药材先处理了，我跟小白先回去，你们慢慢来。楚天阳是想跟元宝一起骑小白回去的，又快又安全，可是看着傻徒弟的样子，实在是不忍心放下他一个人自己离去。好吧，可是这么多的药材，得多少马车才能拉完啊？没有问题，我悄悄跟你说，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师父给了我一个乾坤袋，能装很多很多东西的。魏毛同样是穿越人士，元宝就有个这么牛逼的师父，而他就继承了这么一副对不起观众的尊荣呢。楚天阳回过神之后，就把决定跟徒弟说了。楚若尘倒是高兴，欢天喜地的去打包药材了。2天功夫，3人也处理完了该处理的药材。元宝趁师徒2人休息时，把药材通通收进了空间。3人离去时，楚天阳还特意去药材房看了一眼，那些药材真的被元宝装进乾坤袋了，不见了。元宝，装好了？你的乾坤袋在哪儿呢？怎么看不见啊？仙家的东西能让你看见？也是，那就走吧，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他再次看了一眼自己穿越来就在这里生活了30年的地方，这一离去估计都不会再回来了，从此西兰国再没有风衣这个人。我想起来了，你这孩子真的一惊一乍的，幸好没有心脏病，不然都要被你吓死了。你想起来什么了？不好意思，吓到你老人家了。我想起来了，
我想去西兰国的火神山看看，那是我的地盘，西兰国已经把它赠送给我了。你知道火神山在哪儿吗？火神山怎么变成你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元宝简单跟楚天阳说了去年皇宫比试的事情。火神山不在这个方向，这里是西南方向，火神山在西北方向。从这里去的话，坐马车大概要差不多半个月吧，再加上翻山越岭的时间，怎么也得1个月时间才能到。如果骑小白去的话，可能也就1、2天的时间就到了，也不难找。去到那里会看见一座很热的山，有时候啊还会有火喷出来，有点像活火山。周围呢寸草不生，附近也没有人烟，没人敢靠近的。那我骑小白去看看就回来。你们师徒俩先出发去南圣国吧，到时候我们在南圣国见。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儿。其实也没有啥好看的，就一座火山，万一有岩浆喷发就麻烦了。不过你有小白，好歹能自保，去看看就行了，别待太久。元宝和楚天阳师徒2人分别后，就骑着小白往楚天阳指的西北方向而去。到了附近的山脚下，就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小白显得惴惴不安，很是烦躁，在天空上打转，不愿意再往前飞了。元宝心疼地让小白降落，把它收进了空间里，感受着一阵阵的热浪。没有小白的帮助，元宝上不去，也看不到上面是什么样子的。没待到1刻钟，元宝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感觉自己快要被烤熟了，赶紧一个闪身进了空间，实在是太热了，受不了。元宝进了空间，马上去紫山上看小白，不知小白有没有被热受伤呢？小白，你没事吧？小白看了看自己的羽毛，走到一边，自己给自己拍了拍，把身上的灰尘都拍掉。这些是那个火山上的山灰，拍干净就没事了。元宝看小白没有被热坏，也没有受伤，就放心了。也不知道那个火神山有什么用，估计是没用的吧。不然西兰国的人怎么会那么大方，就轻而易举地把它赠送给我了呢？元宝自己在碎碎念的时候，一只浑身闪着红色光芒的鸟从远处飞了过来，落在元宝的身边。你是那个漂亮鸟对吗？你应该是朱雀吧？大红鸟点了点头，很开心元宝终于知道它是朱雀了。那我叫你什么好呢？朱雀想起了元宝给那几个起的名字，大白、小白、大金、小粉、小米，他该不会给自己起个小红或者大红吧？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不喜欢我给你起名字吗？可是大白和小白他们都很喜欢啊。朱雀无语了，他们并没有很喜欢，只是没得选择。要不你就叫小雀象好不好？朱雀有点不太明白地看着元宝，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了？元宝不是喜欢起2个字的名字吗？怎么给他起的名字是3个字的呢？而且他哪里小了？不过想起小白那个傻大个儿，那么大堆儿都被叫成了小白，小确幸就小确幸吧。你这是同意叫小确幸了？那我以后就叫你小确幸了。朱雀点了点头。小确幸，你说我该怎样去那座火神山看看呢？那里那么热，我都没有办法靠近它。朱雀用嘴巴轻轻啄了一下元宝的衣袖，见元宝看着他之后，从嘴里喷出了一小团火苗。哎呦，简直是厉害了！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在山上被狼群包围的小鸟会是朱雀呢？真好运气啊！求求老天爷千万不要收回，把我当成天道的亲闺女宠着吧，我一定会不骄不躁的。小确幸，你能去那座火神山对不对？小确幸又再次点了点头。那一点火算什么呢？再大的火本尊都不再怕的。那你能带着我去那座火神山吗？我跟着你去会不会被火烧死？小确幸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
元宝懂了小确幸的意思，意思是他能去那座山，跟着去不会被烧死。太好了，你就是我的确幸，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可以吗？元宝看朱雀同意了，骑上他的背，心随意动就出了空间。朱雀载着元宝往火神山上飞去，元宝坐在朱雀的背上，舒服极了，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一阵阵扑面而来的热浪那样难受。朱雀带着元宝来到火神山顶上。小确幸，你围着火神山飞一圈，咱们就走吧。我已经看到山顶了，除了火什么也没有，万一等一下火山喷发就糟糕了，我们都会葬身火海的。朱雀带着元宝在火神山飞了一圈之后，就见朱雀对着火山口喷出了更猛烈的火焰。火山口的火龙好像有神识似的，刚开始和朱雀喷出的火对抗了一下，但是很快火龙就知道自己不是朱雀的对手，不敢与之抗衡了。朱雀收回自己喷出去的火，然后口一张，把火山口的火也给吞噬了。小确幸，你好厉害啊！朱雀骄傲的又发出了一声鸣叫，然后载着元宝往火山口俯冲而下。元宝感受到了朱雀停下来，他睁开了眼睛，只见朱雀已经飞到了火山口的最底下。还好还好，人还在，没有玩完，吓死宝宝了。小确幸，你不觉得脚很烫吗？朱雀摇了摇鸟头，他一点也不觉得烫。被大火烧3天3夜都没事的他，这点烫都不叫烫。小确幸，我们下来这里干嘛呢？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寻宝？朱雀又点了点头，然后驮着元宝往里面的一个洞口飞去，飞了约有1炷香的时间，一点热的感觉也没有。元宝从朱雀的背上下来，也感觉不到烫脚。元宝看见了一堆堆的铜就这么躺在地上，天哪，没想到下面大有乾坤呢，铜老值钱了。小确幸，我能把这些铜给收进空间里吗？朱雀点了点头，朝着元宝翻了个鸟眼儿。笨呐，就是带你下来寻宝的，不能收进空间，带你下来干嘛？元宝把地上的铜收进了空间里，之后爬上朱雀的背。朱雀带着元宝继续飞，飞了一会儿又看见了另一个洞口，朱雀飞了进去。元宝在第2个洞里看见了一大堆铁，而且他看见了什么？铁粉！这里有铁粉哎！这个铁粉可是好东西，制作暖宝宝的原材料啊！好兴奋，好惊喜，有木有？元宝毫不客气地把这些铁和铁粉全部收进了空间里。朱雀还没有离开的意思，继续带着元宝飞到了第3个洞口。天哪，天哪！瞧他发现了什么？洞里好多钻石啊！这光芒四射的强光就是洞里的钻石折射出来的。但这次运气没有那么好了，这些钻石不是一堆堆躺在地上的，而是全部镶嵌在洞壁上。他只是轻轻摸了一下洞壁上的钻石，可是不知道是不是钻石太锋利，还是他太不小心了，他的中间手指头被凸出来的钻石刮了一道口子，就像去医院在手指头采血检查一样，有点疼。只见他的手指头收不回来了，那颗凸出来刮到他手指头的钻石像有生命一样，居然在吸他的血。小确幸，快来帮我！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吸我的血，怎么办？朱雀却鸣了一声，似乎在安慰着元宝，叫他不要害怕。好吧，相信朱雀。过了一会儿，那颗吸血钻石似乎吃饱了，把手指头收回来看了看，好像没事一样，连那道被刮的口子都不见了。元宝看见那颗钻石像刚才吸他的血一样，不断地在吸收着周围其他钻石的元气。1刻钟后，旁边钻石的能量全部都被那颗钻石吸走了，旁边的钻石瞬间失去了光彩。元宝看着它们变成了一颗颗普通的石头，再也不会闪闪发光了。而那颗吸了他的血又吸了其他钻石能量的钻石，在他眼前慢慢变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小人儿。钻石精灵扑闪着小翅膀，自动飞到了元宝的手上，
还亲昵地蹭了蹭元宝的手心。小东西，你是想跟着我走？钻石精灵点了点头。小巨象，这是怎么回事？可朱雀不会说话呀，回答不了元宝，只能鸣叫了一声。元宝听不懂。你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钻石精灵也不会说话，只是一会儿歪了歪头，一会儿又在元宝手心上蹦来跳去的。元宝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只好先收下他吧，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用。那你的名字就叫亮晶晶吧，要跟我走，以后可不能再吸我的血了，知道吗？钻石精灵委屈地点了点头。刚才吸你的血是为了幻化成精灵跟着你啊，懂不？元宝让钻石精灵附在自己的头发上，就当多了个闪闪发亮的钻石发卡好了。小雀象，接下来咱们去哪儿？朱雀驮着元宝飞出了钻石洞口，清脆的鸣叫了一声就飞走了。朱雀驮着元宝一直往上飞，飞出了火神山的山口，朝着火山口喷出了一口火，火山口又恢复了最初的样子。元宝和朱雀离开了火神山后，就进了空间。小雀象，你是今天的大功臣，好厉害的，你就是我的骄傲，爱你啊！朱雀蹭了蹭元宝的手，开心地鸣叫了一声，抬着高傲的头，扑棱扑棱飞走了。小白，我想念师傅了，我们回一趟缥缈峰去看看师傅他老人家好不好？反正都出来这么些天了，也不差这1-2天呢。3天时间，小白就把元宝带到了缥缈峰。师傅，我回来看你了。白素贞正在屋里小憩呢，突然听到了小徒弟的鬼吼鬼叫，还以为自己出现幻听了，摇了摇头继续休息。元宝见师傅没有回应他的喊声，着急地走到了小屋子里面。当他看见躺在床上的白素贞时，以为师傅生病了，急忙上前摸了摸他的额头。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不是应该在西兰国吗？师傅，您吓死我了，徒儿还以为您生病了呢。哼，去了一趟京城，人就变傻了？说的什么傻话？为师的医术比你好多了，能让自己生病吗？也是啊，看我一着急就忘记了。师傅，您算到我在西兰国，就算不到我会从西兰国拐回来看您吗？看，又变傻了吧？为师又不会时时刻刻的掐着手指算你在干嘛。你这回来看为师，是临时改变的主意吧？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师傅，徒儿想师傅了，就拐回来看看师傅。您这1年多还好吗？徒儿不在您身边，是不是少了很多乐趣？还好，为师虽然是少了很多乐趣，可是有小一小二陪着为师，生活还算过得去。师傅，我这次去西兰国可是有大大的收获，你看这是什么？还阳草？你找到风衣了？是的呢，师傅，我找到他了，他在西兰国的药王谷，这下您也可以炼制9转还魂丹了。原来药王果是他的，你跟为师说说这个还阳草，为师为何找不到它？师傅，这个还阳草是生长在屋顶上的，所以很多人都找不到它。还有，它一拔出来就会枯死，种到土里也种不活，只有在屋顶上不断的自我繁殖。难怪，多少人为了一个还阳草，踏破铁鞋无觅处，你居然得来全不费功夫。只是没想到，它是生长在屋顶上。你这一趟也不算白跑了，去西兰国收获不错吧？是不错，师傅，我跟您说。元宝马上化身为小话痨，跟师傅絮絮叨叨地说了分别后的种种事情，包括在京城发生的和在西兰国火神山的事情。白素贞看着喋喋不休的小徒弟，还真是挺想念他的，没有他在身边，自己的生活都沉闷了很多。
元宝在师傅这里待了大半天之后，就和小白回了桃花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回去看看大伯和大伯娘他们。元宝，你可回来了，想死大伯娘了。大伯娘，元宝也很想你。每个人都说着元宝你回来了，我们好想你啊这一句话，一时间吵吵嚷嚷的，热闹不已。各位爷奶叔伯婶婶们，元宝回来看你们了。元宝很想念父老乡亲们，待会儿咱们去村里的晒谷场做饭吃，咱们一边做饭吃一边聊，我跟你们讲讲在京城的事情。好，咱们去晒谷场，赶紧的，该搬桌椅的去搬桌椅，该摘菜的去摘菜去，全部都动起来。今天的晚饭让全村人在晒谷场吃。对于村里吃席这件事情，桃花村的村民们是最有经验的，都不需要村长安排谁干啥活，村民们就开始全体总动员了。京城夜宅，媳妇儿，要不我去找找闺女吧，这都15天了，她还没回来，我担心她找不到回家的路。你就别添乱了，元宝不是说了吗？短则10天，长则1个月就回来，这才15天呢，别着急，说不定啊，他明天就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哪儿找啊？你有小白吗？叶老二听媳妇儿这么一说，就泄气儿了。对呀，他没有小白。叶家其他人虽然没有叶老头和叶老二表现得这么焦虑，但也真的是担心的。老太爷这2天总是闹脾气，一会儿嫌粥烫了，一会儿又说菜咸了，一会儿又说要去香宝楼吃流心烧麦。总之，元宝不在家，他各种嫌弃，但绝口不提他要回太傅府。元宝在大家洗漱准备睡觉的时候回来了，后院一阵大风吹来，叶家人马上就往后院跑。元宝，你可回来了，爷爷天天去门口都等不到你。小白能从门口飞进来吗？我的爷爷变傻了。爷爷，我回来了，让爷爷担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元宝可回来了，饿不饿？奶奶去给你煮东西吃。奶奶，我不饿，吃饱了回来的，咱们回去屋里慢慢说。爷爷奶奶，我回来迟了，是因为和小白回了一趟桃花村。难怪呢，那桃花村的老乡们可还好啊？爷爷，乡亲们好着呢，纷纷让我代为问候您老人家，让您不必挂念他们，好好在京城里玩。到时候回去后，一定要给他们讲讲京城长啥样。元宝，你不是和楚伯去找药材的吗？咋的只有你自己回来了？他呢？没救了吗？还有的救，找到药材了，他还活得好好的，只是要去处理他的事情，才没有跟我一起回来而已。众人松了一口气，还以为楚伯人没了呢。元宝啊，现在晚了，你外曾祖休息了，明儿一早你就去看一下他吧，他这2天一直在闹脾气呢，可把你老牛爷爷给折腾得够呛。外曾祖咋的了？他为啥闹脾气啊？还不是因为你呀，他吵着要见你，见不到就不高兴，嫌东嫌西的，做啥都不合他的意。好的，我知道了，娘亲，明早我就去看外曾祖。外曾祖早呀，我给您带了香菇鸡肉粥啊。元宝早。元宝陪着老太爷悠哉的用早膳，他今天没啥重要的事情，就在家好好陪陪外曾祖吧。可是注定元宝是闲不下来的，宫里就来了人，说是宜妃娘娘请元宝入宫续话。老太爷本来心情很好的，现在又不高兴了。外曾祖，我会早去早回的，回来给您带宝心斋的小蛋糕好不好？那你可一定要早点回来呀。好，等回来给您带好吃的。元宝来了。宜妃娘娘好，给宜妃娘娘请安。你这孩子怎么还跟姨姨这般客气生疏了？宜妃娘娘，元宝给您把个平安脉吧。元宝轻轻搭上宜妃的脉搏，细细聆听，之后又换了另外一只手。
宜妃看元宝往常把脉都是很快就好了，这次怎么2只手都要把脉啊？元宝，我是不是得了什么很严重的病啊？娘娘放心，您什么毛病都没有。我之所以要长时间把脉，是感觉到了娘娘白天喝的太多水，晚上又经常起夜，所以睡眠不太好。我给您针灸一下吧，针灸过后您就不会总有想喝水的感觉了。好，我听元宝的。2天后，元宝决定和家里人去看看皇上赏赐给他的郡主府。远远的就看到了朱红色的大门顶上悬挂着一块金丝楠木的匾额，匾额上龙飞凤舞的写着郡主府3个大字，这不是南宫瑞那厮的字吗？他什么时候去帮他写了一块匾额呀？而且匾额上的字还是用金粉所铸，再土豪也没必要吧？这次就不怕匾额遭贼惦记吗？里面很大，比现在住的叶宅大了1/3。元宝，这里真大，以后你搬来郡主府住的话，爹就一起搬过来陪你，免得你一个人住害怕。谁说元宝一个人住郡主府的？我会陪着他住过去的。叶老二无语了，这是我闺女，老子来陪她不行吗？但是他不敢说，不敢反驳老太爷。我打算在郡主府给我们家每个人都准备住的房间，包括大伯娘和大哥哥他们，还有我2哥哥。虽然他这么多年都没回来，但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唉，二盼这臭小子，在边境兰城都成亲了，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来。和他成亲的女子听说是一个将军的女儿，他自己将军没当成，反倒当了人家将军的女婿了。家里是同意了二盼的婚事的，一切由他自己做主即可。奶奶，二哥哥他一定会回来的，到时候他当了大将军回来，再给您带几个曾孙回来，也许还有可爱的曾孙女呢。曾孙女，到大番薯这一代都已经是第6代了，能得你这么一个女娃娃，那都是上天对老叶家的恩赐。有是最好，没有奶奶也觉得这是正常的，不可强求。能有元宝这么一个女娃，他已经很满足了。万一强求，老天把元宝身上的福运收走了，可咋办呢？叶老头和叶家其他人在旁边听得直点头。三盼娶亲3天，带媳妇儿回门过后，叶家就按原定计划商量好的，要准备启程回桃花村了。11月26这一天，叶家准备妥当，就要出发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一起回去，四盼自己要求留在烤鸭店当掌柜了。五盼和苏玉宁明年3月要参加会试，不能跟着一起回去。叶湘云要顾着云雨霓裳，也走不开。所以除了这4人留下，其他叶家的人都全部一起回桃花村。老太爷也闹着要一起跟回去。爷爷，路上太冷了，您安心在家里等，我们过完年很快就回来了。我有羽绒服，不怕冷。爹，您就跟我们回太傅府吧，在太傅府过完年，元宝就回来了。你们就是嫌弃我老了，不想带老人。大家伙也是没话说了，好像说什么都是错的，于是齐齐把目光投向了元宝。你们都看着我干啥呢？好吧，我来就我来。元宝走到外曾祖身边，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老太爷马上两眼放光。真的，没骗老人。真的，外曾祖，珍珠都没那么真。嘿嘿，好，那可就这么说定了。你在桃花村过完年就马上回来，外曾祖等不到你回来，可是会伤心的。外曾祖您就放心吧，元宝从来没有骗过您是吧？那是，还是我的小元宝懂事。外曾祖被元宝哄得愿意回太傅府暂住，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还是元宝有办法呀。元宝本想进宫一趟跟南宫瑞辞行的，但时间真的很赶，他给他留了一封信就走了。
所以等到11月27这天，南宫瑞上门找元宝的时候，叶宅已经人去楼没空，还有人在。南宫瑞只收到了元宝留给他的一封信。南宫瑞看了元宝留给他的信，看着信末端画着的金元宝，心里空空的。他真想追上元宝的脚步，跟他一起回桃花村过年，但是他好像没有追上去的立场。他失落地回了皇宫，三盼一早就去把常夫子请到了家里来过年。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常夫子小时候对他的教导。常夫子，您一定是想玉宁哥了吧？他5月的时候和他娘亲一起去了京城，参加今年的乡试。那少爷他可还好？乡试过了没有啊？过了呢，过完年就准备参加会试了，所以这次就没有跟着一块儿回来。那就好，那就好啊。少爷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就知道他一定能行。是啊，您就放心吧，说不定他还会给您考个状元回来呢。呵呵，状元不状元的倒是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少爷过得好就行了。常夫子您来了，元宝可想您了。上次元宝临时回来桃花村的时候没见着常夫子，村长爷爷说常夫子去县城的书院办事儿去了。快2年不见，元宝都长这么高了，还越长越好看了呢，像个大姑娘了。常夫子，玉宁表哥托我带话向您问好呢，他说等他高中的时候一定会回来桃花村看您。好，好啊，老头子我等着他高中回来。他在京城有喜欢的姑娘了没有啊？还没呢，玉宁表哥天天都忙着读书，还没有空去认识姑娘家。等他中了进士，多的是姑娘家想嫁的，您还怕他找不到姑娘家吗？也是，元宝说的有道理。今年年30，祠堂祭祖特别隆重，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因为村里出了个进士老爷，还是个前3的1甲进士及第。叶老头今天特别风光得意，带着他的3个儿子和孙子重孙等4代同堂前往叶家祠堂而去。叶老头走路都要飘起来了。祠堂只有男人和孩子能进去，女人是不能进去里面的。元宝觉得这一点特别不好，哥哥考了进士回来，他娘亲不是很伟大吗？没有资格进入祠堂得到祖先的认可吗？他觉得不但有资格，还非常有资格呢。改天去跟村长说说，看能不能破除了这条规矩，要把女人的地位提升上去。年30，每家都团团圆圆的吃着团圆饭，而远在京城的楚天阳就有点不开心了。楚伯，您就别苦着一张脸了，我妹妹她过完年就回来了，赶紧吃点吧，菜都凉了。皇宫里的南宫瑞更加不得劲儿了，他都要食不下咽了。元宝已经回桃花村1个月了，虽然说过完年他就回来，但再见到他应该都要等到2月底了。今天不得劲儿，明天是新年第1天，同样也不得劲儿，除非元宝回来。可是出了初时之后，天空就开始淅淅沥沥的飘着小雨了。今天是正月15元宵节，也不见雨停。元宝看着像雨帘一样飘落的雨水，掐指算了一下，感觉这雨应该要下10天半个月。果真如元宝所料，雨每天都在下，就像老天爷受了天大的委屈，在不停的哭泣一样。清河的水位都快要满到河坝上来了。圣哥，这雨都下了1个多月了，咋还不见有停的迹象？不知道啊，再这么下去，万一清河的水位下不去，可能田地就要被淹了。还好春耕还没开始，地里头还空着。让村民们转移一部分粮食到山上去吧，到时候万一水漫进屋子里来，粮食就全部泡汤了。是啊，照这样子，雨水短时间内不会停，还是听从元宝的建议吧。于是村长急匆匆的去召集村民们了。雨继续下着，而且是越下越大。2月20这一天，
不好了，不好了！清河的水淹到地头了！大家都顾不得被春雨淋湿会得风寒了，纷纷披了蓑衣走出来看。只见清河的水正在快速地蔓延在地头上，照这个架势，很快就要淹到桃花村民居住的房子里了。爷爷，赶紧去跟村长爷爷说，让他叫乡亲们转移吧，要不然可能会发生危险。还有，让他叫各家看好各自家的孩子，千万不能让孩子们出门去，万一被大水冲走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叶老头也很担心，他快速去找了村长，然后又去了一趟堂弟家和七叔家里。事实证明，元宝的担心并没有多余。很快大水就漫进了屋子里，他家里这里的地势是高的，那在村子中心的房子应该已经水位很高了。爷爷，快点撤，再迟就来不及了。元宝说完就往村署跑，他要去带常夫子跑路，他担心常夫子。元宝，你去哪儿啊？快跟我们走！爹爹，你们先走，我去带常夫子，很快就能跟上你们。子轩、子福，你们快点跟上小姐，万不能让她有事。是，老爷。叶家所有的人背上背着锅，手里抱着米，但凡背上能背东西的，手上能提的，都没有一个空手的，赶紧拿了能拿得动的东西往山上撤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天黑之前搭出了10个简易的茅草棚，全村100多号人挤在10间茅草棚里，看明天能不能多搭几间出来。现在能有个地方将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柴太湿了，生不起火来，也找不到干的东西来引火。元宝要生火还是很容易的，把所有人都赶出了他所在的那间茅草棚。元宝见大家都出去了，赶紧让朱雀出来对着湿的柴喷火。朱雀喷的火可不是简单的火，能烧3天3夜都不灭。元宝像做贼似的，让朱雀喷完火，又快速把它收回了空间里。大家看元宝把火升起来了，也没有多问，反正元宝厉害着呢，不需要问的。元宝把烧得旺旺的柴火每个茅草棚分了1根，让他们回去自己生火，这样就能边烤干衣服边做饭吃了。要不是有元宝的抗风寒药，早就不知道有多少人病倒了。就这样，桃花村的村民们在山上艰难地熬了5天之后，天终于放晴了。村长，山下的水位退了，可是你就直说吧，都这份上了，没啥不能接受的了。我们在山下的房子全部被大水冲垮了。大家听了都难过不已，很多妇人和老人甚至还哭了。大家伙别哭了，赶紧的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先下山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再打算。在这里哭也不能解决问题。乡亲们，你们别这样啊，家园被冲垮了再重建就是了。我们有双手双脚，还怕被饿死吗？还怕生活过不去吗？只要我们桃花村的人团结起来，元宝一定会带着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大家被元宝说的话鼓励到了，对，有元宝在不怕。曾经的青砖大瓦房全部被冲垮，连屋顶都没有了，地里的青菜也没有了，到处是泥浆。村长，我们没有存粮了。村长看着到处都是的泥浆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下意识把目光转向了元宝。乡亲们，你们别太担心，我师父他住在山之巅，大水肯定淹不到的。我在师父那儿也种了很多红薯和土豆，我去找师父帮忙。现在不下雨了，大家先在山脚下找合适的地方落脚，该捡柴的去捡柴，该搭棚的去搭棚，等泥浆水再少一些，咱们再看看还有没有找得到有用的东西。元宝说完就往山上而去，其实都不用去找师傅，他就回到山上的枇杷林那里把粮食放出来就行了。但是下了1个多月的雨，他是真的担心师傅，想要去看看他老人家。元宝来到缥缈峰，看到师傅好好的，也就放心了。他把山下的情况跟师傅说了一遍。去吧孩子，按你心中所想的去做即可，所想必有所做，所做必有所得。
元宝看着一脸温柔的师傅，心中有点怪怪的。师傅从来没有对他这么慈祥过。徒儿知道了，师傅，徒儿不在您身边，您要照顾好自己。你脑子被水淹进水了？师傅哪时候不是自己照顾自己？这都照顾100多年了。好吧，师傅还是原来那个师傅，一点也没变。这他就放心了。元宝给师傅留下许多粮食和水之后，就下山去了。他来到枇杷林那里，把粮食堆放到草棚里面，10几个草棚都被他放满了。做好这一切之后，他回到了山脚下。我师傅说他会在枇杷林那里给我们准备粮食。村长爷爷，你派人去把粮食抬下山吧。好，我这就让人去抬粮食。真是要谢谢你师傅了。过了半个时辰之后，派去山上抬粮食的人回来了。村长，好多粮食，山上好多粮食，草棚子都放满了，还有很多没抬下来。元宝，你师傅是神仙吧？要不咋会一下子就能放这么多粮食在那里？二爷爷，我也不知道我师傅他是不是神仙，但是他很厉害的。村长朝着缥缈峰的地方跪了下来，拜了3拜，感谢他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村民们也跟着村长一起朝缥缈峰跪拜。要是没有元宝的师傅，他们就要饿死了。元宝找了个借口跟爷爷和爹爹说要去师傅那里一趟，就离开了。子轩和子福自从来到桃花村之后，感觉自己很没有用，小姐去哪儿都不带他们俩，都是直接一飞就飞走了，他们想跟也跟不上啊。在十里八村这一带飞了一圈，其他村落没有这么严重，被淹的土地还没有开始春耕，这个损失不大，民房也没有倒塌，粮食应该会有一部分受损。现在情况最严重的应该就是靠清河而居的桃花村、杏花村、上河村和下河村了。元宝回去的时候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进一趟空间，在空间里给南宫瑞写了一封信，让海东青给南宫瑞送去。他怎么说也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后来又被封为郡主。百花镇的十里八村受灾如此严重，无论如何都要让皇上知道。而远在京城的南宫瑞完全不知道桃花村一带受灾的情况，还在想着已经3月初了，元宝应该快到京城了。小海，你是来找我的吗？是的话，请你飞下来。没想到百花镇一带受灾如此严重，朕还没收到梧桐县吴志远的加急信。瑞儿，你是如何这么快收到元宝的信？父皇，元宝他有一只海东青，是元宝让海东青送来的信。朕马上修书一封，盖上国玺。你让海东青带去给元宝，让元宝快速找到云林府的范知府和乌登县的吴县令，让他们先放粮赈灾，稍后马上就派钦差大臣前往百花镇督办此事。父皇，请派儿臣作为此次赈灾的钦差大臣，前往梧桐县督办此事。好，准了。你先去找海东青送信，朕马上让户部筹办赈灾物资和银两。你用最快的时间准备好就出发，前往梧桐县的桃花村。是，儿臣遵旨。南宫瑞告退后就匆匆走了。他把小海送走之后，还去了一趟紫晨宫，跟母妃禀明此事。瑞儿，你赶紧去准备，然后尽快动身前往桃花村。元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太可怜了。是，母妃，儿臣不在的时候，您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儿臣担心。母妃知道，这话应该是母妃对你说才对。此次前往桃花村，你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别受伤了。你父皇有没有派人给你？有的，母妃别担心，父皇把影卫派给了儿臣。宜妃听说影卫跟着一起去，就放心多了。1个月之后，南宫瑞带着朝廷的物资和银两来到了梧桐县。下官吴志远拜见吴皇子。吴县令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见过钦差大臣。乡亲们，快快请起。皇上委派我为钦差大臣，
来这里进行赈灾。你们受苦了，不用怕，朝廷给你们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和物资，还会补贴银子给大家重建房子。皇上万岁！皇上仁慈！元宝，你没事吧？水哥哥，我没事，就是你家有事。你家被大水冲垮了，你看，全部都倒塌了。人没事就好，房子倒塌了还能重建的。水哥哥，你现在所看到的好多了。刚被洪水淹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狼藉，经过清理之后，起码能看得到原来的样貌了，分得出哪里是田，哪里是房了。现在的土地稍硬了一些，等朝廷赈灾的银子下发到手之后，就可以准备起房子了。你原来住的地方想起什么样的房子？你家起什么样的房子，我那儿就起什么样的房子，跟着你家起就可以了。好吧，到时候我让我爹爹帮你家看着点，反正就在隔壁，方便得很。好，谢谢元宝。谢啥呢？我小时候都是吃你家饭长大的，帮点忙是应该的。人多力量大，很快桃花村的春耕忙完了，房子也建得七七八八了。南宫瑞要回京复命了。元宝，要不你跟我一块回京城吧？你哥哥还有老太傅他们在京城等着你回去呢。不了，瑞哥哥，你替我向皇上和宜妃娘娘还有太后娘娘问好，我暂时就不去京城了。我打算留在桃花村和村民们一块种地，等桃花村一切都上正轨之后再说吧。他要留在桃花村，他答应过村民们会带着他们发家致富奔小康的，他不想食言而肥。南宫瑞有点失望，但这是元宝的决定，他没有资格干涉。杨老太傅在太傅府苦等不见元宝回来，听说回来的是三盼，一怒之下又回了叶宅住。两人是在3月底赶到京城的，比跟皇上告假的日期整整迟了1个月。老牛，你想不想趁现在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到处去走走看看？老爷，您是想做啥子呢？你去盯紧楚天阳，我看他想去找元宝，如果他去的话，我们也悄悄地跟着他一块儿去。楚天阳带着傻徒弟和2个老人在半路上和南宫瑞偶遇了。老太傅，您这是离家出走？杨大人他们知道吗？五皇子，您真是不可爱，我老人家要去找外曾孙女，这哪能叫离家出走呢？南宫瑞不想和老太爷争论这个问题，看他老人家精神还不错的样子，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于是南宫瑞给老太傅派了5个侍卫随行，保护老人家安全到达桃花村，再赶回京。6月底，当楚天阳带着老太爷出现在桃花村的时候，叶老头家的新房子刚盖好。老楚，你看，这棵树起码有500年的树龄了，这得经历了多少风霜岁月呀！行了，老爷子，一棵大树有啥好看的？咱们赶紧去元宝家吧，前面村子里好像在办酒席，保不定是元宝家搬新房子吃席呢，慢了就赶不上了。走走走，赶紧吃席去，一定元宝家搬新房了。外曾祖，您怎么来了？你还好意思说？说好的过完年就回京城呢？外曾祖花儿都等谢了，你也不回来，我只好来找你了。外曾祖，不是我不想回京城，桃花村都被水淹了，我哪放心就这么回去呢？乡亲们怎么办？生病了都没法去镇上找大夫。行吧，看在你不是故意的份上，就暂时原谅你了。今儿你家搬新房啊？是的呀，外曾祖来的可真是巧，我带您入席吃饭去，尝尝乡下的饭菜。不过这都是去县城买回来的，自个儿种的现在只有青菜能吃。叶老头对他的到来表现了极大程度的欢迎，还专门介绍了村长和他堂弟等村里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老人给他认识。元宝当晚就写了一封信，让海东青给送到京城的叶宅去。外曾祖也真是任性啊，
就这么毫无顾忌的在外游玩了2个多月的时间，太傅府外公他们都不知道担心成什么样子了。叶老头一家子还是挺忙的，建好了新房子，还要忙着建作坊。咱们的作坊还是得建，即使不做红薯粉和土豆粉作坊，将来花生和香料种出来了，也是需要作坊加工的，不是吗？不种红薯和土豆也行，这玩意儿多了就不值钱。想要吃去别村买，2文钱就能买1斤了。谢小梅却说希望保持辣酱作坊，因为之前的辣酱作坊一直都是她在管理着，她都管出经验来了。辣椒作坊可以保留，另外让村长在村里公用的土地建一个罐头作坊，到时候桃花身上的桃子全部加工成罐头卖出去，那玩意儿能收到天冷都不会坏，一定能卖大钱，卖到的钱村里人一块分。元宝现在满脑子都是做生意的点子，想来想去，他甚至想把桃花村打造成生态农场。元宝在桃花村开启了新的种地模式，和村民们一块种植香料作物。三盼还给家里写了信，告知苏玉宁和武盼的事情。原来苏玉宁在殿试中夺得了第1名状元，武盼稍微落后一些，没能排在前3，得了2甲进士出身。苏玉宁进了翰林院当差，武盼则申请回了梧桐县。梧桐县县令吴志远此次赈灾有功，加上平时的政绩，顺景帝把他升职做了云林府的知府。武盼刚好请求回梧桐县，就答应了武盼的请求，把他任命为梧桐县的县令。叶老头也很开心，孙子要回梧桐县当县令了，太好了，他都在想着祖坟冒青烟要去祭祖的事情了。武盼在11月过完皇上的万寿节之后，动身回了桃花村。好小子，果然没有让爹失望。武盼，娘终于等到你回来了。武盼，四盼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吗？他就这么喜欢留在京城当掌柜？奶，我四盼哥他不是想留在京城当掌柜，他留在京城是看中了人家一个姑娘。这小子终于开窍了。武盼呐，你跟奶说说，他这是看中了哪家的姑娘？奶，我四盼哥他看上了京城最大的粮铺东家的姑娘，你还记得吗？那粮铺就在离烤鸭店没多远的地方。记得，当然记得。难怪去年他不愿意跟咱们回来桃花村呢，是不是那时候四盼这小子就看上人家了？奶，这我可就不知道四盼哥他啥时候看上人家姑娘家了。他让我捎口信儿回来给爷奶和爹娘，啥时候能去京城帮他提亲呢？行，老三呐，看来过完年咱们又要去京城一趟了。谢谢娘，一切听娘的安排。奶，虽然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呢。你这小子啥时候学会说话说一半留一半了？是啥好消息？赶紧说。是啊，武盼，快告诉我们是啥好消息。爷奶，二伯娘，我三盼哥他要当爹了。他爹，你听见了吗？咱们要当爷爷奶奶了。听见了，媳妇儿。元宝也很开心，他又要当姑姑了。此时快过年了，衙门也已经放年假，等过完年再来衙门上任吧。今年虽然遭了水患，但下半年元宝带着大家都赚了一点钱，所以桃花村的村民这个年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出了正月15就算过完年了。叶老太和家里人在商量去京城给四盼提亲的事情。你们早一些出发去吧，我就不去了，家里开春后忙着呢。娘，要不您和小梅一块去就行了，家里生意那么多，我这都脱不开身呢。那你和你媳妇儿一块儿去得了，四盼还是你儿子呢。娘，话可不能这么说，四盼他也是您孙子不是？您是长辈，女人家比较会操持这些事情，我一个大老粗去也帮不上啥忙啊。三弟，你说的也没错，可是总得有人送娘和三弟妹去吧？难道你就放心让娘和三弟妹2人就这么去京城？
这不是1个时辰1天的事情，是1个月呀。这……叶家人有不能确定的事情时，总是习惯性的看向元宝。你们看着我干嘛？我不跟着一起去的呀。我要留在家里种花生，厨伯已经研究出设备了，今年还得想法子榨花生油呢。老三，陪着你娘和你媳妇儿去，就这么说定了。你们把事情办完了就回来。元宝给奶奶准备了一些上门贴心的礼物，比如养颜膏、养生丸，还有1颗100年份的人参等。4哥哥对他也很重要，将来每个哥哥成亲，他都会照办的。南宫瑞听说叶奶奶来京城的事情，满心以为元宝会跟着一块儿来，结果令他失望的是，元宝依然留在桃花村。他去年从桃花村赈灾回来到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元宝了，特别想见一见他。元宝除了种地、学习外科手术，也会抽空经常去看望一下师傅。他和师傅学本领，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医术了，其他的都一般，但也比其他人强很多了。元宝今天感觉肚子不太舒服，闷闷的疼，他以为自己吃坏肚子了。他正想给自己配点药吃，可是一站起来的时候，下腹一阵热流涌出。这个感觉上辈子的时候太熟悉了，大姨妈来找他了，早知道就提前研究好卫生棉了，现在可好，没辙了。自己一直是以孩子的身份生活着，都忘记了小女生就是这个年纪会来初潮的。元宝，快告诉娘，你哪儿不舒服？娘亲，我没有不舒服，是那个来了。哪个来了？就女儿家每月都来1次的那个。我闺女长成大姑娘了呢，别怕，娘早就帮你准备好东西了，现在就去帮你拿过来。当杨婉儿把东西拿来给元宝教他用的时候，元宝无语极了，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他感觉既不卫生又不方便，不过现在没有办法，只能暂时将就着用了。等他这个月过了，一定不会让自己再将就，他要自己弄一款舒服又方便的卫生巾，还要让家里的人都能用上。8月15，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元宝满15岁的生辰。杨婉儿打算给闺女儿办个简单的吉吉礼。娘亲，我刚起床，为何要沐浴？听话，快去，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记得穿上娘亲给你做的那套新衣裳。元宝不知道娘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听话的洗了澡洗了头，就去找娘亲了。今天你满15岁了，爹娘想着给你办个吉吉礼，所以叫来了你2奶奶3奶奶他们一块过来热闹热闹。来，过来这边坐，让你2奶奶给你梳头。哦，原来如此。元宝不知道还有这回事儿，也没有人跟他讲过。吉吉礼不就是成年礼吗？是了，这里女子及笄之后就可以成亲了。他一下子没想起来。2奶奶作为赞者给他梳头发，一梳梳到头，福气跟你走；2梳梳到头，富贵又无忧；3梳梳到头，一生永不愁。念完之后，2奶奶给他梳了个成年姑娘的发型。2奶奶和3奶奶扶起元宝，让他跪在爹娘面前行跪拜礼，以感谢爹娘的养育之恩。他的闺女儿啊，闺女行了吉吉礼就代表长大了，将来嫁了人，让他这个老父亲可怎么舍得呀？之后来参加吉吉礼的人一块吃了一顿饭，这就算完事儿了。远在京城的南宫瑞百无聊赖地转动着手中的一根精致的簪子，这是他为元宝特意去找人打造的。簪子上面那颗红宝石虽然是元宝送给他的，但是他觉得吧，红宝石嵌在簪子上特别适合元宝。他以为元宝这个时候会到京城的，毕竟听说他大嫂下个月要生孩子了。早在5天前，他就派人去城门口等着了。可是他左等右等都等不到元宝入京的消息。8月底，元宝和爷爷爹娘入京，楚天阳和老太傅紧跟。元宝回宫的第3天，进宫去看望皇上、太后和宜妃娘娘。太后娘娘、宜妃娘娘，
这是元宝从桃花村带来的香包和花生油，香包里的香料是桃花村里种出来的，元宝特意按你们的体质配的，这个颜色的能安神助眠，适合太后娘娘；这个颜色的湿麻麻香，适合脾胃虚弱的宜妃娘娘。花生油是村民们种的花生，自己村子油坊压榨的，带一些给你们尝尝，都是一些桃花村的特产，不值什么钱，希望太后娘娘和宜妃娘娘不要嫌弃。不嫌弃不嫌弃，元宝给的都是最好的。南宫瑞知道元宝进宫去了皇祖母那里，也赶紧来了慈宁宫。瑞哥哥，怎么1年多不见，他感觉南宫瑞又长高了。南宫瑞的感觉和元宝一样。怎么1年多不见，小丫头长高了？元宝，你给皇祖母和母妃配了香包，给我准备了什么呀？瑞哥哥，我也给你准备了香包，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带。有何不敢？元宝敢给，我就敢带。这个是你说的，那这个暗红色的是给你准备的，这个里面的香料不但能增强体质，还能防蚊虫叮咬。顺景帝看的心里酸水不断往外冒，他又不能像瑞儿一样厚脸皮问元宝要，只能不断的朝元宝眨眼睛暗示。皇上，这个黄色的和您的龙袍最配了，里面的香料能凝神静气，保持头脑清醒，特别适合您批阅奏折的时候戴着，就是不知能不能入了皇上的法眼了。真喜欢，谢谢元宝，元宝有心了。说完，他也把香包别在了腰间。带个香包怎么了？带香包又不丢人，他才没什么好顾虑的呢。何况这个香包是真的适合他，他在批阅奏折的时候就是容易犯困。元宝在太后娘娘那儿吃了饭之后，就离开了皇宫，让紫萱马上去通知二表哥，派人来叶宅拉从桃花村带回来的一车香包。他相信明天宁香阁的香包肯定很快会被抢购一空的。四盼成亲前是皇上的万寿节，所以叶家不敢把日子选在11月。11月18是皇上的万寿节，万不能和皇上同一个月办宴席，会忌讳。今年的万寿节，西兰国的小皇子樊元亮来贺，此次外使前来依然由南宫瑞接待。南宫瑞看着5年不见，现如今已长得气宇轩昂的小皇子，不知为何总感觉心里很不安。看见樊元亮，他会有一种被人抢走心爱之物的感觉，还会生出一种愤怒不安的情绪，就像小时候他最心爱的东西被几个皇兄合起来硬生生抢走一样。此次陪同小皇子前来的人依然是斯哈达大人和上一次来过南圣国的使臣。不知小皇子时隔4年后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实不相瞒，此番前来除了给贵国皇上贺寿之外，主要是斯哈达大人有求于元宝姑娘。是啊，听说贵国的元宝姑娘医术了得，实不相瞒，我中了一种只有我国风医才能解开的毒，可是当时她只给了我5年的解药。现如今5年之期已经快要到了，但是我找遍了西兰国都无法找到风医，无奈之下只好趁着来给贵国皇上贺寿之际，顺便来找元宝姑娘求医。如果元宝姑娘都没办法解了我的毒，我也就只有等死的份了。哦，原来如此。南宫瑞听了之后，虽然还是不太相信他们的动机就如此，但是好歹人家的说法有个出处。他离开之时往叶宅而去找了元宝，他要提前把这件事情告知元宝，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到时候人家找上门来而不知。元宝听了南宫瑞的来意之后，去找了楚天阳询问此事。他身上的毒早就解了，之所以一直忽悠他，就是让他不要乱说话，把药王谷给说出去，增加我的麻烦。没想到他还记着5年时间到了要毒发身亡的事情。那你这段时间可不要到街上乱逛，万一他撞见你了，事情不太好解释。
搞不好皇上怀疑我和西兰国有勾结，故意收了你这个西兰国的奸细，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毕竟之前出过圣明教的事情。我知道，可是万一他真上门求医，不小心撞见了怎么办？那要不你先带着若尘姐姐和小明去郡主府上住一段时间吧。等西兰国的人走了之后，你看是要回来这里住，还是直接住在郡主府都可以。这也行，反正你那郡主府大着呢，我就去那儿住吧。反正你迟早要搬进去的，我先去帮你增加一点人气。你今晚天黑就和若尘姐姐还有小明搬过去吧，我送你们过去，顺便交代一下，里面管家下人都配备齐全，吃食让厨房给你们准备，你就记得不要往外跑就可以了。行，我这就去和若尘说，让他收拾一下东西。皇上生辰这一天，元宝带着紫萱紫服进了宫。樊元亮看着眼前明眸皓齿、眼睛清亮有神、肤如凝脂的姑娘，4年不见，她长高了，也长大了，比4年前更漂亮、更灵动了。他的心不禁加速跳动了起来，他为她心动。元宝同时也在打量着西兰国的小皇子，这货4年不见，不知是吃了催长剂还是长高乐，个子怎么蹿得那么高啊？身高都快赶上南宫瑞了。4年前他还是个小屁孩呢。皇上的生辰无非都是贺寿、献礼、吃饭、看节目这些流程，也没有什么新意。轮到西兰国小皇子献礼的时候，他献上了西兰国珍贵的彩玉雕刻。祝福皇上万寿无疆，西兰国樊元亮奉父皇之命，特献上我国珍贵的彩玉雕刻，喜上枝头，为皇上贺寿，敬请皇上笑纳。西兰国皇帝有心了，请小皇子替朕转达谢意。此番前来南圣国，元亮还有一个请求，请皇上成全。小皇子有何事直说便是。元亮此番前来，除了向皇上贺寿之外，还想增进西兰国和南圣国之间的友谊，特意来求娶贵国的郡主元宝姑娘，两国联姻，请求皇上赐婚，成全此番姻缘。顺景帝脸都黑了，这臭小子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南宫瑞听到了樊元亮的话，心像被人揪住了一样的难受。有人要来打元宝的主意了。元宝才刚刚及笄，这些个牛鬼蛇神就想来打元宝的主意，想什么呢？元宝是他的，谁也不可以把他抢走。父皇，不可答应西兰国小皇子的请求。元宝早就答应过儿臣了，等他长大会嫁给儿臣当妻子。不管了，先把元宝说成是自己的，免得除了这个小皇子今天来，明天哪个国家的大皇子又来，什么牛鬼蛇神都想打元宝的主意。如果因为这样坏了元宝的名声，那就更合他意了，他会负责到底的。不得不说，他是故意的。他无法忍受元宝嫁给任何人，想想就会令他发狂。顺景帝看着平时聪明过人的儿子，此时怎的不长脑子了？瑞儿不这么说，他也不会同意的。现在瑞儿这么一说，肯定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要是元宝不愿意，这可怎么收场啊？但是他心里也在窃喜着，万一这事儿真成了，那就是好事一桩，元宝就变成他皇家的人了。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心心念念的事情。你们先起来吧。小皇子，你也听见了五皇子的话。这件事情咱们最好先问一问当事人元宝的意见，听听他的想法。他是我南圣国的大功臣，朕并不想做那种乱点鸳鸯谱之事。在下面的三盼和苏玉宁虽然座位不是在前面，但是也听到了西兰国小皇子和五皇子的话。三盼生气的都快要捏碎手中的茶杯了。这些个都不是人的东西，他的妹妹还那么小，他们就在想打他的主意了，想屁吃呢。平时他看南宫瑞挺顺眼的，
现在看他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里外都不是人。苏玉宁则冷沉着一张脸，毫无表情的脸上不知道此刻在想什么。此时的元宝在女眷区这边被那些大臣的家属缠着把脉呢，丝毫不知道那头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到开席了，吃完饭之后，他被单独叫去见了皇上，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被叫到了皇上跟前的时候，看到西兰国的小皇子和南宫瑞两个人像两头即将要上斗牛场的野牛一样，互相眼红地瞪着对方瞧。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瑞哥哥跟人家小皇子吵架了？元宝不必多礼，叫你过来是有件事情，想听听你的意见。什么事情需要听我的想法？我的想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皇上，元宝受宠若惊，不知让元宝前来是为何事？西兰国小皇子提出请求，想求娶你进行两国联姻。瑞儿说你早就答应了长大要嫁给他，你是当事人，所以把你叫过来。元宝听了皇上的话，都想开口骂人了。他喵的，西兰国小皇子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求娶她呀？还有，他什么时候答应过南宫瑞说长大了要嫁给他？元宝看着西兰国小皇子和南宫瑞皆满脸紧张地看着他，但他此时只想骂三字经。他才15岁，15岁呀！尤其看着南宫瑞，也许他是为了他不得已故意这么说，但是他都不想想他的感受吗？怎么看都像一头披着羊皮的大灰狼。还有这个什么鬼小皇子，输不起还是咋的？想把他娶回去慢慢虐待吗？他两个都不想要，他压根儿没想过这么早嫁人。他以为他不用那么快面对这些事情的，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猝不及防。南宫瑞紧张的手心直冒汗，看元宝一声不吭的看着他。元宝好像生气了，元宝生他的气了，怎么办呢？元宝还是会从大局出发考虑的。此时他就在想着该怎么说才能让两方人马下得来台面呢？顺景帝也不打断他，由他静静的思考。他相信元宝一定不会选择西兰国小皇子的，即使选择了他也不会同意的。元宝低头想了一盏茶的时间。皇上，元宝还没有长大呢，这件事情能不能等元宝长大再说？顺景帝哈哈大笑起来，他没想到元宝想了这么久，找的居然是如此蹩脚的借口。你们都听见了，元宝说等他长大了再说。皇上，据我所知，元宝他已经及笄了，男胜过女子，不是过了及笄之年就能谈婚论嫁了吗？如果元宝姑娘不想那么快完婚，我们可以先把婚事定下来。他面子有点挂不住，他堂堂一个皇子来求娶一个郡主，没想过他会不愿意嫁。他连公主都不求娶，就诚心诚意来求娶她，可他居然没有答应。只要他愿意嫁给他，那么他就是皇子妃，再过不久就是太子妃了，不比他当郡主强多了吗？元宝姑娘，本皇子诚心求娶，回国之后父皇就要宣布本皇子为太子，你嫁于我之后就是太子妃。南宫瑞又紧张了，原来这厮即将成为太子了，条件好像比他好一点。妈妈的，姑奶奶给你台阶你不下，给你面子你不要是吧？就不给了。小皇子，你是不是输不起啊？元宝姑娘为何如此说？本姑娘就是看你输不起。4年前你在南胜国输了不甘心，特意等本姑娘及笄了，就装诚心来求娶，实际上是想把我娶回去虐待，你就是不安好心。输不起就不要比试啊，男子汉大丈夫一点气概都没有。本姑娘略懂医术，看你面相就知其内里。小皇子内里一定是一肚子坏水，不止心黑，肝也黑，心肝脾肺肾都如墨水般黑，
还心胸狭窄，小肚鸡肠。本姑娘断定你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就算九阳还魂草也救不了你。劝你早早回去西兰国准备后事吧，你时日已无多矣。元宝一口气骂完都不停歇的，早知道这王八蛋是这个意图，就带着外曾祖进宫来，骂他个乌龟蛋臭鸡蛋3天3夜，老子就不带怕的，除生死无大事。樊元亮被元宝骂懵了，他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她回去虐待她了？他心肝脾肺肾都黑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命不久矣。他还心胸狭窄，小肚鸡肠，他怎么不知道啊？骂得好，继续骂，骂死他！他一点也不觉得元宝骂人有什么不好，相反的，他觉得好极了，可爱极了，漂亮极了。顺景帝却憋得慌，他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声。他一直都知道小元宝是个小话痨，不讲则已，一讲起话来就会喋喋不休。不过从没有见过他生气骂人，没想到这小丫头骂起人来这么顺溜。樊元亮一脸懵地看着元宝，有点不知该如何回应。我没病。元宝不想和他说话了，4年过去也没见这人长多少脑子，还号称是西兰国最聪明的人，聪明个屁呀！皇上，元宝可以回去了吗？外曾祖他老人家在家等着元宝回去陪他斗地主呢。元宝，你和老太傅为何要去斗地主？你们去斗哪家的地主？斗得过人家吗？要不要朕派人去帮你？皇上，此斗地主非彼斗地主，元宝和外曾祖玩的斗地主是一种娱乐游戏。哦，原来如此。那元宝有空进宫教朕，也玩一玩这个斗地主的游戏，好不好？好，那元宝就告退了，祝皇上生辰快乐。元宝说完就离开了。你们俩也退下吧，朕累了。是。南宫瑞赶紧退下追元宝去了，他要和小丫头解释清楚，免不得她误会了。元宝，你等等，听我说。你们俩去那边等我。是，小姐。瑞哥哥要跟我说什么？元宝，我今天在西兰国小皇子面前说你答应了长大后要嫁给我，你是不是很生气？刚开始是挺生气的，现在没那么生气了。瑞哥哥可以说说你为何要这么说吗？我之所以这么说，一是想断了西兰国小皇子的念头，二是为你考虑，三是为我自己考虑。瑞哥哥，一我能理解，这2和3和解，为我考虑什么？又为你考虑什么？这个腹黑男说话就不能直接一点吗？元宝没有想过吗？你过了及笄之年后，现在是西兰国小皇子来求娶，明年说不定东胜国的大皇子也会来求娶，年后又会是谁呢？你想离开南胜国，远嫁到其他国家去吗？我没有离开南胜国的想法。瑞哥哥，你是不是有点担心过头了？会有那么抢手吗？会有这么多人来求娶？当然有，你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多招人稀罕吗？即使不是其他国家的人来求娶，也会有其他贵公子上门求娶，很快你家门槛就会被媒婆踏破喽。元宝第一次从南宫瑞这个傲娇货的口中听到他说自己漂亮，招人稀罕。以前他要么就说他矮，要么就说他武功烂打不过他，要么就说他聒噪，就没有一句是好话。元宝左右张望了一下，你看什么？我看看太阳有没有从西边出来啊？有啊，你看西边，那挂着的不是太阳吗？瑞哥哥，那是太阳准备从西边落下去，不是要出来的。那还不一样，反正都是太阳，都在西边。元宝被南宫瑞说得无法反驳，好像他这么说也没错的样子。瑞哥哥，你刚才说3是为自己考虑，你为自己考虑什么啊？元宝，实话和你说，当我听到樊元亮说要求娶你的时候，我内心很害怕，
害怕你被他带走了，害怕你答应他。同时，我内心也很暴躁，很想把樊元亮给偷偷的暗杀掉，就怕你被他抢走。元宝，自从你前年回桃花村过年开始，我心里总是会想起你，所以当我知道桃花村闹水患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父皇请求要去桃花村赈灾，就是因为担心你，想见见你。后来回京城复命之后，我见不到你了，就会拿出以前在桃花村的时候画的画，来偷偷的睹物思人。你及笄的那一天是8月15，我本以为你会来京城，派人在城门口整整等了1个多月才等到你，可是给你准备的及笄礼却没有机会送出去了。元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小时候我就是把你当妹妹看待的，还在心里发过誓，要一辈子把你当妹妹，不让任何人欺负你的。元宝，我想我也是病入膏肓了，你救救我吧。这货是在向他表白，他爱上他，为他而相思。话说南宫瑞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那么多话的，今天的他有点反常啊，这怎么会这样呢？他们顶多算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还没发展到这一步吧？是不是太快了呀？他漏了哪一步？他才15岁，一点也不想嫁人，谈恋爱也算是早恋吧。何况他不想跟人谈恋爱呀，特别是这里的男人可以拥有3妻4妾，他没办法接受啊。特别是皇子什么的，可以拥有1个正妃4个侧妃，妾无数，他更受不了。1个锅配1个盖，1个碗装1份菜，他没办法接受1碗装多菜，那样会串味儿，难吃。元宝想要跟南宫瑞说清楚，南宫瑞已经19岁了，也许南宫瑞从自己这里得不到结果之后，皇上就会为他指婚，到时候就会忘记这段还没开始的单恋了。瑞哥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应该是比较了解我的。我现在才15岁，大部分时间都在桃花村种地，没想过这些事情，也没想过这么早嫁人。而且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无法接受男人3妻4妾，更无法接受皇子、正妃、侧妃和妾的规制。我更喜欢的是1对1纯粹的感情，不掺杂其他任何的因素。将来即使我要嫁人了，也要找像我们叶家的男人一样，不会娶3妻4妾的人。你看我们桃花村就没有哪家是有3妻4妾的，是不是很少有争吵，很少有家庭矛盾产生？也许你会说，那是因为他们没钱、没条件、没能力3妻4妾。但是我想说，没钱不也挺好的吗？没钱就夫妻俩努力赚钱过生活，有手有脚又不会饿死。南宫瑞听完元宝的话，陷入了沉思。原来小丫头不接受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元宝，你觉得自己还小没关系，我愿意等你长大了，长大到想嫁人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了你做到只有你一个妻子，保证不会有3妻4妾。睡哥哥，不要随意承诺，你的身份注定你做不到的。元宝，我的身份早就在出生的时候注定，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会用我的行动表现给你看。反正都已经捅破那层窗户纸了，南宫瑞干脆一条路走到底。他不要元宝嫁给别人，就是想象一下他都会窒息。无论要他等多久，他都会等下去的，一直等到他愿意嫁给他为止。睡哥哥别说了，我累了，想回家。好，我不说，我送你回去。不用了，子轩子服在那边等着我呢。南宫瑞不管，坚持要送元宝回家。元宝晚上想着白天南宫瑞说的话，居然失眠了，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该死的，他从来不失眠的。睡不着的元宝干脆起来坐在床上，学师傅的样子打坐呼吸吐纳，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跟他一样睡不着的还有南宫瑞，他一直在脑海里回放着元宝从小到大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还有元宝今天说的话，在心里再次确定自己的心意。他就要元宝一个人，
谁也不要。还有一个人也睡不着，那就是在驿馆的樊元亮，他被拒绝了。他不但被元宝拒绝了，还被他骂了。想着元宝叉着腰骂他的样子，他居然觉得元宝有点可爱。他是不是真如元宝所说的那样病入膏肓了？元宝由于昨晚没睡好，今天起迟了。子轩，是谁找我？小姐，那个人是西兰国的斯哈达大人。是他自己来，还是那个小皇子跟着他一起来？这么牛高马大的一个人还叫小皇子，真是的。奴婢看见的只有他一个人。行，他大概是上门求医的，你带他去沁水亭那等着，我一会儿就过去。是，小姐。元宝姑娘好。斯哈达大人来找我有事。元宝姑娘，实不相瞒，小老儿我是上门求医的。哦，我看大人脸色红润，中气十足，不像有病的样子呀。哎，我这只是表面这样，其实中毒已深呐，再找不到解药，很快就要毒发身亡了。那大人伸出手来，我帮你把脉看看还有没有救。元宝一把脉，什么狗屁中毒已深，是吃的太多脑满肠肥了吧？好吧，遇上本姑娘了，就帮你清清肠胃吧。大人从脉象上看，中毒多年，最近这4年没有发作过，但是明年一定会毒发，而且一旦毒发之后，大罗神仙都难救。元宝姑娘厉害，从脉象就能诊断出病因，比我国的御医还要厉害，完全说对了。不知元宝姑娘可有法子解了这毒？老夫深受其害呀。你这毒其实不难解，你看你是想一次性就解毒完成，还是1年解毒一次？姑娘能一次解完毒，那真是太好了，我选择一次解毒。是这样，大人，你1年解毒一次就没有什么痛苦，选择一次解毒完的话就会很痛苦的哦，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只要死不了，我不怕痛苦，痛苦一阵子好过痛苦一辈子。好，大人有毅力是好事，死不了，大人会痛苦几天。老夫不怕，请元宝姑娘赐解药。子服，你去药房取一颗谢谢你给斯哈达大人。是，小姐。就连旁边的紫萱都忍不住别过了头偷笑。小姐要捉弄这个斯哈达大人呢。小姐研制的药千奇百怪，这个谢谢你是泻药，吃一颗会让人拉肚子3天。斯哈达拿了药，千恩万谢地离开了。他没想到元宝姑娘这么心善。就这样，斯哈达大人在驿馆整整拉了3天肚子。樊月亮怕他出事儿，让随行而来的太医给他开药，但是他坚持不吃药，说是在解毒。第5天，斯哈达大人就龙精虎猛了，他的大肚腩都小了1圈，而且精神比以往更好了，走路也轻快了很多。他觉得自己都年轻了10岁了。果然，解了毒就是不一样啊！他更佩服元宝姑娘了。今天特意备了礼物去叶宅感谢元宝姑娘。你那天去求药的时候，不是送礼了吗？小皇子，这礼多人不怪呀。我是真心想感谢元宝姑娘的，她帮我解了毒，以后我都不会再担心毒发身亡了。那本皇子跟你一块儿去。斯哈达无所谓了，反正他的毒已经解了，也不担心小皇子跟着一起去要不到解药。皇上的万寿节都过去5天了，这个樊元亮还不滚回他的西兰国去，不知道想打什么歪主意呢。他看见了斯哈达提着礼物和樊元亮上了有西兰国车徽的马车。刘伯，掉头，跟上西兰国的马车，看看他们要去哪里。南宫瑞远远地跟着樊元亮的马车，只见马车一直往元宝家的方向驶去。这个王八蛋果然还不死心，还想来骗走我的元宝。玉宁表哥，
你今天为何不去翰林院当差？怕你小丫头想不开，告假了半天，想跟你聊聊。瞧你说的就不是我，我是谁呀？什么事情值得我想不开？说真的，那天西兰国小皇子和五皇子说的话，对你就没有一点影响？你有什么想法？表哥，我没有什么想法，我才15岁，我不想那么早嫁人，我也跟他们说清楚了。哦，后来皇上把你单独叫去，你们说了什么？能说什么？那个西兰国的小皇子就说他回国后就要当太子了，让我嫁给他当太子妃，然后我就把他骂了一顿呗。元宝出息了，都敢当着皇上的面骂人了？你骂他什么了？有啥不敢的？我又没有骂皇上，我就骂他有病。时日无多了，赶紧回西兰国准备后事。那你骂他了，他怎么说呀？有没有说大胆，你可知罪？表哥，你笑死我了！你是来搞笑的吗？我当然是没有这么说啦，我说我没病。苏月宁又笑了，笑得温文尔雅，笑得花儿都要羞愧了。表哥，你笑起来真好看。是吗？那以后我多笑一点给你看。那个五皇子呢？你对他说了什么？我就对他说，我不想那么早嫁人，还有我无法忍受3妻4妾和皇子娶妻的规制。那他又是怎么说的？他就说他可以做到只有1个妻子，可以等我长大，一直等到我想嫁人为止啊。元宝不要着急，慢慢长大，慢慢看，不要轻易答应任何人，一直找到你认为合适的人才答应嫁给他。要是一直都没有那个人出现的话，将来等你变成老姑娘没人要了，表哥娶你。元宝嘟起了小嘴巴，边追着苏玉宁要打他，边说：臭表哥，你才会变老没人要呢，我是小仙女，我肯定能找到喜欢我的人的。苏玉宁保持着距离跑，给他追。亭台水榭上留下了2人欢快的笑声。南宫瑞和樊元亮还有斯哈达来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欢乐的场景。南宫瑞眼神暗了暗，原来元宝和苏玉宁最要好，难怪当初苏玉宁从桃花村离开的时候，元宝送他礼物自己会不高兴呢。原来那时候自己潜意识里就开始喜欢元宝了。他顿时生出了危机，不会又多一个人和他抢元宝吧？真是该死！苏玉宁今天为何不去翰林院当值呢？他是特意留在家里陪元宝的。南宫瑞心里酸得不行。和南宫瑞一样心里不舒服的还有樊元亮。元宝对着他就骂得他狗血淋头，对着别人就笑得那么开心。那个人是谁啊？难道是元宝的心上人吗？元宝，人家追到家里来了，你可有应对的法子？不需要应对的法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我跟你一起去会会他们，关键时刻也能帮你骂人的。苏大公子温文尔雅，不适合骂人，别为他们崩塌了你的人设，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即可。人设？人设是什么呀？为何他读了那么多书，从没有听说过呢？两人走到前厅，向2位皇子行了礼。行礼后，没人开口先说话，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元宝姑娘，谢谢你帮老夫解了毒，今天老夫是特意来感谢你的，这是小小礼物，请你务必收下。斯哈达大人解了毒，感觉如何啊？哈哈哈，老夫感觉一身轻松，睡觉更香了，走路都轻快了许多。拉了3天，把你体内该排的废物都排出去了，能不轻松吗？那就好，大人体内的毒一次性解完了，以后就不需要再担心毒发身亡了。是，多亏了姑娘妙手回春，多谢姑娘了。和斯哈达大人哈拉完了，元宝就不知该说什么了，于是保持沉默不语。他一点也不怕气氛凝固，反正他是不会尴尬的。南宫瑞见元宝不说话了，
也不想和樊元亮说话，于是他跟苏玉宁轻声交谈了起来，就是故意要把樊元亮晾在一边，让他识趣自己是多余的，然后自动离开。樊元亮见没有人跟他说话，元宝姑娘，本皇子明天就要离开南圣国回西兰国了，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之前所说的事情吗？南宫瑞和苏玉宁自动停下了交谈的声音，都竖起耳朵来。承蒙小皇子看得起，本姑娘毫不考虑。西兰国很漂亮，风土民情和南圣国有很大的区别，要不元宝姑娘跟本皇子先去西兰国一趟，若是喜欢再考虑我们的事情，要是不喜欢，本皇子再派人送你回来可好？南宫瑞紧张不已，没想到对方段数那么高，这么掉身份的话都能说得出口，果然没安好心，想骗走他的元宝。他刚想开口讽刺挖苦一下樊元亮，他乡的景色再美，也抵不过家乡的热土。承蒙小皇子的厚爱，元宝就不去凑这番热闹了。你想得美，跟你去一趟西兰国，本姑娘的名声都毁完了，你想什么呢？樊元亮说不下去了，他都近乎卑微的跟他这么说了，他还是丝毫不为所动。看来人家压根就不在乎他是皇子还是太子。樊元亮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也不想自讨没趣，很快就离开了叶宅。元宝，我去京郊外的桃林取蜂蜜回来给你，你想一块去看看吗？去吧，好久没去了，你去看看也好，看看能不能弄些蜂皇浆。苏玉宁无语了，说好的不想理五皇子了呢，怎么这么快又跟人家去看什么蜂蜜了？他也会养蜂的呀，他在桃花村还为元宝养了好几年蜜蜂呢。要是元宝喜欢，他觉得自己还可以为他养蜂。元宝可不知道苏大少在想什么，一码归一码。虽然他没有答应南宫瑞和他谈恋爱，但是也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呀。他们还有一起长大的情谊在呢，怎么说也是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不是？所以宁见没他什么事情了，反正都告假了，就去陪陪老太傅下棋吧，下棋能让他稍稍有点起伏的心平静下来。爹，现在宫里情况挺复杂的，太子一直在相国寺不愿意回来，都已经2年不回皇宫了。朝廷重臣对于太子的做法说辞颇多，前一段时间就传出说各位重臣一起上奏要求废太子，改立五皇子为太子。难怪这1个多月很少见五皇子来蹭饭了，原来还有这么个事儿。唉，皇家的事情咱也不好多说，爹现在就担心北境的战争，二盼他就在兰城北境啊，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爹也不必太过担心，二哥他是个机灵的，即使上了战场也会保护好自己的。是啊，爹爹，我二哥哥他可是有武功的，没事的。唉，但愿如此。午后，南宫瑞来找元宝。元宝，父王决定了，明天他就要宣布改立我为太子。3天后，我将率领大军前往兰城边境增援。瑞哥哥，皇上既然决定了，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就好好的做准备吧。我给你也准备一些药物带着去，但愿你都用不到它。元宝，你就不挽留我一下吗？你希望我上战场？瑞哥哥，你觉得我挽留你就不会走吗？你不是那样没有责任担当的人，即使最后你人留下来了，心也定然不在这里。既然如此，就去担起你该担的责任吧。皇上决定改立你为太子的时候，你就已经责无旁贷了。元宝，我……南宫瑞讲不出话来，元宝还是那么了解他，还是最为他着想的人。可是他也担心害怕，怕自己上了战场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所以他不敢讲任何要元宝等他回来的话。瑞哥哥，别想太多，一切顺其自然吧。你把小海带上吧，有什么事情到时候需要快速传信回来，给皇上也方便一些。我和小海说好了，他会听你话的。元宝还是对他这么好。临行，瑞儿，此番率军前往北境，
祝你旗开得胜，一定要多加小心。父皇等着你回来，开庆功宴。是，多谢父皇，儿臣定不辱使命，带军踏平他北辰国。父皇就等着儿臣凯旋而归的消息吧。瑞哥哥，这个给你，里面有一些我给你做的药物，能防不时之需，都写有说明的，你路上慢慢看。哦，还有一些吃的，给你路上慢慢吃。谢谢元宝。这是我研制的9阳还魂丹，你随身带着，关键时刻能保命。元宝，他好想抱抱他呀，他好想让元宝等他回来，他好想对元宝说他喜欢他，可是他什么也说不出口。瑞哥哥，我跟你说2句话。第一，一定要好好活着回来，等回来我告诉你想听的答案。第二，如果可以的话，把我2哥哥一起带回来。南宫瑞笑了，他的元宝知道他在想什么，知道他想要什么，还是回来告诉他想听的答案。惊喜来得太突然啊！好，我一定活着回来，等元宝亲口告诉我想听的答案。元宝天没亮就起床了，他心神不宁，心里堵得很难受。他昨晚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的2哥哥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出不来，他还梦到了瑞哥哥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任人呼唤也不醒。他被这个噩梦惊醒了，在大冷天里惊出了一身汗。这才刚过完年没到1个月呢，他又做这样子的梦，总感觉很不吉利，他心里不安极了。小姐，进来。小姐，你怎么了？你别吓奴婢啊。子轩，我做了个噩梦，梦见我2哥哥和瑞哥哥出事了。刚才我试着给他们算一卦，可是没有用，我什么也算不到，我好害怕。小姐别怕，您不是常常说梦境和现实是相反的吗？这个梦不是真实的，它刚好是反过来的。算不到，也许是您心太乱了，关心则乱，一定会没事的。子轩，这个梦太清晰了，清晰到我醒来都无法忘记它。往常我做梦都是一醒来就忘记了的。2哥哥和瑞哥哥一定是出事了，我要去救他们。小姐，奴婢陪你一起去。不，子轩，我自己去，我和小白一起去，很快就到了。你如果要去的话，明天告诉我爹娘再自己出发，就跟他们说我师父传信让我回去一趟，不要告诉他们我去了北境，免得他们担心。是，我现在就走，记住在我爹娘面前不要说漏嘴了。还有，去跟我外曾祖说一声，就说我去我师父那儿给他要神仙水去了，让他在家里好好锻炼身体，好好吃饭，按时休息。子轩知道小姐决定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只得一一应下。元宝去了后院，放出小白骑了一会儿之后，就停下来把小白放回了空间里。太冷了，冷风吹得他不舒服。他把小雀杏放了出来，朱雀会喷火，骑在他背上浑身都暖洋洋的，并不会感觉到冷，而且朱雀的速度明显比小白还要快很多。小雀杏，辛苦你了，带我用最快的速度去北京的孤鹤城。你们老实跟我说，元宝到底去了哪里？主伯，您今早不是听见我和老爷夫人说的话了吗？小姐她师父让小姨来传信，让她回去一趟缥缈峰。我一个字儿都不相信，即使他师父传信让他回去一趟，也不至于半夜就走人。你告诉我，元宝他是不是悄悄去北境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子轩惊讶于楚伯的敏感，楚伯这个小老头不太好忽悠啊。楚伯，小姐就是这么交代我的呀，我照小姐的话可没有说错，您就少问2句，别为难我了，行不行？这丫头果然有隐瞒啊。他觉得元宝一定是去了北境，他才不管子服子轩跟不跟他说实话呢，他要去北境找元宝，也许元宝需要他的帮忙呢。小雀杏带着元宝往北境孤鹤城飞去，元宝抱着小雀杏的脖子，没一会儿居然睡着了。他做了个梦，他的身体突然就腾空飞了起来。何方妖孽！
妈呀，这棵树会说话，这棵树居然会说话！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也太神奇了吧！你才是妖孽，你全家都是妖孽。本神树在此单身孤独5万年，全家就我唯一。那你有名字吗？这里是何处？你为何会在此孤独生活5万年之久？这里是神灵界之外的一方天，我名叫本，自有神识以来一直在此。元宝揉了揉耳朵，他没听错吧？这棵树叫笨，谁这么缺心眼儿给这棵可怜的大红树取了个叫笨的名字呀？还有神灵界是什么地方啊？神灵界之外的一方天又是什么地方？这已经是超越了他的认知太多太多了，他实在是无法理解。是谁给你取的名字啊？好有创意的样子啊！你别问。你该不会是做错事被罚到这一方天来的吧？无知小儿，勿要胡说！真是可怜，被我说中了吧？肯定是这样。那你有想过办法离开这里吗？元宝见大红树沉默不语，应该是被他说中了心事吧。那你想不想离开这里？想。哦，那我走了，你慢慢想吧。等等，你带我走。我带你走？我带不了你走啊，你又不会变身。我会化身为树藤，给你做腰带即可离开。我为何要带你离开？我跟你又不熟，万一带你离开，你想害我怎么办？我发誓不会害你的，若害了你，就让我万劫不复。哎呀，你说话小声一点，好得我耳朵难受。那你说说，我要带你离开的理由？你带我离开，我不想在此孤独万万年。我为回魂术，流出的汗液和陆梦魇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后，闻之可使因外力致死去之人返魂，但是死去之人不能超过1天1夜，超过1天1夜就回天乏术了。听大红树这么说，元宝想起了他做的那个梦。如果那个梦是真的，万一二哥哥和瑞哥哥他们……他不敢往下想，觉得这棵叫笨的大红树也许会对他有用呢。你跟我说说，为何会孤独在此5万年？来，说说你的故事吧，我看看你的诚意，才决定是否要带你离开。能否不说？不勉强，再见。等等，我说。元宝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准备慢慢听大红树说故事。我为神灵界的一棵回魂树，因5万年前在神灵界犯了错，打翻了龙太子的聚魂灯，致使下凡历劫的龙太子最后一丝神魂不能及时归位，因此触怒天神，被天神赐名为本，罚至此处，除非有附着物才能离开。5万年来，我想过无数的办法，但因无附着物，始终不能离开此处。元宝听了笨简短的故事，大致了解了，原来天上真的有神仙呐！天神不就是天上最高的统治者吗？看来以后他有事儿没事儿都要拜拜老天才行，万一天神看他诚意十足，保佑他了呢？那行吧，你告诉我，如果我需要你的汗液，怎样才能得到？那简单，你把我当成一把剑，来一套剑舞，即可让我出汗。那你和还阳草有什么区别啊？还阳草和我比，那是云泥之别。还阳草要和其他多种珍贵药物结合在一起，做成还魂丹才有用，而且是针对还有一口气吊着将死之人，断气死去之人是无用的。好吧，我要离开这里了，你如果确定要跟我走，现在就化身吧。
大红树瞬间化身为一棵红色的树藤，缠在元宝的身上。我叫元宝，你以后跟着我，没事不要说话，以免吓到别人，然后你会被当成妖怪烧死的。元宝，你就放心吧，我即使说话，别人也听不见的。只有具有天机福缘的人，才能听到回魂术内心深处的魂声。况且离开这一方天，到了外界，我就不能说话了。那就好，以后你就叫霓虹，不要再叫本了，难听。走了。霓虹，还不错，霓虹就霓虹吧，比笨好听多了。霓虹，你知道往哪儿飞才能离开这里吗？不知道。他是做梦来到这里的，那意思就是他现在是还在梦中，只要梦醒来就可以回去了。元宝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就只好停下来，躺在绿荫草地上睡觉了。元宝，你怎么就躺平在这里白死尸了？赶紧去找出路啊！你才白死尸，姑奶奶准备睡觉做梦，梦里啥都有，这是你一颗笨兽所不能了解的。我飞不动了，要休息。你又不知道出路在哪儿，就别说话影响我了。你快起来呀！这里的一方天本来就是个由梦境所成的地方，万一你真的在这里睡着了，就永远陷在梦境里，无法醒过来了。原来还有梦中梦的，幸好没睡着，要不然可就玩完了。霓虹，你说你既然知道这里的一方天是由梦境所造，那定然是知道如何打破梦境方能离去的吧？知道是知道，但是却没有办法。那你说说看，也许我有办法呢。想要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鹿梦魇。鹿梦魇是一头神兽鹿，专门造梦，也能解开梦境。如果陷在梦境里，鹿梦魇吹一口气就能使之清醒过来。但是鹿梦魇已经失踪很多年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哦，原来是一头鹿啊，元宝还以为是个人呢。但是什么？你就不能一次把话说完吗？有我在的地方，鹿梦魇是不会出现的。啊？为何？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身上流出的汗液和鹿梦魇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后，闻之可使因外力致死去之人返魂。就是说，有我在的地方，就表示鹿梦魇要流血，所以他很讨厌我。哦，鹿梦魇是一头鹿，一头鹿，一头鹿。他想起来了，他小时候在盘龙山里捡了一头受伤的麋鹿，他给它起名字叫做小米。会不会小米就是鹿梦魇呢？霓虹，你跟我说说鹿梦魇长什么样子的？鹿梦魇和麋鹿长得有点像，但是体型却长得很小个，身上的毛色和花纹都很鲜艳漂亮。元宝大喜，霓虹形容的不就是小米的样子吗？小米就是小小只的。于是元宝用意念从空间里把小米放了出来。小米斜睨了一眼元宝腰上那根红色腰带一眼，十分讨厌他的样子。小米，你是鹿梦魇吗？小米抬起头，他朝元宝点了点头。那你能不能带我离开这里？小米又朝元宝点了点头。小米，你现在就带我离开这里可以吗？我想离开了。小米又点了点头之后，朝着元宝吹了一口气。等元宝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仍然趴在小确幸的背上，小米还在他手里抱着呢。然而小确幸却是停在一座山顶上，不再飞了。他把小米和小确幸都收进了空间里，在这里骑着小白没那么显眼。小白，你很喜欢这里，那你想留在这里吗？小白摇了摇头，他虽然喜欢这里，但还是更喜欢跟着元宝。那就走吧，去那儿看看，那边有人。神鸟来了！神鸟来了！小白，
你变神鸟了呢，开不开心？元宝，小白，这里。他是南生国的人，他是奸细，把他抓起来。元宝骑着小白从那些士兵头上飞了过去。住手！那些士兵被小白一阵大风给刮飞的到处都是，有些士兵又跪了下来，纷纷朝小白磕头。你怎么会在这里？元宝郡主，他就是你的二哥，我们一起来北辰国，此事说来话长，你先想想办法救救你二哥。他被埋在塌陷的洞里已经1个晚上了，我刚把他挖出来，回头再细说其他的。元宝伸手在二哥哥鼻息间探了探，感觉不到一丁点气息。影一，我二哥哥他什么时候被埋的？距离现在有多久了？昨天偃师末的时候矿洞坍塌，距离现在已经11个时辰了，可还有救。影一，雪山之巅有千年雪莲能救我二哥哥，我要把二哥哥带去雪山之巅救治。小白一次最多只能同时带2个人，你一个人有办法离开这里吗？可以，没有问题。红色的是提升内力的药，可助你快速离开这里，不被他们追上。黑色的药是让你不会因快速提升内力而伤身。你一同服下之后，先离开这里回孤鹤城，我治好二哥哥之后再去跟你会合。谢过郡主。元宝不再说其他多余的话，让小白过来。影一把他二哥哥抱到小白的背上之后，他也快速上了小白的背，之后快速离去。影一看元宝带着二盼和小白飞走了，他总算是放心了。他提气凝聚丹田，一口气就蹦出了老远。那些士兵看着神鸟载着仙女和一个死人离开，都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感觉到了一道残影离他们而去。元宝带着二哥哥往雪山之巅飞去，他把红腰带取下，耍了一套师傅教的七尊剑法之后，只见红腰带就流出了鲜红的像血一样的汗。小米，我需要你的一点血液来救我二哥哥，你可以帮助我吗？小米悠悠地发出了可怜的叫声，一定是回魂术那个妖术跟元宝说了他血的作用，就知道一遇上那个妖术他就要倒大霉，但是元宝需要他，他就勉为其难地忍痛割血吧。他朝元宝点了点头，元宝有点不忍心，但是二哥哥等着他救呢。他取来锋利的匕首，在小米腿部放了一点血，接住小米流出来的血，之后帮他止血包扎好。小米，谢谢你啊，你好好休息，我去救二哥哥，他时间不多了。元宝守着二哥哥，等了一炷香的时间之后，看到二哥哥悠悠睁开了眼睛。姑娘，是你救了我？你是仙女吗？元宝愣了一下，二哥哥不认得他了？二哥哥居然不认得他了，他假装伤心地哭了起来。小白？他没看错吧？居然是小白。妹妹。二哥哥，你终于认出我来了，太不公平了。你死掉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你了，你都把我给忘记了。妹妹，二哥这不是死了，刚被你救过来吗？脑袋一时不灵光，如果是正常脑袋的话，一定可以一眼就认出妹妹来。他妹妹真的长大了，和小时候圆圆的脸蛋儿、胖嘟嘟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二哥哥，哪有人说自己脑袋不正常的？妹妹，都是二哥不好，害你千里迢迢来救我。你是怎么知道二哥有难的？二哥哥，你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和水分，我慢慢说给你听。好。元宝和二哥哥拉了一会儿家常之后，看二哥哥啃完了馒头。二哥哥，咱们先离开这里，回孤鹤城吧，这里真是冷死个人了。好，咱们先回去再慢慢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元宝，水哥哥，你还好吗？我很好，就是很想回京城，还有很想你。太子殿下，老臣听说有个大雪雕载着2个人到咱军营来了，原来是二盼这小子回来了。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谁呀？怎么会和二盼一起回来的？大将军，他就是元宝。元宝，这位是镇北大将军。元宝见过镇北大将军。哈哈哈哈，叫啥大将军呢？
元宝啊，要叫老舅爷，我是你老舅爷呀。元宝，薛大将军说起来还真是你老舅爷，他是你外婆的堂哥，你外婆的父亲和大将军的父亲是同胞兄弟。元宝见过老舅爷。元宝啊，老舅爷终于见到你了，还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见到种出红薯和土豆、名气响当当的元宝了呢。二盼，你怎么会是和元宝一起来的？你此时不是应该和影衣在北辰国才对吗？影衣人呢？太子殿下，此事说来话长，既然大家都在，咱们找个合适说话的地方，容我慢慢跟大家细说。好，大家一步到我那儿去吧。你们去说事吧，我一女子就不参与了。元宝说完，头也不回的快速离开了军营大门口。他还是赶紧离开吧，他以前听南宫瑞讲过，南盛国的军营是不允许女的进来的。二盼，你刚回来辛苦了，先回军营休息，我会安排一下元宝今晚的住处。南宫瑞说完，就赶紧追着元宝的身影离开了。二盼有些无语，他为了早些把北辰国的情况汇报给太子和将军，才这么着急忙慌的让妹妹先送他回军营。结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他就先带妹妹回兰城去了，带妹妹回去让媳妇和儿子见见他心心念念的妹妹，还顺便能见见媳妇和儿子呢。元宝，等等。瑞哥哥，你怎么来了？二哥哥说要赶回来，其实跟你汇报北辰国的事情呢。他太累了，让他先休息。你对顾鹤城不熟悉，这里的老弱妇孺都撤离到兰城了，只剩下一些自愿留下来身强体壮的男人和一些不愿意离开这里的人。你今晚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瑞哥哥不用担心啊，人撤离了，到处都是空的房子，哪儿都能住的。刚才我和小白在天上的时候，看到东城门那边有一座挺高的楼房，那里应该是个客栈或者酒楼吧，我正打算往那儿走去呢。那里是有一家醉仙楼，是整个顾鹤城最大的酒楼，我陪你一块儿去吧。好。两人往东城方向而去，边走边聊，大部分时间是元宝听南宫瑞在说，他从没见南宫瑞如此多话过。这一路走了半个时辰，南宫瑞就跟他说了半个时辰的话，说他来到顾鹤城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元宝刚开始还不觉得不应该听军营里的事情，但南宫瑞跟他说，元宝，整个顾鹤城都是你赢回来的，没什么听不得的。既然南宫瑞都这么说了，那他就姑且听着吧。霓虹，你喜欢这里，想在这里住，不想做我的腰带了是吗？霓虹离开了一方天也不会说话了，但黎红却用力晃了晃他身上的树叶。元宝明白了回魂术的意思，也就由得他，想在这儿就在这儿吧，反正他空间无限大，地方多的是。元宝美美的在空间里休息了一晚，将近天亮了才出来的，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口哨声一响，没多久小白就来接他了。元宝郡主，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要去雪山之巅找千年雪莲呢，你们回军营去吧，不用跟着我的。元宝说完就轻巧地跃上小白的背，往北辰国的雪山之巅而去。阿里，你真的看见神鸟和仙女一同出现在矿洞上，把一个死人带走了？是的，皇上，阿里亲眼所见，绝对不会有假。而且那个仙女会说南盛国的话。来人，派人去雪山附近日夜守候，如果有神鸟出现，立即禀报。是。元宝在雪山之巅上耗时4天，终于抓到了雪神精，还收获了一株千年雪莲的植株，他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小白领着白雪貂向元宝飞了过来。小白，这是你媳妇儿？小白点了点头。小白真棒，能自己找到媳妇儿了。那你有媳妇了，是跟我走呢，还是和媳妇留在雪山之巅上？小白用鸟语和他媳妇儿叽里呱啦的商量了一顿之后，两只鸟都向元宝靠了过来。小白，那你媳妇儿就叫小雪好不好？你看她的羽毛那么白那么漂亮，就像这雪山上的雪一样洁白无瑕。
小白高兴地蹭了蹭小雪的脖子，然后又是一顿叽里呱啦。小白，我们回去吧，二哥哥和瑞哥哥他们一定等急了。说完，他就跃上了小白的背，小白就带着元宝和他的伴侣一起飞走了。皇上，快看，有一双神鸟出现了！你们快点大声把神鸟和仙女喊下来，能喊下来有赏。于是士兵们更加积极地敲锣打鼓，大声喊了起来。小白，走，去看看北辰国人想干什么。放心吧，我会保护好你媳妇儿的。北辰国宇文霸见过仙女，见过神鸟。起来，请求仙女指点北辰国的未来出路。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请好自为之。元宝说完就跳上小白的背，让小白和小雪飞走了。管他呢，赶紧走吧，不能再装了，再装下去就露馅了。宇文霸听了仙女的话之后，就这么看着仙女和神鸟飞走了，久久不能回过神来。他真的做错了吗？北辰国会衰败，就因他不信守承诺？宇文霸迷茫了，他究竟该怎么办呢？想不通的宇文霸失落地回了皇宫。元宝，你可回来了，吓死我了。妹妹，你可回来了，担心死二哥了。是说了让你们别担心的吗？元宝，以后别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这万一他把你给抓走了，可如何是好啊？瑞哥哥别担心，他以为我和小白是天上派的仙女和神鸟呢，抓了我们是要遭天谴的，他不敢。宇文霸见了仙女之后的第5天，派人给孤鹤城的主将送来了一封信，表示愿意遵守当初的约定，不再打孤鹤城的主意，并表明以后每年会向南盛国进贡100匹战马，希望能换取和孤鹤城的贸易来往。你回去告诉宇文霸，若要再来犯，北辰国有的武器南盛国也有，关于两国贸易往来之事，等本太子回去禀报给我国的皇上才能定夺，暂且等着吧。孤鹤城一战到此也基本算落幕了，这应该算是有史以来开战之后结束最快的一次战争了。南宫瑞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元宝一来，所有局都破了，似乎只要元宝在他身边，所有觉得很难的事情最终都会变得很容易。元宝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他的福星，只要有元宝在，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可元宝还没答应嫁给他呢，因此南宫瑞决定要班师回朝了。他要赶回京城听元宝告诉他答案。元宝去了兰城，估计现在都已经回京城了。媳妇儿，你在家里收拾一番，我特意赶回来和你说一声，太子准备班师回朝了。他说带着我一起回京封赏，到时候你和小包子跟在军队后面，作为家属一起和我回去。我不能久留，我这就要赶回军营里去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元宝他上午刚走，要不然就能和我们一块儿回去了。他一个姑娘家的赶路，还真是让人不放心呢。哼，媳妇儿，你忘记我跟你说的了，元宝他有小白，不会跟我们慢慢骑马回去的。他骑着小白飞回去，不过是2、3天的事情，安全得很，放心吧。阿爹，我见过小白了，元宝姑姑带我骑着小白在天上飞过了，小白飞得又快又稳，可好玩了。你和你元宝姑姑偷偷去飞都不带阿娘，真是个小没良心的。元宝中午时分离开兰城，他打算先回趟桃花村看望家里人和村民们。老婆子，我做白日梦了，现在就能看到咱们的宝贝孙女。爷爷，你没有做白日梦，元宝回来看你和奶奶了。哎呦，奶的心肝儿啊，你可算回来了，想死奶了。奶奶，元宝也想您啊，想的心都痛了。师傅，你好帅啊！第3天的时候，他去了缥缈峰看望师傅。他来到缥缈峰的时候，看见师傅正在山顶上。天哪，他没看错吧？他的师傅正在拿着一把剑起舞。何为帅？师傅，徒儿在夸您的剑舞得好帅气。
帅气就是很好看的意思。师傅，你好厉害啊！当今世上这套剑法，唯有您能创造。哈哈哈，长大了，嘴巴倒是比小时候甜多了。师傅说的是真的，比珍珠还真。师傅就暂且当真吧。去北辰国可有收获？师傅，我在北辰国的雪山之巅看到了雪狐，但是他不愿意跟我走。还有，我抓到了雪神金，打算把它送给师傅呢。还不错。雪神晶也只有你能拥有它，别人即使抓到了，也没有丝毫的用处。雪神晶离开了雪山，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你就自己留着吧，对你有好处。哦，师傅，我跟您说，小白他在雪山之巅找到媳妇儿了。元宝絮絮叨叨地跟师傅说着在京城南宫瑞被封为太子，并且领兵出征北辰国的事情，还说了他去北辰国发生的事情。白素贞静静地听着小徒儿的絮叨，什么都没有问，仿佛一切了然的样子。你此次去北辰国收获不小，还积累了不少福泽，往后千万记住，不可造杀念，上天自会有安排。是，徒儿谨遵师傅教诲。时候不早了，回去吧。那师傅自己要多保重啊。元宝回到郡主府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他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回了他的院子。子轩和子服看到2个多月不见的小姐，委屈的像个小媳妇儿似的。你们俩怎的了？还委屈上了？小姐，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小姐，您不知道，您前脚刚走，我跟子服后脚就跟上了。主播还不相信我们俩说的话，也硬着要跟着一块儿去。可是都没到北境呢，在半路上遇到了班师回朝的军队。那让你们白跑一趟了呢。我才去了北境10天左右，就回了桃花村。要不是赶上我四嫂生孩子难产，我早就回来京城了。小姐，太子他在回京的路上昏迷不醒，已经半个月了，楚伯也没有办法把人唤醒。怎么回事？详细说说。听楚伯说，他毫无征兆的昏迷不醒，没有任何的不适。这一路上幸好有小姐的9转还魂丹给续命，半个月不吃不喝的撑回到了京城。影姨今天还来郡主府说，皇上已经派人到处去找小姐您了。你们去休息吧，天亮我就进宫去。现在太晚了，进宫也不合适。人一有心事儿就会睡不着，他干脆起来打坐。可是打坐也不能让他静下心来，脑海里总是出现南宫瑞的身影，想着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点点滴滴，到入京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不可否认，他心里是有南宫瑞的。原来在不经意间，在他不察觉间，在日积月累相处的日子间，南宫瑞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位置。娘娘别担心，瑞哥哥他没事儿。他刚才帮南宫瑞检查了一遍，确实是没事儿。元宝，瑞儿他既然没事儿，为何还不愿意睁开眼睛呢？娘娘，瑞哥哥他也许是被梦魇给掩住了，我需要一点时间帮助他从梦境中走出来，他才能够清醒。我想把瑞哥哥带回郡主府，可以吗？可以，你赶紧带他回去，瑞儿就拜托你了。顺景帝恨不得元宝立刻把他儿子带回家，这样元宝以后就要做瑞儿的媳妇儿了，元宝就能变成他家的了，他多年的心愿就可以实现了。皇上，臣妾想跟元宝去郡主府照顾瑞儿，请皇上允许。皇上，你就让他去吧，悄悄去便是。在宫里，他也是寝食难安的。多谢母后成全。谢什么呢？哀家也是一个母亲，自然能理解你的感受。元宝看着这一家子，谁说皇家生就无情呢？这不是挺好的吗？也许将来嫁给南宫瑞了，也没有那么糟糕呢。最多他变心了，他卷铺盖跑路就是了。元宝，你带着他回来还住进你的院子，以后名声可就毁了。
爹爹，您看看瑞哥哥，他从小就在桃花村长大，每年过年都在我们家过，就像咱们的家人一样了。即使女儿真不管他，换成是您会医术，您真的能做到放任不管吗？好了，你就别纠结了，闺女她心里有数，这不正合你意吗？可以留着闺女儿养一辈子了。话是这么说，可他也希望闺女儿能寻到自己的幸福啊。可是他都在心里头过滤了100遍南胜国他所知道的优秀男子了，好像除了南宫瑞，也没有人能配得上他闺女儿了，一个都没有。你决定要嫁给他了？不过你也老大不小了，过完今年都18了，是该嫁人了。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得到你说的那个一个锅配一个盖儿。外曾祖，等他醒过来再说吧。我想清楚了，他做不到也没事，到时候他变心了，我就卷铺盖跑路，带上外曾祖一块跑路可好？那感情好啊，老头子我喜欢跟你跑路。元宝，你可不能偏心抛下我呀，到时候可一定要带上我，我也是要跟你跑路的。行，没问题，你们都跟着我跑路，我们全家一起跑路。南宫瑞真如元宝所说，他陷进了梦境里，醒不过来。恭迎太子回归。这里是哪里啊？这是9重天上的仙宫，这是太子您的仙府。他走进来所谓的仙府，看见屋里床上躺了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在那里安详的睡着。真是没用，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你把我的2丝气何时归还？他朝着那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吹了2口气。还你。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被他气到了，哼了一声又躺了下来，不再和他说话。南宫瑞不理他，亲自参观起了这座宫殿。眼前突然一片黑暗。元宝带着南宫瑞回郡主府已经1个月了，任凭他用尽了方法也唤不醒南宫瑞。他也把南宫瑞挪进空间试过了，让小米给他吹气，依然唤不醒他。他给他喂了返魂水，可是也没有用。今天元宝依然和往常一样陪着南宫瑞说话，他只好使出终极手段了。瑞哥哥，你快点醒过来，你不是想听我的答案吗？醒来我就告诉你好不好？还有，西兰国的小皇子又来南胜国求亲了，你再不醒过来，我就要嫁给西兰国的小皇子了。元宝说完，还大胆地亲吻了一下南宫瑞的嘴唇。他觉得也许像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一样，王子亲吻一下睡美人就醒了，那他亲吻一下睡美男应该也有用的吧。元宝，你占了我便宜，要对我负责。元宝这一下真想给南宫瑞呼一巴掌了，这王八蛋得了便宜还卖乖，谁占谁便宜呢？可怜他失去的初吻呢。哼！别生气，我错了，是我占了你便宜，我要对你负责，我娶你好不好？谁要你负责了？是我要对你负责，你救了我，我要以身相许来报答你。我答应你，绝对不会有3妻4妾，请相信我。元宝不知道怎么办，他害羞的不知如何是好。既然醒了就起来吧，你都昏迷不醒1个半月了，你母妃都住到郡主府来了，她很担心你。二盼被封为从五品的怀远将军，赐城北将军府一座，年后到左少营任职。这都是二哥哥努力得来的，恭喜二哥哥如愿以偿。妹妹，当初要不是你的鼓励和你给的银子，二哥肯定不能如愿以偿，都是妹妹的功劳。以后妹妹有事，二哥扶起劳。二哥哥当上大将军了就是不一样，说话都有水准了呢。二爹当将军了，二爹当将军了。二哥哥10年不回桃花村了，现在如愿以偿，不回去看看吗？要回的，二哥打算过2天就带着你二嫂和小包子回去桃花村过年。要回就赶紧动身，要不然天气会越来越冷，路上不好走。算日子，你们回到桃花村也没几天就要过年了。妹妹回吗？回的，不过二哥哥回到家里可不能跟大伯娘说，
当初去投军是我给你出的主意，要不然大伯娘打我怎么办？我娘打我是一定的，打你那是不可能的。谁不知道我娘那大嗓门啊？但是在你跟前，那都能用细声细气来形容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南宫瑞拿着他的花儿，用轻功悄悄潜进了元宝的院子。影衣跟在太子殿下的身边为他打掩护。没办法，叶叔总是看他不顺眼，像防贼一样的防着他，他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了。进来。南宫瑞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元宝香肩半裸。他刚洗完澡出来，南宫瑞被元宝的样子刺激的上头，瞬间感觉鼻子间一股温热流出来。好家伙，流鼻血了！元宝抬头看了一眼，以为紫萱要进来帮他擦头发的，哪曾想看到南宫瑞手捧一大束花，两管鼻血却往下流。瑞哥哥，你这是什么操作？南宫瑞回过神来，放下花束，一把将人给抱在怀里。你冷静点，别激动。对着你无法冷静。元宝2辈子加起来都没有谈过恋爱，僵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元宝，我的心为你而跳动，我的魂为你而牵挂。你就是我的太阳和空气，没有你，我的人生将失去意义。请你嫁给我，做我最美丽的新娘子。元宝听了南宫瑞一番告白求婚台词，羞红脸的同时内心震惊不已。这货哪学来的求婚方式啊？这是现代人的求婚方式啊！他用师傅的项上人头来打赌，在这里绝对没有。元宝，快说我愿意。元宝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意识受南宫瑞的影响。我愿意。我明天一大早就进宫请父皇赐婚，我要赶紧把你娶回家做我的太子妃。元宝，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的，除了你，别的女人我都不要。谢谢你答应做我的新娘。答应就答应了吧，除了南宫瑞，好像他也不想嫁给别人。我问你，刚才那些话谁教你说的？没人教我说，我做梦梦见的。元宝狐疑地看着他，明显不相信。真的，我没骗你，就是我昏迷不醒的时候，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那里的人……南宫瑞把梦中的场景跟元宝说了一遍，元宝震惊，这不就是现代的人事物吗？南宫瑞作为一个老古董，居然能梦到现代的场景，太不可思议了。求婚成功的南宫瑞圆满地离开了。出到院子的时候，看到紫萱仍然站在刚才的位置，而影衣则大喇喇地坐在另一边的石凳子上。他也不叫影衣，自己跃上墙头回隔壁去了。改天他一定要在这堵墙开一扇角门，方便他想过来就过来。南宫瑞一夜好眠，第二天起得特别早。瑞儿，你这一大早的不去朝堂上朝，怎么跑到父皇这来了？父皇还没老到要你来接的地步吧？出什么事了？父皇，儿臣是来请父皇赐婚的，请父皇成全。哦，元宝答应你了？嗯。哈哈哈哈！好样的，父皇这就给你写赐婚圣旨。元宝接了圣旨之后，李公公并没有听到预想中的欢呼声，而是看到了叶家男人的沉默不语。特别是元宝的爹，李公公赶紧溜了，他怕叶家男人朝他扔石头。元宝，你真的决定要嫁给那小子了？爹爹，瑞哥哥好歹是您和娘亲看着长大的不是，对他知根知底，也了解他的人品。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对他也有感情，总好过女儿嫁给不认识的家里面吧。那万一别人家搓摸您闺女，您又看不见呢？闺女，都说皇宫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但是爹相信你有能力应对。实在不行，咱们就跑路。爹爹，没有那么可怕了。您看宜妃娘娘和太后娘娘都来过咱们家，他们都不是难相处的人，不是吗？还有皇上，您也接触过好多次了，他并不是个暴君，
在高位的这几个人都不难相处，那其他人就更不用怕了。元宝不用怕，外曾祖给你做陪嫁，我看谁敢欺负我家元宝，外曾祖帮你找回场子。元宝，我也要给你做陪嫁，谁敢对你使绊子，我毒死他全家。元宝扶额叹气，还好南宫瑞不在这里，要不然他肯定会很没面子。10月初10，太子大婚，元宝3更的时候就被娘亲拖起来沐浴更衣，开始梳妆打扮了。咱家元宝就是漂亮，自己这么一折腾啊，更像个小仙女了。谢谢大伯娘夸奖。我的小祖宗哦，幸好刚才那个嬷嬷不在这里了，新娘子到夫家之前是不能吃东西的。那可不行，姑姑，不吃东西我会饿死的，太没有人性了。天大地大，新娘最大，怎么能让新娘子饿着肚子出嫁呢？二弟妹啊，要不就让她吃点吧，饿坏了可咋办呢？好吧，就吃一点好了，别喝太多水了，上了花轿之后不方便。当杨婉儿和叶湘云等人看到杏儿给元宝端来的食物时，着实被吓了一跳。排骨、蒸蛋、青菜，还有大骨粥。他们以为杏儿会拿点点心之类的东西给元宝吃呢。看这架势，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丫头早有预谋了。外面已经响起了唢呐鼓响、鞭炮声，新郎来接亲了。我妹妹是我们全家人捧在心尖上护着长大的，被我们养得娇气了一些。若她做的有什么不好的，希望太子殿下多包容些，千万不要欺负她。你派人来告诉我们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我们会接她回家的。三判说完，一判上前。虽然你是太子吧，但是我妹妹也不比你差，若你不能善待她，现在后悔还是可以的。一判退下，二判上。太子殿下，我也许打不过影衣，但是我觉得能打得过你。你千万不要对我妹妹三心二意，不然我会找机会和你干架的。四判最后上场。太子殿下，你好歹是在桃花村生活了10年，想当年你都差点嗝屁了，是我妹妹救了你。俗话说，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你不但身是我妹妹的，心也是我妹妹的，千万不要辜负了她。一判还有补充，还有他五哥哥，虽然公务缠身，人不能到现场，但他让我跟你说一下，若你敢对我妹妹有半点不好，桃花村父老乡亲们的锄头、扁担、粪叉、粪勺可都等着你呢，你自个儿掂量掂量吧。他怕还不行吗？他都要风中凌乱了，他只是想要好好接个亲而已。他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啊？为什么每个大舅哥都要警告他一番呢？几位哥哥放心，我南宫瑞在此发誓，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妻子叶圆圆。若违背誓言，就让我被天打雷劈。也请大伯、爹和三叔放心，我一定会对元宝一心一意的。再不快点接走新娘子，他敢打赌，叶爷爷和楚伯此时一定扶着老太爷快到门口了。元宝在花轿里面都快要笑翻了，他的哥哥们啊，太可爱了。吉时到，起轿。8台大花轿在吹吹打打声中抬着新娘子走了。10里红妆迎娶，这是皇家最大的规格了，即使迎娶的是皇后，也不能超过这个规格。一路上万人空巷，进了皇宫之后，还有合寝、朝见两宫、冠馈、庙见、庆贺等诸多繁杂的礼仪，要折腾一整天，所以不让他吃东西是万万不行的。他也不管，让干什么就配合干什么吧。折腾完之后，再好好大吃大喝一顿补回来。被送回洞房的时候，他只想成大字趴在床上，但这个渺小的愿望也没能让他实现。那个老嬷嬷带着5个宫女虎视眈眈的在一旁盯着他，他不但不能躺平，还要坐得挺直，他太难了。南宫瑞在嬷嬷的指引下完成了一系列的流程之后，就挥了挥手让嬷嬷和宫女退了下去。睡哥哥，我脖子都快要断了，你能不能先帮我把头上的凤冠取下来啊？
南宫瑞回过神来，帮他把凤冠轻轻取下来。媳妇儿，把手伸出来。南宫瑞把一个小圈圈套进了元宝的右手无名指上。元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媳妇儿了。我将一辈子对你从一而终，至死不渝，请相信我。元宝又被南宫瑞给雷到了，他还懂结婚要戴戒指？到底他昏迷不醒的时候都梦到了些什么呀？你自己画的图样？是啊，我按照梦中看到的样子，自己想了一下，画出图样，让人做出来的。可惜我找不到梦中看见的那种白闪闪的材料，只能用钢来代替了。你喜欢吗？喜欢。但是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吗？知道它为什么要戴在无名指上吗？不知道。这个叫做戒指，也可以叫做婚戒，无论男女都佩戴在无名指上，因为无名指是与心脏连接最近的位置，代表对爱情的忠诚和信任。一旦戴上它，就代表把双方都套牢了，不能轻易的分开。那最合我心意了，我就喜欢把你套牢，想和你生生世世的在一起。谁说直男不会说情话的？这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媳妇儿，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歇息吧。时光如梭，白驹过隙，一眨眼，一个甲子年就过去了。很多人事物都已经翻篇，老一辈的人很多都走了。南宫瑞和元宝也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两人翻看着南宫瑞小时候在桃花村画的画，不时地回忆儿时的种种事情。瑞哥哥，这辈子遇到你真幸福。我们不止这辈子幸福，下辈子下辈子都会遇到彼此，会一直幸福下去。怀里的人儿不再动，也不再说话。南宫瑞低头看了一眼，人儿在他怀里安详极了。元宝，我答应你的做到了，等你先走，我再走。你别害怕，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走的。你走慢一些，我马上就来了。这个午后，微风轻拂，阳光正暖，画纸落了一地，曾经的一代帝后双双安详离世。闺女，我是你爹哦，听到弟弟说话了吗？谢谢你肯来我们家做我的闺女。二哥哥，你先去吧，你走太快了，我跟不上。乡下小土包，元宝想打小男孩鼻子的，可是人太小个了，就垂到了小男孩的胸口。我叫南宫瑞，你可以叫我瑞哥哥。前辈说他也会对小丫头好的，一辈子都对她好。你嫁给我，做我最美丽的新娘子。代表对爱情的忠诚和信任，一旦戴上它，就代表把双方都套牢了，不能轻易的分开。那最合我心意了，我就喜欢把你套牢，想和你生生世世的在一起。